欢迎进入塔2，正在连接服务器，请稍等。连接成功，开始核对玩家身份。核对完成，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调整完成，资源已加载完毕。提示：玩家在登录前应断开充电接口，平躺于床上，平稳呼吸。第一次登录可能会出现头晕、反胃、身体不适等情况，属于正常情况。如长时间无法适应，可退出场景休息片刻后再次尝试。如您已准备完毕，请点击确定登录。确定取消。早已躺下的周胜面前，透过头盔前方的玻璃出现了一块虚拟电子屏幕。他没有犹豫，直接点下了确定。下一刻，他只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再次睁开双眼时，他已经来到了另一处陌生的空间。这里是一处空旷的祭坛，四周火把正在熊熊燃烧。祭坛的正上方是一块巨大的荧幕，检测到您未完成角色创建，请创建您的角色。随后，荧幕上便出现了创建角色页面。创建流程异常简单，第一步是角色昵称，然后选择职业就完成了。人物模型似乎是在本人自己样貌的基础上 ，AI 随机调整40%至60%左右的样子。周胜怔怔地看着自己手掌，甚至连每根指头上的指纹都清晰可见。虽然早在进入游戏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他还是被这款游戏的真实程度给震惊到了。塔2是一款12年前忽然问世的深度前行虚拟现实网游，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来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款游戏风靡全球，因为它在游戏中所体现出来的技术是当今世界科技所无法还原的。世界各国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去调查这款游戏，可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栋早已被废弃的破旧工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款游戏它可以影响到现实世界。请输入您的昵称。系统发出的提示声将思维发散的他拉了回来。周胜稍稍思考片刻，输入星际，这是他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词语。他很喜欢，意为雨后初晴。经检测，该昵称可用。接下来，您可以从以下职业中选择您的初始职业：战士、法师、牧师、剑客、刺客、召唤师、枪斗师。进入游戏之前，周胜已经提前做好了详细的职业攻略。所有人的初始职业都是从这7个职业中进行选择。在100级之前，玩家有2次职业进阶的机会，分别可以在30级、60级和90级阶段选择完成职业任务。进阶职业，只不过90级阶段的进阶任务难度系数最高，所以绝大部分玩家都会选择在30级和60级完成2次职业进阶。各个职业每次的进阶职业分支都是7个，比较普遍的是原职业进阶，譬如战士职业，在自己的职业基础上进阶，可以成为防御更出众的盾战士，也可以进阶为输出能力更强的狂战士，或者是彻底舍弃防御的双刀战士等等。除此之外，如果对自己原本职业不满意，也能够灵活地选择其他职业分支进阶。例如，国外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一名女性玩家有利·杰克逊，初始职业选择了牧师，但由于国外各方势力关系比较微妙，局势动荡，作为牧师的她时常会被一些敌对势力的刺客玩家针对，甚至是暗杀。于是，有利·杰克逊一气之下，在第一次进行职业进阶时，选择了刺客职业的分支影刺客。结果，牧师与影刺客职业的进阶却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职业。乃次，塔2这款游戏中的职业选择就是充满着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哪怕是你认为毫无特色的职业，在经过某种特殊的搭配之后，说不定就会变得耀眼起来。也正是因此，每个人在选择职业时都会无比慎重。然而，周胜却早已心有所想。我选择剑客。是的，没有哪个男生能够拒绝成为一名剑客，没有任何男生能够拒绝手持一把长剑，对天大喊一声剑来，随后世间长剑万剑归宗的画面。然而，就在他选择了自己职业后，系统却并没有跳出创建角色成功的画面，而是卡顿了几秒后，出现了一行红色字体 X015634， 代码错误，请重新选择您的初始职业：战士、法师、牧师、刺客、召唤师、枪斗师。周胜一脸疑惑，错误代码？这游戏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bug 吗？带着疑惑，他伸出手指准备重新选择职业。只是他的手伸在空中却顿住了。剑客呢？我那么大一个剑客呢？过了许久，系统仍旧没有恢复。他有想过找客服，但问题是这破游戏的创建角色画面根本没有其他选项啊！在没完成创建角色之前，他连退出游戏都做不到。他思考片刻后，只好退而求其次。我选择牧师。其实开局选不选剑客影响也不是很大，后续等他职业进阶的时候再选择剑客分支进阶也没差。哪怕再出现什么意外，
他也可以曲线救国，转行去玩奶刺。现在奶刺这个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相当吃香，至少最差的结果，他也不愁自己未来会找不到工作。所以选不了剑客的情况下，选牧师准没错。然而下一刻 X015635 代码错误，请重新选择您的初始职业：战士、法师、刺客、召唤师、枪斗师。我选择法师。X015636 代码错误，请重新选择职业。您可以从以下职业中选择您的初始职业：战士、刺客、召唤师、枪斗师。我选择刺客。X015637 代码错误，战士、召唤师、枪斗师。我选择枪斗师。X015638 代码错误，我选择战士。X015639 代码错误，请重新选择职业。您可以从以下职业中选择您的初始职业：召唤师。看着那孤零零的一个职业，周胜嘴角微微抽搐。好，这么玩是吧？我选择召唤师。然而这一次，系统竟然没抽风了。恭喜您，您已成为召唤师，已为您载入各项身体数据，即将进入游戏。3、2、1，欢迎来到塔的世界。周胜见状，顿时两眼一黑。完了！第二章海克斯强化。第一层起始之城。一阵刺眼的光芒之后，周胜出现在了新手村的复活点。原本寂静的空间霎时间变得无比嘈杂，周围不断出现白色光柱，这意味着除了他以外的新人们也陆陆续续进入了游戏。这里是塔内的世界第一层，所有玩家的起点起始之城。起始之城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城池，四周被数十米高的围墙所包围，围墙内还建有2堵围墙，将整座城市划分为了3个区域。最外面的交易区处于中间的居住区以及最内部的复活区，且城池内属于安全区，位于城内，所有玩家都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检测到您是新注册用户，现在开始新手教程。如您需要跳过教程，可随时点击右上角的跳过按钮。现在将为您开始介绍。周胜深吸了口气，点击了右上角的跳过按钮。游戏背景之类的他早在游戏之前就已经做过攻略了。塔2这款游戏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玩家想要通关就必须要攻略这座高塔，而这座高塔共计有100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单独的小世界。从第一层到最顶层，每一次层通关都设有时间限制，规定时间内没有通关，这一层的怪物就会跑到现实世界肆虐。通关之后，时间限制抹除，玩家们便可以随意自由探索该层世界。周胜在这个世界的父母就是死于怪物之口。他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当看到职业一栏召唤师3个字的时候，顿时血压就上来了。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39624140，职业召唤师，等级1，气血100，精神10，力量10，智力15，敏捷10，韧性10，装备5，技能召蚁皇 LV1， 被动技能共生 LV1 召唤空间，称号5。点评：出生牛犊的召唤师比蚂蚁稍微强一点。在塔2这款游戏中，各个职业百花齐放，基本所有职业都有其独到之处，哪怕是再弱的职业，在与各种职业的分支进阶之后，都有可能会出现逆转的情况，但唯独召唤师这个职业除外。截至目前为止，全世界选择召唤师作为初始职业的玩家足足有3亿多人。可就是在如此大的基数之下，经过无数召唤师玩家们的总结，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召唤师就是这个游戏中的职业黑洞。无论怎么搭配进阶，都改变不了召唤师玩家弱的一批的事实。哪怕是现阶段等级最高的召唤师玩家，在最顶尖攻略组的队伍中也没有丝毫的存在感。用所有转职召唤师玩家的话来说，就是这职业狗都不玩，根本看不到这个职业的任何未来。当某一个人说这个职业弱的时候，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但当整整3亿玩家都无法拯救这个职业的时候，足以见得这个职业究竟有多黑洞了。周胜再次深吸了口气，强忍着血压点开了自己的技能介绍。召蚁皇，消耗3点精神，召唤出3X 召唤师等级，指蚁皇协助作战，召唤兽的各项属性取决于召唤师的智力，无时间限制，可随时将召唤兽收进召唤空间。当所有召唤兽死亡后，技能进入冷却，冷却时间10分钟。这是召唤师1级时附带的初始技能，简而言之就是召唤3只马喽。如果3只马喽战死，10分钟之后就能再次召唤。召蚁皇，他试着使用了技能，身体内某种特殊能量一阵流窜，身边便出现了3道圆形魔法阵。当魔法阵周围的白光褪去之后，3只拳头大小的马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漆黑的外壳和凶猛的獠牙让他们看上去凶猛无比，但看在周胜眼里，却觉得他们好像还有些可爱。召唤兽蚁皇，等级1，气血30、100，精神0，力量3，智力3，敏捷3，韧性3，装备无，技能无，称号蚁皇。蚁皇，蚂蚁中的皇者。点评：一只战力不足5的杂鱼，但如果你尽力去培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你浪费了不少资源。看见召唤兽这比他兜里钱还贫瘠的气血值，周胜只觉得自己刚刚好不容易降下来的血压，蹭的一下又上来了。30的气血，3点力量。身为召唤兽，攻击力没他一个召唤师高就算了，身板竟然还比他脆，这究竟是哪个天才数值策划想出来的数值？最气人的是这点评内容，明摆着告诉你千万别养这货，不然你就等着后悔去吧。周胜深吸一口气，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后，点开自己另外一个被动技能的介绍。共生，受契约影响，当召唤兽初始气血低于召唤师时，获得与召唤师相同的气血值；当召唤兽气血高于召唤师时，召唤师获得与召唤兽相同的气血值。看到被动技能的介绍，周胜的血压才终于下降了一些，因为他的气血值是100，而召唤出来的蚁皇只有30，所以共生生效之后，3只蚁皇的血量直接增长了70点，变成了100。这么算下来，仅一个被动技能竟然给他的召唤兽提升了足足210点气血值，他的初始气血都才100点，这样看来貌似也不算太弱。但实际上，这个技能在玩家度过新手期后就会变成相当鸡肋的技能，因为在玩家度过新手期后，召唤兽的血量会很轻松的超过召唤师本人，所以共生这个技能在之后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召唤师本人的血条稍微厚那么一点点。但问题是，对于 BOSS 或者刺客职业的玩家们而言，增长的这一点点血条也就是1刀和2刀的事，怪不得网上都吐槽这职业弱，这数值真是狗看了都摇头。周胜心中颇为无奈，可就在这时，他面前的电子屏幕忽然再次亮了起来，检测到您的数据异常，正在尝试消除影响。检测到您的数据异常。周胜闻声愣了一下，紧随其后，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电子杂音和玻璃破碎的刺耳声，呲呲呲呲。就在他下意识的想捂上耳朵时，那声音却又忽然消失了。下一秒，他面前的屏幕再次出现了几行字：影响已消除，你的海克斯强化程序已被激活，你当前可抽取海克斯科技次数1，本次海克斯强化等级为金色，请从以下3个金色海克斯强化中任选其一。1. 原计划巨块2，当你或你的召唤兽穿戴了至少1件装备时，就会获得1000x 等级的气血。2. 主打一个陪伴，提供一个拥有10000气血且可重复使用的训练假人，可随时召唤收纳至特殊空间，当训练假人存在时，你受到的所有伤害均会转接给训练假人，且当训练假人血量归0后，你会获得持续1秒的无敌，假人死亡后冷却时间30天。3. 耐久训练，你获得500气血，且每次参与击杀时都将永久获得50气血，无上限。看着眼前的画面，这熟悉的名字让周胜足足愣了3秒。海克斯强化，他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看错，这不是地球那边的东西吗？怎么跑到这个世界的游戏里面来了？但很显然，没有人会告诉他答案。周胜只能按捺住脑海中的疑惑，看着虚拟面板上的3个选项。选项1，原计划巨块2。很显然，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前期海克斯强化。触发条件简单，是佩戴1件装备，相对较简单，而且增加的气血值会根据召唤师的等级增长，数值也非常可观。再加上召唤师的共生技能，可以让他前期的召唤兽迎来一波非常大的增强。后期的话，他的本体也会随着召唤兽的增强变得更肉。他隐隐有些心动，但还是忍住了继续往下看。选项2，主打一个陪伴。这个海克斯没得说，最佳的保命系海克斯，只要有训练假人存在，召唤师受到的任何伤害都会转移到假人身上。假人的血量虽然只有1万，但胜在可以重复使用。最关键的是，假人死亡的那一瞬间，周胜能获得持续1秒的无敌效果。在某些特别的时候，这个效果可比直接复活1次都要好。只可惜现阶段的他最需要的不是保命系海克斯。他将目光看向了第3个选项，耐久训练，获得500气血，且每次参与击杀时都将获得50气血，无上限。当他的目光看向最后3个字无上限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选择了第3项。恭喜你获得金色海克斯强化，耐久训练。耐久训练，你当前已获得气血500左元括号500加06元括号。第3章，召山羊犬。
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1，气血600，精神10，力量10，智力15，敏捷10，韧性10，装备无，技能召蚁皇 LV1，被动技能共生 LV1，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0右元括号，称号无，仅一个海克斯强化的效果，就让他面板的气血值增加了5倍。与此同时，他的召唤兽貌似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召唤兽蚁皇，等级1，气血600，精神3，力量3，智力3，敏捷3，韧性3，装备无，技能无，称号蚁皇。蚁皇，蚂蚁中的皇者。点评：似乎变强了一点的战五渣，如果你尽力去培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你浪费了不少资源。评价虽然没变，但原本只有拳头大小的马漏，此刻似乎变大了一圈。他的气血也因为被动技能共生的缘故，直线提升到了600点。别看只是增加了几百点气血值，要知道，哪怕只是1级的召唤师，一次性也能召唤出3只蚁皇，一只增加500点，3只总共就增加了1500气血。单论数值的话，这气血已经超过了一个10级战士。而且，蚁皇的召唤数量是会跟随召唤师等级不断增加的。看着3只召唤兽的属性面板，此时周胜的脸上早已豁然开朗。1级召唤师带着3只600血的马漏，虽说依旧是杂鱼，但至少他们已经从战力不足5的杂鱼变成了战五渣，提升巨大。然而，系统的提示还没结束，你的海克斯科技抽取次数已用完，距离下次抽取海克斯需通关卡的层数为05。海克斯科技商店已激活，你可以消耗科技币在海克斯科技商店兑换物品。你激活了新的货币系统，你获得了货币系统激活奖励500科技币。你可以通过击杀50级以上的怪物、BOSS 等方式获取科技币。货币系统激活后，每小时自动获得10科技币。你每拥有1万科技币，每小时增加的科技币数量额外加10。海克斯科技商店和科技币。周胜沉默半晌后，按照提示点开了商店，顿时几样物品映入眼帘：100气血上限，100科技币；1点精神，100科技币；1点智力，100科技币；1点敏捷，200科技币。召山羊犬卷轴500科技币。距离下次商店刷新时间167:59:43。周胜的目光直接跳过了前面4个选项，看向了最后那个技能卷轴。虽然前面的各项属性很香，但是对于一名召唤师，最重要的自然是召唤兽了。更何况他还有耐久训练这种永久叠加属性的海克斯强化，越早拿下，性价比越高。在只有500科技币的情况下，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买下了那张技能卷轴。科技币500，你已获得召山羊犬卷轴，是否使用？使用。恭喜你已习得新技能召山羊犬。召山羊犬，消耗5点精神，召唤一只山羊犬协助作战，无时间限制，可随时将召唤兽收进召唤空间。当召唤兽死亡后，技能进入冷却，冷却时间30分钟。召山羊犬。周胜迫不及待地使用了新技能，下一秒，他的脚边再次出现一个崭新的魔法阵。当圣洁的白色光芒消失后，一只浑身通体灰色，额头长着一对长长犄角，脸上遍布着一些黑色纹路，长长的獠牙宛如藏身于黑夜的吸血鬼，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生物出现在他的面前。兽如其名，这赫然就是一只狗与羊的结合体。当山羊犬在看见自己的主人后，身上那股恐怖气息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转而激动地叫了几声汪汪咩。听到这奇怪的叫声，周胜眉头微挑，不光是外表，竟然连声音都是狗和羊的结合体。要是换作是以前看见这种羊与狗的混合产物，周胜多半会觉得很恶心。但或许是他们两者之间已经签订了契约的关系，冥冥之中似乎有了某种特殊的联系。他不仅不觉得恶心，反而觉得这货有点小可爱。他伸了伸手，山羊犬便十分乖巧地用头蹭着他的手掌心，尾巴摇晃的速度也更快了。汪汪咩！周胜微微一笑，看向新召唤出来的召唤兽的属性面板。召唤兽山羊犬，等级1，气血600，精神10，力量10，智力10，敏捷10，韧性10，装备无，技能无，称号无。点评：
一只战斗力勉强超过5的恶灵生物，虽然弱小，但其中心程度无出其右。共生被动生效，山羊犬的气血值同样来到了600点。虽说在数量上山羊犬不及蚁皇，但它的其他各项属性却都要高出蚁皇一大截，各项数值均突破了2位数，这可以说是完美弥补了3只小马喽先天攻击力偏低的弱点。周胜不再犹豫，将4只召唤兽收进了召唤空间后，便朝着野外走去。下一步升级，新手战士求组队，看过攻略，能输出能抗伤，妹子优先。队伍5缺1，来个牧师，爆装备优先分配。有偿来个刺客带爹，带一带领主 BOSS， 价格私聊。朝阳公会一层分会大量招人了，无任何要求，欢迎新人踊跃加入。走出起始之城的复活点，吆喝声和人流络绎不绝。尽管这游戏已经开服了1年多，但从这挤满了新人的街道就能看出来，这游戏在世界各地究竟有多火爆。正当周胜准备逃离这个喧嚣的地方时，却被一个身穿精良装备、腰间挂着一柄长剑的男剑客拦住了。在他露出疑惑的表情之前，男人露出了一个十分柔和的笑容，问道：“小兄弟，你是新人吧？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朝阳公会？”周胜闻言，眼前一亮：“公会有福利吗？”男人见状，微微一笑：“当然，我们朝阳公会作为游戏内前10公会，虽然这只是第1层的分公会，但我们对新人的培养从来都是不吝啬的。你只要加入我们公会，每周都可以领取10瓶下级气血药水和5瓶中级气血药水。”男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朝阳公会的福利待遇。周胜听得也很起劲。你别说，这朝阳公会不愧是游戏内排名前10的公会，福利待遇确实不错。其中最吸引人的待遇是，如果新人遇到了打不过的 BOSS， 也就是卡关了，那么根据你的贡献值，可以向公会总部申请一位大佬来带你刷 BOSS。 这对那些没有游戏天赋又没有钱的玩家而言，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见时机差不多了，男人话音一转：“我们公会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具体的你可以等加入了我们公会再了解，我们先加个好友吧，我拉你进公会。”周胜点了点头，点了申请加对方为好友。然而男人看到了他的申请请求，不由一愣：“玩家心迹，召唤师，申请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下一秒，男人默默点击了拒绝，随后他的身上闪过一道光柱闪过，整个人消失不见。下线了。周胜第4章越级升级。召唤师这个职业不受人待见，周胜早有预料，但这职业能够做到让人变脸速度如此之快，属实是让他大开眼界了。出了起始之城，周胜左上角的城镇保护图标便消失了。从城门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就能看见一片新手练级场地，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青草茂盛。成群结队的新手玩家们在这里和1级魔物狂暴兔打得正酣。没错，就是一群人围攻一只1级魔物。战士嘲讽一下，牧师技能马上就好。出破绽了，刺客赶紧斩。我 CD 好了，我给你治疗。法师技能蓄力好了没有？搞快点啊！马上就快了。他要踢人了，所有人都散开。就在周胜不远处，正好有一支5人小队，配合得十分默契。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仅仅只是和1级狂暴兔打得有来有回，稍稍失误，甚至就有可能迎来一波团灭。这就是这个游戏的难点所在。哪怕是新手村最简单的1级魔物，也不是新人随随便便就能够击杀的。周胜定睛看了一眼狂暴兔的属性：魔物狂暴兔，等级1，气血500，精神10，力量10，智力0，敏捷10，韧性10，技能飞踢，称号无。点评：原本是性情温和的兔子，被魔气污染后变得暴躁，看似很弱，实际上并不强。飞踢，消耗1点精神，以极快的速度踢向当前目标，对目标造成30点伤害和持续2秒的眩晕，冷却时间30秒。只是1级的魔物却拥有500气血和一个高达30点伤害的技能。召唤师的蚁皇本体1级总共也才30点气血，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召唤师这个职业的数值究竟有多低。周胜关掉面板，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一直越过新手狩猎区，走到一片茂密的丛林，他才停了下来。前面的树林是5级魔物的地盘，在塔的世界中，越级杀怪是有经验加成的，想要快速升级，自然是越级刷怪效率更高。周胜小心翼翼地探出草丛，发现前方不远处正好趴着一只拥有2个头的灰色棕熊，正在树下打盹。心中默念一声查看信息，棕熊的属性面板立刻出现在眼前：魔物双头熊，等级5，气血2500，精神10，力量50，智力0，敏捷20，韧性30，
技能流血，被动。称号无。点评：拥有2个头颅的魔化棕熊，咬合能力相当出众，嗅觉十分灵敏，但智商低下，是新人玩家们的噩梦。流血，对目标造成伤害后，有概率使目标流血，每秒减少10点气血，且陷入虚弱状态。攻击，移动速度减少 30%， 持续1分钟。看着双头熊高达30的韧性，周胜不由皱了皱眉。这个游戏里各项属性对应关系是：气血、生命值、精神、法力值、力量、物理攻击力、智力、魔法攻击力、敏捷、攻速、移速、闪避速度、出手速度、吟唱速度、韧性、百分比减伤和控制时间。双头熊拥有30点韧性，点击详细数值后，弹出来提示为 23% 的伤害减免。它的召唤兽蚁皇只有3点攻击力和3点敏捷，攻击拥有20点敏捷的双头熊大概率会 miss， 就算命中，伤害也只有1点强制伤害，在2500气血值面前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山羊犬拥有10点攻击力和10点敏捷，按照概率来说，只有1半的概率会命中，在高达 23% 的伤害减免下，每一击也就只能打出2点伤害。而双头熊拥有高达50点力量和一个有概率持续1分钟流血的被动技能。无论怎么计算，凭借目前的数值，他好像没有办法击杀眼前这只双头熊。虽说是越级，但这数值差距实在是太过于夸张了。难怪这游戏开服至今从没听说过有人能单刷 BOSS， 就这数值差距，想单刷个小怪都棘手。周胜长叹口气，但并不打算放弃。如果实在打不过，以他600点气血和4只召唤兽作为肉盾，逃跑肯定没问题。在游戏中死亡虽然会复活，但退出游戏后会极大的透支现实中身体的健康。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研究，在游戏中每死亡1次，现实中大约会减少1至3年的寿命。所以保证自己的存活率是这款游戏的重中之重。他开始打量起四周的环境，看了一圈，发现双头熊的旁边放着一个已经开了瓢，只剩下一半的蜜蜂巢。半个蜂巢的缺口处，一滴滴金黄色的蜂蜜正缓缓滴落在地面。而双头熊的不远处有一棵高不见顶的巨大柳树，巨大柳树的四周同样还有诸多缩小版的柳树。因为每棵树距离并不是很远，所以它们的柳条从高空垂落，纵横交错，仿佛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张遮天的柳条巨网，遮住了碧蓝的天空。只有道道金黄色宛如麦穗般的阳光从缝隙中直射而下。有了！周胜眼前一亮，弓着身子缓慢地朝熟睡的双头熊走去。直到距离双头熊不到2米左右的位置，对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忽然用鼻子在空中嗅了嗅。他猛地想起刚才面板中对双头熊的点评，嗅觉十分灵敏。操！他一咬牙，右脚用力一蹬，一个箭步朝着双头熊冲了过去。更准确的说，是朝他旁边的半罐蜂蜜冲了过去。不到2米的位置，周胜只用了一个呼吸的时间，便已经拿到了蜂蜜。但也正是这时，双头熊醒了过来。刚从美梦中醒来，就看见其他生物偷偷摸摸拿着自己最钟爱的食物，双头熊顿时大怒。吼！他怒吼一声，张开熊掌，一巴掌朝着眼前偷蜂蜜的贼拍去。周胜不慌不忙，后撤一步，恰好躲开了攻击。下一秒，只见他眼疾手快，将那半罐仅剩不到1/3蜂蜜一翻，所有的蜂蜜顷刻间全倒在了自己身上。双头熊见状，顿时怒火中烧，吼吼吼！咆哮声大到似乎是要将整个天都震个窟窿。四周的鸟禽全都被吓得四处飞散。他更加愤怒了。周胜见差不多了，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跑，朝着那棵巨大的柳树跑去。在他逃跑的同时，他在自己和双头熊的身后召唤出了山羊犬。山羊犬！漆黑的山羊犬出现的一瞬间，便朝着双头熊猛地咬去。2、3 ，miss！ 但此时因为蜂蜜被偷的双头熊早已失去了理智，又或者是山羊犬对他的攻击不痛不痒，他的目光中充斥着怒火，全然不理会攻击自己的山羊犬，而是一边怒吼一边朝着周胜追去。吼吼吼！现在的他没有能和双头熊硬刚的实力，只能采用打拉锯战的方式，试试看能不能磨死他。而双头熊丧失理智的模样，让周胜不由眼前一亮，有机会！他一个箭步来到柳树下，纵身一跃，顺着树干往上爬。双头熊姗姗来迟，看着正在爬树的周胜，只能无能狂怒的捶胸怒吼。他不会爬树，而他的身后，山羊犬则是一直在不停的卖力攻击。2、爬到巨大柳树的一根分支上，周胜站稳了脚，默默地看着下方朝他怒吼的双头熊。一人一熊就这样四目相对，差不多对峙了10多秒。山羊犬则在后面不停地输出。或许是时间长了，双头熊对周胜的仇恨削弱了一些。
双头熊终于察觉到了一直在他身后攻击的山羊犬。吼！他回过神，一巴掌朝山羊犬拍去。就在他的熊掌落下的那一瞬间，周胜一个意念，山羊犬便化作一道光，被收回了召唤物空间。双头熊的攻击落空，不由愣了一下。他不明白，怎么好端端的目标忽然就从他眼前消失了。趁他发呆之际，周胜右手拽住一根柳条，从树上一跃而下，借助柳条强韧的韧性，一路荡了下来，从双头熊面前一闪而过，松手落地，接一个翻滚，随后连忙朝着另一棵树爬去。双头熊见他从树上下来，而且还从他面前溜走，顿时再次怒火中烧。吼吼吼！召山羊犬！二！就这样，周胜不停地游荡在几棵树之间，凭借自己身上的蜂蜜，不停地吸引双头熊仇恨，再让山羊犬从他身后不停输出。等双头熊的仇恨差不多要转移了，他再收回山羊犬，利用柳条和藤蔓转移位置，重新吸引仇恨值。就这样，一直磨了双头熊差不多1个小时。终于，双头熊的血量见底了。双头熊当前气血86。周胜当下纵身一跃，从树上直接跳了下来。被溜了1个小时的双头熊此时怒气正盛，看到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类又一次跳了下来，顿时一边怒吼着，一边又冲了上来。这次周胜没有继续逃跑，而是直接召唤出了自己所有的召唤兽。召蚁皇，召山羊犬。魔法阵在他前方亮起，4只高达600气血值的召唤兽挡住了双头熊。吼！吱吱吱！汪汪灭！48、45、2 ，miss 1 ，miss 2，两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而身为召唤师的周胜，自然是站在后方看戏了。虽然两边攻击力相差悬殊，但周胜的召唤兽胜在数量多，攻击频率快，且因为共生的缘故，召唤兽气血值足够高，600点气血值，哪怕硬抗下双头熊的攻击，也要打个10多下。在4只召唤兽不停的围攻之下，耗费了2分钟左右，双头熊的血量终于归零。吼吼吼！随着一声满是不甘和怨恨的怒吼，双头熊重重的倒在了地上，化作一片片星光，消失不见。而周胜的3只蚁皇也已经全部死亡，只剩下1只孤零零的山羊犬。恭喜你击杀了双头熊，获得经验值350。由于你是越级击杀，获得额外经验值280。恭喜你升至2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10。恭喜你升至3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10。你击杀了双头熊，气血值加50。第5章数据同步，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3 330-400，气血850，精神110，力量20加，智力25加，敏捷20加，韧性20加，装备无，可自由分配点数20。技能召蚁皇 LV3， 召山羊犬 LV3， 被动技能共生 LV3， 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50右元括号。称号无。点评：初生牛犊的召唤师比蚂蚁稍微强一点。越4级杀怪，直接让周胜连升级2级。各项属性小幅度提升，自由分配点数也增加了20点。至于分配加点，力量和韧性对于召唤师而言十分鸡肋，所以不用考虑。敏捷属性决定攻速、移速、闪避、出手和吟唱。智力决定魔法攻击力。敏捷能够提高召唤师的自保能力。智力的高低决定召唤物的属性高低。有耐久训练的血量加成，周胜的自保能力毋庸置疑，所以对他来说，加点智力是最好的选择。他果断将20点自由分配点数加到了智力上，智力属性直接来到了45。不过最大的提升当属他的蚁皇了。召蚁皇 LV3， 消耗9点精神，召唤出3x 召唤师等级，之蚁皇协助作战。召唤兽的各项属性取决于召唤师的智力，无时间限制，可随时将召唤兽收进召唤空间。当所有召唤兽死亡后，技能进入冷却，冷却时间10分钟。总计9只蚁皇，算上山羊犬，他现在总共能召唤出10只召唤兽。他现在的气血是850点，光是召唤兽的气血值就高达8500点。继续升级。10分钟后，召蚁皇技能刷新。周胜二话不说，将9只蚁皇召唤了出来。召唤兽蚁皇，等级3，气血850，共生。
精神9，力量19，智力9，敏捷9，韧性9，装备无，技能无，称号蚁皇。蚁皇，蚂蚁中的皇者。点评：正在茁壮成长的蚂蚁，似乎蕴藏着极大的潜力。连升2级，再加上他把20点属性点全加在了智力上，这让蚁皇的各项属性都暴涨了一大截，连带着系统对蚁皇的评价画风都变了。从一开始的浪费资源，到现在竟然变成了蕴藏着极大的潜力。9只浑身漆黑的蚁皇摇晃着他们的獠牙，似是在向他们的主人表示臣服。他又看向一旁的山羊犬，召唤兽山羊犬，等级3，气血740850，共生，精神30，力量40，智力30，敏捷30，韧性30，装备无，技能无，称号无。点评：蕴藏极大潜力的恶灵生物对其主人绝对忠诚。死！看到山羊犬的属性，周胜有些惊喜。山羊犬的点评也发生了改变。最关键的是，这属性面板都快赶上5级的双头熊了，再配合上9只蚁皇作为肉盾，单刷双头熊岂不是简简单单？将召唤兽们收进召唤空间，周胜开始在森林里寻找起第2只猎物。很快，他就在不远处发现了第2只双头熊。他二话不说，直接召唤出10只召唤兽，无需下达指令，只是一个念头，9蚁一犬便冲向了不远处的双头熊。双头熊这时也察觉到了猎物入侵他的领地，他怒吼一声，丝毫不惧地冲了上去。吼！46、38、14、14、31、14，密密麻麻的数字在双头熊头上出现。虽然两边的伤害数值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但是架不住数量差距太大，双头熊的血量飞速下降。不到半分钟，双头熊的血量归零。恭喜你击杀了双头熊，获得经验值350。由于你是越级击杀，获得额外经验值140。恭喜你升至4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10。你击杀了双头熊，气血值加50，爽！数值碾压的情况下，召唤师这个职业刷怪简直不要太爽。他全程都不用任何操作，只需要站在一旁静静的等待经验条拉满，继续刷怪。或许是因为玩家太多的缘故，一个下午过去，周胜在这片森林只遇到了30只双头熊，等级宛如坐了火箭似的窜到了8级。将自由点数全部分配给智力后，他的智力属性已经来到了120点，气血值更是增长到了恐怖的2900点。更恐怖的是，现在他已经能召唤出24只蚁皇，仅仅计算24只蚁皇的气血值都已经达到了将近7万点。而且随着他智力的提高，蚁皇和山羊犬的其他各项属性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的他击杀一只双头熊都不会超过5秒。咕噜，肚子传来的饥饿感让周胜停止了继续刷怪的念头。可惜一件装备都没出，这就是塔2这款游戏的装备爆率。刷了一个下午的双头熊，连装备的影子都没看见，再加上起始之层不爆货币，他这一趟几乎除了升级以外什么好处都没捞着。不过好在觉醒了海克斯科技，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退出游戏，下达了退出游戏指令，他的意识瞬间陷入一片混沌。片刻后，他的眼前出现一个光幕。经检测，您当前拥有同步数据次数为1。是否同步数据？提示：每提升等级99级，可获得1次同步数据次数，请合理选择同步时机。提示：角色被动技能无需同步，在外界也会持续生效。是否？周胜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点击了否。数据同步系统是这个游戏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将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属性同步到现实世界，从而让玩家获得远超常人的超凡能力。但就像提示中所说的，每个玩家在升到100级之前都只有1次同步的机会，所以自然是等级越高的时候，同步数据获得的收益越大。周胜现在才8级，自然不会浪费掉宝贵的次数。下一秒，周胜的意识回归到了现实，入眼是一个10多平米的出租屋，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台灯，一台破旧的老式电脑，墙壁上挂着一个破旧的青灰色书包，以及一扇仿佛要支离破碎的破旧木门。整个房间连扇窗户都没有，这就是他父母死于那场怪物入侵世界的灾难后现在的居住环境。第6章，耐久训练的正确使用方式。摘下头盔，将它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床底下，随后他翻开被子，拿着几张皱巴巴的钱塞进兜里，这才出了门。现在是9月份，正值夏季，
太阳已经逐渐落下了山，可迎面来的炙热的风仍旧吹得人心情烦闷。走了大概几分钟，周胜来到了一家招牌挂着王老大饭店的馆子。虽然名字起得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就是个只有3、4张桌子的苍蝇馆子。老板名叫王锤子，40多岁，外号王老大。因为梦想是开一家5星级饭店，所以给自己的店取了这么个名字。王老大，煮碗面，加个免费的鸡蛋。周胜冲里面喊了一句，没一会儿就听见里面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妈了个蛋的，吃面就吃面，还加免费的蛋，咋的？你是我家活菩萨啊？等了不一会儿，一个少年小心翼翼的双手端着碗面走到周胜这桌。周胜哥，你的面。说完，少年还伸出手给他偷偷塞了个卤蛋。周胜一愣，笑呵呵道，我可没点卤蛋啊。少年名叫王石头，是王老大的独生子，个子矮矮瘦瘦，脸上稚气未脱，一双明亮的眸子看上去格外清澈。王石头挠了挠头，笑道，没事，我偷偷拿给你的，不要钱。前天放学回家，王石头被一群小混混堵在小巷子里敲诈，恰好这一幕被路过的周胜给看见，于是出手救了他。虽然两人在这之前都认识，但除了周胜每次都来他家吃面以外，是他们家的常客以外，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周胜看着手中的卤蛋，笑了笑，行，你先去忙吧，卤蛋谢谢了呀。王石头点了点头，撒丫子跑回了屋继续帮忙。3下5除2解决完晚饭的问题，周胜将饭钱放到了餐桌上，用筷子压住。王老大，钱留桌子上了。朝里面喊了一句，周胜这才晃晃悠悠地朝家走去。不一会儿，王老大出来收拾碗筷，看到桌子上留下的钱，他不由一愣，哎，咋还多了2块脸？自上次塔内世界入侵现实已经过去了2年整，那一年死伤人员无数，除了周胜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幸存下来的孤儿，他们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国家为了他们这些孤儿修建了一所又一所灾建院，每个孤儿都能在灾建院里面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虽然不大，环境条件也很差，但至少不用让他们流落街头。周胜哥，胜哥晚上好啊，吃饭了吗？胜哥，我们要去吃饭，要一起不？周胜一一回应跟他打招呼的孤儿们，因为他的个子比较高，长得比较壮实，平时为人处事也做得比较到位，就算是跟那些大人沟通也丝毫不怵，所以他俨然已经成为了这一片区域的领头代表。按原路回了家，周胜长长舒了口气，虽然这房子小是小了点，但平时只要一回到家，总会让他有种莫名的心安。他来到书桌前，打开破旧的台式电脑，主机霎时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他开始收集有些关于游戏世界有用的资料。之前他从未想过要转职召唤师，所以有关召唤师的攻略一个都没看。现在既然事实已定，他就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召唤师的进阶玩法了。不得不说，哪怕是召唤师这么弱的职业，广大玩家还是开发出了不少召唤流的玩法。譬如5个召唤师组队开辟的召唤流数量碾压打法，因为召唤师的专属技能召以皇的特殊性，随着召唤师等级提高，召唤的数量越多，5个召唤师组队就可以利用数量来弥补前中期攻击不足的劣势，达到碾压怪物的效果。可惜这种玩法仅限于对付一些没有特殊技能的小怪，在每一层的最终 BOSS 战中，往往 BOSS 都会拥有特殊的群体 AOE 技能、特殊回血被动以及特殊的机制秒杀技能。像是蚁皇这种血量偏低、攻击力又不高的召唤兽，数量再多都是 BOSS 一个技能的事儿。唉，他感叹着广大召唤师们的创造力，但又无法改变召唤师数值羸弱的事实。可就在他看到下一篇文章时，脑海里忽然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般。论召唤流的正确玩法，是否应该由游戏世界转向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名叫最弱召唤师发布的帖子。一开始周胜还并没有太在意，但直到他看了文章之后，整个人都不由激动地站了起来。文章写道，众所周知，召唤师作为本游戏最弱职业，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召唤师玩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忽然觉得，是否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游戏的世界中脱离出来。大家都知道，前期的数据同步次数十分珍贵，绝大部分玩家都会选择在中后期同步数据至现实。而召唤师职业即使不选择同步数据，他的职业被动召唤空间同样生效。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退出游戏之前将召唤兽放进召唤空间，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实现在同步数据之前，在现实世界中召唤出我们的召唤兽。看到这里，周胜就没有再继续往下看了，因为他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他先是尝试着在脑海中默念了一遍召唤空间，随后他的脑海中便真的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空间，空间中静静地躺着24只蚁皇和1只山羊犬，竟然真的可以！
他从空间中召唤出一只蚁皇放在手中，被召唤出的蚁皇似乎是没有反应过来，歪着脑袋看着自己的主人。周胜此刻内心无比激动，因为相较于普通召唤师，他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你获得500气血，且每次参与击杀时都将永久获得50气血，无上限。耐久训练的说明是每次参与击杀都会获得50气血，但它并没有说明必须要在游戏中参与击杀。如果在现实世界，海克斯科技仍旧生效，他把一只蚁皇放进蚂蚁窝的话，光是想想他就有些迫不及待起来。他立刻起身来到了院子里，开始四处寻找起哪里有蚂蚁窝。他手中的蚁皇似乎是感受到了主人的想法，开始吱吱吱地叫了起来，嘴巴里的大杀气开始张牙舞爪地朝一个方向挥舞起来。周胜一愣，连忙将蚁皇放到了地上。蚁皇落地后，朝着一个方向发出了特殊的滋滋声。不一会儿，他就看见一群连成长线的蚂蚁群开始朝这里汇聚过来。滋滋，蚁皇朝周胜摆动自己的獠牙，似是在邀功一般。周胜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头，道：“干得不错，现在我们要开始试验了。”蚁皇挥舞獠牙，表示一切听从主人的命令。周胜想了想，先是自己挑了2只蚂蚁摁死，然而耐久训练的提示并未出现。随后让蚁皇杀了2只蚂蚁，耐久训练的提示也没有生效。这下周胜不由陷入了疑惑，难道海克斯不会在现实世界中生效？他看向一群匍匐于蚁皇面前的蚂蚁们，即使刚才蚁皇对他们的同胞刀剑相向，但来自血脉上的压制让他们根本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反抗。难道是因为这些蚂蚁已经完全臣服于蚁皇，所以系统自动判定他们为同阵营目标，所以耐久训练不生效？沉思了片刻，周胜决定再试试。他向蚁皇下达命令，让他们向四周散开，寻找猎杀其他类型的昆虫。蚁皇对蚂蚁们发出嘶嘶的怪叫声，蚂蚁群似是接收到了命令，立刻向四处散开。不一会儿，周胜的耳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你参与击杀了螳螂，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知了，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知了，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七星瓢虫，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蜈蚣，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你参与击杀了。”看着眼前一排排的提示，周胜眼睛都瞪大了。卧槽！我好像找到了耐久训练的正确使用方式。第7章，100万气血。你参与击杀了知了，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知了，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翠青蛇，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周胜坐在屋里，看着面前不断跳出的消息，不由心跳加速。他已经将自己的24只蚁皇全部都放了出去。蚁皇们对于地球上的蚂蚁来说，似乎有着天生的血脉压制。无论是什么品种的蚂蚁，在接收到了蚁皇的讯号之后，都会无条件的追随与服从。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服从于他的蚂蚁似乎被计算为了同阵营目标。击杀同阵营目标是无法获得气血值的。不过也有优点，服从于蚁皇的蚂蚁们被计算为同阵营目标后，普通蚂蚁击杀猎物时也会被算作周胜参与了击杀。单只蚂蚁虽然十分弱小，但成千上万的蚂蚁们组成的军队，任何堵在他们前方的生物都将被无情猎杀。此时24只蚁皇已经从灾建院附近向外慢慢扩散，猎杀着其他各种生物。周胜与蚁皇之间有着某种独特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现实世界中甚至要比游戏中更为明显。他如今坐在家中，甚至能够通过蚁皇的视角看到外面的环境。蚁皇们就如同征战于沙场的大将军，一声令下，万蚁冲锋。他耐久训练的层数叠加的速度奇快无比，直到2个小时后，周胜眼前的面板提示速度才逐渐变慢。行了，都回来吧，顺便让这些蚂蚁就在这附近筑巢扎窝，能做到吗？周胜见状，向远处的蚁皇们下达了指令，蚁皇则是立刻向他传达了一串奇怪的声音。周胜出奇的能够听懂，那个声音的意思是小菜一碟。半晌后，每只蚁皇都统领着大约上千只蚂蚁，纷纷开始在附近筑巢。哪怕是一向只负责生育的蚁后，此时此刻都开始卖力的工作了起来。透过其中一只蚁皇的视角，周胜甚至发现一只蚁后正在对蚁皇暗送秋波，看得周胜直呼好家伙，蚁皇这称号还真不是白叫的。周胜心中感叹，虽然在游戏中看不出这个称号有什么作用，但放在现实中来，效果却出奇的明显。等所有蚂蚁们都筑好了巢后，周胜这才将蚁皇收回了召唤空间。他从床下拿出头盔，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游戏。查看个人信息，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8，5906400，气血54050，
精神360，力量45加，智力120加，敏捷45加，韧性45加，装备无，可自由分配点数0，技能照蚁皇 LV8，照山羊犬 LV8，被动技能共生 LV8，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52750右元括号，称号无。点评：气血浑厚的召唤师。看到自己此时的气血值，周胜不由呼吸一滞，54050，这个血量怕是比这第一层的 BOSS 都不遑多让了吧？更恐怖的是，有共生的存在，跟他气血值一样多的还有25只召唤兽，他的总体气血值已经高达140多万。唯一比较遗憾的是，现实中击杀生物不会收获经验值，不过即使如此，也已经非常逆天了。这个气血值甚至已经足够他去挑战一层的 BOSS 了。起始之城的 BOSS 之间位于城外西南方向15公里，周胜赶到 BOSS 之间已经是2个小时之后了。塔2的游戏 BOSS 都是位于一个单独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入口有一道漆黑的巨大铁门，因此被称之为 BOSS 之间。玩家们想要挑战 BOSS， 需要集合队伍依次挑战。如果此时已经有玩家正在挑战，那么后面的玩家就需要排队等待。周胜伸手摸向眼前巨大的铁门，是否要挑战当前领主 BOSS？ 提示 BOSS 强度极高，建议挑战等级10级，建议队伍人数100加。提示选择挑战后不可取消。是否？周胜毫不犹豫点击是。当前排队队伍数量为323，检测到您为单人挑战队伍，将为您跳过排队等待阶段，您将在5分钟后被传送至 BOSS 之间。看到队伍数量，周胜稍稍有些诧异。全世界总计几十亿的玩家，第一层的 BOSS 挑战队伍数量竟然只有300。然而事实上，在没有被爆料出游戏中死亡会减少现实世界的寿命之前， BOSS 之间的排队数量确实很离谱，几乎就很少下过100万。那时候甚至还新兴起了一个专门帮忙挂排队的行业。但是自从在游戏世界死亡会让现实中折寿这个消息被爆料出来后，这个行业便几乎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代练这个行业逐渐兴起。在周胜默默等待排队的时间，一队从远处而来的队伍朝他走了上来。兄弟，缺队伍吗？我们代打的一层包过。为首的胡子男率先向他搭话，他的手里拿着把剑，看样子应该是剑客相关的职业。另一名手里拿着法杖的妹子也跟着说道：帅哥，我看你应该是新手吧，想通关选我们准没错，上了2层就能爆金币赚钱了，而且我们很专业，1万块钱包过，但不包掉落，2万块钱包掉落，所有爆出来的装备物品都归你，这个价格放眼所有平台都是最划算的了，怎么样，考虑一下吧。周胜摇了摇头，转身离去。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队伍中的胡子男无奈地叹了口气：操，又跑一个，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呀。法师妹子也叹气道：现在代练太多了，咱们这种野队很难揽生意的。一名拿着盾牌的战士走上前，看着周胜离开的方向说道：我刚才看那个人摸了门，又站在这里等，他该不会是想一个人挑战 BOSS 吧？胡子男一听，顿时气笑了：一个人？你想啥呢？这可是领主 BOSS， 别说是新手了，就算你30级，我让你一个人去挑战 BOSS， 你敢去吗？他要是敢一个人挑战 BOSS， 我都敢吃屎。第8章玩虐领主 BOSS。BOSS 之间，这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四周屹立着4根巨大的金色擎天柱。宫殿正前方摆放着一张数十米长的红地毯，红地毯的尽头摆放着一把王座，王座之上坐着一名身穿黄袍、头戴皇冠的骷髅。虽然早就已经在各种网站上查阅过这个 BOSS 的技能机制和属性面板，但周胜还是启用了探查功能，查看起 BOSS 的属性面板。特殊魔物不死魔皇，等级10，气血10万，精神5万，力量500，智力500，敏捷10，韧性100，技能魔皇6段斩、极星斩、不灭斩，领主专精技能不稳人皇，称号无。点评：曾是人族之皇，死后因魔气污染化为不死魔皇，拥有极其强大的剑术。魔皇6段斩施展华丽的剑技，对一名敌人快速造成6段普攻伤害，最后一段斩击伤害必定暴击，无消耗，冷却时间60秒。极星斩消耗 5% 的精神，挥出一道剑气，对前方2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1000点伤害，并附加60秒恐惧状态，冷却时间90秒。不灭斩消耗 1% 的精神，向前突进并出剑，对命中的第一个目标造成500点伤害和击退，并附加一层持续3600秒的急死 buff，
当目标即死 buff 达到10层时，目标会被即刻斩杀，冷却时间5秒。不稳，攻击不会出现闪避。人皇，攻击的目标为人类时，伤害提升 50%， 被人类目标攻击时，减免该次伤害的 50%。即使已经事先调查过这个 boss 的各项属性，但当看到这豪华的属性面板时，周胜仍旧感到一阵心惊肉跳。10级的 boss， 10万气血，5个技能，而且技能的效果简直一个比一个变态。最离谱的当属人皇这个被动技能，攻击人类，伤害提升1半，被人类攻击，伤害减免1半。你加我减，相当于直接把 boss 的各项属性直接提升了1倍。单看这个属性面板，他都能想象到当初玩家们开荒这个 boss 时的盛景。不过好消息是，召唤师的召唤兽并不被算作人类目标，所以对于纯粹只依靠召唤兽进攻的周胜而言，这个 boss 相当于天生少了一个技能。周胜也不废话，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24只蚁皇和山羊犬，气血高达5万多的蚁皇，此时体型已经长大了数倍，原本就无比锋利的獠牙，此时更是宛如死神的镰刀。而只有正常山羊大小的山羊犬则更夸张了，山羊犬的体型已经堪比成年马匹，身上漆黑的纹路和锃亮的鬃毛飒然无比。吱吱吱，咩咩汪，召唤兽们看见主人，瞬间变得无比兴奋。周胜摸了摸山羊犬低下来的狗头，笑着道：“这次就交给你们了。”召唤兽们闻言，顿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周胜知道他们是在回应他的期待，他慢悠悠地走到了一根金色石柱下，坐了下来。25只召唤兽齐齐朝着不远处的王座走去，似是感受到了其他生物入侵。王座之上，不死魔皇骷髅眼睛亮起了一道火光，下一秒，不死魔皇突然消失在了王座。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他便瞬移到了一只蚁皇面前。噌，403，好高的伤害！而且蚁皇的身上还出现了一层即死的 debuff， 不灭斩。这是周胜最忌惮的技能。当即死 buff 达到10层时，就算持有再高的血量，也会被即刻秒杀。可以说即死技能是所有坦克们的噩梦。这要是换成普通玩家来挑战，哪怕是配合10分默契的100人队伍，也很难通关。但很可惜，不死魔皇遇上的并非普通玩家。57、30、30、30，不死魔皇出现的那一刹那，25只召唤兽便如猎犬般冲上前去。20多只蚁皇如同一片黑压压的大军，丝毫不畏惧不死魔皇的攻击。虽然每个伤害数字都很低，但架不住数量之多。555、806、806、57、30、30、30，两方交战十分激烈。因为伤害差距过大的原因，哪怕蚁皇们的血量足有5万多，气血下降的速度依旧很快。周胜坐在远处看戏的同时，也会默默在心中指挥。每当有蚁皇身上挂着的即死层数达到8层时，就会让另外一只蚁皇上前吸引 BOSS 仇恨，尽可能的让 BOSS 下一次的不灭斩攻击到没有即死层数的蚁皇身上。时间1分1秒过去，不死魔皇的血量在飞速下降。说实话，不死魔皇的强度要比他想象中的弱很多。第二只负责吸引仇恨的蚁皇还没叠加到8层的即死层数，不死魔皇的血量就已经快见底了。当第三只蚁皇负责吸引仇恨时，不死魔皇的气血已经归零。啊！在一声充满不甘的嘶吼声，不死魔皇化作一片灰尘，消失在这个空间。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不死魔皇，获得经验值10万。你越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5万。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不死军团的魔杖。你单独击杀领主 BOSS， 获得特殊称号独行者。你的其余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你的等级升至9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10。你的等级升至10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10。你当前最高可升至10级。你的经验已溢出。你击杀了不死魔皇，气血值永久加50。此时距离周胜进入 BOSS 之间也就过去不到3分钟的时间。他刚刚坐下来，屁股都还没坐热乎呢，结果 BOSS 死了，简直就是玩虐。当然，这都是他抽取的海克斯耐久训练的功劳，而且这还只是他抽到的第一个金色海克斯，就已经是如此高的强度了。要是换成彩色海克斯，他都不敢想。而他距离下一次抽取海克斯需要通关5层塔，必须要快点登塔了。对于下一次会抽取什么样的海克斯，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第9章，不死军团的魔杖，等级升至10级，各项属性的增幅并不大。不过这次击杀 BOSS 获得了2件特殊物品，一个是称号，另一个是特殊装备。周胜先看向称号，独行者，不与任何人组队时，力量、智力、敏捷、韧性加5。
玩家等级不高于领主 BOSS 时，单独击杀领主可获得该称号。简单来说，就是4维属性加5。对于周胜而言，属于聊胜于无的加成。他又打开自己的背包，查看起了自己的战利品。此时，他那原本空荡荡的背包已经装满了琳琅满目的战利品。最吸引人眼球的自然是那件特殊掉落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特。装备等级10，可进阶突破等级上限，可佩戴职业召唤师，以绑定使用者。星技效果：气血加100，精神加100，力量加10，智力加100，敏捷加20，韧性加5。技能：死灵骷髅，向魔杖献祭气血，可召唤出死灵骷髅，每献祭1000气血可召唤数量加1。死灵骷髅各项属性取决于召唤师智力，最大数量为召唤师气血 X10%之。注：死灵骷髅属于特殊召唤单位，可收纳进召唤空间，但不受共生影响。瘴气：制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瘴气屏障，持续期间每秒消耗2000气血，位于瘴气内的所有单位每秒强制受到500点固定伤害，该伤害无视任何伤害减免、净化、抵抗、无敌等效果。进阶词条：1. 生，赋予死灵骷髅额外气血力量，数额相当于召唤师总气血的 1%。未激活，激活条件：通过召唤死灵骷髅，消耗100,0000气血，当前进度0100,0000。2. 死，效果未知。3. 气，效果未知。4. 灵，效果未知。成长型装备。在装备方面，这款名为塔2的游戏和传统网游不同。首先就是它的装备爆率极低，据统计，普通玩家要刷上差不多1个星期的小怪才能爆出一件装备。其次，这款游戏中的装备没有等阶之分，装备或有强弱，又或是各有特色。但这款游戏中装备没有什么青铜、白银、黄金之类的一说，唯一的例外就是击败 BOSS 后有可能会掉落击败领主的专属装备。专属装备的效果一般来说要强于一般装备，这些装备后面会附加一个特字，而且一经掉落，这个装备就会绑定持有者。所以在这个游戏中 BOSS 的最后一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看到装备属性的一瞬间，周胜的心脏开始疯狂跳动。好强，不愧是领主掉落的特殊装备，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不死军团的魔杖所加持的属性其实并不高，但其所携带的2个半生技能死灵骷髅和瘴气，哪怕是对于普通召唤师而言也是相当强大的。因为召唤师共生技能的缘故，后期召唤师的气血值实际上是要比战士系列的玩家还要高的。但是因为召唤师的防御不高，且减伤和保命技能不足，不支持召唤师本体上前线，所以通过消耗过剩的气血值提高战力的技能，对于召唤师而言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再搭配上装备的进阶词条效果，激活后可以提高死灵骷髅的属性，而属性的数值是召唤师总气血的 1%。 对于拥有耐久训练可以无限叠加气血的周胜而言，简直是如虎添翼。他二话不说，将不死军团的魔杖从背包中取了出来穿戴上，一根通体发黑，顶端是一颗令人心脏骇然的骷髅，骷髅的瞳孔中散发着一抹幽红色的火光，而在骷髅的头顶戴着一顶豪华的金色皇冠。死灵骷髅一声令下，从他的骷髅法杖上发出来一抹漆黑色的光团，下一刻，一张巨大的漆黑魔法阵在他脚下展开，原本松软的地面开始不停蠕动，一只只浑身冒着黑色死气的骷髅从地下缓缓爬出。他现在的气血值是5万多，可以召唤54只死灵骷髅。将所有骷髅召唤完毕，他的气血值只剩下了400点。周胜立刻将目光看向召唤出来的死灵骷髅。召唤物：死灵骷髅，等级10，气血1675，精神0，力量118，智力0，敏捷50，韧性100。技能：臂杖。臂杖可消耗所有气血，为指定目标提供1层等数值的真实生命护盾，持续10秒。单看数值上来说，死灵骷髅并不算强，攻击力乍一看挺高的，但因为死灵骷髅不受共生影响的缘故，气血值也就堪不到2000点。但这个弱点在激活装备的进阶词条之后就能够弥补。另外，周胜发现死灵骷髅虽然功高血薄，但蚁皇血厚啊，而且蚁皇的体型会随着气血值的增高而变大。等蚁皇的体型长大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打造一支骑兵队，让蚁皇成为死灵骷髅的坐骑。将死灵骷髅收进召唤空间后，周胜开始清理起其他战利品。除了领主 BOSS 掉落的特殊装备以外， BOSS 还掉落了3件装备，分别是上衣、鞋子和戒指。御风长袍，装备等级1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效果：气血加1000，
精神加500，敏捷加50，韧性加50。技能御风。御风化作一道劲风，突进至10米范围内的指定目标身后，对目标造成50点固定伤害，并留下一层持续30秒的御风印记。目标持有御风印记期间，不可成为被御风选定的对象，冷却时间10秒。若御风期间未受到伤害，则冷却时间降低为2秒。衣服的属性加成还不错，但更让周胜眼前一亮的是他的技能。御风看似没什么伤害，但实际上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位移技能。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只有2秒的冷却，位移的距离长达10米。对于召唤师而言，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周胜直接穿上，随后又看向下一件荆棘战靴。装备等级1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效果：气血加1000，精神加200，敏捷加20，韧性加50。技能反伤。反伤受到伤害时反弹 50% 所承受伤害，并对攻击者施加重伤，减少 40% 治疗效果。这件装备倒是很一般，唯一有点用的技能就是给地方施加一个重伤效果，但好歹也能加了不少属性，聊胜于无。周胜直接穿上，看向最后一件装备诅咒魔戒。装备等级1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效果：气血加1，精神加1，力量加1，智力加1，敏捷加1，韧性加1。技能治愈。治愈精神上限永久500，气血每秒恢复 0.5%。这件装备让周胜眼前一亮，每秒恢复 0.5% 的气血，虽然看上去数值不高，但架不住他的气血高啊。穿上装备的他现在气血值高达56400，换算下来就是每秒回复282点。要知道，前不久双头熊对他的攻击最高也就能造成几十点伤害，也就是说，现在的他站在那里让双头熊打一天，他都不带掉血的。而且他还有耐久训练的加持，越到后期，这个戒指的回复能力越强。另外，不死军团的魔杖进阶条件需要刷100,000的气血值，如果没有回复能力，他要么就等待脱战后每秒回复1点生命值，自然回满，要么就去商店或者其他玩家摆的地摊购买回血的药剂。现在有了回复能力，刷进阶词条的效率就会提高很多。虽然会永久减少500点精神上限，但综合下来一看，他根本都不需要考虑的。佩戴加282，加282。他的头上一串数字在他头上弹了出来，不到4分钟，他原本就已经空了的血条就回满了。周胜顺手将升到10级的20自由点数加到了智力上，然后看向自己此时的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4140，职业召唤师，等级10，10000010000，气血56401，精神761，力量71加，智力256加，敏捷151加，韧性166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御风长袍、上衣、荆棘战靴、鞋子、诅咒魔戒、戒指。可自由分配点数0。技能召蚁皇 LV10，召山羊犬 LV10。被动技能共生 LV10，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52800右元括号。称号独行者。点评：召唤星星。第10章攻略课与修行课。凌晨3点，周胜取下头盔，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疲惫。通关第1层之后，他并没有着急着前往第2层，因为两端的数据还没同步，现在他还只是一个需要睡眠的普通人。而且明天是9月1号，他开学的日子。在睡觉之前，周胜来到院子，将30只蚁皇全部放了出来。如今的蚁皇已经有人类的2个脑袋那么大了。周胜摸了摸它们漆黑的外壳，吩咐道：“还是老样子，你们去召集蚁群，把周围的小型生物都扫一圈，不要跑到其他人家里去，遇到人类尽量躲远一点。”蚁皇们挥舞着自己的獠牙，随后纷纷融入进了夜色，消失不见。不一会儿，周胜的面板上就开始不停地刷新提示：你参与击杀了蚂蟥，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蝙蝠，气血值加50；你参与击杀了。周胜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又从蚁皇们的视角里看了一圈，确定没问题后，才回到房间沉沉睡去。翌日7点，周胜迷迷糊糊的被闹钟吵醒，在床上磨叽了几分钟才起床洗漱。虽然才睡4个小时，但或许是因为身体还年轻，只有些许的疲惫感。洗漱完后，最后一丝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他抽空看了一眼系统的后台999加的消息，眼皮不由一跳。
这清理速度未免有些太恐怖了。一夜过去，他的气血值至少增长了5万多。不过让他比较好奇的是，其中一只蚁皇传回来的一个消息：昨晚他的蚂蚁小队遇到了一只特殊的老鼠，损伤比较惨重，死了大概有2000多只蚂蚁。最后还是蚁皇亲自出手，才解决掉了那只老鼠。特殊的老鼠，周胜有些疑惑，但一只老鼠也没有太过于引起他的注意。出门前，他先是让蚁皇将自己的小弟都安置好，随后将蚁皇收回召唤空间，这才向学校走去。苏市一中高3一班，哎，又开学了，爷的暑假结束了。老王，快说说，你暑假2个月，游戏升到多少级了？什么？你拿到了第2层 BOSS 的最后1级？展开细说。卧槽，你们看吴德发的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为什么还要上学啊？我看国外就没一个国家的学生还在上学的。周胜默默地走进嘈杂的教室，他形影单只的身影并没有引起众人的目光，来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默默地看起窗外的风景。事实上，2年前的周胜并不像现在这样孤僻，但是2年前的某一天，他忽然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他想起了自己上一世来自地球，在偶然遭遇了交通事故后，才重生在了这个世界。回想起了上一世的记忆后，周胜的情绪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有些迷茫和不知所措。2世的记忆让他对现在这个世界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割裂感，就好像是你明明正在拼命的努力生活，忽然某一天被人告知你是在演一场电影，你身处的场景是电影中构造出来的世界，你的所有行为都只不过是在逢场作戏。他有些分不太清楚这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自那以后，周胜对这个世界缺少了归属感，开始变得不愿意跟周围的人沟通交流。喂，周胜，我记得你是暑假满18岁对吧？注册游戏了吗？就在他发呆的时候，旁边忽然走来一个女生朝他问话。女生扎个双马尾，脸颊两侧有一些小雀斑，眼睛大大的，看上去十分灵动。她叫郑小楠，是高3一班的班长。虽然从外表上来看她矮矮的，也没有多漂亮，但因为她那活泼可爱的性格和极高的情商，在班级内也是颇受同学欢迎的。已经注册了。周胜点点头，回道。郑小楠闻言松了口气，道：那班级群里发的游戏攻略你都有看吧？有什么看不懂的吗？周胜抿嘴一笑，攻略讲的都很细，没什么不懂的。那就行。郑小楠起身，我们班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通关第1层了，你的进度应该要慢一点，不过没关系，等你升到10级了，可以来找一下我，我帮你安排人组队，带你通关。周胜点点头，道：好，到时候就麻烦班长了。郑小楠笑着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跟我你还客气什么？行了，那我先走了，你有问题随时找我呀，别不好意思。看着离去的郑小楠，周胜心中思绪万千。在这个世界，年龄高于18岁的人可以随时领取塔2的游戏头盔，年龄小于16岁的人则无法领取游戏头盔。16岁到18岁之间的绝大部分人也可以领取头盔，但是有极少部分人在网站上申请的时候会出现错误提示，这些人就只能等到年满18岁的时候再次申请。很显然，周胜就是高3一班中唯一的一个特殊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前几天才刚刚领取到头盔的原因。只是郑小楠估计怎么都不会想到，他这个才刚刚玩游戏不到2天整的人，已经通关了塔的第1层。不一会儿，时间来到8点，一个头顶地中海、身穿黑色皮夹克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原本嘈杂的班级瞬间安静了下来。这是高3一班班主任刘宗仁。刘宗仁手里拿着一个报表，先是扫视了一圈教室，确定人都到齐了，便开始讲起开学后的条条框框。这一讲就是大半节课，听得下面的人昏昏欲睡。眼看着还有几分钟就要下课了，刘宗仁清了清嗓子道：那么老生常谈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下面我说点你们爱听的。从这学期开始，学校给你们新开设了2门课，第一就是塔2攻略的基础理论课，学校已经为你们聘请了那些曾经的攻略组成员作为你们的老师。此言一出，学生们第1秒是难以置信，第2秒便开始集体欢呼了。卧槽，我没听错吧？聘请攻略组的人来当我们老师？学校终于做了回人事儿啊！芜湖起飞！老刘，我强烈要求学校聘请李一维来当我们老师。噗，你怕不是在想屁吃？人家堂堂剑神会有空来给咱们讲课？台上刘宗仁压了压手，笑着道：具体是谁我暂时也不清楚，不过你们放心，学校已经明确说了，请来的所有老师都是曾经攻略组1线人员，这点肯定错不了。众人心中激动难耐。要知道，自从塔2问世以后，那些奋战在第1线的攻略组成员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荣誉，甚至轻松超过了娱乐圈中的顶流明星歌手。现在是全民追星的时代，
哪怕是已经40多岁的刘宗仁，心中都隐隐有些期待。台下一个学生问道：“老刘，不是说要开设2门课吗？还有一门呢？”刘宗仁收起心思，继续说道：“还有一门课是教育部门发布的通知，统一要求开设的修炼课。”修炼2字一出，所有人眼神中都露出了不解。这是什么正经教育部能发布的通知吗？刘宗仁见状，不紧不慢地解释道：“新增修炼课，实际上是为了你们以后同步数据做准备的。你们应该都知道，在塔2中，每个人100级前都有一次同步数据的机会。我们给出的建议是，最快也要等你们到50级以后再选择同步。这样一来，游戏中的属性越高，同步数据之后，你们现实中能收获的就越多。但是在同步数据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研究学者发现，有些人会因为身体素质太差的原因，无法完全承受那股力量，甚至夸张一点的，会因为游戏内数据与现实中相差太大，导致血管爆裂，直接一命呜呼。这件事情倒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年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人因为同步数据的原因，导致身体出现各种毛病，甚至会有人因此而丧命。但之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定论，大家并不知道这是特殊的个例，还是其他别的原因。现在看来，大概是国家的学者们发现了什么，所以才要专门推行修行课。第11章动物异变。可说到修行，众人脸上还是一片迷茫。在小说的世界，他们倒是很清楚修行是怎么回事，但这里可是现实世界啊！难道他们也要学小说里一样，要开始辟谷、断体之类的？刘宗仁看出了他们的疑惑，继续说道：“关于修行的事情，你们不用太过于操心，到时候会有专门的老师给你们讲解修行的细则。另外还有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注意安全。最近国内许多学者发现，很多动物都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的动物拥有很强的攻击性。稽查队每天都会安排固定的人24小时巡逻，如果遇到危险，要记得立刻拨打110，附近的稽查队会立刻赶过去营救你们。除此之外，等会儿班长来我办公室拿一下驱兽药，给所有人发放一份。回去之后，你们记得把驱兽药打开，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撒一点。”动物变异。周胜闻言，眉头不由微微皱起。最近变异动物伤人的事件确实发生很多起，甚至还一度登上过热搜。不过当时网络上的专家们一口咬定，那肯定是某些心理变态的召唤师，因为职业前景无望，所以召唤出自己的召唤兽，在现实世界展开恶意报复。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另有隐情。而且昨天晚上他的蚁皇也遭遇了变异老鼠。如果变异老鼠真是召唤师的召唤兽，那他损失的肯定就不只是2000只蚂蚁了。塔2攻略的基础理论课，修行变异老鼠。周胜皱眉沉思，结合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答案貌似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开学第1天，学校并没有安排什么课程。早上学校开了场不算隆重的开学庆典，中午安排发书、大扫除，下午5点学校就放了学。除此之外，学校还通知了所有人，今天回家之后不能登录游戏，因为明天要进行全校体检，如果登录游戏可能会影响体检数据，从而影响到修炼进度。周胜并不清楚进入游戏和修炼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但他明白一个道理，学校这样做肯定是为了学生好。回到家后，周胜便来到院子，从召唤空间中召唤出了蚁皇。夕阳的余晖照射在蚁皇黑漆漆的外壳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周围形形色色的路人见状，都会不由得多看一眼，然后对周胜投出一抹怜悯的目光。哎，你看，蚁皇哎，好少见有人会在公共场合召唤出蚁皇。嘘，小声点吧，人家都当召唤师了，你就少说2句。嗨嗨，好吧，他看过来了，快点走。哇，妈妈，有大蚂蚁。嘘，小声点，别被人家听到了。咦，为什么啊？大蚂蚁好可爱。呸呸呸，一点都不可爱。那个蚂蚁又丑又弱的，被别人一踩就死了。你要听话，以后可不能转职召唤师。哦，好吧。周胜大张旗鼓地站在院子里发号施令，丝毫不介意周围人的目光和声音。他先是安排蚁皇们将院子里的杂草修建了一番，然后让他们带着蚂蚁大军，以他家为中心，开始了一圈圈的大扫荡。虽然没办法登录游戏，但耐久训练依然还是可以继续叠加的。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数据同步之后，因为耐久训练叠加的气血值会影响到他现实中的身体吗？如果会的话，就以他现在游戏中的数据，估计这辈子他都没办法同步数据了。将蚁皇们放出去后，周胜摸了摸肚子，饿了，吃饭去。王老大饭店，老王，2两面，再加个免费的猪肘子，多放点辣椒。没一会儿，里面就走出来了个光着膀子的糙汉子。这个老汉就是饭店的老板王锤子。只见他浑身肌肉隆起，胸前留有一撮黑漆漆的胸毛，左边肩膀上挂着一条毛巾，
戴着口罩，眼神看上去有些凶煞气，手上端着一碗2两面条，砰的一声就把碗随意的扔到了周胜的面前。最离谱的是，满满当当的一碗面被扔过去，竟然连汤汁都没洒出来一滴。吃，你小子要不是看在你帮了我儿子一回，老子早就把你给踹出去了。上次的卤蛋钱都没找你要，还免费的肘子上了。王大锤一看见周胜就忍不住翻白眼，骂骂咧咧的说着，顺道拿出一根烟点上。周胜见状不由有些意外，老王可以啊，知道我要来，提前给我把面煮上了。王大锤嘴角微微抽搐，骂道：你哪天能不来，别说一碗面了，老子马上就去高山上烧高香拜佛祖了。周胜闻言也不在意，乐呵呵的拿起筷子开始吃面。烟刚抽了一半，王大锤就见不远处放学的学生大部队都开始陆陆续续走来。他看了一眼手中还剩下的半根没抽完的烟，直接扔掉，然后转头看向周胜：你小子暑假满18岁了吧？游戏注册好了？周胜嗯了一声，继续闷头吃面。多少级了？我才刚注册2天，没升级。你小子看不出来，还挺机灵，刚进入游戏，最重要的是适应，不要急着去打怪升级，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对了，你选了什么职业？召唤师。王大锤愣在原地，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你转了召唤师？周胜无奈地放下筷子，耸了耸肩，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选职业的时候出 bug 了，什么都选不了，只能选召唤师。王大锤闻言，脸色顿时就拉了下来。他确实不信，这游戏自从出来到现在，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几十亿的玩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一次 bug 都没出过，怎么可能偏偏在他身上就出现 bug？ 在他看来，大概率是这小子不信邪，觉得自己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召唤师路来，但是选择了之后又好面子，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所以才扯谎说遇到了 bug。 不过他也没揭穿，思索了一阵后道：今天晚上不合适，明天你们体检过后回来，你告诉我你的 ID， 我找人带你升级。周胜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明天要体检？这消息连他们这些学生都是今天才知道的。他儿子小石头今天还没放学到家呢，怎么就提前知道要体检的事情了？王大锤翻了个白眼：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你他娘的还没出生呢，我不仅知道你们明天要体检，还知道你们马上就要修炼了。不管你有没有修炼天赋，以后这段时间多花点时间在修炼上，多上点心，有好处的。说完这些，王大锤便转身进了屋。不一会儿，他的儿子王石头就回来了。看见周胜，王石头立马笑呵呵的打招呼，叫了声周胜哥。周胜也没做过多的停留，在桌子上留下5块钱。第12章，恐怖的死灵骷髅大军。回到家，周胜开始打量起海克斯系统的后台。他沉思了片刻，对着空气问道：我在游戏里选择数据同步，耐久训练叠加的数值会影响到我现实中的身体吗？本来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的打算问一下，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系统竟然真的回复他了。海克斯科技系统与混沌塔系统完全独立，耐久训练数据会跟随混沌塔数据一起同步，但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混沌塔，原来那塔还有名字。周胜原本还想问一些其他信息，但只要是与海克斯系统无关的问题，似乎都不会得到任何回应。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个世界似乎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了。不过好消息是，他明确了耐久训练叠加的数据不会影响到数据同步。第2天，周胜发现他似乎是远远低估了学校对于这次体检的重视程度。学生们刚来到学校，就发现学校周围1公里范围内已经开启了戒备状态，各种明里暗里、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学校周围来来回回的巡逻。这场面属实有些过于夸张了。要知道，全国各地可不只有他们这一所学校，如果每个学校都按照这个规模戒备，怕是调动所有军区的士兵都不太够吧。这次的体检持续了整整1天。上午所有人在操场上抽血、录入指纹、虹膜，下午则是各种体能测试。或许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所有学生体测时的态度颇为认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下午6点钟了。饶是身体素质比较强，在忙活了一下午之后，他的身体也是颇为疲惫。他躺到床上，用意念将蚁皇们收回，甚至懒得去看后台的消息，直接戴上头盔登录了游戏。个人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10，10000010000，气血322251，精神761，力量71加，智力256加，敏捷151加，韧性166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御风长袍、上衣、荆棘战靴、鞋子、诅咒魔戒、戒指。可自由分配点数0。
技能照蚁黄 LV10，照山羊犬 LV10。被动技能共生 LV10，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318650右元括号。称号独行者。点评：召唤星星。看到面板的那一刻，饶是已经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周胜也不由深吸了口气。30万的气血。此时他头上的血条已经从原本的绿色变成了深绿色。他召唤出蚁黄，此时蚁黄的体型甚至比成年的狼还大上一圈。他二话不说，拿出不死军团的魔杖，消耗气血，开始召唤死灵骷髅。32万的气血，足足召唤出来了320只死灵骷髅。也就还好，这里是通关后的独立空间，否则黑压压的数百只死灵骷髅，而且浑身还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在外界被其他玩家发现，估计会被当成野怪群起而攻之。加1611，加1611，加1611。在气血亏空的那一刻，诅咒魔戒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每秒只能回复 0.5% 的气血，但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周胜每秒仍旧能回复1611的气血。几分钟后，他的气血回满，他将原来的死灵骷髅收回召唤空间，再次消耗气血，召唤出320只死灵骷髅。如此重复了2次之后，他的不死军团魔杖上忽然爆发出一团柔和的白色光球，光球笼罩在那颗骷髅头上，闪烁了差不多2分钟才缓缓退去。刚才的异常自然是魔杖的词条被成功激活了。不死军团的魔杖特装备等级10，已进阶，可佩戴职业召唤师，已绑定使用者。新技效果：气血加100，精神加100，力量加10，智力加100，敏捷加20，韧性加5。技能：死灵骷髅，向魔杖献祭气血，可召唤出死灵骷髅，每献祭1000气血可召唤数量加1。死灵骷髅各项属性取决于召唤师智力，最大数量为召唤师气血1000分耗之。注：死灵骷髅属于特殊召唤单位，可收纳进召唤空间，但不受共生影响。瘴气：制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瘴气屏障，持续期间每秒消耗2000气血，位于瘴气内的所有单位每秒强制受到500点固定伤害，该伤害无视任何伤害减免、净化、抵抗、无敌等效果。进阶词条：1. 生，赋予死灵骷髅额外气血，力量数额相当于召唤师总气血的 1%， 当前数值为3223。已激活。激活条件：通过召唤死灵骷髅，消耗100,0000气血，当前进度100,000100,0000。2. 死，瘴气升级为死亡灵气，可以通过死灵骷髅释放，范围扩大至100米，可自由调整控制范围大小，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无法以任何方式回复气血。未激活。激活条件：在战斗过程中累计消耗5万只死灵骷髅，当前进度0.50000。3. 气，效果未知。4. 灵，效果未知。进阶词条解锁的那一刻，300多只死灵骷髅瞳孔中忽然迸发出了一道红色的火光，随后就见他们只剩骨头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跟着变大了一圈。他立刻查看其死灵骷髅的面板。召唤物：死灵骷髅，等级10，气血4898，精神0，力量3341，智力0，敏捷50，韧性100。技能：臂障。臂障可消耗所有气血，为指定目标提供1层等数值的真实生命护盾，持续10秒。死！3000多力量的死灵骷髅，这攻击力看得周胜心惊肉跳。要知道，死灵骷髅最多可同时召唤的数量为召唤师气血值的 10%， 哪怕周胜现在才30万的气血，最高也能同时召唤出3万只死灵骷髅。一只骷髅平 A 一下都能打出1个亿的伤害，哪怕 BOSS 的减伤高达 80%， 那也能打出2000万的伤害。最关键的是，死灵骷髅是消耗品，哪怕全死了他都不心疼，大不了找个时间重新召唤一遍。周胜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开始不停地召唤出自己的骷髅大军。同时他又看向进阶词条的第2项：死，瘴气升级为死亡灵气，范围扩大至100米，可自由调整控制范围大小，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无法以任何方式回复气血。这个词条的作用没有第1条那么夸张，但也算是不错的辅助技能了。尤其是在遭遇一些高层 BOSS 时， BOSS 很有可能会持有特殊技能，比如半血狂暴、残血瞬间回满等。这个技能正好能够起到完美的克制作用，必须要尽快解锁第2个词条。周胜眼神一凛，将刚召唤出的死灵骷髅收起，然后转身踏进了第2层的空间。第13章混沌迷宫词条解锁。你已抵达第2层混沌迷宫，已解锁货币掉落，
击败魔物可以掉落货币了。你的最高等级上限已解锁，最高可升至20级。世界地图已更新，可随时查看。已解锁世界聊天、招募、交易频道。混沌塔的第2层是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整个迷宫都被一层厚厚的迷雾包裹着。身处于迷雾中，不仅能见度只有区区不到半米，而且还会吸引那些只生存于迷雾中的怪物前来袭击。不过幸运的是，只要是被人类玩家探索过的区域，迷雾都会被驱散。令人惊异的是，第2层的迷宫自从人类玩家探索以来，已经快过去20年了。截至目前，这一层的地图探索度却只有区区不到 20%。单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第2层的迷宫究竟是有多大。但周胜更惊讶的是，那些初次开荒的玩家竟然能在如此低的探索度之下，成功找到了正确通往 BOSS 之间的路。真不知道这些开荒的玩家是怎么做到的。周胜沿着世界地图径直走到这一层的 BOSS 之间，都花了足足1个多小时。沿途的路因为已经被探索过，所以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他没打算在这一层升级，而是准备直接单刷 BOSS。一是因为他想要快速爬塔到5层，这样一来他就能顺利解锁第2个海克斯科技了。二是他要尽快解锁不死军团魔杖的第2个词条。为了尽可能多消耗死灵骷髅，他只能先暂时延缓升级的进度了。现在的死灵骷髅还比较脆，要是等他属性再成长一波，那时候死灵骷髅就很难死掉了。他将手伸向 BOSS 之间，面前弹出了熟悉的提示：是否要挑战当前领主 BOSS？ 提示 BOSS 强度极高，建议挑战等级20级，建议队伍人数300加。提示选择挑战后不可取消。是否？从第2层开始，挑战领主 BOSS 就已经不用再排队了，因为每个队伍都会被传送至单独的挑战空间。周胜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了是。你将在15秒后被传送至 BOSS 之间，请做好准备。倒计时结束，他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等他的视线再次恢复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一座巨大的祭坛前。一眼望去，大概比10个足球场还要略大一些。祭坛的四周挂满了白灵、木桌、羊头和许多水果等祭品，而正上方则站着一只头戴黄色纱巾的祭司。那祭司正双目紧闭，双手护在胸口，低着头，仿佛正在对着上天祈祷。领主 BOSS 灾厄祭司沙耶龙，等级20，气血20万，精神1万，力量500，智力2000，敏捷100，韧性100。技能祷告、血祭、狂信徒、咒祭、杀祭、回声祭、祭己。领主专精技能信仰。称号大祭司。点评什么的走狗。祷告念出一道咒文，使之接下来受到的伤害减少 50%， 减少的伤害将以等额的数值返还给攻击者。该伤害无视攻击者的韧性和减伤类技能，持续1分钟，无消耗，冷却时间5分钟。血祭消耗 10% 的气血，让狂信徒们的所有属性增长1倍。狂信徒以祭司之名召唤出100名不畏死亡的狂信徒，狂信徒的数量越多，他们的各项属性就会越高。基础属性为20战士面板，消耗1000点精神，冷却时间5分钟。咒技发动司祭的权柄，使敌方目标的气血上限、精神、力量、智力减少 50%。杀技吟唱1秒后，对前方100米内的敌方单位造成1500加50百分号智力点伤害，并且施加 20% 的减速效果，持续5秒，消耗100点精神，冷却3秒。回声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5000点精神为自己祈祷，祭祀结束后恢复 100% 的气血值，每场战斗可使用1次。祭己献祭自己的生命，召唤更加强大但却失去理智的狗头人魔耶龙。魔耶龙会杀掉他面前的一切生物，持续时间5分钟。此技能持续效果结束后，若仍有玩家存活，则 BOSS 自动死亡。信仰祭祀所需要的时间和消耗减少 50%， 持续时间增加 50%。 大祭司场上每存在一名狂信徒，狂信徒和自己就会获得额外 1% 的属性加成。神魔走狗沙耶龙这个 BOSS 在玩家们之间讨论度可是非常之高的，因为这东西的机制非常恶心。一个祭司集减伤、反伤、诅咒、回血于一体，能召唤100只小怪，而且还可以消耗自身 10% 的气血给小怪们强化属性。而大祭司的称号能让小怪反过来给 BOSS 增加属性。当玩家们好不容易要把 BOSS 击杀的时候，沙耶龙一个回声技直接状态恢复全满。离谱的是，沙耶龙的回声技无法被打断，也就相当于沙耶龙释放这个技能后，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刚刚好不容易磨掉的血直接回满。而当你好不容易第2次要击杀 BOSS 的时候，他会立刻使用祭己献祭自己，化身为失去理智的魔耶龙。
魔耶龙没有任何技能，但它的属性面板在40至50级 BOSS 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新手玩家能够抗住魔耶龙的一击。想要打败这一关的 BOSS， 只有2种办法：一，要么硬扛过魔耶龙的5分钟；二，就佩戴特殊打断技能打断 BOSS 的技击施法。然而，对于其他玩家来说无比恶心的 BOSS， 对于周胜而言则是刚刚好。死灵骷髅，周胜二话不说，从契约空间中召唤出了1000只骷髅，浩浩荡荡的白色骷髅站成了一个分队，整整齐齐，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士兵。这时，站在远处的灾厄祭司沙耶龙似乎是感受到了杀气，从祈祷状态醒了过来。将汝的信仰交付与神明吧。沙耶龙双手举高，一层无形的皱纹在他周身流转。100名身穿白袍、头戴白巾，宛如印度阿三的狂信徒被召唤了出来。只不过100名信徒和1000只骷髅，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且死灵骷髅的攻击力高达3000多，一击下去，狂信徒不死也要半残了。上！周胜下达了指令后，不急不忙地找了个空闲的地方坐下看戏。不得不说，打个 BOSS 都不用自己亲自出手，召唤师这职业除了弱一点以外，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下次打 BOSS 得买点吃的和椅子。这地上坐着不仅冷，而且一直观战还无聊。两方交战不消片刻，100名狂信徒就被消灭了1半左右。沙耶龙见状，似乎终于知道急了，连忙诅咒配合杀技丢下来，总共只有3000血的死灵骷髅瞬间就被秒杀的只剩几只。原本偌大的战场一下子就被清空了。祭祀台上，沙耶龙一脸得意地看向远处的人类，嘴角升起一抹邪恶的微笑。他双手高举，念道：将汝的信仰交付与神明吧，神明会宽恕你的无。然而他的台词还没说完呢，就只见原本空阔的地方又出现了2000只密密麻麻的骷髅。沙耶龙，周胜向沙耶龙投去一个鼓励的眼神后，一边默默地召唤出新的死灵骷髅，一边开始在游戏里找起更高楼层的攻略内容。现在最前线的玩家已经爬到了第45层，一线的玩家基本也都升到了楼层最高等级450级。不过因为第45层 BOSS 强度实在是高的有些离谱，饶是最前线的攻略组玩家也都被卡了好几个月。第45层的攻略时间为1年整，截至目前还有7个月的挑战时间。如果7个月内玩家无法通关45层，那么所有45层的怪物就会入侵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便会变成一片人间炼狱。比较可惜的是，周胜看不到45层 BOSS 的属性面板，越是高层的 BOSS 资料就越是难在网上找到。想要看高层 BOSS 的信息，要么自己去打，要么就只能去情报商人那里购买。周胜有些无奈地关掉网页界面，而远处的战斗也恰巧来到了高潮。沙耶龙的狂信徒已经被清理了2波了，周胜的死灵骷髅也消耗了7000多只。没有了狂信徒，沙耶龙的属性大打折扣，再加上被死灵骷髅们围攻，即使有减伤技能，他的血条也在飞速下降。当沙耶龙的血条下降到 30% 左右的时候，他终于急了。无以信仰，请诸神回生。沙耶龙发动了回生技，当他的血条下降到 20% 的时候，回生技发动成功， BOSS 的血条直接回满。要是普通玩家看到这一幕，估计此时候槽牙都快咬碎了。但是周胜却是看得心头一喜，他的契约空间里可是还有2万多只死灵骷髅，可都指望着 BOSS 呢。血回满的 BOSS 第一时间就是一个咒技加杀技，成片的死灵骷髅瞬间被秒杀。随后 BOSS 狂信徒的 CD 刚好转好，100名狂信徒再次从地上站了起来。以无之血祭天下苍生，血祭发动，100名狂信徒的眼睛瞬间散发出一道红光，所有狂信徒的属性都被强化了1倍。周胜也不废话，重新补充了3000只死灵骷髅。在血祭的加持下，区100名狂信徒竟然真就和3000只死灵骷髅打成了平局。他自己也没闲着，一边看戏一边用魔杖重新补充死灵骷髅的库存。不过他还是留了个心眼，保证自己的血量卡在1万左右。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10多分钟，在周胜消耗了将近2万只死灵骷髅之后， BOSS 的血条终于再次见底。此时的沙耶龙满眼通红，口中一直支支吾吾地念着一串听不懂的魔咒。终于在 BOSS 血量只有不到 5% 的时候，沙耶龙高大的身体砰的一声爆炸了。但通关的声音并没有响起，耳边还传来了一阵阴冷的风。信仰神明，赞美神明，信仰神明，赞美神明，信仰神明，赞美。同一句话开始不停地出现在四周。数息之后，一团黑色的雾气从四周汇聚而来，变成了一颗漆黑的球体。黑色球体不断吸收黑气，随后慢慢蠕动成了一具人的身体。只不过他的下半身虽然是人，但上半身却是狗的脑袋。狗头人魔耶龙。因为等级差距过大的原因，
周胜看不到对方的面板。狗头人魔耶龙的身体十分巨大，足足有5米之高。出现的一瞬间，他的眼睛就被染成了血红色。吼！他疯狂似的吼了一声，便冲进了死灵骷髅堆里，大肆虐杀。一巴掌下去就能拍死一片的骷髅，而死灵骷髅们也丝毫不畏惧。只可惜他们此时的攻击根本无法对 BOSS 造成太高的伤害。周胜面不改色地将契约空间里的2万多只死灵骷髅全部召唤了出来。一瞬间，原本宽敞无比的祭坛瞬间就被黑压压的骷髅大军侵占。狗头人一瞬间就被围困在了最中间。好，看到这一幕，狗头人攻击的更疯狂了。周胜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心中乐此不疲。不死军团的魔杖第2个词条解封进度长得飞快，狗头人能存在5分钟，也就是300秒，但因为信仰的缘故，能延迟 50% 的时间，所以它能存在450秒。对于其他玩家而言，这450秒基本属于是生命的倒计时，但对周胜而言，他只希望这段时间过得慢一点。他一直盯着武器词条的解锁进度，希望狗头人能再多撑一会儿。不死军团的魔杖特进阶词条：1生，赋予死灵骷髅额外气血力量，数额相当于召唤师总气血的 1%， 当前数值为3223，已激活。2死，瘴气升级为死亡灵气，范围扩大至100米，可自由调整控制范围大小，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无法以任何方式回复气血。未激活，激活条件：在战斗过程中累积消耗5万只死灵骷髅，当前进度40305-50000，就差9000只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或许是狗头人存在的时间快到了，他身上散发的黑气开始慢慢消散，原本狂暴的力量也变弱了几分。终于又过了几十秒，他的力量彻底消散，高大的身躯化作一缕黑色的雾气消散于空气，而不死军团的魔杖词条也在这一刻成功解锁。第14章可飞行装备。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灾厄祭司沙耶龙，获得经验值20万。你越10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20万。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魔法披风。你单独击杀领主 BOSS， 获得特殊称号竞技者，获得532金币、117银币、2351铜币。你的其余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你的等级升至20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200。你当前最高可升至20级。你的经验已溢出。你击杀了灾厄祭司沙耶龙，气血值永久加5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20级。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词条2已激活。不得不说，越10级单刷 BOSS 给的经验就是多，直接让周胜从10级一路飞升到20级。就这个升级速度，怕是说出去都没人敢信。更让他惊喜的是，从混沌塔第2层开始，终于爆金币了。在混沌塔中没有官方的货币充值系统，但是玩家之间是可以彼此交易的。有些现实中比较缺钱的人，就会在游戏中赚取游戏货币，然后交易给其他缺少货币的玩家，换成现实世界的钱。目前游戏中的金币与现实世界的钱兑换比例大概是1金币等于10银币等于100铜币，3000元。也就是说，这第2层的 BOSS 领主直接给周胜报了足足100多万巨款。看似很多，但实际上从第2层开始，每层的领主 BOSS 讨伐队基本都是在500人以上，平均分下来每个人也就3000多块钱。而且讨伐 BOSS 是有很大概率团灭，从而损失寿命的。所以这么一看，3000块钱还真不多。周胜将所有升级获得的自由分配点数全加点到智力上，然后先看向自己已经解锁词条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特装备等级20，可进阶突破等级上限，可佩戴职业召唤师，已绑定使用者。星际效果：气血加500，精神加500，力量加50，智力加200，敏捷加40，韧性加10。技能：死灵骷髅向魔杖献祭气血，可召唤出死灵骷髅，每献祭1000气血可召唤数量加1。死灵骷髅各项属性取决于召唤师智力，最大数量为召唤师气血15百分耗之。注：死灵骷髅属于特殊召唤单位，可收纳进召唤空间，但不受共生影响。瘴气：制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瘴气屏障，持续期间每秒消耗2000气血，位于瘴气内的所有单位每秒强制受到500点固定伤害，该伤害无视任何伤害减免、净化、抵抗、无敌等效果。进阶词条：1生，赋予死灵骷髅额外气血力量，数额相当于召唤师总气血的 1%， 当前数值为3223，已激活。2死，瘴气升级为死亡灵气，可以通过死灵骷髅释放，范围扩大至100米，可自由调整控制范围大小，
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无法以任何方式回复气血，以激活。3. 气，可与不高于自己等级5级的任意生灵签订契约，契约一旦成立，无法销毁，目标无条件服从，永不背叛。契约失败，精神永90。成功率受对方的等级、精神、当前状态等多方面影响。当前可契约数量0-20，被成功契约的目标视为召唤师的召唤兽，受共生影响。未激活，激活条件：智力大于5000。4. 0，效果未知。武器等级突破了上限，来到20级，属性涨了1节，而且生死契灵中的第2词条死成功解锁。这下他终于有了能够克制 BOSS 回血的手段。而随着第2个词条解锁，第3个词条的效果终于显现。这是一个签订契约的技能，最大数量为20，也就是说，他又多了一个可以额外多召唤20个召唤兽的技能。而且这些签订契约的召唤兽还会受到共生的影响，对于他而言简直就是妥妥的神技。只不过激活条件需要智力大于5000，智力想要突破5000，在没有装备加持的情况下，至少要80级以上，还是需要快点爬塔呀。周胜摇了摇头，正准备关掉装备面板时，余光忽然扫到了几个字，他忽然一愣，不对，他再次仔细地看向武器的第3个词条描述：3. 气，可与不高于自己等级5级的任意生灵签订契约，契约一旦成立，无法销毁，目标无条件服从，永不背叛。契约失败，精神永90。成功率受对方的等级、精神、当前状态等多方面影响。他的目光死死地盯在任意生灵这4个字上。任意生灵是不是说明玩家也可以被契约？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周胜就被自己给吓到了。这里可是游戏世界，按照常理来说，契约玩家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问题就是，这破游戏的出现就已经打破了常理，连游戏世界入侵现实都能做到，契约玩家这种事情好像还真有可能。如果说在游戏中契约玩家能够影响到现实的话，他摇了摇头，将这个想法暂时压在心里，开始看向这一次击杀 BOSS 掉落的东西。首先是单独击杀 BOSS 获得的新称号竞技者。竞技者对祭司以及祭司所有分支职业的敌方目标造成震慑效果，攻击附加 30% 的恐惧效果。恐惧效果是一种负面的 debuff， 陷入恐惧状态的怪物短时间会丧失攻击能力和思考能力，彻底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虽然只针对祭司及其分支有效，但也算是聊胜于无。然后是最后一击的特殊掉落魔法披风。魔法披风特，装备等级20，不可进阶，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以绑定使用者。星技效果：气血加2000，精神加3000，力量加100，智力加300，敏捷加50，韧性加50。技能：御空，可在不高于20米的高空飞行，每秒消耗100至500点精神，消耗速度与飞行速度成正比，冷却时间10分钟。极速，开启后敏捷属性提高 50%， 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聚精，开启后每秒回复 1% 的精神，持续30秒，冷却时间5分钟。灵智，开启后智力属性提高 10%， 持续30秒，冷却时间5分钟。禁法，被动技能，受到的前10次魔法类攻击伤害减免 30%， 10次后冷却重置，冷却时间5分钟。竟然出了可飞行的特级装备！看到这装备的第一个技能时，周胜瞬间就激动的跃跃欲试。要知道，当游戏数据同步之后，玩家的装备也是可以带到现实世界的。也正是因此，拥有特殊技能、特殊效果的装备，往往都能够被拍出极其离谱的价格。而且，这个装备拥有5个技能不说，装备本身所附带的属性也高得离谱。同为20级特级装备的不死军团的魔杖，属性加成甚至都不及魔法披风的一半。这东西要是扔到拍卖行，估计至少能卖上万金币，折合成钱的话，也就是几个亿。只可惜这件装备已经绑定了使用者，无法交易和掉落，可惜了呀。周胜叹了口气，虽然这件能飞行的装备很香，但是以它的升级速度，这件不可进阶的装备很快就会被淘汰。感觉好几个亿从自己眼前飞走，周胜忍不住感到一阵心痛。除了这件装备， BOSS 还爆出了一双手套、一枚戒指、一个头巾。绿蟒皮手套，装备等级2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效果：气血加1500，精神加1000，力量加100，韧性加80。技能：硬化。硬化，强化自己的皮肤，使接下来受到的每段物理伤害降低固定150点。幻空戒，装备等级2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效果：气血加1500，精神加1000，智力加80，敏捷加50，
技能空间背包，空间背包被动技能，你的背包格子数量额外提升20格。胜利者头巾，装备等级2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效果：气血加1500，精神加500，力量加100，韧性加80。技能洗脑，洗脑。当你喊出听懂掌声后，你的全属性包括召唤兽增长 1%， 持续到战斗结束，冷却时间5分钟。第15章适者生存，弱者死亡。将装备全部穿上，周胜再次看向自己的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20， 46000，46000，气血332201，精神7661，力量461加，智力886加，敏捷321加，韧性431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魔法披风、背饰、御风长袍、上衣、绿蟒皮手套、手套、胜利者头巾、头饰、荆棘战靴、鞋子、幻空戒、戒指、诅咒魔戒、戒指。可自由分配点数0。技能召蚁皇 LV20， 召山羊犬 LV20。被动技能共生 LV20， 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318700右元括号。称号独行者、竞技者。货币532金、117银、2351铜。点评：一名即将崛起的新秀召唤师。看到自己现在的属性，周胜十分满意。4维属性提升了一大截，最关键的智力也已经要破1000了。他现在唯一的短板就是技能太少，攻击手段不足。想要获取新技能有5种途径： 1. 击杀领主 BOSS 会有极小的概率掉落技能书。 2. 击杀小怪会有小概率掉落技能书图纸，收集其指定的材料后可合成技能书。 3. 在特殊 NPC 流浪商人处购买技能书，不过这种 NPC 比较稀少，而且行踪飘忽不定，一般很难遇到。 4. 开启交易行后，通过交易行购买技能书。 5. 升到30、60、90级后进行职业进阶，进阶成功后可获得1至3个新技能。周胜思索了片刻后，直接传送到了混沌塔第3层。你已抵达第3层荒域，已解锁材料掉落、击败魔物、领主 BOSS 后会掉落相关材料了。你的最高等级上限已解锁，最高可升至30级。世界地图已更新，可随时查看。已解锁职业进阶系统，升至30级后可进行职业进阶。画面一转，周胜便来到了混沌塔的第3层。荒域并不是一座荒废的城市，而是一座巨大的天空岛。岛屿的面积大概相当于半个地球大小。曾有热衷于探索的玩家走到了岛屿的尽头，录下了天边缓缓飘过的云层和如同瀑布般的水流从岛上飞流直下，一度收获了上亿的点赞。周胜并没有着急着马上攻略第3层的 BOSS， 他现在的气血才30多万，对付底层 BOSS 自然是足够了。但随着楼层越来越高，30多万的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看了。而且他的进攻手段严重不足，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 BOSS 很有可能会栽跟头，所以他必须要在此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他先打开了交易行，买了一套度假用的躺椅、茶几、遮阳伞和一些游戏内特制的烹饪美食饮料。想了想，他还是觉得差了点什么，又跑去买了副墨镜。这些买下来总共才花费了不到30铜币。可当他将交易界面的关键词换成了技能书，画风一下就变了。技能书旋风踢，旋转身体踢向目标，造成100正 100% 力量点伤害，并打断目标施法，消耗100点精神，冷却时间30秒。可学习职业战士系、剑客系、刺客系、枪斗系，售价120金。技能书闪爆，向指定方向发出一道闪电，在命中目标后爆炸，造成300正 50% 智力点伤害，并有 30% 概率使目标陷入麻痹状态，消耗150点精神，冷却时间15秒。可学习职业召唤系、法师系，售价200金。周胜在一排排罗列出来的技能中，就只看到这2个自己能买得起。对自己有用的技能只有闪爆，但一个闪爆的售价是200金，换算成钱的话就是60万。周胜嘴角不由一抽，60万，有这钱都够他在郊区买套房了。不过他思索了片刻，还是忍痛买下了这个技能。毕竟随着他接下来要爬塔的层数越来越高，遇到的 BOSS 也会越来越棘手，多一个技能就多一份保障。购买技能书后，他直接使用了技能。你已成功学习新技能闪爆。做完这些准备后，他退出了游戏，来到院子里。召
已黄，耐久训练开叠。与此同时，京城某四合院，满头白发的老人于树下负手而立，静静地看着远处天边那一抹红霞。不一会儿，一名看上去颇为富态的女人走了过来，手上端着一杯泡好的茶。你呀，一天就处在这儿看看，不知道那破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女人说着，把手中的茶杯递了过去。老人乐呵呵地接过茶杯，抿了口，随后缓缓叹了口气。像这样的好日子，怕是不多了，再不多看看，以后可就没机会了。女人闻言皱了皱眉，混沌塔那边又有消息了。老人点点头道，原本封锁混沌塔的封印正在逐渐减弱，怕是撑不住多久了。如果封印破除了，会有什么后果？女人问道。老人摇了摇头，没人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什么好事。女人抿了抿嘴道，混沌塔的封印减弱，灵气复苏，灾难来临是迟早的事情，我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咱们沈家能够平安度过这场灾难。你明天不是要去苏氏任教吗？正好可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苗子。老人闻言皱了皱眉，沉声打断道，我们沈家还没有落魄到需要让一群孩子来帮我们渡过难关的地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女人想要解释些什么，但却被老人伸手打断。见老人再次恢复了负手而立的样子，女人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端着茶杯转身离去。翌日，苏氏一中，这一天学校正式开始上课，只不过课表相较于以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下午的所有文化课都被取消，换成了修行课和塔2攻略课，而上午的课时则重新打乱，所有文化课平分。高3一班的人听到这一消息，绝大部分人第一时间都乐开了花。对于学生而言，只要不让他们上课，真是让他们干什么都可以。但也有小部分文化课成绩好的学生和老师认为，这些孩子还有1年马上就要高考了，减少1半的文化课时，简直就是在耽误他们。不过这一决定是教育局亲自发布的，全国所有学校都必须严格遵守，所以哪怕有人不情愿，也没有任何办法。高3一班的班主任刘宗仁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不理解学校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人类的社会还是动物的世界，始终都只遵从一个原则。后面的话刘宗仁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所有高3一班的人都知道那个原则是什么：适者生存，弱者死亡。第16章450级的攻略组玩家。上午的课仍旧照常上，大部分人听得昏昏欲睡，少部分学习成绩好的也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仍旧专心致志地听讲。终于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放学，所有人吃完午饭后便早早地回到了教室，一直到2点，上课的铃声响起，所有学生终于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第1节塔2攻略课。高3一班众人正襟危坐于教室，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课桌上，就连周胜这次都罕见的没有看向窗外发呆，所有人目光灼热，紧紧地盯着门口。不一会儿，远处就传来了噔噔的脚步声，大多数人心脏开始扑通扑通狂跳，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攻略组前线玩家，大明星中的大明星，哪怕对方的职业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辅助，那也是普通人一生都见不到一面的超级大腕。就在众人满怀期待的时候，来人终于走到了门口，许许多多的目光立刻朝着门口投去。来人赫然是一个老头，一手拿个保温杯，一只手背在身后，头发几乎全白，脸上挂着一丝丝淡淡的微笑，看上去十分和蔼慈祥，颇有一副民间高手的气势。底下的学生立刻激动地议论了起来：卧槽，这气质一看就不一般，你们有谁认识吗？这是哪位大神？不知道，但这气定神闲的模样一看就很牛逼，太有范儿了。老头自然是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嘴角止不住微微一扬，脸上露出一丝颇为得意的笑容。呵呵，同学们好。他乐呵呵地伸出手，想着跟底下的小娃娃们打个招呼，尽可能地表现亲切一点。可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想到，刚走进门，他的脚下像是踩到了什么，突然一滑，扑通！哎呦，卧槽！老子的腚！众人，我真是草，这他妈谁乱扔圆珠笔啊！哎呦，卧槽！我的老腰，这里可是学校！你们是学生，乱扔垃圾的以后生孩子没屁眼儿，你们知不知道？老头捂着自己的腰杆，痛心疾首地扶着门框站了起来。换做平时，不管谁摔倒了，这些学生估计都会过去扶一下，毕竟这里是学校，也没人害怕碰瓷。但此时此刻，高3一班的人都被骂懵逼了。刚才和蔼可亲的老头，怎么一瞬间就变成了街边骂街的大妈？老子真的倒了8辈子霉，被分配到这个破地方！操！早知道就跟那狗约的考察员换个地方了，也不用来和破地方遭罪。早就跟那老太婆说了，不来学校不来学校，怎么就这么听不懂人话啊？我他妈要是想来学校，当年还会从学校退学。老头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还在抱怨。
所有人的嘴角都止不住的抽搐。这个老头真是攻略组的成员，这分明就是个街溜子吧？最后还是班长郑小南最快反应过来，连忙走了过去，扶着老头，帮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关心道：“那个老师，没事吧？要不要去一趟医务室？”老头瞥了他一眼，眼神中露出一抹赞赏：“你这孩子好，很好，知道关心老师，尊师重道，很不错，有前途。回头我这节课的作业你不用做了，我直接给你满分。”这话一出，全班的人脑子里就只出现了一个字：啊！什么玩意儿？就连郑小南都有些懵逼。我做啥了？1个小时很快过去，伴随着第1节课下课铃声的响起，一个老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儿，从高3一班离开。而高3一班的学生们几乎全部都一脸懵逼。下课了？我们刚才上了些啥？我现在只想问，这老头，老先生，真是我们老师？我只能说一言难尽。众人心中的情绪起伏之大，不是一星半点。刚才1节课过去，整整1个小时，这老头除了介绍自己的名字叫曹桂林以外，就没有讲任何与游戏相关的知识，而是一直在跟他们讲不能乱丢垃圾的重要性。就这破东西，一直逮着他们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丢垃圾后，又开始吹嘘他年轻时候的风流事迹，什么隔壁村的五姑娘婀娜多姿，邻居家的王寡妇波涛汹涌，初恋情人小芳最后嫁给了街溜子。听得众人是一愣一愣的，这特么真是来教他们攻略组成员，怕不是学校混进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坐在最后一排的周胜倒是并没有任何情绪上的起伏，因为对他而言，攻略组的玩家也是人，在他眼中没有任何特殊光环加成，攻略组的玩家也只不过是等级稍微高一点罢了，所以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人，在他心中都不会出现太大的落差。不一会儿，他们的班主任刘宗仁手里拿了张表格走进了教室。刘宗仁一进教室，赫然发现明明下课了，可是整个教室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开，连个去上厕所的都没有。而且这些学生一个个的双目无神，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似的。刘宗仁仿佛早有预料，笑呵呵的道：“怎么了？是不是第一次见到攻略组的人，心理落差有些大？”这话一出，台下的学生们顿时纷纷开始诉苦：“刘老师，这人真的是我们老师吗？”“是啊，我强烈怀疑是不是学校搞错了，这老先生刚一进教室就满嘴脏话。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是真的一点东西都不教啊！上着课呢，他搁那儿吹牛逼，讲自己年轻时候的风流事迹，谁想听这个啊？其实我觉得王寡妇的事儿展开讲讲也不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忽然觉得我好像也能当老师了。”其实他们倒也不是太在意曹桂林讲的内容，主要是曹桂林讲自己风流史的时候，那语气和神情，简直就像是一个街溜子在吹牛逼，实在太猥琐了。作为学生的他们，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把这样的人和老师这2个字联系在一起。刘宗仁无奈地笑了笑，摆了摆手，道：“在说这些之前，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位曹老师今年多少岁了？”台下的人一听，纷纷开始猜测，看样子应该60多岁吧，应该不止。我感觉曹老师看上去比我爷爷年纪要稍微大一点，应该是70岁往上。确实，60岁不太可能，他头发都白完了，还有点驼背，脸上的皱纹也不少，感觉至少70岁是有的。我奶奶看上去跟他差不多，今年72岁。不对，你们忘记了吗？攻略组的人都是几百级的人，肯定已经同步过好几次数据了。他们的寿命会突破人类的极限，而且看上去会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死！那这曹老师难道已经100多岁了？这和年龄有啥关系吗？众人又将目光放回到刘宗仁身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今年……刘宗仁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说道：“刚满28岁。”此话一出，整个教室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眼睛顿时瞪得足足有原来的2倍那么大，就连一向面不改色的周胜都略微感到有些惊讶。啊，28？这怎么可能？刘宗仁罕见地收起了脸上想笑容，面色凝重的道：“曹桂林，1996年生，怀德人。初次参与领主攻略战的时候，还只是个高中生。那时候，世界各国对于该游戏的认知还不完全，许多国家都认为该游戏或许对人类存在极大的危害，因此下令禁止该游戏的传播。我们国家明面上也参与了这场禁游行动，但私底下绝大部分国家都仍在秘密培养玩家，因为聪明人都知道，这款游戏既然拥有影响现实的力量，就必然不能轻易放弃。为了在进度上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确定自己有游戏天赋的曹桂林，在年仅16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辍学，选择加入了怀德攻略组。后来，随着游戏攻略的进度不断上升，在游戏中死亡、
同时会减少现实世界中的寿命这一结论被验证属实。这一消息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使得全世界60%的攻略组玩家选择退出攻略组。即使是国家凝聚力最强的我们国家，也仍然流失了40%左右的前线玩家。不过那个时候，曹桂林选择留了下来。他的个人实力和天赋不算最强，但自从加入攻略组后，从第1层至第45层，每一层的领主攻略战曹桂林从未缺席。截至今日，曹桂林已升至450级，参与最前线领主讨伐战次数138次，阵亡次数103次，通关次数18次。当前剩余寿命不足3年。第17章 A 级天赋。所有人的表情都在出神，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是啊，能够加入攻略组的人至少都是等级升到了当前塔层的最高等级。现在攻略组爬到了45层，对应最高等级450级。一个450级同步数据了好几次的大佬，对比普通人而言，身体的体质早就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哪怕是年纪大了，又怎么可能会轻易的被一根铅笔绊倒？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一个仅仅只有28岁、正值壮年的人，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虽然他们早就知道在游戏中死亡会损失寿命，但当活生生的例子摆放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发现折寿似乎要比想象中的样子更可怕。所以，曹老师之所以会来给我们讲课，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无法继续在前线参与战斗了吗？一个学生忽然问出了这个问题。刘宗仁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沉默已经表明了答案。一想到这里，众人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刘宗仁缓缓叹了口气，道：所以，或许曹老师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来说，并不算合格。毕竟他小时候家庭条件不算太好，父母离世的早，又是在山村里长大，没有机会接受太良好的教育，甚至连高中都没有念完，就草草辍学前往了前线。但是作为一名参与前线战斗10多年，奉献了自己一生的攻略组玩家而言，你们不能怀疑他的专业水准，更不要质疑他的人品。要知道，你们之所以还能够安稳地坐在教室里听课，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人在前线拼命。所以，我希望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给予他作为一名老师的尊重。刚才那几个质疑曹桂林的人，此时都已经羞愧地低下了头。此时此刻，他们再次回想起课堂上曹桂林骂骂咧咧地说自己不想来学校任教，跟他们吐槽不能乱丢垃圾，跟他们一脸骄傲吹牛逼的模样。他好像并没有自己所说的那么讨厌学校，因为当他站在讲台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始终都在笑。砰砰砰，刘宗仁拍了拍桌子，让众人又回过神来。行了，这件事情先往后面放放，现在对你们来说有更重要的事。他晃了晃手中的表格，道：这是你们这次体检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上面记载着你们每个人的修行天赋。以后你们的修行课会根据修行天赋的高低重新分班，未来发放的修行资源也会根据你们的修行天赋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众人闻言，顿时眼睛就亮了起来。很多人顿时就忍不住问道：老刘，透露透露呗，修行到底是什么呀？是不是小说里可以长命百岁、羽化登仙的那种？你说的那不叫修行，那是修仙。哇，如果真是这样，那等我们修炼出金丹，岂不是就能飞天遁地、移山倒海了？刘宗仁闻言顿时哭笑不得。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夸张？所谓修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强身健体，以助于未来在同步数据的时候能够更好的适应数据力量。不过有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们中未来有人能够将学校提供给你们的修行功法修炼到某个阶段，确实可以在不借用游戏数据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命长千岁，甚至是御剑飞行。此话一出，全班的人立马就沸腾了。卧槽，命长千岁，御剑飞行，这特么真的是修行？谁家修行能活1000岁，还能御剑飞行？刘宗仁继续道：多余的话就先不说了，我待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班长，你来把修行天赋表张贴在班级主题墙上，上面记录了你们的修行天赋以及未来你们各自的修行班级。另外再多提一嘴，修行天赋不代表任何等级的划分，也不代表你们未来的成就。学校之所以划分等级，是要根据你们各自的天赋安排不同程度的修行量和发放对应的修行资源，不要因为自己天赋的高低而骄傲自满，亦或是自暴自弃。说完这些，刘宗仁将天赋表格交给了郑小南后，转身离开了教室。下一秒，20多人立刻就朝郑小南就围了过去。人群中时而传来一声惊呼，时而传来安慰的声音。周胜也有些好奇自己的修行天赋，他在人群后面踮着脚看了几眼。修行天赋总共分为6个等级，从高到低 A B C D E F， 而他的修行天赋赫然是 A 级。全班30个人总共只有2个 A 级，一个是周胜，
而另一个就是班长郑小南。大部分人的修行天赋都在 D 和 F 之间，而 A、B、C 级修行天赋的人加起来总共只有7个人。原本只不过是班级里小透明的周胜，因为 A 级天赋立刻成为了众人讨论的重点。卧槽，咱们班竟然有2个 A 级，太离谱了！按理来说 A 级天赋在小说里不都是万里挑一的存在吗？傻子吧你，这是现实，不是小说。也许 A 级天赋其实并没有那么稀有呢。你还别说， A 级天赋还真就很稀有。我一个在体制里上班的叔叔说，全国学生 A 级天赋的概率大概是8000分之一，也差不多算是万里挑一了吧。哇，那咱们班一下竟然出2个，岂不是很牛逼？最关键的，为什么那个人是不起眼的周胜，而不是我呢？我觉得其实周胜也没有那么不起眼，仔细看的话其实还蛮帅的哎。呸，你那是看人家长得帅吗？我看你是馋人家的修行天赋，你下贱。嗨嗨，有一说一，其实我也觉得周胜还可以，看上去很清秀，只不过平时不太爱打扮，而且他真的很高啊，身高差什么的简直拒绝不了。哼，人家现在是 A 级天赋，你就算去倒贴，人家估计都看不上你。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几乎全是讨论周胜的，反倒是平时班级里人缘最好的郑小南，几乎没有人去讨论。周胜回到自己座位之后，仍旧是一副世外之人的模样，一只手撑着下巴，看着窗外的风景。直到此刻，他忽然想通了一些事情。那个450级的曹桂林，看来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原因就是在曹桂林摔倒之后，郑小南明明只是上去扶了一下，他却莫名其妙的直接给郑小南未来的作业打了满分。当时来看，或许谁都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荒谬，但结合郑小南的 A 级天赋，他立刻就察觉出这里面的不同寻常。一只只青色的鸟从窗外飞过，伴随着阵阵鸟鸣，炙热的阳光照射在周胜棱角分明的下颌，他的嘴角缓缓升起一抹弧度。第18章90万到账，搬家。回到家，周胜打开电脑，随后打开了一个名叫龙腾阁的网址。这是华国官方出台建立的一个线上交易平台，主要交易的内容是塔2游戏内的道具、装备、材料和金币。因为是官方的网站，所以无论是个人信息方面还是安全方面，至少都有一定的保障。在完成了资料方面的审核过后，他直接发布了一条300金币的交易订单，交易比例是1比3015元，手续费1%，千分之一。他刻意压低了价格，调成了1比3014元，300金币扣除手续费，也就是90万。在游戏中，金币对于周胜而言提升都十分有限，因为他的升级速度太快，花费金币购买装备太过于奢侈，而技能书对于他而言则是完全买不起。但是在现实中，几百金币换成现金却能够极大的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所以金币与其留着，不如早点换成钱花一下。自从他的父母死于那场灾难之后，他每个月都只能靠着一点国家发的微薄补贴过日子，一个月300块钱，平时喝口汤都不敢加点荤腥。他看了一眼自己这个10多平的小房间，眼神中还颇有一丝不舍，毕竟他已经在灾建院住了2年多，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叮咚，因为发出的订单是最低价，订单刚发出去不到1分钟就被人抢着下单了。下单人网名叫黑执事，头像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管家，立刻给他发来了消息。黑执事先生，请问什么时候有空上线交易？123，随时都可以。现在123就是周胜随便起的网名。黑执事，好的，那我马上准备上线。我游戏内的 ID 叫陈旭光，先生您可以加我，或者您告诉我您的 ID， 我加你也行。123，好，我上线加你。周胜也不墨迹，直接上线加了对方好友，将300金币交易了过去。他又在游戏内截了图，游戏内的截图和视频是可以用数据线导出的。他将截的图导入了电脑，发布在订单里，然后点击了完成订单。对方收到了金币之后，也很快就点击了确认收货。随着订单的完成，他人生中第一笔90万也顺利到账了。只不过他这钱还没到账2分钟，立马就有银行的电话打了进来。对方是银行监管的人，因为他的账户突然有大额交易进账，所以触发了监管系统。不过在确定了周胜的收入来源是龙腾阁后，立马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开始向他推销起了银行的一些投资理财业务。周胜婉拒后挂断了电话，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房间。90万到账，准备搬家。林路小区，周胜在一位中介的带领下走进了间100多平米的学区房。周先生，这里绝对是附近性价比最高的学区房了，不仅位置好，空间大，朝向好，自带阳台，6楼的楼层也正合适，而且小区的环境和治安也绝对都是咱们苏市最好的。中介一边介绍，一边吹嘘着这里房子的优势，虽然态度谈不上多热情，毕竟以周胜的打扮，实在不像是能够在这里租得起房子的人，但至少人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轻视和不礼貌。
所以周胜也没有任何犹豫，点头道：“行，能拎包入住吗？”中介闻言明显愣了一下，但还是迅速回过神来，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能的，能的，只要您这边没有问题，签完合同交完钱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这里是我为您列举出来的各项必要支出，房租、中介费用和房东那边的入住须知。如果您可以接受的话，咱们再签合同。”周胜看了一眼，对方打印的表格上列举的数据很多，但并不杂乱，十分清晰，一目了然。房租1个月4500，需要一次性付满12个月。水电燃气物业费1个月大概在1000以内，中介费用2250，这些是必要支出。还有一些比如停车费、小区健身房、VIP 等费用，都是可选的支出明细，也都一一列举了出来，十分详细。除此之外，入住须知上还写了许多条条款和问题，比如这个房子哪里有点问题，什么地方有些瑕疵，出现问题后该怎么去解决。周胜看完后只觉得有些难以置信，现在的中介竟然都这么良心了吗？中介似乎看出了他眼神中的惊讶，笑着解释道：“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大人物的管家，最近那位管家因为工作的缘故要离开这座城市，所以这个房子也就空闲出来了。那位管家把房子委托给我们公司的时候，专门向我们交代了，务必要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周胜闻言这才豁然的点了点头：“行，我这边没问题，你问问房东什么时候有空，我们签合同。房东先生已经不在苏市了，他已经将这个房子的所有代理权交给了我们公司，您如果确定要入住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就签合同。”说着，中介就拿出了一份合同，合同的最下方已经签好了房东的名字和红手印。周胜看了看合同，确定没什么问题后，直接签了字按手印。签完合同付完钱后，周胜便开始忙活搬家的事情。他的东西倒是不多，唯一比较麻烦的是从灾建院搬出去，需要去当地官方办理离住手续，整个过程比较繁琐，一直东奔西跑了3个多小时才终于办完。哎，果然不管是哪个事件，没有关系的话，这种公家的事情处理起来就是麻烦。周胜长叹了口气，不过好在事情都已经办妥，从今以后他就能住进新家，以后也不用再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了。他拿着一叠厚厚的手续单回家，正到门口准备拿钥匙开门的时候，电梯忽然响了，就见一个身穿黑色西装、打着一个黑色领带的男人，手里拖着个行李箱，恭敬地站在电梯门口道：“小姐，我们到了。”随后就见一个少女从电梯里走了出来，少女上半身穿着件白色 T 恤，胸口左上方印着是一只灰色小熊的图案，下半身穿着一件百褶裙，百褶裙的裙摆跟随着她的步伐优雅的前后摆动。她的头发很长，大概到了腰的位置，夏天的暖风轻轻一吹，她的发梢便跟随着翩翩起舞。尤其是对方身上的气质，一眼就能看出温婉典雅而又端庄，最重要的是对方的脸。周胜发誓，他从未见在现实世界看见过这么精致的脸，不施粉黛，就像是漫画世界里蹦出来的瓷娃娃，哪怕是路人估计都会忍不住下意识想多看2眼。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视线，少女看向正站在门口的他，又看了看他家对面的门牌号。少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拿起一串钥匙打开了对面的门。周胜有些意外，这个女生竟然正好住他对门。跟在身后的管家跟了上来，看了一眼周胜，笑着打招呼：“你好同学，我们是刚搬过来的，对这里还不是很熟悉，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请多多关照。”说着，管家拿出了一份高级糕点礼盒递了过来。周胜接过礼盒，点了点头：“我也是刚搬来的，不过我对这附近比较熟，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好的，那就麻烦你了。”说完，周胜便转身走进了屋。他看向自己手中的糕点，不由笑着摇了摇头。他很清楚，那个管家看似是在跟他这个邻居套近乎，可实际上对方当时的神情和语气完全就是在警告他不要靠近那位大小姐。哪怕是还没有修行，周胜都能从那位管家身上感受到一股十分强大的气场，或者说是威压更合适。仅仅是站在对方面前，都让人有一股喘不过来气的感觉。虽然他本来就没打算跟对方扯上什么关系，但现在看来，以后尽可能的还是远离的好。至少在自己成长起来之前，猥琐发育才是王道。第19章刺杀。搬家之后，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叠耐久训练。之前他只需要走到院子里，把蚁皇们放出去击杀一些小虫子之类的就可以了。但搬家之后，他想要放出蚁皇，就必须要下楼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大多数人在看到蚁皇的时候都会感到很惊讶，不过他们并不是感到害怕。蚁皇是塔2中召唤师的标志性召唤物，由于召唤师玩家在现实中并不受待见，大多数召唤师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召唤师，所以很少会有人在现实世界中召唤出蚁皇。不过周胜并不在意别人的目光，他将蚁皇们放置好后，让他们自己率领小弟四处扫荡。
在他后台开始出现气血加50的提示后，他才慢悠悠的去了王老大饭店。虽然现在有钱了，但他还是习惯性的来这里吃饭。刚走到门口，他就对着里面大喊一句：“老板，一碗牛肉面，少放点面，多放点牛肉。”不一会儿，王老大就骂骂咧咧的端着碗牛肉面走了出来。看见周胜这小子，他就一脸没好气的骂道：“你这臭小子，一天就知道霍霍我，就逮着我薅是吧？还多放点牛肉，我看你长得像牛肉。”话是这么说，但周胜发现自己碗里的牛肉量要比正常的多了起码1倍。他笑呵呵的在筷篓子里拿了双筷子，美滋滋的吃了起来。有一说一，这王老大虽然看上去是个毛手毛脚的糙汉子，但做起饭来还真有一套。简简单单的牛肉面愣是被他做得筋道又入味儿。现在已经9点多了，店里基本没了客人。王老大在周胜对面坐下，拿了根烟，想了想，又把烟放了回去。他看向吃面的周胜，问道：“我听说你搬家了？”“去的哪儿？”“林路小区。”“嚯，好家伙，高档小区啊！你小子哪来的钱？”“还能哪儿来的？赚的呗。”“游戏。”“王老大闻言有些难以置信：“你小子不是转的召唤师吗？而且你现在才玩几天就能赚钱了？”周胜默默吃面，没有理他。见状，王老大也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有些感慨：这臭小子总算是熬出了头啊。对了，你们学校天赋测试的结果出来了吧？你是什么等级？F 级。哼，你小子唬我呢，连女王书都瞒。E 级，真心换真心。A 级，切，你不爱说算了。你有病吧？这也不信，那也不信，要不我给你劈个叉的了。王老大呵呵一声，转身进屋。周胜一脸无语。就在王老大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顿了一下，转过头说道：“你小子，修行课记得好好上，游戏都可以不玩，但那玩意儿必须得认真对待，对你有好处。”周胜一脸好奇：“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王老大闻言沉默了。不过几个呼吸之间，他又骂骂咧咧道：“老子一个厨子，知道个屁啊！吃完赶紧利索的滚！”回到小区，周胜并没有着急着回家。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王老大说的那些话。这老小子总给他一种隐藏在小面馆里的都市大佬的感觉。不管是不是，对方说的那番话肯定是在为他好。结合学校最近新开的修行课，周胜总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思索再三后，他没回家，反而是绕着整个小区跑起步来。虽然他不知道具体要发生什么，但从学校的行为和王老大所说的话来看，在现实世界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似乎要比游戏中升级更加重要。反正他正好准备多叠一叠耐久训练，索性这2天就先不上游戏了。要不是他着急爬塔到第5层，好开启第2个海克斯科技，他甚至都想一直在现实世界叠加耐久训练，叠到死不了的程度，再一路横推上去。林路小区很大，他只跑了一个区域，一圈下来大概也有1500米左右。周胜体力虽然很好，但跑了2圈也是累得不行，坐在一旁的长椅上喘气休息。可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从他面前跑了过去，只留下一抹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周胜有些意外，如果他没看错的话，刚才那个女生好像是他的邻居。他就这么坐在长椅上休息。不过几分钟，一个熟悉又从右边跑了过来，果然是他。周胜有些意外，他没想到那个女生竟然也在绕着小区跑步。她今天晚上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短袖，下半身则是一件纯黑色短裤，扎了个高高的马尾辫，一边跑，马尾辫一边调皮的左右跳。女生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只是默默的一直向前跑。周胜敏锐的注意到这个女生好像有些不太一样。他自认自己的体力在男生中已经算比较好的了，但即使如此，2圈下来不休息的话也有点吃不消。可这个女生根本就没有半点疲惫的模样，而且她的速度比他跑的还要快很多。他拿出手机专门计时，1圈下来，对方竟然只用了3分半不到。周胜看着自己手中的计时器，过了半晌才吐出了2个字：牛逼！1500米左右，只用3分半不到的时间，这个速度在地球上都能去当个国家级运动员了。他就这么默默地坐在长椅上，胳膊撑着大腿，下巴放在手掌心，看这女生能跑多少圈。这不看不知道，越看越心惊，因为这女生貌似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想法。整整半个小时过去，周胜都快忘记这是第几圈了。然而对方还跟个没事人似的一直在跑，难不成他已经同步数据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皮夹克、头戴一顶黑色棒球帽的男人走了过来，到周胜对面的长椅上坐下。起初周胜倒是没有很在意，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个男人目光似乎一直在盯着他那个跑步的邻居看。
如果你要问他怎么发现的，那是因为他也一样。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周胜的位置坐在长椅靠左，那个男人则是靠右的位置，两人的位置刚好是斜对面，他刚好能从斜边的位置看到那个男人的衣服里藏着一把漆黑色的手枪。一开始周胜还在想，这会不会是派来保护那个女生的保镖护卫，但每当女生从这里跑过的时候，那个男人都会下意识把手伸进兜里，眼神凶恶的左顾右盼，一副马上就要起身发难的样子。果不其然，当他那个邻居女生再次从右边跑过来的时候，那个男人动了，他小心翼翼地从兜里缓缓掏出手枪，别在腰间，装作若无其事地跟在女生后面。周胜皱了皱眉，说实话，他是真的不想掺和进这种事情里，尤其是那天那个管家警告过之后，他就只想远离。如果他没有发现的话，他倒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舒舒服服洗个澡，睡个好觉。但偏偏这一幕就是被他看到了。操！他心一横，一咬牙也跟着追了上去。女生在前，帽子男在中间，周胜紧跟在最后，三个人就这样开始围绕着操场跑了起来。那个男人很谨慎，一路上跟了几百米都没有动手，而是不停地打探周围环境和接收耳机里传来的消息。周胜跟在男人身后7、8米的位置，也在不停地寻找时机。按理来说，这么一位大小姐出来跑步，周围不太可能没有保镖保护才对。可是他看了一圈，还真就一个人都没有。终于在跑完第一圈，再次路过刚才的长椅时，前面的男人似乎终于要行动了。他动作轻缓地拿出腰间的手枪，开了膛。而在最前面跑步的女生并没有察觉。看到这一幕，周胜瞬间明白，那个女生没有同步游戏中的数据。如果同步了数据，人类的体质会带来质的提升。刚才男人给手机开膛的声音虽然很小，但肯定会被察觉。眼看男人已经举起了手枪，对准了女生的头，周胜知道自己没办法坐以待毙了。就在男人即将扣动扳机的前一刻，他一个加速冲了上去，随后将山羊犬从召唤空间召唤到了男人的侧面，去拖住那个男人。山羊犬收到命令后猛地一跳，高高跃起，直接一口咬向男人拿枪的手。男人的精神基本都集中在前面的女生身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但他的反应极快，在被偷袭的情况下瞬间转身，一枪打向山羊犬。虽然这样会打草惊蛇，但是他不清楚眼前是什么生物，万一在现实中被咬一口中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嗷呜！子弹精准命中了山羊犬的头，疼得他趴在地上直叫。他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血洞，但不到1秒钟，山羊犬头上的血洞就止血了。又过了1秒，血洞竟然就这么缓缓消失，伤口直接痊愈。男人皱眉，这枪和子弹可是特制的，打在召唤物身上，少说也能打掉20万的气血。这东西挨了一枪，还是爆头，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这得有多少气血？不过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他开枪的声音已经暴露了他的存在。你是谁？那么大的枪声很显然惊动了女生。女生握住了自己胸前的项链，一脸警惕地看向男人。男人知道自己不能再逗留，不然等会儿就算想走都走不掉了。只可惜同伴给他创造的绝佳机会竟然就这么浪费掉了。他回过头想看看究竟是谁坏的他好事，然而他的身后却没有任何人的身影。他再次回过头，刚才长着脚的狗也已经消失不见了。操！妈的，别让老子逮到你！男人心中暗骂一声，丢下一颗烟雾弹，在烟雾散开之际消失不见。第20章转校生林书南。周4，风和日丽。周胜踩着点到了学校。来的路上，他脑海中一直在回想昨晚刺激的画面，这还是他第一次在现实中亲眼看见刺杀的场景。有一说一，虽然那场面还不及怪物入侵时恐怖的1/1000，但当他看到枪的那一刻，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发怵的。毕竟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周胜都只是个普通人，尤其是现在他还没来得及同步数据，万一不小心被人一枪送去归了西，那是真没地方说理去了。能够在那个时候选择站出来，就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喂，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又有一批前线的攻略组成员来了我们学校。啊？什么情况？又来一批？难道今天下午的修行课也是攻略组的人来教我们？卧槽，真假？是真的，我亲眼看到了，早上5点好几架直升机朝着学校飞了过来，还有2个人踩着剑在天上飞。同学们仍在激烈的讨论下午的修行课。学校安排的周1、3、5的下午上修行课，2、4的下午上攻略课。不过这周因为周1刚开学，周2又做了体检，周3才开始上课，所以才特意安排了周3的攻略课，周4和周5都是上修行课。
看来学校对修行课很上心啊。看着张贴出来的课表，周胜心中默默思考着，或许是因为下午即将要到来的修行课，今天早上无论是学习成绩好的还是差的，都出现了很明显走神。理论课的老师们见状提醒了好几次，但收效甚微。对此，他们也只能颇感无奈的摇头。所有人都能感觉出来，现在的世界变得越发不安定了。那个重文轻武的时代似乎即将成为过去式。终于，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的修行课，其他人几乎是下课的一瞬间就从教室冲了出去。周胜则是不紧不慢地收拾好东西，才朝新分配的教室走去。A 级修行天赋的人都被分配到了修行甲班，因为 A 级天赋的人数很少，全校只有5个人，所以甲班只有1个班级。像是 E 级天赋对应的物班，班级数则多达11个。修行班的教室被安置在了原来的行政楼，没几分钟就走到了。甲班的楼层在2楼左侧。周胜拿着自己的学生证找到了教室，打开门时，空荡荡的教室正中间只有孤零零的4张桌子，其中3张桌子已经有人了。他赫然是最后一个才到了。不过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个熟悉的面孔让周胜不由微微一怔，这是他邻居。对方显然也是一愣，完全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他。周胜很快收拾好自己的表情，来到最后一张空位坐下。4张桌子的位置是呈正方形，前2后2摆放的。那女生坐在左前方，左后方是个黑黑瘦瘦的女生，穿着一件很单薄的衣服，可胸前的景象却甚是雄伟。右前方是个个子不高的男生，穿得很干净，戴个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周胜则是落座右后方的位置，他们座位的距离都不远，大概也就不到30厘米的距离。这时候又一个疑点出现了，教室里只有4张座位，而且都有了人，但是全校 A 级天赋的学生总共有5名。他环视了一圈，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班长人呢？就在周胜疑惑之际，他前面的男生转过身，笑呵呵向他打招呼：“你好，同学，认识一下，我叫梁马川，高3 6班的，游戏里的职业是刺客，28级。”周胜瞥了对方一眼，点了点头，伸手跟他握了握：“你好，周胜。”他的语气有些冷冰冰的，但梁马川毫不在意，因为他的本来目的也并不是要跟周胜搞好关系，跟他搭话也只不过找个由头，好跟旁边的2个女生搭话。他自顾自地跟周胜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十分自然是转过头看向自己左侧的女生。说实话，梁马川是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生，无论是侧脸还是正脸，亦或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都要远胜过电视上的那些大明星。他有些紧张地咽了口口水，甚至不敢向对方伸出手，只是露出一个尽可能柔和的微笑，道：“你好啊，同学，以前好像没在学校里看见过你，你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对方头也不抬，冷冰冰地回复道：“转学，林书南。”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像是脆脆的苹果被咬了一口那样清脆，可是对方的态度却要比零下几十度的温度还冷。见此，他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只能看向最后一个女生。黑黑瘦瘦的女生倒是很开朗，笑嘻嘻的主动自我介绍：“我叫季春花，高3 2班的，职业是枪斗师，现在23级。”梁马川闻言眼睛一亮，枪斗师这职业好啊，功高血厚，后期就业压力也不大，正好跟我等级也差不太多，我们以后正好可以组个队。季春花闻言也是一喜：“好呀好呀，梁哥你比我高几级，正好能带带我，如果出了你能用的装备，我免费给你。”这一声梁哥听得梁马川乐得不行，连连点头：“行，这都好说。”梁马川笑呵呵道：“要是出了你能用的装备和技能书，我都免费给你。”闲聊之间，两人俨然一副已经要开始在游戏里组队大杀四方的感觉了。说实话，这俩人的性格周胜倒是挺羡慕的，毕竟出社会之前，学校可以说是最有可能交到真心朋友的场所了。这个时候朋友不存在太过多余的心思，几乎可以说是最纯粹的友情。等他们出了社会，再想交到这样的朋友就几乎不可能了。周胜左手撑着下巴，看向窗外发呆，但实际上他的余光却注意到自己的左前方那个转学过来的林书南貌似在偷偷的看他。他不经意的偏过头，林书南立刻收回目光。当周胜再次看向窗外，他就又悄悄的开始看他。周胜，咋回事？难不成昨天晚上他的动作被发现了？可是不应该啊，他可是在放出山羊犬的一瞬间就躲到了旁边那栋楼的楼道里，连拿枪的男人都没发现，他当时的视角怎么可能看得到？就在他思来想去也想不明白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来了。同学们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怀国，初始职业是战士，从今天开始我会担任你们的修行课老师，指导你们关于修行上的问题。修行班 A 班的老师是位老爷子，只不过这位沈老爷子和
和之前的曹桂林可完全不同。他的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一股儒家学士的气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不过奇怪的是，他的身上却时刻散发着一股模糊的力量感，好似他的周围存在着一股无形的磁场结界。当他进入到教室的那一刻，在场的4人感觉仿佛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更重了，就连呼吸都变得比平常更加艰难。沈怀国扫视了一圈，在目光掠过林淑楠的时候，稍微停留了刹那，眼神中稍稍有些意外。这么年轻的女娃子，这么小的年纪，竟然修炼出了灵气，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凝聚自身的灵气，抵御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力场。好苗子啊！看到这么好的苗子，沈怀国不由心中一动，他想起了那个女人说过的话。不过片刻之后，他就缓缓摇头，打消了那个想法。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4人，收回了身上的力场。除了林淑楠以外的3人顿时都松了口气。在上课之前，都先做做自我介绍吧，包括你们的年龄，在塔2中的职业等级。沈怀国淡淡说道。4人闻言，纷纷开始自我介绍。林淑楠16岁，法师30级。梁马川17岁，职业刺客28级。季春花17岁，职业枪斗师23级。周胜18岁，召唤师20级。本来梁马川和季春花对林淑楠竟然是30级法师这件事还挺惊讶的，毕竟在高中还没毕业之前就能升到30级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当周胜介绍完自己后，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齐刷刷看向了他，就连台上的沈怀国都稍稍有些意外。在现实世界，召唤师3个字就是有着如此大的魔力。梁马川嘴角微微抽搐，难怪这人刚才介绍这么简短，也不说自己的职业，原来是转职召唤师，不好意思开口。他要是转职召唤师，估计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召唤师。3个学生关注的重点在于周胜的职业，只有沈怀国关注的是周胜的等级，召唤师20级。第21章，夸张的天赋。召唤师组队的环境要比其他职业严峻得多，对于一名普通高中生而言，想要在1年之内将召唤师这个职业升到20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沈怀国虽然心中好奇，但并没打算深究。这个年头，心中藏着秘密是一件好事，没有秘密的人往往都会死得很早。等到众人自我介绍完，沈怀国淡淡开口：很好，既然自我介绍过了，那接下来就开始你们今天的第1堂修行课。不过在正式开始修行之前，我需要你们了解2样东西。来了，一上来就是重点。4人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看向讲台。沈怀国不紧不慢地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根白色粉笔，随后在黑板上写下了4个大字：灵气。学位。写完之后，沈怀国并不急着解释，只是忽然将手中的粉笔向上一扔，随后虚空一指，一股无形的气体在他的指尖形成了一柄肉眼可见的剑气。随着他轻轻挥下手指，空中的粉笔瞬间被分成了均匀的5份。哒哒哒，5节粉笔声音清脆地落在地面。做完这一切，沈怀国面带微笑，负手而立，道：刚才你们所看见的就是灵气的具象化。当修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将体内的灵气化为己用，强化身躯，甚至是灵气化形。如果你们中有经常看玄幻、修仙类小说的同学，应该能很好的理解。这一幕看得几人两眼放光，灵气，竟然真的是灵气！就连一向冷静的周胜都有些惊讶，连灵气都出现了，这些人是真的在现实世界修行。与此同时，他的心中也更加疑惑，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还是说他们发现了什么？一团迷雾的前方藏着的仍然是一团迷雾。随后，沈怀国又拿出一节粉笔，在黑板的另一侧画上了一张人体简略图。画完后，他看向众人问道：了解完灵气，那么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人体的穴位，有谁知道人的体内一共有多少个穴位？梁马川闻言立马举手说道：我知道，一共是362个。沈怀国笑而不语。一旁不苟言笑的林淑楠忽然说道：一共是720个。梁马川闻言一脸古怪，720个？他之前在一本十分权威的中医书上看到过，人体的穴位一共就是362个。他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自信，不过就算他记错了具体的数字，也不可能相差这么多。这720个是怎么来的？沈怀国瞥了一眼林淑楠，笑着道：很好，你们2个都没错。目前在医学上被临床承认的人体穴位一共就是362个，但如果单说人体内的穴位总数，包含一些不断变换位置的穴位，实际上一共是720个。后排季春花接着话题问道：沈老师，人体的穴位好像主要是应用于中医吧？和修行有什么关联吗？沈怀国点点头，解释道：因为人体穴位才是人的修行之本。所谓修行，其实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简单之处在于，我们修行者只需要发现灵气，引导灵气游走于固定穴位组成的静脉一个周天，灵气就能洗涤我们体内的杂质，强健体魄。而难点就在于怎么发现灵气和如何掌控灵气。往往修行天赋较差之人，很有可能一生都无法感知到灵气的存在，而修行天赋高的人却能做到灵气的感应和操控无师自通。几人闻言瞬间明悟，这就是学校为什么在给他们上修行课之前要全体测验天赋的原因，并不是学校要将他们这些学生分成3、6、9等，而是不同天赋的人在修行速度上天差地别。这种差距跟学习上的差距不同，他无法通过努力去弥补，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天赋差距越大，两者的修行者等级就会相差越来越大。强行将两者混合在一起，最终受到影响的就只会是天赋差的那批人，最终说不定会影响到修行的道心。说罢，沈怀国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枚巴掌大小的蓝色石头，他的手掌微微用力，石头上便隐约被捏出了一条微不可察的裂缝，一股无形的灵气从石头中肆意而出。随后他将这枚石头放在讲台上，台下几人瞬间觉得就连教室中的空气仿佛都变得清新了几分，就像是被大雨冲刷过后站在花田间呼吸着新鲜空气。沈怀国不紧不慢地在黑板右侧人体构造图上标注了几个穴位。从现在开始，闭眼感受空气中灵气的流动，当你们能感受到它的时候，可以尝试将灵气从2手食指的商阳穴引入，再至2间、3间阳溪穴。走完这4个穴位，你们会感到肱二头肌有些发麻，掌心伴随着些许针扎的刺痛感，这也是所有修行者初次灵气入体成功的标志。当然了，感应灵气并非是一件易事，所以很有可能10天半个月没有效果，你们也不要过于急躁，顺其自然便好。说完这些之后，沈怀国便不再多言，自己找了个板凳，一脸悠闲地看向窗外喝茶。几人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开始闭眼冥想，感受空气中的灵气。周胜原本以为感受灵气会花一番功夫，甚至都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但他闭上眼后不消片刻就发现了空气中的异常。他明明是闭着眼的，却能够明显感受到空气中多了一层粘稠的热浪，就好似夏天因为天气太热，就连空气都开始扭曲变形了一样。而且这层热浪是一波接着一波，在空气中四处游走，毫无规律。这就是灵气吗？周胜尝试着去引导，但这股热浪似乎根本不受他影响。灵气就像是自然界的风，仅凭人力是很难做到改变风的方向的。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一点窍门。他的精神迎合着空中的那股热浪左右摆动，而此时在不知不觉间，他的身体仿佛已经与灵气融为了一体。在两者相处的足够融洽之后，他才开始试图将灵气顺着食指的商阳穴引入。这一次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灵气十分听话地顺着他食指的商阳穴进入身体。而此时外界，原本还在淡定喝茶的沈怀国却忽然笑不出来了，他的脸上满是震惊之色。台下的4个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就纷纷开始了他们第一次修行。只不过沈怀国并没有讲的是，哪怕是 A 级修行天赋，仅仅在辅以灵石，没有其他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想要感应到灵气的存在，至少也要1个星期。可是他十分清楚地感应到，整个过程才过去不到几分钟，有2个学生就感应到了灵气的存在，其中之一自然是林书南。他能如此迅速感应灵气，赵怀国并不意外。从他进门起，他就看出这个女娃子的身份不一般，她的体内早已经蕴含着一缕如同发丝的灵气，虽然很少，但确实存在。想要在这个年纪在体内修炼出灵气，这个女娃子只可能是某个世家的千金。世家掌握着修行之法，也因此他们的后人能够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修行，所以他能这么快感应到灵气并不奇怪。可另外一个叫周胜的小伙子就不一样了，他的体内空空荡荡，毫无半点灵气存在，而且他的身体体质也很一般，底子很差，很明显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专业的修行训练。可即使如此，他也只耗费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感应到了灵气，甚至比那个女娃子的速度还要稍快一些。哪怕是那位大人，当初可都足足耗费了1天的时间才感应到灵气的存在啊！这个学生，沈怀国心中早已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可震惊之后便是狂喜。沈怀国心情激动的险些压制不住体内的灵气。那位大人花了1天时间感应灵气，如今都已经位列世界顶尖，战力前3，那这个学生未来的成就岂不是要远超那位大人？他不敢细想，只是连忙从虚空中拿出了一个灰色罗盘，罗盘的中央摆放着一颗蓝色的透明琉璃球，这东西叫结界罗盘，市场价值在1个亿华夏币左右，作用是生成一片结界，结界外无法以任何手段探知里面的情况，持续1个小时。他虚空一指按在琉璃球上，下一刻
沿着这间教室周围3米左右的范围，形成了一层无形的结界。做完这一切，沈怀国才长长的舒了口气。第22章初次修炼。塑胶操场的跑道上，陈光明梳了个大背头，端着个保温杯，一脸悠闲的走在跑道上。从他脸上的笑容就不难看出，他此时的心情是极佳的。毕竟只有不到8000%概率的 A 级天赋学生，他们一中竟然一次性出了5个。虽然其中有一个是转校生，但上面的人可不关注这些。更何况这5个 A 级修行天赋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学生尤为特别。他几乎能够想象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一中的修行资源拿到手软的场景。而陈光明作为一中的校长，自然也是少不了许多好处的。一想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容不由又增添了2分。陈校，沈老爷子已经开始上课了。您之前不是说他的第1节课，您要去旁听的吗？陈光明身后跟着一个手包文件夹的女秘书，看见他脸上越发放肆的笑容，不由出声提醒道。陈光明闻言一愣，拍了拍脑袋。哎呦，你瞧瞧我这个记性，走，咱们赶紧去甲班看看咱们学校的那群小天才们。他身后的秘书见状，也只是无奈的小声叹了口气，快步跟了上去。就当两人刚刚走到被改造过的原行政楼时候，他们俩却不约而同的咦了一声。陈光明先是皱了皱眉，摸向前方。就在他即将摸到前方的墙壁时，一层无形的结界将他挡在了外面。他眼睛大睁，一脸震惊。结界罗盘。跟在他身后的女秘书也眉头紧皱。结界罗盘市场价值大约在1个亿左右，而且基本上属于有价无市的东西。这东西原本是出自混沌塔第35层，讨伐 BOSS 时会有几率掉落。在游戏中的效果是开启一个半径3米的结界，在结界内可以无视结界外的所有 BOSS 机制、地形和环境影响，持续5分钟。将物品带到现实后，它的效果就变成了隔绝外界的探知，哪怕是手榴弹、导弹都无法对结界和结界内的人造成任何伤害。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儿的持续时间增加到了1个小时，妥妥的保命神器。所以这玩意儿虽然在游戏内也属于十分热销的道具，但更多的人还是会把它带到现实中来。毕竟在游戏中死了，顶多也就是损失寿命，但在现实世界死了，那可就是真的死了。只不过这东西的价格贵得离谱，怎么会用在一间教室里？而且看样子应该是沈老亲自用的。陈光明眼睛一睁，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立马掉了个头，转身就走。女秘书见状愣了一下，迅速跟了上去。陈校，咱们就这么走了？沈老既然用了结界罗盘，应该是里面出了什么事，我们要不要通知一下上面？陈光明闻言转过头，一脸疑惑的道。结界罗盘？什么结界罗盘？哪里有结界罗盘？我怎么不知道？哎，陈光明无奈的叹了口气，一脸痛心疾首的说道。你说这沈老爷子也真是的，第一天上课就犯老毛病缺勤，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就不知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真是操碎了我的心。柳秘书，你待会儿去食堂打包2份猪肘子，回头我们去探望一下沈老爷子。好的。直到这会儿，柳秘书才猛地反应过来，能让沈老爷子用上结界轮盘的，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但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学生。再结合沈老爷子教的是拥有 A 级天赋的甲班，很容易就能猜到，沈老爷子大概是发现了一名足以让他用出结界罗盘的学生。这件事情要是报告给了上级，上面的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学生带走保护起来。先不说他们一中会因此而丧失一名 A 级天赋的学生，更可怕的是，现在华国各地到处都存在着各国间谍，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位学生的安全问题。沈老爷子毫不犹豫地使用结界罗盘，估计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修行班甲班，不知不觉外界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而此时周胜也已经完成了第1条经脉的小周天的循环。就像那位沈老师说的那样，在他完成第1个小周天循环的时候，他的肱二头肌忽然发麻，手掌心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不过紧随其后的是一阵席卷全身的酥麻感。要不是他的定力足够强，险些就要舒服的哼了出来。他睁开双眼，握了握自己的双拳，他从未觉得自己的手掌如此有力，甚至给他一种哪怕是石头都能轻易捏碎的错觉。完成第1个小周天了。讲台上，沈老爷子一脸悠闲地坐在一把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太师椅上，忽然出声问道。周胜抿了抿嘴，点头应道：说完，周胜看了一眼周围的景色，总觉得好像有些怪怪的，但要问他哪里怪，他又说不上来。而且其他3人的样子也很奇怪，他们一动不动，好像也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好似连呼吸都停止了一样。他没注意到，当他点头回恩的时候，沈老爷子手上的茶杯很明显顿了一下，脸上波澜不惊，但手中茶杯泛起的涟漪却衬托出了他此时内心的动荡。只是在一颗普普通通灵石的加持下，半个小时就完成了1条经脉的小周天循环。
这要是把这小子丢进灵石矿洞，那岂不是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全身经脉的大周天循环？正常情况下，哪怕是 A 级天赋的人，在充满灵石矿洞里，要完成一条经脉的小周天循环，至少也需要1-2天的时间。想要完成全身经脉的大周天循环，最少需要1年。但这小子仅在一颗灵石的加持下，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一条经脉的小周天循环。这种修炼速度简直闻所未闻，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天赋之间的差距了。此时此刻，饶是他沈怀国都忍不住动了爱才之心。不过这个念头也只不过出现了一瞬，便被他从脑海中挥去。沈怀国故作镇定，一脸云淡风轻的点了点头，道：“很不错，你是叫周胜？”周胜点头应道：“周天的周，胜利的胜。”沈老爷子沉默了2秒，忽然看向窗外，悠悠的问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周胜闻言怔了一下，思考了几秒后摇头道：“我看不清。”沈怀国手中的茶杯再次微微一顿，只不过这一次茶杯中的水并没有泛起任何涟漪。“你倒是聪明。”沈怀国忽地笑出了声，淡淡道：“看来不需要我多说些什么了。如果以后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可以来京城沈家找我喝茶。”虽然周胜并不了解京城的势力分布，但从沈老爷子的话语中，他能够明显感觉到这看似随意的一个许诺，实际上重如千钧。只不过他有些意外，自己竟然这么轻易就得到了一位前辈的赏识。闻言，他立刻起身鞠躬道：“谢谢沈老师。”第23章混沌塔。很快，周胜再次进入了第2次入定状态。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他的第2次循环也正好结束。只不过第2次小周天循环的效果似乎有些差强人意。举个例子就是，如果第1次的小周天循环让他的手部力量从5增加到了10，那么第2次小周天循环就是从10增长到了12。虽然也有增长，但是效果却远不如第1次。此时，原本应该坐在太师椅上悠闲喝着茶的沈老爷子，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颗放在讲台上的石头也已经从原本的蓝色蜕变成了暗淡的灰色。他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到空气中的灵气，应该就是这颗石头的原因了。就在这时，同班的其他3人似乎也从入定状态退了出来。梁马川看了一眼左边气质冷淡的林书南，有些不敢搭话，于是只能转过身，朝着身后的周胜问道：“哎，你怎么说？有感觉到什么吗？”周胜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反问道：“你呢？”哎，梁马川长叹口气道：“别提了，我总感觉要抓到点什么了，但就是抓不住。不过我感觉也差不多了，最多3天，我肯定能感应到灵气。”周胜又转过头看向左边的黑皮女生季春花问道：“你呢？”季春花撇了撇嘴，伸了个懒腰，胸前雄伟的景象一览无余。“我完全没感觉到，而且坐得久了，总感觉肩膀有点疼。”梁马川时不时的目光忍不住往右边瞥一下，又害怕被发现，立刻将目光收回来。周胜又看向左前方的冰美人林书南，然而还没来得及问呢，他就把头偏向了另一边，完全就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梁马川一脸奇怪地看着周胜，问道：“你光问我们，你自己呢？你该不会已经感应到灵气了吧？”“怎么可能？”周胜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跟季春花一样，完全没有半点头绪。”梁马川想了想，好像也是，他们几个人都是 A 级天赋，他和季春花既然都没感应到，周胜也没道理能领先他们那么多。随后，梁马川咳嗽了2声，开始分享起自己感应灵气的心得。在他看来，既然周胜和季春花2个人都没半点头绪，那就证明自己的修行进度是最快的呀。自己现在给他们分享一下心得，博一下这2位同学的好感。之后，沈老爷子如果要选择出一个班级代表，那这人选不是妥妥的非他莫属吗？他从小到大在文化学习方面一直处于中下游的位置，一直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而现在，他既是万中无一的 A 级修行天才，更是甲班里修行进度最快的人。这个时候要他不人前显圣一下，简直就像是身上有蚂蚁在爬。我跟你们说，你们入定后一定要把自己融入到周围的环境里去，心里尽量放空，脑子里不要太刻意去寻找灵气，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梁马川一阵夸夸其谈，说得手舞足蹈的。不过一码归一码，这梁马川虽然形容的夸张了点，但有些要点还真就是那么回事。虽然没有抓住最关键的东西，但确实也算是碰到一点边儿了。周胜不由感到有些意外，这小子有感悟是真的说啊，一点都不带藏拙的。他的眼神中除了很明显的炫耀以外，还透露出一抹清澈的愚蠢。周胜瞥了一眼左边的季春花，这女生虽然看似一直在笑眯眯的听梁马川讲话，但实际上敷衍的意味很浓。而且已经完成了2次经脉小周天循环的他，发现只要自己集中精神，就能够看到一些之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季春花手部的经脉中有一丝丝灵气正在游动，
虽然很稀薄，但确实存在。至于前面的林书南，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手臂和脚部的经脉中灵气充盈的都快要溢出来了。难怪那天他跑步跑了几十圈也不见他喘口气。只是这样的话，他们4个人中好像就只有梁马川没有感应到灵气了呀。周胜看向还在乐此不疲分享着自己修行经验的梁马川，眼神中不由露出了一丝同情。周胜，你怎么了？有什么地方没听懂吗？没什么，你继续。哦，有什么不懂的你问我就行了，咱们都是同学，没必要那么客气。嗨嗨，我刚才讲到哪儿了来着？差不多过了10来分钟，沈怀国从外面慢悠悠地走了回来，看见4个人正在分享第一次修行经验，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大家第一次修行都觉得怎么样？沈怀国出声问道。梁马川笑呵呵地说道：沈老师，我感觉感应灵气确实很难，不过我已经抓到一点苗头了，应该最多再有个2、3天，我就差不多没问题了。沈怀国闻言有些诧异。决定一个人修行速度的东西有2样，一是天赋，二是根骨。修行天赋决定修行速度的下限，只要修行天赋达到 A 级，修行速度再慢也不会慢到哪里去，而根骨则决定了修行速度的上限。同样是 A 级天赋，根骨的好坏会在修行速度上拉开相当大的差距。他刚进教室的时候就观察过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除了那个叫林书南的女娃子以外，其他人的根骨都很一般。这个梁马川要是能在1周之内感应到灵气，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才过去1个小时，他就有了感悟。难道是我看走了眼？可是不应该啊！沈怀国还没来得及思考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他的余光却忽然发现坐在后排的周胜已经完成了第2次循环，而右边皮肤有些黑的女生手掌处竟然也有一丝灵气正在游动。这下沈怀国是真的看不懂了。周胜就不说了，怎么连这个女娃子也到了灵气入体的阶段？难道是混沌塔的封印松动，导致空气中的灵气含量又增多了？可是他仔细感受了一下，空气中的灵气含量依旧十分稀薄，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可惜饶是他想破了脑袋，也根本找不到任何问题所在。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眼前的4个学生无论放在哪里，绝对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沈怀国心情极佳，回头看向梁马川，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鼓励道：你做得很不错，继续加油。得到了沈老爷子的赞赏，梁马川脸上顿时乐开了花，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以后一定认真修炼。沈怀国点了点头，站上讲台，扫视了一眼台下的4个学生，心中顿时感慨万千。来这里之前，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要教的学生竟然个个都是天才。如果这些娃娃都能顺利的成长起来，未来必定能够成为华国的顶梁柱。想到这里，他心中的信念不由又坚定了几分。沈怀国站在讲台上，面容罕见的十分严肃，缓缓开口道：经过这一次的尝试，相信你们已经对修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但在这之前，你们一定会很好奇，学校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开展一门新的修行课？为什么之前只是普通人的我们，却忽然可以修行了？之前碍于一些原因，这些消息无法公之于众。但是这一节课，我会为你们一一解答这些问题。只见他拿起一节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3个大字。首先，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众人看向黑板上的字，眼中都不由露出了一丝疑惑。只有周胜瞳孔猛地收缩，因为黑板上写着的3个大字赫然是混沌塔。第24章修行与数据同步与转化率。上课的过程中，周胜整个人都处于震惊之中。混沌塔首次被发现是在18年前2006年的9月，发现位置是华国的玉山境内。它是忽然凭空出现的一座拥有漆黑外壳的巨大宝塔，高不见顶，直径大概有数千米，且周围存在着一股无形的力场。用现在的话来说，这股力场其实就是一层无形的结界。结界的存在十分霸道，哪怕是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都无法穿透结界分毫，抵达内部。混沌塔的出现震动了整个华国的科学界。不过这个时候还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变。第一次异变发生于4年后，2010年的3月。就在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的想破开混沌塔的结界时，混沌塔的结界发生了松动，如同原本密不透风的玻璃，像是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大量未知的能量通过缝隙混进了这颗星球的空气中，传播至世界各地。这也就是他们现在所说的灵气。梁马川听得心中十分惊讶，原来灵气的来历竟然这么诡异。不过随后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脸难以置信地问道：沈老师，你刚才说的混沌塔该不会和我们玩的游戏塔2有什么关联吧？毕竟两者都和塔有关，很难让人不往这方面联想。沈怀国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继续讲述道：混沌塔的结界松动后，灵气四溢，世界各地的植物、动物，包括我们人类，都开始了十分缓慢而又奇异的进化。其中之一就是人类可以借用空气中的灵气修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各路拥有深厚底蕴的世家开始再次崛起。直到2年后，第二次异变降临，一款游戏的凭空出现，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后面的话不用多说，他们4人也都知道那款游戏的名字——塔2。沈怀国停顿了片刻，喝了口热茶，继续慢悠悠地讲道：刚才梁马川猜得不错，混沌塔和那个游戏确实有关系。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结果，有人推测，我们所进入的游戏世界有很大概率就是出现于玉山境内的混沌塔内部。静！整个教室霎时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梁马川已经震惊到嘴巴都合不拢了。饶是他平时看了不少玄幻小说，但和他现在所经历的比起来，那都算个屁啊！周胜虽然也感到十分惊讶，但在此之前，他自己都是死后重生来到这个世界的，连重生这种事情都发生了，就算再遇到什么魔幻的事情，他也不会觉得太过于奇怪了。教室内沉寂了数个呼吸的时间，周胜出声问道：沈老师，既然你之前说混沌塔周围有结界，我们人类无法深入探查，那他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其他人或许不知道，但周胜之前已经通过海克斯系统得知，游戏内的塔就叫混沌塔。如果那座忽然出现在玉山的塔真的也叫混沌塔，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趣了。沈老爷子似乎早就猜到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几个月前，世界各国组成的攻略组攻略到了塔2的第43层，这一层是一个秩序崩塌、空间破碎、时空紊乱的小世界。在探索这一层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找到了一座巨大石碑，而那座石碑上刻画了一座漆黑的巨大高塔。从外形和它表面的纹路上，那座高塔和出现在玉山的高塔几乎完全一致。在石碑的最下方刻有几个特殊的文字，经过系统的翻译，我们得知它的名字叫混沌塔。混沌塔的名字也正是因此而来。周胜闻言不由皱了皱眉。游戏内的石碑上刻印着出现在玉山的高塔，总感觉事情变得越发扑朔迷离起来了。如果有机会，看来还得去一趟玉山，看一看混沌塔的原型，说不定能找到点什么线索。不过现如今玉山周围肯定早已经被层层封锁，他一个普通高3学生的身份，别说玉山了，怕是到时候连山脚都到不了。梁马川沉思了片刻后问道：对了，沈老师，之前塔2不是出现过没有按时通关，结果怪物从游戏入侵现实的情况吗？如果我们进入的游戏世界就是那座混沌塔，那不是应该能看到那些怪物从那座塔里跑出来吗？他这一番话让周胜和季春花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确实，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当游戏入侵现实的时候，那些怪物就不应该是凭空出现，而是从玉山的塔里跑出来。然而沈怀国却无奈地摇了摇头。当游戏入侵现实的时候，玉山的混沌塔发生了异变，以塔为圆心，方圆100里被一层雾气包裹住了，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探测到里面的情况。众人闻言不由沉默了。如果说之前在游戏中的发现只不过是一种猜测，那么现在这个突然出现的可疑白雾几乎印证了这个猜测，否则怎么可能游戏那边刚好没有通关，玉山的塔就升起了一片那么大范围的白雾？周胜继续问道：沈老师，这次学校忽然开始推广的修行，是跟游戏内的数据同步有什么关系吗？沈怀国缓缓点头，这也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重点。说着，沈怀国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拿了节粉笔在黑板上写了3个字：转化率。虽然你们现在都还没有数据同步，但应该也有了解过，当你们第一次数据同步的时候，你们现实世界的身体会同步游戏内的数据面板。简而言之，就是你们游戏内的属性会以某种形式反馈到你们现实世界的身体中，从而获取远超常人的超凡力量。但是根据多方面的数据对比，我们发现同步数据之前，我们的身体素质越强，最终同步数据后，能够从游戏内得到的反馈力量就会越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普通人和一个修行者，在2个人游戏内的数据面板完全一致的情况，同步数据后，普通人的力量会增长100kg， 但修行者的力量却会增长150kg， 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会随着两者身体素质的差距而越来越大。周胜闻言瞬间释然，也就是说，在同步数据之前，身体素质越强，最后能够从游戏内获得的力量就越多。难怪在其他国家都开始在学校里推广游戏攻略课程的时候，华国却一点都不急。因为普通玩家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数据同步后能够从游戏中收获超凡力量，但是华国拥有修行之法，
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收获更多的超凡力量。这样一来，哪怕是华国的普通人，起点也要高出外国人一大截。不过这个时候，周胜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惑。那天自己去吃饭的时候，老王跟他也聊起过这个话题。虽然当天他的说法比较隐晦，但也足以表明老王肯定知道不少内幕消息。周胜看向窗外，思维不由开始发散。看来老王也不是一般人啊。第25章，击杀魔龙。回去的路上，周胜一直在消化下午这节课的内容。毫无疑问，修行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还能够大幅度提高数据同步的转化率。但对于周胜而言，其实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他已经问过海克斯系统了。修行强化身体只能影响混沌塔系统的数据同步，而海克斯系统的各项数据是从混沌塔中独立出来的个体，所以并不会受到影响。看来塔的效率还是要赶紧拉上日程啊。周胜深吸了口气，来到一处公园，将蚁皇们全都收回了召唤空间。只不过当他打开海克斯系统后台时，不由愣了一下。未读消息9999加，看到红色的上万条未读消息，他有些惊讶。平时蚁皇们出去打猎一天最多也就是999加，怎么今天一下干出了4个9？他默默点开未读消息的详情。你击杀了马蜂幼虫，气血值加50。你击杀了马蜂工蜂，气血值加50。你击杀了黄蜂幼虫，气血值加50。你击杀了虎头蜂幼虫，气血值加50。你击杀了。看了一圈未读消息，周胜内心直呼好家伙，这是把蜜蜂一族的老家给抄了啊。这一趟具体消灭了多少马蜂、黄蜂、虎头蜂，周胜不清楚，但是瞧那后台永远翻不完的页，周胜知道这一战肯定收获颇丰。个人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20， 46000，46000，气血1313801，精神7661，力量461加，智力886加，敏捷321加，韧性431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魔法披风、背饰、御风长袍、上衣、绿蟒皮手套、手套、胜利者头巾、头饰、荆棘战靴、鞋子、幻空戒、戒指、诅咒魔戒、戒指。可自由分配点数0。技能召蚁皇 LV20， 召山羊犬 LV20， 闪爆。被动技能共生 LV20， 召唤空间。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1300300右元括号。称号独行者、竞技者。货币32金、117银、2322铜。点评：一名气血浑厚的是。看到自己气血值的那一刻，饶氏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周胜还是没忍住，嘴角一抽，130万的气血。他头上原本线段分明的鲜绿色血条，此时此刻已经密集的有些发黑了。这个血量，他就是站那里让 BOSS 打半个小时，也根本死不掉。更何况他还随身携带几十只同等气血值的召唤兽，第3层 BOSS 的气血可能还没到他的一半。什么是安全感？这就是安全感。周胜确定了一下自己的背包，然后又在拍卖行买了一些能够增加少量气血和属性，但味道十分错的零食，这才朝着第3层的 BOSS 之间走去。第3层天空岛的 BOSS 是一条龙的残骸，特殊魔物魔龙迪古利斯，等级30，气血50万，精神10万，力量5000，智力5000，敏捷300，韧性1000。技能魔龙吐息、魔龙扫尾、魔龙撕裂、魔龙星爆、魔龙闪、魔龙腐蚀。领主专精技能龙威。称号无。点评：巨龙迪古利斯死后遗体魔化后的残骸，只残留着杀戮的意志，一经苏醒，不死不休。魔龙吐息，朝50米范围内发出吐息，每秒造成7500点伤害，附加无视30%韧性的效果，持续3秒，每秒消耗1000点精神，冷却时间60秒。魔龙扫尾，巨尾横扫，对范围内敌人造成1万点伤害，并造成100%击退效果，无消耗，冷却时间30秒。魔龙撕裂，用锋利的龙爪撕裂目标，对单体目标造成5万点伤害，附加持续60秒流血效果，每秒损失1000气血，无消耗，冷却时间60秒。魔龙星爆，朝一片范围内发射一枚星爆弹，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1万点伤害，并附加一层星辰印记，消耗2000点精神，冷却时间90秒。魔龙闪，瞬间移动至拥有星辰印记的目标身后，消耗5000精神，
冷却时间10秒。魔龙腐蚀，吐出一片腐蚀液体，对命中的目标造成持续伤害，每秒损失500点气血，附加30%以上效果，持续300秒，消耗3000精神，冷却时间120秒。龙威，万族之首的龙族无比高傲，所有敌对目标属性强制下降10%。周胜躺在沙滩椅上，戴着墨镜，一手拿着橙汁，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巨大的鸡腿，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看着远处的战斗，不由咂舌。这 BOSS 的属性有点离谱啊！第3层玩家最高升到30级，这个时候的玩家平均气血值也就在1万左右，而魔龙的技能伤害基本都超过了1万。离谱的是，魔龙的韧性高达1000，按照数值转换计算，魔龙的伤害减免足高达91%。更离谱的是，那个领主专精技能龙威，可以无视任何情况，直接让敌对目标属性强制下降10%。对于人数越多的队伍，这个技能带来的削弱效果就越强。他难以想象，当初开荒的那些玩家在首次面对这个 BOSS 的时候，究竟死了多少人，失去了多少玩家的寿命。6150、31000、23500、15000，魔龙如同雨点般密密麻麻的攻击不断落下。然而，蚂蚁们头上那黑压压的血条却几乎连动都没动一下。这一幕看上去就显得十分滑稽，好似这一关的 BOSS 不是那条龙，而是底下那群张牙舞爪的蚂蚁。不过蚁皇们虽然抗揍，但攻击能力一直都是他们的弱项，一连串的攻击撕咬，结果只能造成可怜的个位数伤害。不过在蚁皇们的身后站着一排排整齐的骷髅大军，他们数量多得夸张，几乎快将整个 BOSS 之间的空间都占满了，但他们却站得出乎意料的整齐，每一只骷髅都站得昂首挺胸，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在收到周胜下达的命令后，密密麻麻如同蝗虫一般的骷髅大军才朝着魔龙进军。周胜能召唤死灵骷髅的最大数量是他的气血值的 15%， 他现在的气血高达130万，最多能同时召唤19万只死灵骷髅。而随着武器的进阶词条解锁，死灵骷髅的各项属性还会获得一个相当于他最大生命值 1% 的加成。在他气血值不高的时候，这个加成聊胜于无，但当他的气血值突破100万的时候，哪怕只是 1% 的加成，也让死灵骷髅的各项属性轻松突破了5位数。也就是 BOSS 之间的空间太小，不足以同时召唤出太多的死灵骷髅，否则真召唤出个10多万只出来，一骷髅给他来一刀，分分钟都能秒杀魔龙。1170、1250、1130，哪怕是魔龙的减伤高达 91%， 力量高达13000多的死灵骷髅们也能造成十分可观的伤害。18000、15400、16700、25000，魔龙也不甘落后，一个技能丢下去，密密麻麻的死灵骷髅同样会被瞬间秒杀一大片，形成一片真空区域。但下一刻，密密麻麻的骷髅们又会将空地给填满。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这一幕，估计会被吓晕过去。魔龙的气血防御都极高，但再高也经不住死灵骷髅们用命去填窟窿。从死灵骷髅们加入战斗开始，不到2分钟，魔龙迪古利斯就发出了一阵不甘的嘶吼，随后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魔龙迪古利斯，获得经验值50万。你越10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50万。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被魔气环绕的龙蛋。你单独击杀领主 BOSS， 获得特殊称号猎龙者，获得2050金币、1115银币、52102铜币。你有8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提示：已解锁材料掉落，击杀野怪 BOSS 后，可对尸体进行采集。你的等级升至30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300。你当前最高可升至30级，你的经验已溢出。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30级。你击杀了魔龙迪古利斯，气血值永久加50。周胜不急不忙地走向魔龙尸体，密密麻麻的骷髅们自动从中间分开了一条道路，所有骷髅在他经过的时候纷纷下跪，双手和头颅都深深地与地面平齐。在死灵骷髅的最前方，20只蚁皇也学得有模有样，纷纷趴在地上，犹如在迎接他们至高无上的王莅临。看着这一幕，周胜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脸颊，怎么感觉我这完全是一副反派登场的样子啊？来到魔龙面前，周胜伸出右手，面无表情的道：采集。第26章彩色海克斯。第45层世界树。李一维站在城镇最高的灰色建筑，俯视着下方静谧的城镇，而在城镇的正北方屹立着一棵比山还要巨大的树，那棵树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维持着这个世界运转的核心，能够守护一切，同时也能毁灭一切的。
世界树这一层与绝大多数随处充满危险的楼层不同，这里的居民或者说是 NPC 们对人类玩家充满善意。这里没有迷宫，也没有怪物，玩家们甚至还能在城镇中的商店寻找到各种有用的高级装备、道具。攻略组一路推进至此，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无数攻略组成员在这一层仿佛找到了家的感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眼前那棵巨大的世界树。一道漆黑的身影忽然从李一维的影子中走了出来。李老，以米国为首的诸多国家攻略组成员刚刚联合投票，要求我们禁止攻打第45层的 BOSS。 李一维闻言却像是没有听到似的，依旧负手而立，漠然地看着眼前的风景。来人继续说道，他们说如果我们执意要攻打这一层的 BOSS， 他们会联合其余20多个国家的攻略组成员抗议，全体退出攻略组。如果要强行组织攻略组成员战斗的话，预计这一次的讨伐战人员会减少 25% 左右。另外，前线的情报人员已经确定，这一层的 BOSS 就是那棵位于正北方的世界树，只是世界树受魔气侵蚀，如今陷入了沉睡，正处于封印阶段。BOSS 的具体属性和技能可能是因为封印的缘故，暂时无法探知。一直没说话的李一维闻言，看向世界树的方向，淡淡开口道：混沌塔的封印松动，外界即将迎来第3次异变，没有人知道这一次究竟会发生什么。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攻略45层 BOSS 亲临这一层的倒计时迫在眉睫。你回去告诉他们，讨伐战就定在明天早上的8点，如果谁有意见，可以让他亲自来找我。另外，记得跟他们说清楚，这不是商谈，而是通知。说完最后一句，李一维缓缓闭上双眼，原本凝实的身影缓缓消散于微风之间。砰！一间会议室中，拥有一头金色长发、蓝色瞳孔的米国人米歇尔斯基满脸愤怒地拍桌而起。这个李一维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攻略组的人一路闯到这里，损失了多少人才，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他竟然要贸然地攻打 BOSS。 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上一战损失了多少战士？他刚说完，就有好几个米国人跟着起哄说道：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难道不觉得现在的华国有些过于一言之堂了吗？我们当初组建攻略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抱团取暖，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子民，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而不是为了让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现在的行为就是在侵犯我们的利益，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抗吗？作为原世界第1大国，米国还是有不少忠实小弟的。坐在这间屋子里的基本都曾表示过会和米国站在同一战线，只不过这一次会议室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人附和他们的话。米歇尔见状，脸色不由变得更差了。就当他正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人忽然举手问道：既然如此，你们要去找李一维先生表示抗议吗？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温度都不由跟着下降了几分。李一维是谁？那可是华国的剑圣，无论是游戏内还是现实世界，实力都处于世界最顶端的男人。曾经一怒之下以肉身硬抗核武，一剑怒斩一座岛。没错，那可是现实世界的一座岛，却被李一维一剑给活生生的斩成了2半。肉身抗核武，一剑一座岛，在这样的人面前，你说你要去跟他表示抗议，这跟去找阎王在生死簿上登记有什么区别？之前某岛国就是被米国怂恿，故意去激怒华国，结果岛国的下场众人可都历历在目。米歇尔原本是打算随便安排一颗棋子，故意去挑起和华国的梁子，只要这件事情闹起来了，他们就能从各种角度逼迫华国停止攻略混沌塔。就算最后李一维被惹怒了，死的也只会是棋子，和他们米国没有半毛钱关系，就像之前那个没有脑子的岛国一样。只不过现在看来，想让这些棋子去送死，估计是不太可能了。李一维这3个字带给他们的震慑力实在太大了。米歇尔沉默足足半分钟，缓缓叹了口气，浑身无力的道：明早8点，不要迟到。混沌塔第5层，熔岩火山 BOSS 之间，随着一声不甘的怒吼，巨大的石头巨象轰然倒地。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格雷姆10只巨象，获得经验值1200000。你越10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1200000。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混乱面具，获得5357金币、2415银币、102102铜币。你有16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你的等级升至45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25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45级。你击杀了哥雷姆10只巨象，气血值永久加50。BOSS 当前状态可采集。采集，恭喜你获得材料
巨石之心 X1， 黑曜石 X5， 红宝石 X2， 金刚石 X53， 魔 X 金刚石112，枯黄草 X1542， 黄翠须 X330。采集完 BOSS 的尸体，周胜开始默默地整理背包，将比较常见的材料通通丢进了交易行。自从开放了采集功能后，他忽然开始感觉到背包的220个空间有点不够用了。主要是单刷 BOSS 给的奖励本来就十分丰厚，一个 BOSS 能够采集到的材料更是多达上百种，多余的材料直接丢掉又有些可惜，所以每次打完 BOSS， 他还必须要花个10来分钟把多余的材料上架到交易行。等清理完背包后，周胜深吸了口气，接下来才是今晚最重要的环节。通关第5层混沌塔后，他又新增了一次海克斯抽取次数。他直接打开海克斯系统，你当前已通关混沌塔层数5%，你当前可抽取海克斯科技次数1，本次海克斯强化等级为彩色，请从以下3个彩色海克斯强化中任选其一。1. 光明圣物，打开一个武器库，你能从5件独特的光明武器中选择1件。2. 珠光莲花3，你和你的召唤兽增加 100% 的暴击几率， 50% 的暴击伤害，命中目标后目标减少 50% 的韧性。3. 混沌召唤，你会随机获得一个强有力的奖励，奖励完全随机，不可预览。第27章混沌召唤，饕餮、阿瑞斯。周胜的目光从上至下，第一个海克斯光明圣物不用说，彩色级别的海克斯提供的光明武器肯定是游戏内最强有力的装备，如果是缺少武器装备的话，光明圣物肯定是不二之选。第二个海克斯珠光莲花3的效果更夸张，增加 100% 的暴击几率和 50% 的暴击伤害，而且攻击敌人后还会削减敌方单位 50% 的韧性。顶中顶的战力海克斯，前2个海克斯对周胜的提升都很大，尤其是珠光莲花，无论是前中后期收益都是成倍增加，所以周胜选择了第3个。他的大脑几乎没有思考，手指完全是下意识的就直接选择了混沌召唤。恭喜你获得彩色海克斯强化混沌召唤，混沌召唤正在为您召唤奖励。恭喜你获得100乘以45万科技币随机召唤卷轴 X2 混沌赐福 X1， 检测到有可使用的混沌赐福，是否使用？使用。混沌赐福使用成功，你可从以下2个赐福中选择其一。1. 战斗赐福，你和你的召唤单位获得相当于你 5% 最大气血的力量、智力，永久生效。2. 守护赐福，你和你的召唤单位获得相当于你 20% 最大气血的护盾，护盾被击碎或未被攻击的15秒后，护盾刷新，永久生效。死！看到混沌赐福的效果，周胜的心跳都不由开始加速跳动起来。战斗赐福就不用说了，完全填补了他的攻击不足的弱势。守护赐福的效果同样强的可怕，获得 20% 最大气血的护盾，相当于直接增加了他 20% 的生命上限。更重要的是，这 20% 的生命上限还会自动刷新。周胜思索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效果1，战斗赐福。没办法，他现在的保命手段很充足，可是进攻手段实在太少。往后楼层越高， BOSS 的属性会呈几何倍数增长不说，各种复杂的机制和特性，没有足够的进攻手段是绝对无法通关的。选择完战斗赐福后，他又看向混沌召唤奖励的另外一样，随机召唤卷轴。随机召唤卷轴，随机召唤出一只强有力的召唤兽。卷轴的描述非常简单，也没有任何品级说明。周胜也不犹豫，直接点击使用。下一秒，卷轴化作一片星光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数百米的巨大魔法阵，以它为圆心铺展开来。一只羊身人面，木于腋下，虎齿人爪，浑身散发着一股黑色气息的异兽，从魔法阵中由下而上，缓缓出现。恭喜你获得特殊召唤兽饕餮。卧槽，饕餮！饶是一向冷静沉着的周胜，看到饕餮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饕餮是什么？那可是只存在于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中远古4大凶兽之一，代表着贪婪和欲望，能够吞噬世间一切的凶兽。这玩意儿现如今竟然成了他的召唤兽。嘤嘤嘤嘤，饕餮的叫声十分怪异，有种类似于婴儿哭泣的声音。他对于自己忽然被召唤出来这件事情也感到十分怪异。作为4大凶兽之一，被世间一切畏惧的存在，竟然还有生物敢将他召唤出来。他感受着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契约枷锁，鼻子里发出一道不屑的嘤嘤声。如此孱弱的契约，一口吃掉都不够他塞牙缝的。他抬起自己的腋下，想打量一下究竟是哪个不怕死的生物，竟然敢贸然将他召唤出来。站在不远处的似乎是一个人类，
就当他的目光仔细看向那个人类的时候，他的身体忽然绷紧，浑身的汗毛如同猫见了狗一样，顿时炸起。嘤嘤嘤嘤嘤！周胜站在周胜的视角，他完全不知道这只饕餮的表现意味着什么。从被召唤出来后，就一直东张西望，嘴里发出嘤嘤嘤的声音，看向他的时候还炸毛了。他试着蹲下身子，嘴里发出嗖嗖嗖的声音，像逗狗一样朝他招了招手，来，乖，过来。结果饕餮好像还真听懂了他的意思，看了他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用自己的头轻轻蹭他的手，温顺的就像是一只小绵羊。这卷轴是真牛啊，连饕餮都能召唤。周胜心有余悸地感慨着。说实话，刚看到饕餮被召唤出来的时候，他还真担心召唤卷轴所签订的契约能不能约束住这种远古凶兽。万一要是刚召唤出来就被召唤兽一口吃了，那未免也太衰了。不过现在看来，卷轴所签订契约的约束力还是很强大的，强如饕餮都只能乖乖听话。同时，周胜十分好奇地看起了饕餮的属性面板。召唤兽饕餮幼年，等级1，气血100，00000000，精神5，00000000，力量1000，智力1000，敏捷1000，韧性1000，装备5，技能吞噬歼灭，称号贪欲之主。点评：集贪念与欲望于一身的邪恶凶兽，世间一切皆可吞噬。吞噬目标，无限成长，无冷却，无消耗。歼灭，引爆自身，对范围内所有地方单位造成10倍气血伤害，自身陷入重伤状态，不可战斗，冷却时间180天。贪欲之主，不死不灭。看到饕餮面板的那一刻，周胜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啊，个10、100、1000、100亿，要不是他上了9年义务教育的课，他都不认识这么长一串数字具体是多少。1级的召唤兽，100亿的气血，有没有搞错？这难道就是上古凶兽的含金量吗？他再次看向正蹭着自己手的饕餮，眼神已经完全变了。而饕餮似乎被摸得很舒服，甚至直接躺在地上打了个滚，还特意露出了自己的肚皮。嘤嘤嘤！明明是上古4大凶兽，现在的样子却活生生像是一只求主人摸摸的狗。周胜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伸出手摸了摸，饕餮立马发出了欢快的嘤嘤声。撸完饕餮后，周胜取出了剩下的一张随机召唤卷轴，他心中隐隐有些期待。第一张卷轴就召唤出了远古4大凶兽饕餮，第二张又能召唤出什么强有力的召唤兽？他果断点击了使用，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只不过这一次从魔法阵里面走出来的并不是兽，而是一名手持武器的人，看样子还是一个西洋人。对方头上戴着一个重重的头盔，身穿银色盔甲，金色长发，蓝色瞳孔，满脸络腮胡，浑身肌肉感十分爆棚，手持一把长矛，浑身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战意。恭喜你获得特殊召唤兽阿瑞斯。第28章史上最惨神明。阿瑞斯，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周胜看到他的名字，脑海中模模糊糊有个印象，但就是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看到过。与此同时，作为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战争之神阿瑞斯则是有些疑惑，自己竟然被当作契约兽给召唤了出来。感受着束缚在自己体内的契约枷锁，他心中顿时无比愤怒。一个意念，那道束缚着他的契约便如同一张薄纸，彻底粉碎。他可是象征着力量和权力的至高神明，阿瑞斯竟然被人当成宠物召唤了出来，这是对神的亵渎。而另一边的周胜猛地一拍脑袋，卧槽！阿瑞斯不就是希腊神话中的12主神之一，象征着力量的战争之神吗？可他不是西方的神明吗？召唤卷轴怎么把他给召唤了出来？就在他脑海中充满疑惑的时候，砰的一声，他发现自己与阿瑞斯之间的灵魂契约突然消失了。周胜一脸疑惑地看向阿瑞斯，而阿瑞斯也正无比愤怒地看向他。卑贱的人类，竟敢将吾召唤至此，亵渎神灵，汝该死字还没说出来，阿瑞斯头顶的天空忽然就变暗了。下一秒，他只看见一张迎面来的滔天巨口，速度之快，哪怕是作为战争之神的阿瑞斯都没反应过来。嘤嘤嘤，啊呜啊呜！饕餮一口将阿瑞斯吞下，皱着眉头咀嚼了2下，舔了舔舌头，似乎觉得这家伙一点都不美味。周胜站在一旁张了张嘴，半晌后，脑袋上缓缓出现了个问号。啊，我的第2个召唤兽就这么没了？另一边，被吞进巨口的阿瑞斯并不慌张。作为希腊神话中的战争之神，他的神力也是最为强大的。
更何况区区一只畜生也妄想吞噬神明。他额头青筋暴起，调动体内的神力，愤怒地嘶吼道：“触怒神明，吾必将让尔等灰飞烟灭！吾以阿瑞斯之名命令汝，将胜利带来给吾。阿瑞斯之矛！”就当他开始调动全身的神力，凝聚出他的专属神器阿瑞斯之矛，他要给这亵渎神明的巨兽降下世间最恐怖的天罚。可就在这时，他全身的神力忽然消失不见，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吞噬掉了一样。怎么回事？阿瑞斯一怔，有些不信邪，再次调动神力。可是无论他怎么尝试，都始终无法使用神力。而且不仅如此，那股神秘的力量在吞噬掉他体内的神力后还不满足，转而开始吞噬起他的身躯。不消片刻，眼看着他的一只手就要被吞噬干净了。至此，他终于开始慌了。随后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终于露出了平生最惊恐的神色。不对，你是饕餮，不要，求放啊！还没等他的话说完，他的躯体就已经被这片漆黑的空间彻底吞噬。看着饕餮吧唧嘴的样子，周胜陷入了沉默。好消息是，他的第2张召唤卷轴召唤出来了西方神话故事中的神明，而且还是最为强大的战争之神阿瑞斯。坏消息是，神明被吃了，真可谓是史上最惨神明了。不过更让他在意的是，刚才他明显感觉到自己与阿瑞斯之间的联系中断了。那个时候饕餮还没有吞下阿瑞斯，也就是说，阿瑞斯通过自己的力量挣脱了契约的束缚。连饕餮都没能挣脱，阿瑞斯却挣脱了。难道阿瑞斯比饕餮还要强？周胜摇了摇头，将这个可能性直接排除。阿瑞斯都被饕餮一口闷了，怎么可能比饕餮还强？所以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饕餮也能挣脱束缚，但却并没有选择那么做。他看向不远处正在舔舐自己爪子的饕餮，心中惊疑不定。不过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他心中的推测，具体是什么原因，只有饕餮自己知道。正在清理爪子的饕餮似乎注意到了他的视线，他立刻放下爪子，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过来，用头亲昵地蹭了蹭他的手。周胜摸了摸他的头，想了想，问道：“你能不能说话？”嘤嘤，饕餮歪着头，似乎是在理解他话语中的含义。周胜还以为他理解不了人类的语言，结果下一刻，饕餮的身体就像是一滩湖水，开始不停地蠕动变形。几个呼吸的时间，他就从原本奇形怪状的异兽，变成了一个看上去只有5岁左右、五官十分精致的小男孩。周胜有些惊讶：“你还能变身？”变成小男孩的饕餮闻言，双膝下跪，2只手和额头都紧贴地面，仿佛一个正在参拜神明的信徒。“是的，主人，这是刚才那个无礼之徒的能力之一。”“无礼之徒？哦，史上最惨神明阿瑞斯。”周胜沉默片刻后问道：“你刚才吃他，是因为他挣脱了和我之间签订的契约？”饕餮依旧匍匐在地面，浑身却激动的发抖，又或者说是他在愤怒。“是的，区区一个白皮老小神，能够与主人签订契约，已经是他永生永世都求不来的莫大机缘。他非但不珍惜，还撕毁了契约，甚至对主人产生了杀意。他该死！不过主人放心，我并没有将他完全吞噬，我只是吞噬了他的肉身，他的意识会留在我的体内，受尽万年歼灭之痛。”短短一席话，却让周胜得到了很多关键性的信息。1. 白皮老小神，听饕餮对阿瑞斯的称呼，很明显是认识对方的。2. 饕餮吞噬了目标后，似乎会获得目标的能力，至于是获取全部能力还是部分能力，这个还有待商榷。3. 饕餮应该也能够轻易挣脱契约的束缚，只不过他似乎并不想挣脱契约的束缚。4. 饕餮好像很尊重他，看那匍匐在地的样子，甚至都不能说是尊重了，而是将他视为了神明。他想了想，直接问道：“你为什么要认我为主？如果你想的话，应该也能很轻易地挣脱契约吧？”饕餮闻言，浑身一颤，立刻惊恐万分地说道：“我从未想过要挣脱契约。”周胜无奈地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道：“我问的重点不是这个，是你为什么非要认我为主？”饕餮的身体依旧在颤抖，声音颤颤巍巍地说道：“我的灵魂深处有一枚灵魂印记刻印，是他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主人。”第29章，豪华的属性面板。灵魂印记。周胜越听，心中疑点越多。不过，当他打算继续追问灵魂印记是什么的时候，饕餮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和饕餮的灵魂有着某种联系，所以他能感觉到饕餮没有说谎。或许是因为还处于幼年期的缘故，他的记忆十分混沌。见状，周胜只好作罢，将饕餮收进了召唤空间。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彩色海克斯选择混沌召唤，
属于是血赚了。除了战斗赐福和召唤卷轴以外，他还获得了4500万科技币。他打开海克斯科技商店，您当前的科技币余额为4500.0930，100气血上限100科技币，1点精神100科技币，1点智力100科技币，1点敏捷200科技币。召山羊犬卷轴500科技币，已售罄。距离下次商店刷新时间75:23:56。拥有4000多万巨款的他，眼睛都不眨，直接将商店中剩下的商品清空。你已购买100器械上限 X 100科技币1万，你已购买1点精神 X 100科技币1万，你已购买1点智力 X 100科技币1万，你已购买1点敏捷 X 100科技币2万。比较可惜的是，属性点和器械上限最高只能购买100份，再想买就只能等商店刷新了。紧接着，他打开背包，将 BOSS 掉落的道具更迭掉身上低等级的装备，然后看向了第5层 BOSS 的特殊掉落混乱面具。混乱面具特装备等级50，不可进阶，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已绑定使用者。星技效果：气血加5000，精神加10000，智力加1000。技能幻化，可在一定范围内随意改变自己的脸型，无消耗无冷却。混乱，免疫所有精神类异常状态，被动生效，无消耗无冷却。整体上来看，这件装备算不上太强，不过它能免疫所有精神类异常状态这一点倒是让周胜非常满意。将装备穿戴上后，他呼出了自己的个人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45，226000650000，器械1375651，精神22661，力量69243加，智力71368加，敏捷1821加，韧性1931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混乱面具、面饰、魔法披风、背饰、御风长袍、上衣、守护长裤、下衣、拾荒者手套、手套、胜利者头巾、头饰、青灵之靴、鞋子、幻空项链、项链、幻空戒、戒指、诅咒魔戒、戒指、破魔镯、手镯。可自由分配点数250。技能：召蚁皇 LV45， 召山羊犬 LV45， 闪爆。被动技能：共生 LV45， 召唤空间战斗赐福，当前提供力量、智力68782。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1311250右元括号混沌召唤。称号：独行者、竞技者、猎龙者。货币7449金，3657银，161463铜。点评：一名气血浑厚的是。仅仅一个晚上，他的属性面板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他的属性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豪华。不得不说，混沌召唤提供的奖励是真的夸张，仅仅其中之一的战斗赐福提供的属性就夸张的可怕，力量和智力属性直接暴涨了将近7万点，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他的面板，要知道他可是个召唤师啊。战斗赐福提供的属性，召唤兽是也可以吃到的。45级的他现在能召唤出135只蚁皇，135只攻击力高达7万，气血值突破100万的召唤兽，这规模已经完全足够他速刷前10层的所有 BOSS 了。你的海克斯科技抽取次数已用完，距离下次抽取海克斯需通关塔的层数为5%。看到系统新的提示，周胜很想趁着现在战力暴涨，一鼓作气直接冲上第10层，但很快他就又冷静了下来。凭借他现在的属性，爬10层塔升到100级也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但就算他现在升到了100级，也没有办法轻易选择数据同步了，因为现实中的身体素质会影响到数据同步后从游戏中获取超凡力量的转化率。他拥有 A 级修行天赋，所以肯定是要修行到最佳状态，然后再从游戏中实现数据同步，获取更多的超凡力量。对于他而言，现实中的修行进度才是迫切需要加快的，还是先下线修行吧。思考良久，他终究还是压制住了激动的心情，选择了下线。从游戏中退出来后，周胜先是去洗了个澡，然后直接在床上打起坐来。他发现晚上的时候，空气中的灵气似乎要比白天的灵气浓郁一些。白天的时候，在没有那颗蓝色石头的辅助下，空气中的灵气稀薄的可怜，就算他想修行，那稀薄的灵气吸收半天也跟没吸似的。但到了晚上，
空气中的灵气却勉强能够在他的经脉中循环。虽然速度也很慢，但积少成多吗？修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周胜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亮了。他心中不由感到有些惊讶。明明修行的时候，他感觉只不过是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怎么一睁眼天就亮了？看来修行无岁月这句话真不是骗人的呀。周胜起来洗漱后便直接去了学校。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哪怕是修行了一个通宵，他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疲惫感。当天早上第一节课快上课的时候，他们的班主任老刘走进教室，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恬静灵动的女生。老刘走进教室的时候，众人声音只是小了一些，毕竟还没有上课，学生也不怕被说。但当女生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教室内刹那间就变安静了。女生的身材有些娇小，大概只有1.6米左右，她的五官十分精致，而且十分有辨识度，就像是从漫画中跑出来的瓷娃娃，可爱的有些不像话。看见众人的表现，刘宗仁也是有些哭笑不。嗨嗨，他咳嗽了2声，打破了寂静，开口道：“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女生是新来的转校生，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班的一员了。来，你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林书南漫步走上讲台，先是看了台下一眼，余光不经意间扫过后排靠窗的位置，然后面无表情地开口说道：“我叫林书南，京城人，今年16岁，爱好是看书和修行。高中阶段不谈恋爱，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和大家和平相处。谢谢。”他的声音很好听，但是语调却十分平淡冰冷，就像是在诉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明明是在自我介绍，却好像已经将所有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好几个心中对林书南一见钟情的男生闻言，都不由得在心中叹了口气，而一些女生听到这番自我介绍，都不由得皱了皱眉。切，这能装？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哎，理解理解嘛，毕竟人家是京城人，看不起我们这群土包子，很正常的咯。你们小声点，人家离得近，能听到的。刘宗仁对此倒是并不意外，作为高3一班的班主任，他很清楚这个女生的来历。京城大家族的千金小姐，家族旗下随便一家企业市值都是9位数，16岁才刚满足进入游戏的年龄，游戏里就升到了30级，正在准备第一次职业进阶。而现实中修行天赋也是罕见的 A 级，文化成绩方面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保送国内最好的京城大学，无论是哪方面都优秀的有些不像话，跟他们这些普通人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他不想跟这些普通学生交朋友也是显而易见的事。行了，你眼睛近视吗？近视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下位置。刘宗仁先是问道。林书南摇了摇头，不用，我坐最后一排就好。刘宗仁看了林书南的身高，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见对方的态度似乎有些坚决，他也不好再说。好，那你就坐靠窗那个小伙子的旁边吧。周胜，你去隔壁班搬一个凳子过来，我记得他们那里有空位来着。正坐在位置上靠墙默默修行的周胜闻言睁开双眼，看见林书南的那一刻，他并不惊讶，毕竟昨天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是转校生了，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转到自己班上。是巧合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这些和他都没关系。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修行，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危险，他必须要尽快拥有能够在现实世界自保的能力。只有修行进度追上，他才能够尽可能的利用数据同步，获取来自游戏世界的超凡力量。周胜跟林书南成了同桌，只不过这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发生任何改变，他还是跟以往一样，白天上着课，放学后开始修行。第2节修行课，沈怀国讲了现实世界的修行境界，从低到高分别是入门、气海、固元、宗师、入道。从入门到气海再到固元，这3个境界为修行者的3大基础境界，每个境界都有10个小等级，期间不存在任何瓶颈，实力到了自然而然也就突破了。而到了宗师之后，就分为前、中、后3个阶段，凡是踏入了宗师境界的人，再想要提升境界，就不能只通过普通的修行来完成跨境了。只不过这些距离他们这些学生太过于遥远，所以沈怀国也没有细说。周胜的目标是尽快完成入门，踏入气海境。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也就已经完成了初步改造，就能够将游戏内数据同步获得的超凡力量收益最大化。这修行是真难啊！周胜盘腿坐在床上，浑身都已经被汗水浸湿。入门分为10个阶段，每完成一次全身经脉的周天循环，就算一次进阶。但可别小看这10次周天循环，人体穴位总共有720个穴位，
而且有些穴位还是根据身体状态不停的变化。沈老爷子已经将诸多穴位组成的经脉全部画了出来，总数是420条。没错，多达420条修行经脉，跟医学上的只有12条经脉的说法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完成一次大周天循环，就需要完成420次小周天循环。哪怕是周胜在没有灵石辅助的情况下，一天的时间勉勉强强也只能完成一条经脉的小周天循环。这么算下来，差不多要足足1年多的时间才能跨入气海境。得想办法从哪里搞一些修行用的灵石啊！他停下修行，来到电脑面前，打开了龙腾阁的网站，思索了片刻。他在搜索栏搜索了一下关于修行用的道具，但从上到下，大部分都是一些破破烂烂，基本上没啥用的东西。他重新转换思路，又搜了一下关于石头和灵气之类的关键词，但同样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到那种石头的踪迹。看来用来修行的灵石应该是已经被国家管控了，或者说国家的储量应该也不是很多。他想了想，上架了1000金币，将价格压到了最低价。结果不出5分钟，就有好几个人联系他。大黑熊，兄弟，什么时候有时间交易？123，金币不卖。大黑熊，啊？123，我只换东西。大黑熊，换什么？123，灵石。大黑熊，操，什么鬼玩意？骗子吧，举报了。123，他本来是想用卖金币的方式来获取一些关于灵石的情报，至少只要知道哪里有卖的就行了。只不过一连好几个人来问，最后的结果要么是被骂，要么是被举报，或许是因为被举报的有些频繁。不出10分钟，就有龙腾阁的官方人员找到了他。GM， 你好，周先生，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些客户举报，你涉嫌欺诈和恶意买卖，希望您这边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周胜，行。GM， 我们这边收到了一些客户的举报证据，说是您在通过售卖金币的方式和客户私下以物换物购买灵石。我们这边想了解一下，您购买灵石的目的是什么？周胜愣了一下，这个时候不应该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怎么忽然问起购买灵石的目的了？不过他还是如实回答道，因为修行的进度比较慢，所以我想买一些灵石，但是又找不到购买渠道。GM， 您是打算自己修行用对吗？周胜，是的。GM， 您是在读学生吗？周胜，对，今年高3。GM， 好的，这边已经了解清楚了，您的账号并没有违规。不过小季在这边提醒您一下，无论想购买什么，请尽可能的使用龙腾阁线上渠道，尽可能避免线下交易，谨防上当受骗。另外，如果您想要购买灵石，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该网站内的所有交易均为线上交易，货币均为塔2中的金、银、铜币。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平台严禁线下交易，一经发现会直接进行封号处理，还请您注意。第30章，购买灵石，林书南的心境。GM， 购买灵石，请点击此链接。周胜没有想到自己一番操作下来，竟然还真就收获了意外之喜。他点开链接，背景画面依旧是龙腾阁的背景，只不过商品的内容已经彻底变了。龙腾阁官网的交易物品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戏内的金币、道具等，但是这里的道具全部都是和现实世界挂钩的商品，例如灵石、法器、特制刀、枪、剑、符篆等等。仔细往下翻，甚至能看见一些修行功法。只不过当他看见了功法的价格后，瞬间就打了退堂鼓。弥月吐息法，物品类型：修行功法，修行上限：宗师，商品价格100万金币。按照1金币等于3000元的汇率来计算，一本功法的价格竟然高达30亿。原本以为自己身怀上万金币的巨款，已经能够实现财务自由，现在却瞬间就被打回了原形。不过好在灵石的价格并没有那么离谱，一灵石的购买价格只需要100金币。周胜直接下单了50颗灵石，也就是5000金币。卖家那边很快就发来了消息，确定了交易时间。接下来的流程就和之前出售金币差不多。周胜登上游戏，将金币交易给对方后截图，然后将截图上传到购买的订单内，这笔订单也就算是完成一半，剩下的就是等待卖家发货，他这边签收了。1天后，感谢您使用逆风快递，如果对我的服务还算满意，辛苦您给个5星好评。苦等了1天后，周胜买的灵石终于到货了。他急忙打开快递箱子，里面放着10个暗红色的木盒，每个木盒打开，里面规规矩矩的躺着5颗淡蓝色的灵石。刚刚打开木盒，他就能很清晰的感觉到屋子里的灵气浓度比之前浓郁了一些。他试着将灵石拿在手中，开始正常修炼。结果他发现灵石中的灵气就像是开关被打开了的水龙头一样，
灵气是哗啦啦的就流进他的经脉，那速度不知道要比正常修行快多少倍。在这之前，他总共完成了5个小周天循环，距离420次小周天循环可以说是遥遥无期。但也就刚刚不到5分钟的功夫，他就完成了第6次小周天循环。又5分钟过去，第7次小周天循环完成，前后总共也就10分钟的时间，他就完成了2次小周天循环。这速度让周胜惊喜不已。按照这个速度修行下去，不出1周的功夫，他就能晋升入门1阶了。不过这玩意儿开销是真大啊！只是修行了2个小周天循环，原本躺在他手中的那枚淡蓝色灵石就已经变成了灰色。1枚灵石只能完成2个小周天循环，完成1次大周天循环需要420次小周天循环，也就是说，想要完成1次大周天循环需要210枚灵石。而从入门到气海境总共有10个等级，也就是总共需要2100枚灵石。1枚灵石等于100金币，2100枚灵石等于21万金币。从入门修行到气海所需要的资源，换算成现实世界的钱，已经超过了几个小目标了。可即使如此，这些灵石甚至还买不起1本修行功法，得想办法赚钱了呀。周胜拿起一颗灵石把玩了一番，无奈地摇了摇头。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为什么那些有钱人赚到钱之后还要拼命地赚钱。因为人在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目标和眼界就会随之而改变，届时他们的追求就会改变。就好像他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多赚点钱，吃饱穿暖，每天都不用再为钱的事情而发愁，再多一点就是能够换个舒服一点的大房子。现在他已经住上了上百个平米的学区房，也不用再为钱而发愁了。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归到了钱的问题，在哪儿去搞点钱呢？周胜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边又一次进入了修行状态。另一边，林书南正盘闭目，坐在一张蒲团上，而在他的周围摆放着林林总总几十个木盒子，每个木盒子中都摆放着至少10颗灵石。半个小时过去，他的双眸才微微睁开，那颗躺在他手掌心的灵石已经从原本的淡蓝色变成了灰色。他看了一眼挂在墙壁上的时钟，微微皱眉，又慢了。他有些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在家里这么多灵石辅助的情况下，消耗1颗灵石花了足足1个小时。更主要的是，他能感觉到自己与灵气之间沟通的很艰难，而之前在学校里的时候，只有1颗灵石作为辅助，他却反而觉得自己与灵气之间的沟通非常轻松。看着手中灰色的石头，他轻轻叹了口气，从位置上站起。现在是9月份，苏市的气温已经来到了38度。林书南上半身只穿了一件白色短袖，下半身穿了一条灰白色的超短裙，2只修长的腿裸露在外，脚上却穿了一双白色的袜子。他来到客厅，用客厅的座机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然后将自己在修行上遇到的情况一一道明。电话另一边沉默了片刻后道：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的情况很特殊，你先想一想，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或者是什么人影响到了你的心境。虽然在没有踏入宗师境之前，心境的变化对修行的影响并不大，但每个人的经历、体质和心境并不相同，所以也存在个例的情况。林书南闻言陷入了沉思。他自从来到苏市之后，生活得很惬意，除了上一次被人偷袭了1次之外，并没有发生任何其他意外。他也很清楚，像上次那样被偷袭的情况，从小到大他遇到了很多次，基本不可能是那次被偷袭影响到了他的心境。除此之外的话，就只有……电话另一边见他沉默了，出声问道：是想起了什么吗？林书南沉默了片刻，还是点了点头。确实有一个人让我有些在意。电话另一边闻言忽然传来了笑声。哦，苏市那边竟然还有人能够引起你的注意？您误会了。林书南摇了摇头，解释道：是上次我遭遇刺杀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手救了我。你上次不是说没有找到人吗？是已经找到了。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不过我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救我，而且他好像也不太想让我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你的修行，不是小事，你自己别擅自处理，我回头托关系去问问李老。另外，林家最近出了不小的状况，你在那边最好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修行资源，跟老莫说。我知道的，林叔。翌日，新的一周，周一。这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天赋 B 级的学生忽然在学校闹起了抗议。起因是那些比他修行天赋还要低的同学所分配到的班级，每一次上修行课都能得到4到8颗灵石辅助修行，而他身为 B 级天赋所分配到的乙班，却只能分配到2颗灵石辅助修行。原本他还因为修行天赋高沾沾自喜呢，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还以为是他们的修行老师在针对他们，果断变脸，
立马就大喊不公平，甚至拉拢了好几个 B 级天赋的学生，一起在操场上拉起了横幅。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在听这个男生讲完之后，随便一问，就发现那些天赋不如自己的同学，修行资源竟然真的比自己要多，宛如一旦激起千层浪。越来越多的学生就这样跟着加入了抗议的队伍，尤其是那些天赋处于中等偏上的学生，抗议声最大。周胜站在吃瓜人群中，一脸毫不关心地吃着瓜。他旁边的梁马川皱着眉，有些想不通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哎，老周，你说学校这是图啥呀？天赋高的天才，他们不多给点资源笼络人心就算了，还反而给那些天赋差的人更多的修行资源，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周胜手里拿着根冰棍儿，有一茬没一茬的咬一口，十分淡定地问了一个问题：是谁规定的天赋越高就必须要得到越多的修行资源？这梁马川闻言不由一怔，一时间有些哑然。确实，好像从来没有人规定天赋越高就能拿到越多的修行资源。可是这玩意儿难道不都是默认的吗？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啊？思索了片刻，梁马川忽然像是想通了似的，道：你说的不对啊，这事儿确实没人规定，但是资源向修行天赋越高的天才倾斜，咱们国家就能多出更多的高手。如果未来有一天没能在规定时间内通关混沌塔，怪物又从塔里跑了出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高手去保护群众啊。周胜反问道：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塔里的怪物又跑出来了，我们华国总人口有14个亿，你刚才所说的高手又能够保护多少人？可是梁马川一时有些语塞，他有很多话想说，可周胜的话却如同一把锤子，字字珠玑，让他想反驳却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点。或许是学生们的抗议声有些大，很快教导主任手里就拿着个大喇叭，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你们这群臭小子在这里发什么神经呢？一个个的是不是都想挨处分了？高中时代的学生还是比较害怕教导主任的，哪怕是教导主任只有1.6米几的身高，肚子发福的像是个孕妇，但他往那里一站，一些学生下意识的就会耸耸肩往后面躲。不过也有学生像是愣头青，就这么拉着脖子和教导主任对峙起来。凭什么我们乙班的修行资源比那些后面的班级还少？你还是个学生，学校怎么分配资源那是学校的事，你们只需要服从安排。服从屁个安排，这不公平！我要抗议！臭小子，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校规，是要被开除的？开除就开除，老子也不是被吓大的。今天学校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抗议到底。就是不给我们个说法，我们就要告到教育局去，看你们怎么办。学生和教导主任两边吵得不可开交，谁都不肯各让一步。作为教导主任，肯定不可能在几个学生面前示弱，否则以后他这个唱黑脸的可就没什么威慑力了。而几个此时正热血上头的热血高中生就更不可能示弱了，毕竟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凭什么要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很快，这边的声音就传到了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的都是苏市一中的校领导。众人听说了外面的情况后，都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作为校长的陈光明先是看了一眼沈怀国，而后有些无奈的道：我就说吧，这种头开不得，就算不资源倾斜给天赋好的学生，至少也得保证公平，闹成现在这样又该如何收场？沈怀国面色不变的道：这世间本就不存在公平。陈光明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其他人纷纷开口道：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还是想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吧。是啊，再怎么说这件事情也不能怪那些修行天赋高的孩子，我要是他们，我心里肯定也有气，还是采取温和的处理措施，先安抚后补偿吧。可是上面分配下来的资源就那么多，补偿的话怕是就要挪用下个季度的资源了。这么做不妥，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后面资源上的窟窿只会越来越大。众人七嘴八舌说了半天，却没商量出来什么好的对策。就在这时，沈怀国忽然站了起来：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便忽然消失在了原地，只有还残留下来的声音证明他刚刚确实在这儿。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又都看向校长陈光明。陈光明无奈地摇了摇头，他都这么说了，就交给他吧。另一边，学生们和教导主任还在操场争执不休，哪一边都没有任何要让步的意思。就在这时，沈怀国手里拿着根话筒，从远处慢悠悠地走到了升国旗的站台上。他打开话筒，轻轻拍了拍，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沈怀国扫视了一眼，缓缓开口说道：诸位同学们好，我是修行班 A 班的老师，我叫沈怀国。他的声音浑厚而又温和，哪怕是通过话筒声放大了，也不会让人感觉到任何不适。首先，
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学校关于资源分配方面的安排，确实就是如同你们知道的那样，修行天赋越高，你们对应班级所获得的资源就会越少。A 级天赋对应的甲班，每节课只有1枚临时辅助修行 ；B 级天赋对应的乙班，每节课只有2枚临时辅助修行。天赋越低，对应班级能够获得辅助修行的临时也就越多。这本来就是学校一开始制定好的修行资源分配方针，绝不是任何教师对学生不满而采取的针对性行为。此话一出，操场上的学生们瞬间就忍不住了，纷纷爆发出巨大的抗议声。我们修行天赋高，反而拿到的资源越少，这凭什么啊？修行资源难道不应该倾斜给天赋更高的人吗？就不说倾斜给天赋高的人了，至少学校也要保持公平公正吧。就是啊，学校要是这么搞，那我宁愿自降天赋调到隔壁班去。沈怀国就这么静静地听着台下学生们的不满和愤懑，等到众人宣泄的差不多了，他才重新拿起话筒，缓缓说道：我刚才听到有个同学问我，修行天赋越高，拿到的资源越少，凭什么？那么，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说完后，他右手缓缓举起，手上拿着的正是一枚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灵石。随后，沈怀国看向站在最前方的一个男生，他正是之前带头抗议的那个乙班天才，问道：在你看来，这个是什么？被问到的男生此时正生气呢，因此回答的时候一点也不怵，硬生生地说道：灵石？对于你而言，灵石是什么？啊，当然是修行资源了。被问到的男生有些不解，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还是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沈怀国点了点头，随后指向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女生，继续问道：这个孩子的修行天赋是 F 级，那么对于他而言，这枚灵石是什么？被问到的男生先是愣了一下，但还是回道：当然也是修行资源。沈怀国摇了摇头，停顿了几秒后，一字一顿地认真说道：对于他而言，这枚灵石是他的命。第31章110次小周天循环，这枚灵石是他的命。沈怀国的话让操场上的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原本在一旁吃瓜的梁马川看了眼不远处的女生，似是对这句话心有所感。他回想起了刚才周胜说过的话，如果将修行资源全部都倾斜给天赋好的人，会发生什么？未来某一天，当塔里的怪物再一次入侵现实，修为境界高的人与怪物殊死搏斗，修为境界一般的人在乱世中勉强自保，而修为境界低的人自然只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天命，祈祷怪物早一点吃饱，对自己失去兴趣。修行天赋本来就差的人，如果没有灵石辅助修行，在乱世中早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所以沈怀国刚才所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小小一枚灵石对于 F 级天赋的人而言，就是他们的命。带头抗议的男生似是也听懂了沈怀国话中的含义，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服气，梗着脖子硬生生地说道：这位老师，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但他的命就是命，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我不能理解，凭什么修行天赋差的人就要理所当然地占用更多的修行资源？难道就因为天赋好的人修行速度快，为了照顾天赋差的人就要让出自己的资源？恕我直言，在我看来，这不仅不公平，而且还属于道德绑架。话说到这里，周胜已经没有了再听下去的兴趣，转身离去。梁马川见状，连忙拉住他：正说到精彩的地方呢，再看看啊。周胜摇了摇头，只留下了一句淡淡的无趣。梁马川脸色一阵变幻，他还是留了下来继续吃瓜。他觉得刚才那个男生说的还真就没啥太大的问题，学校给天赋差的人分配更多的零食这件事出发点自然是好的，但是对于天赋好的人而言，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不公平。就好像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让不让是我的权利，我可以让，但是你不能以尊老爱幼的名义逼迫我让，否则这就属于道德绑架的行列了。所以男生反驳的这个观点还真不是很好回答，稍微回答不好，说不定就会登上明天的娱乐新闻头条。不光是梁马川，其他周围围观的人都觉得梁马川说的没毛病。沈怀国面色仍旧不变，他只是默默地看了那个男生一眼，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有谁出资为学校购买过修行资源吗？啊！男生闻言先是一愣，随后下意识地说道：修行资源不是学校免费。他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就怔住了。对啊，学校的资源都是免费发放的，没有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过一分钱。既然如此，那学校该如何分配修行资源？和他们有半毛钱关系吗？这跟公交车上座就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现在更像是一个老富豪去到了穷人街乐善好施，给乞丐们施舍粮食，发些银钱。老富豪看见穿得整齐些的，身材胖些的，就少发点粮食和钱；
看见穿得破破烂烂的、瘦骨嶙峋的，就多发点粮食和钱。结果呢，那些看上去体面点的乞丐不仅不感谢老富豪，反而还站起来指责老富豪不够公平，说老富豪道德绑架。学生时代，大多数学生的脸皮还是很薄的。那个带头抗议的男生想通了这件事情过后，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迎着周围其他人的目光，他恨不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沈怀国却并没有揪着这个话题不放，而是拍了拍自己的背，慢悠悠的直接席地而坐。他看向台下的学生，脸上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孩子们，乱世将至，闲下来的时候，你们不妨停下脚步，看看天空，静下心来想一想，在未来即将到来的乱世中，你们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周一的修行课并没有讲述太多新东西，周胜一刻不停歇的闭眼运功。前2天因为有灵石辅助修行，他的小周天循环已经来到了110次，距离420次小周天循环只差310次。如果灵石充足的话，最多3天，他就能成功踏入入门一阶。修行这玩意儿是真的拖进度啊！周胜一边吸收着空气中的灵气，心里一边埋怨着，要不是为了修行，他现在早就已经升到了100级，完成了游戏内第1次数据同步。在这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只有完成数据同步的人才能算是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不过他也深知自己不能急功近利，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去哪里赚钱，多买点灵石才是王道。在哪里去搞钱是个问题。而另一边，梁马川经过几天不断的努力，总算是感应到了灵气。激动的他不停地想跟周胜和季春花2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只不过那2人一直都在自己的座位上闭目养神，一想到自己的2位同学都还没感应到灵气呢，他也就不好意思去打扰2人，只能暂时压制住自己内心想要人前显圣的欲望。而坐在前排的林书南发现，自己只要回到学校，不对，准确的说是待在周胜的身边，他的修行就会变得十分顺畅，尤其是和灵气沟通的效率，起码要比在家时高出5倍以上。这一刻，他已经确定了，周胜就是影响他心境的元凶。不过，这要怎么破解？他小心地瞥了一眼右后方的周胜，眼神夹杂着些许复杂，心中有些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源头总算是确定了，剩下的也就只能等等林叔那边看怎么说了。就在他盯着周胜的侧脸发呆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周胜忽然睁开了双眼，与他正正好好来了个对视。林书南看着对方如同受了惊的小猫，逃也似的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周胜面露疑惑，直到刚才，他终于确定了，林书南确实就是在暗中偷看他。只是这到底是为什么？按理来说，那天跑步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在脑海中复盘过无数次，林书南应该没理由发现自己才对。他还专门去保安室调了监控，结果不出意料，当天晚上的监控刚好就坏了。想想也是，对方既然是有谋划的刺杀行动，自然不可能犯留下监控视频这种低级错误。难不成是因为他长得太帅，让这小女生一见钟情了？周胜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不由陷入了沉思。第32章，来自金大的橄榄枝。周胜，你放学了先别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放学前，沈怀国对着后排又完成1次小周天循环的周胜说道。坐在前面的梁马川闻言脸色一变，他还准备等放学的时候，跟周胜和花花详细说说自己感受到灵气的过程呢。自己作为 A 班修行进度最快的人，肯定是要照顾下其他人的。这下好了，只能跟花花单独分享了。他转过身，看向周胜的眼神带着一丝怜悯。周胜看到梁马川那一脸奇怪的表情，有些疑惑，这货怎么了？来到教师办公室，沈怀国说了一声你先坐，然后就起身去找东西了。周胜倒也不紧张，看见沈老放在桌子上的保温杯没盖盖子，里面只剩下喝空的茶叶，他便拿起保温杯起身去接了杯热水，然后又从饮水机的收纳层拿出一个一次性塑料杯给自己接了杯。沈怀国一回来就看见周胜坐在那儿悠哉悠哉地喝着水，他顿时感到有些意外。像周胜这个年龄的学生进了老师办公室，大部分都会忧心忡忡的，态度十分拘谨。这小子倒好，竟然自顾自的给自己接了杯水。不过也正是因为周胜的这种心态，让沈老爷子在心里对他多了一些好感。你今天下午又完成了1次小周天循环。沈怀国将手里拿着的一堆资料放在桌子上，正要拿起桌上喝光了水的保温杯再去接一杯，结果手刚碰杯子，神色不由一怔，杯子的重量好像不太对劲。他定睛一看，空空的保温杯早就被接满了热水，杯口此时还正冒着热气儿呢。周胜面不改色，但又用稍微有点抱怨的语气回道：就是1颗灵石实在有些少，4个人共用1颗灵石，修行进度实在提不上去。沈怀国端起茶杯抿了口热茶，指着周胜哭笑不得的道：
你小子，这是在埋怨我不给你们争取资源啊？您瞧您这话说的，我可是从小学就入了少年先锋队，初中入了青年团，未来即将入党的三好青年，思想觉悟可没那么低。沈怀国闻言摇头失笑，他就这么靠在椅背上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修行资源的分配是从上面决定推广全民修行起就已经确定好的方针，国家对于修行资源的管控要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加严格，是任何人都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每一颗播下去的灵石都带有特殊的编号，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我也会面临着上军事法庭的后果。周胜闻言十分不解，他并不怀疑沈老所说的话，只是如今国家对灵石的管控如此严格，那又怎么会出现龙腾阁那种专门售卖灵石的网站？而且就在前几天，他还专门在网上买了足足50颗。沈怀国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继续说道：像你前几天在网站上买的那50颗灵石，早就已经被官方人员记录在案。不过因为卖你灵石的是世家的人，灵石来路都十分正规可查，而你的背景也足够干净，又是个高中生，还是 A 级修行天赋，否则早在你收到货的第一天，上面就该派人去找你了。周胜闻言顿时汗毛竖立，背上忽然生出一层细细的冷汗。看到周胜的表情，沈怀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小子从进来开始就表现得十分从容，可无论他表现如何，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个刚满18岁的孩子啊。沈怀国敲了敲桌子，继续说道：灵石虽然能够辅助修行，但是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吸收太多，否则人体会很容易对灵石内的灵气产生排斥反应。修行天赋越高，排斥反应就越强烈。正常来说 A 级天赋一天最多吸收5颗，超出这个数量就会感到头晕眼花。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就一定要暂时停止使用灵石。周胜闻言脸上露出一抹疑惑之色，排斥反应 A 级天赋一天最多使用5颗灵石，可是他前2天的时候50颗灵石都已经用光了呀，而且他的身体好像没有产生任何排斥反应。他犹豫了片刻，还是问道：那如果身体没有产生排斥反应，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一直吸收灵石？沈怀国点了点头道：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不过人体对灵气的涌入是有一个阈值的，任何人超出这个阈值都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哪怕是现如今已经宗师后期，距离入道也只有1步之遥的剑圣李一为，一天最多也只能吸收18颗灵石。死！周胜闻言心中大惊，他惊讶的不是剑圣一天只能吸收18颗灵石，而是剑圣一天只吸收18颗灵石，竟然修炼到了宗师后期的境界。要知道，哪怕是灵石无限量供应，每天没日没夜24小时不间断的修行，周胜想要从入门突破到气海，都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充足的灵石供应，再排除吃饭睡觉的功夫，从入门突破到气海，就算是周胜，起码都需要1至2年的时间，就更不用说后面更难晋升的固元境和宗师境了。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说这些的。沈怀国将自己身前的几张资料向周胜推了推，十分随意地说道：这里是京城2所大学寄给你的破格录取通知书，你从里面随便选一个吧。大学的破格录取通知书？周胜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可是我现在才高3上学期，而且我还没参加高考。话还没说完，周胜就立刻反应了过来，这里的大学肯定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普通大学，而是侧重培养学生修行的大学。见周胜理解得很快，沈怀国点了点头，不错，就是你想的那样。这2所大学之前从未公开对外招收过学生，今年是第一次尝试私下对外招生，名额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 A 级天赋的学生才会被破格录取。其中一所是教育部麾下的京城大学自己创办的修行大学，名叫京城武修大学，简称京武大。另一所是由军方创办的京城军师大学，简称京军大。周胜详细的看了一遍沈老爷子递过来的2所大学的资料。京武大是由原来国内最顶尖高校、教学资源最丰厚的京城大学创办，而京军大则是由华国官方军队创办的大学。两者背后的靠山，一个是京城大学，一个是华国军方。第33章待宰的肥羊。不过仅凭这些资料，肯定是看不出太多东西的。他想了想，问道：沈老爷子，如果我更看重资源，去哪个大学更合适？沈怀国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不假思索的道：如果你说的是灵石资源，那肯定是京军大，毕竟灵石的开采和管控一直都是在由华国军方在负责，所以单论灵石资源，自然是京军大更具优势。但如果你问的是师资、功法、法器、游戏内的道具等相关资源，则是京武大更具优势。毕竟京武大背靠京城大学，
底蕴是绝对不输给现如今任何一所大学的。周胜只是低头沉思了片刻，心中便已经有了自己的偏向。他在游戏中拥有独自单杀混沌塔 BOSS 的能力，每次首杀 BOSS 都会爆出相当多的道具资源和装备。等他在游戏中完成数据同步，现实中就基本不会缺少道具资源，反而是修行资源不仅国家管控十分严格，通过游戏也无法获取。所以对于他而言，毫无疑问加入金军大会更有利。沈老爷子紧接着又给他仔细讲述了两所大学的背景和优劣，而周胜也听得十分认真，毕竟这可是选择自己未来的大学，能够有一位资深老师作为向导，可是相当不容易的。就快要讲完的时候，周胜忽然问了一个心存已久的问题：沈老爷子，我一直有个问题想不通，不过这个问题和大学没有关系，是有关混沌塔的。哦，什么问题？既然攻略混沌塔那么重要，那为什么不采取让等级高的人去带等级低的人升级的策略呢？根据华国目前的数据统计，等级不高于100级的人数超过了 80%， 也就是说爬塔到了10层以上的只占不到2成，底层人的基数占比太大。如果国家能够采取老带新高带低的政策，让处于中层的玩家去带动底层的玩家升级，这样一来既不会影响到最前线的攻略组玩家通关，还能够带动等级低的玩家升级，估计用不了多久，全国人民的平均等级就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沈怀国听过后只是淡定地喝了口茶，并且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底层人的等级升不上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技术、攻略。许多答案在周胜脑海中盘旋，然后又被一一排除。沈怀国并没有等他想出答案，而是直接明了地告诉了他：是恐惧。恐惧，没错，你所说的方法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方案，但当我们想把这个方案最终实行下来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处于底层的人真正无法快速升级的原因，并不是缺少一个带领他们的人，而是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当他们发现攻略混沌塔有风险会死亡，从而损失寿命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的最终选择就是停留在底层。见周胜皱了皱眉，沈怀国颇为无奈的道：其实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很普通，对于他们而言，升级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加入攻略组通关，而是为了从游戏中获取能够在乱世中自保的力量。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有可能会面临死亡的风险，比起那样，还不如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人，交给国家，至少他们此时此刻是安全的。周胜闻言心中了然，他的想法很完美，但从头到尾只考虑了利益的得失，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人性问题。多谢您解惑。周胜罕见的一脸严肃说道。沈怀国摇了摇头，一脸欣慰的道：你有这份心就已经足够了。经过和沈老爷子深入讨论，周胜最终还是选择了金军大。金军大的开学时间定在了明年的3月，也就是说今年过完年之后，他的高中生涯就即将提前迎来落幕。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周胜忍不住问道：沈老爷子，你有没有什么能够快速赚钱，或者是能够搞到零食的渠道？沈怀国闻言顿时哭笑不得的道：臭小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修行速度，哪怕是对比同为 A 级修行天赋的人而言，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了，你还嫌慢？周胜笑呵呵的道：这可不怪我，乱世将至这话可是您说的，我只有先快点提升自己的实力，未来才能更好的为国家效力啊。你小子，沈怀国无奈的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以你现如今的实力，就算我真的有渠道，你也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周胜闻言仍不死心，那您有没有什么世家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一个群聊群什么的，最好是零食资源充足的，这样一来，我以后赚到金币就直接找他们买零食，能省下点中介费不说，也不用担心买到黑市上的零食。沈怀国瞥了他一眼，好奇地问道：你不说我还差点忘记了，你小子之前是哪里来的金币，能买得起足足50颗零食？嘿嘿，周胜装疯卖傻道：您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沈怀国知道他不想说，也没打算继续追问，拿出手机，有些没好气地说道：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我加你好友，回头拉你进群。周胜闻言大喜，他本来也只不过是抱着试试的心态随口一问，没想到还真有啊。好嘞，谢了呀，沈老爷子。美滋滋地输入了自己的手机号，加上好友后不到1分钟，他就看到自己被沈老爷子拉进了一个400多人名叫京城交流会的大群。看见有新人的加入，而且还是沈老爷子亲自拉进群的，群里顿时就热闹了起来。赵家、赵小强，有新人加入了，欢迎新成员。吴家、吴世祖，看资料信息还是个学生。林家、林宇，
兄弟牛逼，竟然能让沈老亲自拉你，太有排面了。王家王明明入群宣誓，宁可离婚，绝不退群。JPG。沈怀国懒得看群里的聊天内容，收起手机说道：“这个群里大部分都是京城世家的一些小鬼头，年龄和你都差不太多。以后你要是想买零食，随便在群里问一嘴就行。”周胜闻言，眼前顿时一亮。他之所以想加群，可不是图买零食方便，而是为了从这些人手上拿到零食。有了这些人脉资源，而且有沈老爷子在中间做桥梁，他以后就能够有更多的操作空间。离开办公室后，他先是把自己群里的群名片改了一下，名字就叫做周家周胜。虽然这个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就是了。改好名字后，他便在群里说道：“周家周胜，大家好，我是京军大的新生，明年3月去京城报到，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顺路的。”他这一说话，原本马上就要沉寂的群，顿时又热闹了起来。黄家黄桂玉，原来是京城周家的少爷，欢迎欢迎啊！周家周作宇周家周胜，好兄弟，你是几叔家的？我怎么之前没听说过你？周家周胜周家周作宇，好兄弟，我爸排行老7，人称一夜7次郎。周家周作宇，卧槽，原来你爹是七叔，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我是说七叔怎么常年在外不回家呢？原来是在外面孩子都有了。林家林宇，周兄，我也是京军大的新生啊，明年3月咱们一起去学校做个伴啊。赵家赵小强，京军大的加1，开学大家一起去吧，我开我新买的迈凯伦去接你们。林家林宇，操，你装尼玛呢？有迈凯伦了不起啊，等我明年全款拿下劳斯莱斯给你那破车撞废。赵家赵小强，呵呵，你那3瓜2枣的零花钱要是能买起劳斯莱斯，老子管你叫爹。群里吵得热火朝天，而周胜却盯着手机，两眼放光，嘴角的口水险些都流了下来。迈凯伦劳斯莱斯，这可都是肥羊啊。第34章得加钱。周胜不管3721，直接点开群成员的列表，挨个的发送好友请求。他也不管加上以后有没有用，反正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又有谁会嫌自己走的路宽呢？群里成员除了沈老和他自己，总共是476个，全部加完愣是花了他足足40多分钟。不过最终通过了他好友请求的只有不到200个，应该是有一部分没有看到消息，有的则是根本不想跟他扯上关系。当然了，周胜也并不在意。加完好友后，周胜先是把京城交流会在自己聊天栏置了个顶，然后在群里发了条消息：周家周胜，打扰大家一下，最近我在经营混沌塔1至100级速刷、1至100级装备、1至10层 BOSS 速刷、干称号、刷掉落物等业务，价格实惠，量大从优，前10位客户打8折，有需要的可私聊。说完之后，过了好几分钟，结果群里没一个人鸟他。周胜顿时有些坐不住了，连忙私聊沈老：周胜，沈老爷子，能给我上个群管理吗？沈怀国，周胜，你也不想看到您的学生因为买不起零食，被迫辍学打工，最终误入歧途，成为危害国家的毒瘤一份子吧？沈怀国看着手机上发来的消息，不由露出了地铁、手机、老人的表情。周胜，可怜可怜可怜点 JPG。沈怀国，你到底要干什么？周胜，我就经营一点小业务，赚点小外快，绝对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买卖。您不是也在群里吗？欢迎您随时监督。沈怀国白眼，周胜还以为要没戏呢，结果不到1分钟，他就收到了群消息：沈怀国将你添加为管理员。周胜顿时大喜，乐得差点想发3个亲亲的表情包过去，但是他的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还是没敢摁下去。这要是发出去了，估计下一秒他的管理员权限就要被撤销了。办公室里，沈怀国翻看着桌子上的资料，眼神有一丝丝黯然失神。那份资料赫然记录了周胜的所有过往，包括他的父母因为混沌塔入侵现实，死于那场灾难之中。这小子看来也没少吃苦啊！一个10多岁的少年，父母双亡，独自一人住在灾建院。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读书，更没有误入歧途。拥有如此坚毅的心境，又有那么好的修行天赋，他好似已经看到多年以后周胜站在华国的巅峰，撑起整片天空的背影，如同当年的剑圣李一为那样。叮咚！就在他怔怔出神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他一看，赫然是周胜又在群里发消息了：周家周胜全体成员，打扰大家一下，最近我在经营混沌塔。周家周胜全体成员，周家周胜全体成员。沈怀国嘴角一阵抽搐，合着这小子找自己要管理员，
就是因为见群里没人理他，所以专门要个管理员艾特所有人。不过他看周胜发的消息，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估计是这小子找到了什么工作室，专门为工作室打广告拉客户，拉的人越多，能拿到的提成也就越多。工作的性质就跟以前推销保险的销售是差不多的，但怎么总感觉心里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当周胜第一次发消息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选择性的当没看到，毕竟广告嘛，他们一年到头看见的可实在是太多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有人打广告竟然打到沈老爷子的群里了，这小子也是真的不怕死啊！甚至有人在周胜刚打广告的时候就去沈老爷子那里告状去了。不过让众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周胜不仅没有被沈老爷子踢出群，前后还没隔多久，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管理员。如果只是周胜本人打广告，他们想无视也就无视了，但当他被加上了管理员的头衔后，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这意味着他打的广告是经过了沈老爷子同意的，变相的意味着沈老爷子就是周胜打广告的担保人啊，否则沈老爷子又怎么可能给周胜这个群的管理员呢？这下他们这群京城的二代们可就不能再无视了，原本沉寂的群立马就变得热闹了起来。周家、周作宇艾特周家、周胜，卧槽，好兄弟，还好你艾特我了，不然差点没看见，我最近正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私聊。赵家、赵小强，周兄，不说了，咱们可是校友，你的业务兄弟我肯定是要来支持的，私聊你了。林家、林宇，呵呵，就你那点零花钱都花去买那破车装逼了，还有钱支持人家生意呢。赵家、赵小强，这就不劳林家大少费心了，你还是想想怎么买下劳斯莱斯来赚我的迈凯伦吧。林家、林宇，傻 xxxx， 老周，咱啥也不说了，这赵小强下单多少，我直接下双倍的单。吴家、吴世祖，哎，你们俩就别吵了，看着心烦。周兄弟，我最近在12层 boss 卡关了，家族资源最近周转不过来，不知道你那边接不接12层的单。周家、周胜，得加钱。吴家、吴世祖，好，私聊你了。王家、王明明，我想买几件100级的装备，有现货吗？周家、周胜，没现货，得加钱。吴家、吴世祖，对了，掉落的稀有材料巨石之星有吗？有的话我出高价收。周家、周胜，有，私聊。不一会儿的功夫，周胜就收到了好几十个人的私聊，大部分人都是看在沈老爷子的面子上来照顾一下生意，顺便想试探一下他背后的工作室到底有多强。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抱着来买东西的心态，想来碰碰运气。其中最激动的莫过于刚才在群里问的吴世祖了。巨石之星是击杀第5层 BOSS 10只巨象的掉落物，它的掉落条件非常苛刻，足足有3点：一、所有攻略玩家必须要是首次参与击杀10只巨象；二、玩家必须要在10分钟内击杀10只巨象；三、参与攻略的玩家不能使用第5层以上楼层的道具。这3个条件意味着参与攻略第5层的玩家必须全部都是刚到50级的新手，且要在不使用强有力道具的情况下10分钟之内击杀10只巨象。历史上也就只有最初由剑圣李一为组成的攻略队做到了这一点。本来他也没抱任何希望，只是随口问了一嘴。让他没想到的是，周胜竟然真的有。如果周胜真的能拿出来巨石之星，再结合沈老爷子给他上了管理员头衔，那这背后的含义可就值得琢磨了。他几乎是从群聊退出来后，立刻就私聊了周胜。吴世祖，周兄弟，实不相瞒，我现在要制作一把可成长武器，就差巨石之星了，你们真的有现货吗？周胜，不过我不用金币交易，我要零食。吴世祖，周兄，不，周哥，只要你有巨石之星，我愿意出1000枚零食。第35章，怀疑人生的周作宇，1000颗零食。看到这个数字，周胜准备发消息的手指都不由颤了一下。按照他现在的修行速度，1颗零食能够修行2个小周天循环，1000颗也就是2000个小周天循环。有了这些资源，他就能够从刚入门一跃晋升到入门5阶。不愧是京城的2世祖，果然财大气粗啊！国家对零食管控如此严格的情况下，竟然能一口气能够拿出1000颗零食。周胜仔细斟酌了几秒后回道：周胜，2000，不过你是前10位客户，可以给你打个8折，1600零食，暂不议价。本来他也只是想和对方讨价还价一番，毕竟卖东西嘛，哪有买家一出价就答应的。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对面看见他的消息后，几乎是直接秒回。吴世祖，好，周哥，你收货地址发一下，我明天就派人给你把东西送过去。吴世祖，对了，忘问了，12层 BOSS 什么价？周胜沉默了几秒，
总觉得自己是不是要少了，把自己的地址发了过去后，回道：周胜1200时小本买卖不打折。吴世祖啊！吴世祖闻言有些懵逼。通关1层楼的 BOSS 要1200时，现在的行情价是10时等于100金币，1200时等于12000金币，等于3600,000元。通关1层 BOSS 竟然要收3000多万，就这还小本买卖？哪怕是国内排行第一的工作室都不敢这么漫天要价吧？他愿意花2000时买巨石之心，是因为这材料足够稀有，而且是一把可成长武器的必要材料。他正好有制作这把武器的设计图纸，现在就缺这样材料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愿意当大怨种啊！1200时都可以去找国内排行第一的工作室带他爬好几层楼了。周胜，我这里就是这个价格，童叟无欺。吴世祖，好吧，那这件事情就后面再说吧。周胜，巨石之心等收到货之后在游戏里交易。吴世祖，好，我会尽快让人送过去的。有沈老爷子和群管理的头衔作为担保，吴世祖也不担心对方跑路，又随便跟对方寒暄了2句，这才关掉了聊天框。像吴世祖这样的肥羊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在听到周胜这里卖的东西价格后，就下意识的退缩了。尤其是代刷等级和爬塔的价格，周胜这里要比其他工作室普遍贵个5到10倍。不过也有人并不在意价格，只是打着照顾他生意的名义，想和他拉近关系的。其中就比如同为周家的周作宇。周作宇，好兄弟，我现在刚好60级，卡在第6层的 BOSS 了，让你的团队过来带一下我呗。周胜，第6层 BOSS 600时。周作宇，60时有点小贵啊。周作宇，不过钱都是小问题，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就当是哥哥我支持你创业了。周胜，谢谢堂哥，临时寄到苏市临中区临路小区 C 栋601。周作宇，哈哈哈哈，好，放心吧，明天就给你送过去。那我们什么时候爬塔？周胜，现在就行。周作宇，现在？需要我准备点什么吗？周胜，准备一下烧烤用的道具吧，上次忘记买了。周作宇，10分钟后，两人在游戏里碰了面。周作宇在游戏里叫振宇大将军，职业是战士的职业进阶双刀战士。见到周胜后，周作宇先是打量了一番，旋即笑道：你就是七叔家的小周？周胜点点头，和对方加了好友。看到周胜的职业后，周作宇下意识地愣了一下。昵称星际，职业召唤师，等级45，称号不可见。你是召唤师？周作宇一脸惊讶的道：死！卧槽！我的堂弟啊，不是哥说你，这破职业你怎么敢选的啊？这可是官方公认的职业陷阱，弱的一批的，同时还脆的一批，没有任何职业前景的啊！哎，别提了，这事儿说来话长。不对啊，你现在都已经45级了，怎么不职业进阶？随便进阶个其他职业，再怎么说也比召唤要强啊！我打算60级的时候再进阶。啊，1至100级，总共可完成2次职业进阶，分别在30级、60级和90级，3个节点任选其二。30级的职业进阶，纯粹就是增强职业的特性、技能和各方面属性，不附带任何其他额外效果。但是60级和90级的职业进阶，会为进阶者附加1到2个永久性的特殊效果，相当于额外增加了几个持续永久的增益 buff。对于玩家而言，最优选择自然是选择进阶60级和90级这2个节点，总共可以获得3个额外的增益 buff。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在不提前职业进阶的情况下，保持原来的职业强度是很难升到90级的，期间说不定会因为各种意外死掉好几次。尤其是像周胜这样的召唤师，是很容易死在 BOSS 讨伐战的。周作宇听后欲言又止，他很想劝劝自己这个堂弟，但话到了嘴边，最终又咽了回去。以七叔的性子，自己这个堂弟做出这么荒唐的举动，七叔肯定早就大发雷霆了。连七叔都说不听，那他这个外人说再多也无济于事，说不定人家还会嫌他多管闲事。周作宇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朝四周看了看，转换话题道：对了，小周，咱们团队的人什么时候来啊？怎么一个人影子都没看见？周胜直接向他发起了组队申请。你先进队吧，我们先去 BOSS 之间。周作宇也没多想，直接点击了同意，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也要跟着进 BOSS 之间啊？那你可要注意了，你才50级，又是召唤师，太脆了，别被 BOSS 一个 AOE 技能秒了。好，周胜走在前面带路。周作宇见状，连忙加快脚步走在了他的前面。路上偶尔遇到一些小怪，他便出手将小怪直接清理掉。同时，周作宇的心里也逐渐开始觉得有些不太对劲。这周胜都已经45级了，
怎么还像是个新手一样，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这里可是第6层，随便一只小怪的等级都是50加，秒他一个召唤师也就是2发普攻。他这意识是怎么升到45级的？10多分钟后，两人来到了 BOSS 之间。周作宇看了看周围零星的几个人，顿时更加疑惑了。小周，人还没来吗？周胜回过头看了他一眼，道：人已经来了呀。啊？哪儿呢？不就在你面前？啊？周作宇露出了一副你在开什么玩笑的表情，而下一秒，他的面前就弹出一个消息提示：您的队伍已选择挑战 BOSS， 当前队伍人数2，您将在15秒后被传送至 BOSS 之间，您将在14秒后。看到提示消息的周作宇人都傻了，脸色顿时从白皙红润变成了猪肝色。卧槽，你他妈干嘛了？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周胜问道。周胜咧嘴一笑，露出了自己一口大白牙，当然是挑战 BOSS 了。卧槽，尼玛的！周作宇脑子像是被敲了一记铁锤，整个人都快疯了。你他妈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呀？这特么的是 BOSS， 是 BOSS 啊大哥！他立马疯狂地点击退队。然而，您的队伍已选择挑战 BOSS， 不可取消。周作宇被气得险些想吐血。此时此刻，他只想立马退出游戏，回到现实世界，然后打开手机软件里的小蓝书，发布一条帖子：家人们，谁懂啊？遇到了一个普信男，真下头。谁特么的怕他打 BOSS， 只组2个人啊？这跟去找死有什么区别？此时此刻，他是真的开始怀疑人生了。只是挑战 BOSS 一经确定，就无法反悔了。他的浑身止不住的开始发抖，又是愤怒，又是害怕。大白天的上个游戏，竟然马上就要损失3年寿命，真特么的造孽啊！沈老宁究竟拉了个什么玩意进群啊？他一只手指着周胜，脏话还没骂出口，下一秒他的眼前一黑，两人从原地消失，被传送进了 BOSS 之间。第36章，吞噬 BOSS 本源，首次世界通告。第6层 BOSS 之间，周胜和周作宇再次睁眼时，已经来到了一片沙漠，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炙热的阳光照射在人的皮肤上，隐隐约约会感觉到一丝刺痛。明明是游戏世界，却会让人感受到真实的痛感，这种感觉十分奇妙。周作宇看向不远处卧在沙堆里的 BOSS， 顿时血压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他指着旁边的周胜，又愤怒又悔恨，自己竟然被一个45级的召唤师带着进入了 BOSS 之间。2个人进来，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他嘴唇哆哆嗦嗦的道：你姓周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这他妈的是 BOSS 战啊！ BOSS 战你懂不懂？操！你想找死你就自己去，你别他妈拉上我垫背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咱们没完，回头出去，我必须要去找七叔，给我们家一个交代。周胜对于他的话视若无睹，看了一眼前面卧在沙堆里的 BOSS， 眯了眯眼。特殊魔物沙漠死神，外瑟斯，等级60，气血200万，精神20万，力量12000，智力1万，敏捷350，韧性750，技能枯萎摄取，灵魂重锤，沙漠之阵，腐蚀印记，寂灭冲撞，死神真身，御杀重生。领主专精技能沙域，称号无。点评略 BOSS 面板一如既往的豪华，超高的属性面板搭配上变态的削弱技能，对于正常的攻略队伍而言，想要击杀这只 BOSS， 团队的配合尤为重要。尤其是 BOSS 的腐蚀印记这个技能，腐蚀印记标记一个目标敌人，种下一层腐蚀印记，印记达到3层后，目标全属性削弱 90%， 持续3600秒，消耗500精神，冷却时间30秒。腐蚀印记可通过触碰的方式传递给其他单位，单次最多传递1层印记，全属性削弱 90%， 持续1个小时。在 BOSS 攻略战中，这技能几乎和秒杀技没什么区别。这一层的难点就在于攻略队的每个成员在进攻 BOSS 的同时，辅助单位要时刻清除队友身上的负面状态，而前线玩家则要在保证输出和躲避 BOSS 技能同时，还要时刻关注自己被种下印记的层数。但是对于现在的周胜而言，却是让他生不出一丝危机感。他拿出不死军团的魔杖，轻声念道：死灵骷髅。下一刻，上千只浑身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死灵骷髅，如同一支军队，整齐地俯首在周胜面前。死灵骷髅们眼睛里冒着火光，嘴里发出的嘶吼声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而远处的 BOSS 似乎是被这里的动静影响到了，沙漠死神的眼睛闪过一道红光，站立起来后的身躯高达5米，耸入云霄。
他看向死灵军队的位置，愤怒的道：“擅闯领地者，死！”吼！死灵骷髅们同样发出凄厉的嘶吼声。他们的灵智虽然不高，但是周胜作为他们的造物主，却被眼前的生物如此藐视，这使得他们诞生了一种名为愤怒的情绪。周胜作为魔杖的持有者，自然能够感受到死灵骷髅们的情绪。他看向远处那高大的身躯，只是风轻云淡的下令道：“杀！”轰！上千只骷髅组成的军队如同洪水一般，一边发出愤怒的嘶吼，一边向 BOSS 席卷而去。而此时一直站在周胜旁边的周作宇早就懵逼了，他的手还放在空中，嘴巴微微张开，眼睛瞪大的如铜铃。他惊讶的不是那被召唤出来的1000只骷髅军队，而是那些骷髅们的属性。召唤物：死灵骷髅，等级45，气血477648，精神0，力量49440，智力0，敏捷468，韧性936，技能臂杖。臂杖可消耗所有气血，为指定目标提供1层等数值的真实生命护盾，持续10秒。他眨了眨眼，又揉了揉眼睛。我操，我不会是在做梦吧？47万的气血，将近5万的力量。你特喵的告诉我这玩意儿是召唤物？更恐怖的是，这东西的数量起码有数百只，甚至都能组成一个军队了。他再次看向周胜时，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一丁点的愤怒，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一阵后怕。还好当时他没有因为愤怒说出什么太过分的话，不然得罪了这样一尊大神，他爹要是知道了，非得打死他不可。远处的战斗一触即发，巨大的战斗动静引得沙漠的地面一阵颤动，而周胜却像是个没事人似的，在一旁搭起了2顶遮阳伞，遮阳伞下面还放上了2张沙滩椅。周作宇张了张嘴，看了看远处的战斗，又看了看悠闲的躺在了沙滩椅上，戴着墨镜，拿着一杯百事可乐咕噜咕噜喝的周胜，脑子里面一片混沌。他回想起了自己从高1开始进入混沌塔，每一次和家族的人去击杀小怪，磨练意志，提升等级，结果却总是被小怪追得灰头土脸。每一次进入 BOSS 之间，看到 BOSS 那张恐怖的脸之后，害怕的走不动路，却还是要硬着头皮朝 BOSS 挥砍出自己的剑。再看看躺在沙滩椅上的周胜，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面啊！周胜瞥了周作宇一眼，见他还在太阳底下傻站着，便举手中的可乐，喊道：“愣着干嘛？进来坐呀！太阳底下多晒啊！”周作宇抿了抿嘴，下一秒他一改脸上忧愁的表情，立马笑呵呵地迎了上去。“哎，来了，周哥！”他对周胜的称呼从姓周的到周哥的转变，只用了不到1分钟。周胜自己其实并不在意这些，他更在意的是对方能出多少灵石。他只是看着远处，有些惋惜地说道：“哎，这破地方太热了，之前让你准备的烧烤道具估计是用不上了。”一说起这个，周作宇顿时就更汗颜了。“周哥，你要我准备那烧烤架，还真是准备在 BOSS 之间里来烧烤的呀。”周胜瞥了他一眼，一脸奇怪的道：“是啊，烧烤架不用来烧烤，还能干吗？”周作宇一时语塞，他看向远处正在进行的激战，又看了看旁边悠哉喝着可乐的周胜，一时间有些五味杂陈。他们这哪里像是来打 BOSS 的，这分明就是来度假的呀！说着，周作宇也躺在了沙滩椅上，从背包里拿了瓶能增加少量气血的饮料，一口喝掉。呼，真他娘的爽啊！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在 BOSS 之间的地盘躺得这么舒服。之前哪怕是请全国最专业的工作室团队带他通关，他作为参与攻略的成员，精神状态也是时刻紧绷，丝毫不敢松懈。毕竟要是工作室团队了，那他必然会跟着玩完。可现在呢，他只需要躺在遮阳伞下看戏，喝着饮料。这么一想，他忽然觉得这60灵石虽然有点贵，但也是真的值啊。而此时，周胜已经默默地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堆零食，像是什么薯条、凤爪、汉堡、烤鸭、鸡腿，应有尽有。周作宇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他玩这游戏也有2年多了，从来都不知道这破游戏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零食卖。远处的战斗正打得激烈，周作宇看的那是口干舌燥，一边感叹骷髅大军的强悍，一边眼馋周胜在那里大快朵颐。最后他实在是忍不住了，说道：“周哥，你这零食也分我2袋呗，我花钱买也行。”周胜闻言顿时直起腰杆，笑呵呵道：“好说好说，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周作宇闻言顿时大喜，正要伸手，就听周胜说道：“
我这里最新推出的零食大礼包，只需要1颗零食，零食任选5种，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周作宇闻言顿时有些犹豫，他们周家确实很有钱，但是1颗零食市面价值至少也能卖个30万，花30万去买几包零食，而且还是在游戏里，这简直就是怨种啊！周胜见状也不着急，默默地在旁边又拿出一大堆零食，大块朵颐起来。几分钟后，看周胜在那里吃得满嘴流油，周作宇实在是忍不住了。行，1颗零食就1颗零食，我买鸡腿、鸭腿、凤爪、薯条和1杯可乐。周胜咧嘴一笑，好的，谢谢惠顾。拿到零食，周作宇终于不用忍了，宛如一个饿了好几天的乞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在拥有100%还原度的游戏世界中，无论是嗅觉、听觉、痛觉、味觉，都和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差别。周作宇作为一个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富家少爷，从来没想到过，原来他看都懒得看一眼的东西，竟然会这么美味。吃饱喝足后，周作宇心满意足地躺回到沙滩椅，双手枕着后脑勺，仿佛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值了。正好，此时远处的战斗几乎已经接近了尾声，沙漠死神的第1形态和第2形态已经被彻底打败，发动了特殊技能御杀重生。不过这个技能发动之后，沙漠死神的底牌也就彻底清空，如同生命走到尽头的强弩之末了。不得不说，沙漠死神的战斗力还是相当惊人的，在1000只死灵骷髅的围攻下，愣是杀掉了200多只。不过这也是因为死灵骷髅都是近战，因为位置和距离的原因，能同时攻击到 BOSS 的只有那么几只，剩下的死灵骷髅只能等到前面骷髅死后才能替补上去，否则一只骷髅一刀下去，哪怕再给沙漠死神的气血翻个倍，他也一样被秒杀。又是数个回合的车轮战过后，沙漠死神的血量终于见底。周胜见状，从沙滩椅上站了起来。周作宇一脸疑惑，周哥，你干嘛去？周胜没有回答他，而是从召唤空间中召唤出了饕餮。饕餮是以自己原本的姿态出现，在看见周胜后，顿时嘤嘤嘤地跑上去，用头蹭他的裤脚。嘤嘤嘤。周胜有些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说道：那边有吃的，你想不想吃？饕餮抬起头，朝着周胜的方向看去，顿时眼睛一亮，那里竟然有几百只散发着香味的骷髅，和一只看起来就很美味的狗头人。看着他流口水的模样，周胜嘴角抽搐，连忙提醒道：去吃那个狗头人，那些死灵骷髅都不许动。嘤嘤嘤嘤嘤嘤。饕餮顿时也明白了，那些骷髅是主人的召唤物，于是他一个飞身加入了战场。沙漠死神似乎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连忙朝着飞身而来的饕餮发动了攻击，但是饕餮却是一点都不闪躲，直接张开嘴巴。下一刻，他的嘴巴如同变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遮天蔽日，一口连同沙漠死神的攻击全部吞下。恭喜你的队伍击杀领主 BOSS 沙漠死神外瑟斯，获得经验值100万。你越15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1500000。沙漠死神本源已灭，无特殊掉落，获得3139金币、1963银币、74653铜币。你有9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你的等级升至48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15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48级。你击杀了沙漠死神外瑟斯，气血值永久加50。BOSS 当前状态不可采集。周胜看着弹出来的信息，不由微微一愣。沙漠死神本源已灭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被饕餮吞噬的 BOSS 不会掉落特殊装备？躺在沙滩椅上的周作宇也看到了通关的消息，他刚刚还在因为周胜召唤出的怪物吞噬了 BOSS 而震惊不已，下一秒看见通关结算的画面，他又一次艰难地揉了揉眼睛。因为是双人通关，所以击败 BOSS 的经验值和掉落物都是2人平分。当看到通关经验100万的时候，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了个槽，这可是100万经验啊！他们平时组队练级，辛辛苦苦击败一个小怪，也就能分到几百经验。组队攻略 BOSS 的时候，费尽千辛万苦，最多也就分个几千、上万经验。一次收获上百万经验这种事情，哪怕是在梦里，他都不敢想啊！结果竟然发生在了他的眼前。更离谱的是，他竟然还分到了几千金币和9件装备。他之前还一直觉得周胜这里的代刷 BOSS 业务很贵，一个6层的 BOSS 竟然要收60零食，哪怕是国内最顶尖的工作室都不敢这么收钱吧。直到刚才，他才勉强觉得这一趟60零食花的不亏。但是现在看来，这哪里是不亏啊，根本就是血赚好吗？这一趟不说别的，光是他收到的金银铜币卖出去，
都不止60灵石了，而且还有掉落分配到的足足9件装备。他不仅全程不需要参加战斗，还没有任何风险，只需要躺在那里吃灵石、看风景。就凭这几点，别说60灵石了，就是收600灵石，周作宇都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对，周作宇眉头一皱，暗暗想到，周哥之所以只收我60灵石，肯定是看在我跟他都是自家人的份上。但是这一趟下来，我的收获早已经超过了这个价值。周哥可以只收我60灵石，但我不能真的只给这么多，不然这个人情就欠得太大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人情给还上。在饕餮吞噬沙漠死神的那一刻，周胜和周作宇都不知道，外界此时已经因为这件事引发了全球动荡。混沌塔内自游戏出现以来，第一次发布了世界通告。世界通告：第6层 BOSS 沙漠死神外瑟斯已被击溃本源 ，BOSS 之间永久消失，第6层至第7层的通道门永久开启。世界通告：第6层 BOSS 沙漠死神。世界通告：第6层 BOSS 沙漠死神。第37章。世界焦点：私生子。米国5星大楼会议室，一张巨大的圆桌前坐满了13个金发白人。会议室的正上方正播放着一段游戏内的通报画面。世界通告：第6层 BOSS 沙漠死神外瑟斯已被击溃本源 ，BOSS 之间永久消失，第6层至第7层的通道门永久开启。听着游戏内首次世界通告，13人无不是面色凝重。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人沉声说道：“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此言一出，众人皆是面面相觑。恕我直言，我还是第一次在游戏内看见世界通告，这一点不用拿出来特地说，我们都是一样。楼层 BOSS 怎么可能会被消灭？击溃本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未听说过楼层的 BOSS 本源能够被消灭。消灭 BOSS 本源，楼层与楼层之间的通道就能永久打开，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调查清楚究竟是谁彻底消灭的沙漠死神吗？紧接着会议室内又是一阵沉默。片刻后，一个打着黑色领带的白人整理了下自己的衣领，起身宣布道：“我们现在手头的情报还是太少了，从现在开始，集结所有游戏内和现实中的情报力量，全力寻找击溃 BOSS 本源的人。如果对方是我们米国人，那我们就需要尽快对其进行回收保护；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务必要不计一切代价将人给我带回来。如果对方是华国人……”男人停顿了数秒后，咬牙切齿的道：“必要时刻可以销毁。”基本上同一时刻，世界各国都纷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题自然是第6层 BOSS 本源被击溃事件，而华国的网络上也早就形成了一股讨论热潮。不到1个小时，上百条相关热搜直接一路登顶。游戏塔2开服至今，首次发出世界通告：神秘人击溃第6层沙漠死神本源 ，BOSS 永久死亡，第6层与第7层通道永久开放。华国研究院声称正在调查彻底击杀 BOSS 的方法，底层人民或将重获新生。击杀沙漠死神本源的神秘人竟然是他！各种微博、热搜的话题下面，网民们讨论的热度居高不下。家人们，谁懂啊？我竟然在游戏内听到了世界通告！在现场听到世界通告的那一刻，我还以为是我朋友在恶作剧，结果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我只想知道击溃本源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估计就是字面意思，永久击杀 BOSS 不会再复活了吧？难道以后从第6层上第7层，不用再去挑战第6层的狗头人了？不会吧，这种事情从开服以来就没发生过啊！是真的，家人们，第6层和第7层的通道真的打开了。我还没打过沙漠死神，现在已经到第7层了。图片，天哪，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只要有大神击溃 BOSS 本源，我们这些等级低的也能去高楼层转转了？省省吧，你等级低，去了高楼层又没办法刷怪，有什么用？别管有没有用，牛逼就对了。就是我上不去10层，难道还不允许我去10层看看风景了？我只想问，究竟是哪尊大神做到的？您大腿上还缺配件吗？几乎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 BOSS 本源和击溃沙漠死神的神秘人就成为了全世界广泛讨论的对象。然而，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关于讨伐沙漠死神的神秘人，网络上仅只讨论了不到2个小时，竟然就被网友扒出来了一点蛛丝马迹。一个网名叫爱探险的毛毛虫就发了一段很长的视频，并起了一个十分炸裂的标题：家人们，我好像找到了那个击溃 BOSS 本源的神秘人。视频的开头，一个寸头男在视频里十分惊讶地描述道：家人们，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下午去第6层时，突发奇想的就想录的一段风景 vlog， 结果恰巧路过 BOSS 之间，那时候我遇到了2个人。起初我还有点好奇他们是干什么的，结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2个竟然组队进了 BOSS 之间。没错，你们没有听错，就只有2个人。
进了 BOSS 之间。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视频的后面。男人将自己录的一段视频进行了剪辑，前面一部分是录下那两个人组队进入 BOSS 之间的画面，而且男人还因为好奇特意查看了一下那两个人的个人信息，其中一个是45级的召唤师，另外一个是60级的双刀战士。当要挑战 BOSS 的时候，所有队员必须要在 BOSS 之间的附近区域，而当时第6层 BOSS 之间周围十分空旷，几乎没有什么人，所以男人可以100%确定，那两个进入 BOSS 之间的人就是在双人组队，而且还是两个不满100级，其中之一还是个只有45级的召唤师的队伍，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找死的行为。然而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视频的后面，男人又录了一段视频，就是当世界通告发出来不到5分钟，第6层的 BOSS 之间外面就亮起了一道白光，那个45级的召唤师和60级的双刀战士缓缓从白光里走了出来。这视频一经发出，热度瞬间暴涨，两个人不到100级的玩家通关第6层 BOSS， 而且还是在世界通告后5分钟这么关键的时间点。谁要是说这跟他俩没关系，傻子都不信。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就暴涨了几10万。我去，两个人单刷 BOSS， 这么虎的吗？最离谱的一个就45级，另一个60级，这配置能单刷60级 BOSS， 我只能说牛逼。45级的召唤师肯定是跟着去打酱油的，主力肯定是那个60级的双刀战士吧？怕是当初的剑圣李一伟老爷子应该都做不到吧？我感觉第6层 BOSS 本源被击溃，就算不是他俩做的，也绝对跟这俩人脱不了关系。双刀战士这个职业这么萌吗？竟然能单刷领主 BOSS？ 视频太模糊了，看不清对方 ID 啊，博主有没有高清一点的画质啊？楼上是傻波一吧？不知道从游戏里导出来的视频，游戏系统会自动给玩家 ID 和外貌打马赛克吗？那博主当时肯定看见对方 ID 了吧？能不能透露一下对方 ID， 让我们瞻仰一下大神？虽然打了马赛克，但还是能隐约看出来，他们好像华国人哎。拍视频的博主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视频竟然会火得这么迅速。他的粉丝数量从原本的几百，几个小时就涨到了100多万。微博热搜上，一条名为“双刀战士或将成为最热职业”的标题也迅速冲上了榜首。看着自己视频后台飞速上涨的数据，他内心激动不已。短短几个小时，他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100万粉丝的博主。然而就在他暗自窃喜的时候，官方的工作人员忽然就给他发来了消息：抖阳官方，博主爱探险的毛毛虫你好，您于今日晚上7点35分发布的视频，因为涉及到我国公民隐私，现已为您的视频降低热度和限流，还请您勿在评论区随意透露相关玩家资料，否则将按照违反我国刑法依法处理。紧接着抖阳官方的私信之后，警察也打来了电话。警方的电话和私信说的内容差不多，主要就是警告他不要在外面乱说话，尤其是那2位玩家的相关隐私千万不能乱说，否则就是违法，需要依法处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警察官方的电话之后，他的电话就开始一直不停地响，一会儿是市长秘书，一会儿又是市政府官方，他甚至还接到了京城军区大佬的电话。而作为此次热点事件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宇，此时正在家里吹着牛逼。周作宇一边吃着涮肥牛，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今天的奇遇。说真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只不过是去爬个塔，出来后竟然一跃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他老爹周楚义小心翼翼地往他碗里夹菜，轻声问道：那个45级的召唤师真的带你通关了第6层沙漠死神？世界通告也是他弄出来的动静？周作宇一边闷头吃饭，一边点头应道：是真的，爹，您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情跟你开玩笑吗？周楚义闻言陷入了沉思。确实，他的儿子虽说没啥出息，平时也不太靠谱，但是绝对不会拿这种大事开玩笑。那你跟爹说说，对方是什么人？周作宇闻言顿时身体就坐正了，四处看了看，确定四周没有人后，这才靠近自己老爹，小声说道：爹，我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你爹自有分寸，快说是谁？嗨嗨，他叫周胜，是七叔在外面的私生子。第38章白蚁齐出。阿 T， 王老大饭店外，周胜揉了揉鼻子，总感觉自己背后有些发冷。从游戏出来后，他才知道饕餮吞噬第6层 BOSS 之后，系统提示的击溃本源意味着什么。他看了一眼自己身旁坐在比自己身高还高的板凳上，悠哉悠哉晃着自己小腿的小男孩，又有谁知道这个少年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饕餮呢？饕餮也是第一次被召唤到现实世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时，总是会微微皱着眉头，时不时还会用小手撑着下巴，一脸向往地看向东边。
周胜十分好奇，就问道：“饕餮，你看什么呢？”饕餮回过头，笑嘻嘻地回道：“主人，那里有好吃的。”“好吃的？”“很香很香的好吃的。”周胜打开手机地图，沿着自己的方向放大地图，朝着东方划过去。果不其然，不消片刻，他的目光中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玉山。混沌塔就在玉山，吸引饕餮的美食竟然是被封印在玉山里的混沌塔。想到这里，周胜突然好奇地问道：“饕餮，你知道混沌塔吗？”“混沌塔？”饕餮歪了歪头，不知道哎。“那你能吞掉它吗？”“当然能啦，整个宇宙就没有饕餮不能吃的。”饕餮一脸骄傲地扬起小脸，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一个单纯可爱的小男孩。周胜笑了笑，继续问道：“那你会吃掉我吗？”饕餮闻言一脸疑惑：“我为什么要吃掉主人？”“好吧。”周胜见状，终于确定了，饕餮认他为主，就是刻印在灵魂中的本能，就如婴儿生下来就会哭泣、吃奶，这是源于生物想要生存下去，刻印在基因中的本能。此时此刻的饕餮就如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记忆一片混沌，也没有一个正确的三观，一切都如同一张白纸。只要周胜好好引导，饕餮未必会成为传说中那样的上古凶兽。咚！就在周胜正在沉思时，2碗热腾腾的汤面出现在了桌前。王老大瞥了他和他旁边的小男孩一眼，道：“你小子又从哪里捡了个小娃娃？”周胜端起面碗，从筷篓子里拿了双筷子，道：“我可只点了1碗面，只付1碗面的钱啊，我差你这1碗面钱呢。”王老大一屁股坐下，有些没好气地说道：“我是怕你不知道养一个娃娃有多累，有多费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劝你最好还是把人送去福利院，现在福利院的条件不差。”周胜挥了挥手，连忙打断道：“停，行了呀，老王，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越来越婆婆妈妈的了？我就过来吃个面，至于吗？”王老大闻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就吃碗面？哼，你小子屁股还没撅起来，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弯的屎。”周胜一听这话，顿时就不乐意了，当下就放下筷子，说道：“行，那你猜吧，只要你能猜对我是来干嘛的，今天这2碗面钱我全款付了。”王老大一听这话，顿时气得牙痒痒。你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不过深知这小子脾性的他，并没有在这种话题上过多纠缠。他默默从兜里掏出根烟点上，开始吞云吐雾。沉默了数秒后，缓缓说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来找我，应该是和混沌塔有关系吧？现在全网都在找那个击溃第6层 BOSS 本源的神秘人，一旦击溃 BOSS 本源的方法被找到，后续会引发什么样的变故，谁都不知道。你如果想问这方面的事情，我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因为老子到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周胜闻言稍稍松了口气，他刚才听王老大说到混沌塔3个字的时候，还真以为这老登知道点什么东西呢。现在看来，对方是把他当成想打探点情报的后辈了。毕竟混沌塔现在可是全世界最热门话题，混沌塔内的相关情报只要有一定的价值，卖给相关报社基本都能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周胜默默拿起筷子吃了2口面后说道：“如果我说我想去玉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我弄进去？”玉山？王老大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你去玉山干什么？想去看看传说中的混沌塔长什么样？就一个破塔有什么好看的？而且混沌塔外面有结界，你就算进了玉山也进不去，站在外面看一眼也好啊。”王老大眯了眯眼，没有说话。当一个人目的性十分明确的时候，这说明对方的行为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或偶然产生的想法。他可不相信周胜这小子突然想去玉山，只是想站在外面看一看混沌塔的外形。不过这小子为什么忽然要去玉山？想了半晌也没想明天。王老大有些烦躁地搓了搓自己头发，半根烟抽完，他才沉声回道：“你要真想去，10月1号凌晨5点，到市政府门口会有人去接你。”说完后，王老大便扔下了剩下的半截烟，转身回了屋内。看着王老大离开的背影，周胜稍稍有些意外。虽然他已经提前知道王老大的背景可能不简单，但那毕竟是由国家军队管控封锁的玉山，一般人没点本事，别说进去了，就连想靠近都难。他本来今天也只是想来碰碰运气的，没有想到王老大竟然真的有办法把他弄进玉山。隐藏在都市里的大佬，这种剧情还真就被他给碰上了。吃完面，他在桌子上留下了1碗面的钱，正准备叫上饕餮一起走，结果就看见旁边的饕餮一口将面连同碗筷吞进了肚子。他嘴角一抽，扶了扶额头：“算了，先走吧，回家。”“好。”饕餮舔了舔嘴角，晃悠着小脚从凳子上跳了下来。不一会儿，
屋里的王老大准备出来收拾最后一张桌子，然后关门。看见周胜留下的2碗面前，他不由得笑了笑，算你小子有良心。然而，就当他准备收拾碗筷的时候，忽然就愣住了。不是，刚才不是2个碗的吗？我还有那么大一个碗呢。回家之前，周胜将蚁皇们全部都放了出去。以前的蚁皇大概只有拳头大小，但此时的蚁皇已经成长到一只成年狮子的大小了。他们的实力比之前也增长了许多，不仅气血值高达100万，攻击力更是在战斗赐福的加持下暴涨到7万。昔日的马烙早已今非昔比，哪怕是白天将他们放出去，他也不用太担心蚁皇们遇到危险了。你们现在的体型比以前大了很多，自己注意点啊！只能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区域和地下进行捕食。如果遭遇人类，只要对方没有主动攻击，就尽可能不要伤害对方。蚁皇们不会说话，但他们还是通过挥舞自己凶狠的獠牙来回应主人。将100多只蚁皇一股脑全放了出去后，周胜稍稍松了口气。他还是第一次一次性放出这么多蚁皇出门打猎。明天一觉醒来会是怎样一副壮举？说实话，他心中隐隐有些期待。他前脚刚回到家，系统后台就开始跳出气血增长的提示，而且越到后面，提示跳动的速度越快。前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他后台的消息数就已经突破了999加。第39章单挑 BOSS。翌日，周胜起了个大早。自从能够修行之后，他基本都是利用修行来代替睡眠。不过长时间不睡觉，让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觉睡醒，周胜连忙看了眼系统后台，饶是他昨晚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他看到后台数字的时候，还是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未读消息999999加，100万未读消息，这些崽子们该不会是屠城了吧？他连忙点开未读消息，发现蚁皇们击杀的都是一些昆虫之类的生物，其中并没有发现人类的踪迹，这才松了口气。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放心，通过召唤师的能力控制了其中一只蚁皇的视角，查看其了情况。这只蚁皇此时正带领着一支黑蚁大军行进在一座大山里。让周胜瞠目结舌的是眼前的黑蚁群，数量多到令人发指，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几乎看不到头。通过蚁皇的记忆，他得知这支黑蚁大军总共数量大概在5万只左右。5万只黑蚁全军外出打猎是怎样一副场面？几乎只要是黑蚁大军路过的地方，任何生物都避免不了被分食的可能。在绝对数量的面前，哪怕是老虎狮子都只能落荒而逃，更何况还有蚁皇这么个大 boss 在这里。这里是……周胜皱了皱眉，透过蚁皇的视角，他发现深山里跟城市里似乎隐约有些不同。这里的每一棵树似乎都蕴含着一丝丝灵气，而且这里的野生动物同样几乎大部分身上都蕴含着灵气，甚至一些动物眼神中已经明显变得十分灵性。在发现黑蚁大军后，便匆匆忙忙地逃离走了。这些动物是已经产生了灵智？难道深山里的灵气要比城市里的更浓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来的局势估计会变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回归深山，原本房价昂贵的城市将变得无人问津，而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的深山将会成为十分烫手的香饽饽。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估计早就没人在意交通便不便利了。将目光从这蚁皇身上收了回来，他又看了一眼其他蚁皇们的情况，绝大部分蚁皇都是带着自己的蚂蚁大军朝着深山的方向前进，也有一小部分蚁皇则是挖了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带着蚂蚁们开始打造起了属于他们的地下王国。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他才收回了意念。看了一眼时间，才刚刚6点，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他迫不及待地从床头柜上拿起头盔，直接进入了游戏。个人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48 35000010101000，气血64060001，精神23561，力量320367加，智力3206064加，敏捷2031加，韧性2141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混乱面具、面饰、魔法披风、背饰、御风长袍、上衣、守护长裤、下衣、拾荒者手套、胜利者头巾、头饰、青灵之靴、鞋子、幻空项链、幻空戒、戒指、诅咒魔戒、戒指、破魔镯、手镯，可自由分配点数0。技能召蚁皇 LV48， 召山羊犬 LV48， 闪爆。被动技能共生 LV48， 召唤空间战斗赐福，当前提供力量
智力3203000，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639956000，混沌召唤，称号独行者、竞技者、猎龙者，货币5588金，5620银，236116铜。点评：一名气血浑厚的是。再次看到自己的数据面板，就连周胜自己都差点吓得眼皮狂跳。6000万的气血值，300万的力量、智力，他真害怕下一秒混沌塔系统忽然给他来个封号。这数据怎么看？怎么不正常啊？就他现在这面板都不用召唤什么召唤兽，遇到 BOSS 一闷棍下去，头都能给他敲破。看着自己此时的攻击力，周胜有些跃跃欲试。自从进入混沌塔以来，他还从来没有正面面对过 BOSS。都是让自己的召唤兽们上前线，那个时候是因为他太弱，现在总算有了自保能力，他还是很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游戏天赋的，想做就做。他打开地图，即刻朝着第7层进发。第7层 BOSS 之间，特殊魔物深海巨兽泰坦，等级70，气血500万，精神30万，力量32000，智力3万，敏捷1000，韧性2000，技能遇水、水遁、横怒扫尾、水域、滔天魔龙卷、深海漩涡、泰坦之怒、巍然如山、生命的瓦解射线。领主专精技能水域，称号无。点评：原是守护深海的巨兽，后因排入海洋的放射性物质过多，逐渐产生变异，成为了摧毁一切海上生命的恶兽。第7层的 BOSS 之间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周胜就处于大海正中央的一片无人小岛上，在他的不远处，足足有数十米高的深海巨兽还在沉睡。说实话，虽然 BOSS 的面板属性看上去并不咋样，跟他一比，完全就是地中地，但是从体型上来看，深海巨兽那压倒性的体型优势，仅仅是它那巨大的存在感，就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迫感。这是单纯的属性数值所体现不出来的。有些人哪怕属性在游戏中已经足够击杀怪物，却总是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就是缺少战斗天赋和直面恐惧的能力。这也是周胜现在最稀缺的。周胜仔细地查看了一遍泰坦的技能说明，确定没有什么危险后，直接发动了特殊装备魔法披风的技能御空。他的脚渐渐离开地面，这是他唯一一件可飞行装备。原本以为在爬到更高的楼层后，很快就会将这件只有不到20级的装备淘汰，但事实却是这游戏的装备爆率是真的低，一路爬到现在都没有再爆出过一件可飞行装备。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御空，但却用的一点都不生疏，只是一个意念便能很熟练地操控身体在空中肆意飞行。他手中召唤出了不死军团的魔杖，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召唤出骷髅大军，而是独自一人朝着深海巨兽飞去。在他踏入 BOSS 领域的那一刻，深海巨兽猛地惊醒，吼吼，死！人类，死！深海巨兽挥舞着自己无数条触手，快速朝着空中的人类挥去。首次面对这么巨大的 BOSS， 周胜的心跳开始加速跳动，仿佛体内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一般。他深吸一口气，加快了自己飞行的速度。轰轰轰！巨大的触手从他身旁擦肩而过，击打在海面上，形成了巨大的海浪。他双手举起魔杖，在又一次躲过深海巨兽攻击的同时，重重地朝着他的脑门重重砸了下去。轰轰！泰坦那巨大的身躯竟然被他这一击直接砸飞了出去，落在海面上，又一次形成了更巨大的海浪。他的头上同时冒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数字，152555。第40章碾压泰坦认主。一个小小的身影和一个巨大的身躯对峙，而结局却总是那个巨大的身影被击飞数米，被打得节节败退。这场面无论谁看了都会觉得十分违和。轰轰！3569，周胜被泰坦巨大的触手击中，倒飞出去10多米，4位数的伤害从他头上缓缓飘出。他头上那漆黑的血条巍然不动。虽然泰坦的攻击并不高，掉落的气血值也很少，但实打实的攻击打在身上，疼痛感却是真的。周胜的敏捷属性要比泰坦高1倍，基本上能躲避泰坦绝大部分攻击，但泰坦利用他无数根触手的优势进行无差别攻击，饶是周胜一直集中精神闪躲，每当要靠近他的时候，还是会被触手命中。砰！操！你他妈玩赖的！又一次被击退数米，周胜被打得有些上头。这狗 BOSS 发现自己近战打不过后，果断开始弃攻防守，一直用水龙卷和自己的触手干扰他靠近。虽然泰坦的攻击伤害不高，但每一击都带有强击退的效果，同时
泰坦长时间没受到攻击，就会发动技能水域。水域10秒钟内未被攻击时自动生效，每秒回复1%最大生命值，持续到被攻击为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刚刚被他消耗了1/3的气血，现如今已经要回满了。好好，你这么玩是吧？周胜气的不行，直接站在原地，举起法杖，闪爆！闪爆！向指定方向发出一道闪电，在命中目标后爆炸，造成300正50%智力点伤害，并有30%概率使目标陷入麻痹状态，消耗150点精神，冷却时间15秒。这个技能是周胜当时花了200金币，在拍卖行上随便淘的一个。本来是想用来弥补一下自己输出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不过随着混沌召唤的出现，这个技能几乎也要变成压箱底了。现在终于首次用了出来，只不过这个看上去无论是效果还是伤害都平平无奇的技能，在自己高达300多万的智力加成下，似乎技能本身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一道金色的闪电开始在他法杖前端萦绕凝聚，当金色的闪电凝聚到一定程度后，颜色开始由金转变成紫色，又从紫色转变成暗红色，最后从暗红色变成了令人骇然的漆黑色。轰轰轰！一道巨大的黑色闪电带着仿佛能够灭世般的威压，径直地射向泰坦巨大的身躯。轰隆隆！76034， 76034， 76034！漆黑闪电的速度极快，这一击竟是直接洞穿了泰坦巨大的身体。因为攻击对怪物造成了洞穿效果，所以伤害数字不停地在泰坦头上跳动。好污！泰坦发出着痛苦的悲鸣，他不停地挥舞触手，想要将眼前那个渺小的人类踩死。周胜娴熟地操控身体，在空中不停地躲避。等闪爆的15秒钟冷却 CD 过后，就又补上一发。随着泰坦身上的窟窿越来越多，他头上血条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到2分钟就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终于，泰坦放弃了进攻，生命，一切终结。泰坦仿佛是在念着什么咒语，他无力地收回了所有触手，身躯却忽然开始膨胀。终结！轰！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泰坦的身躯突然爆炸，无数白色的光线将整个世界一瞬间吞没。这正是泰坦濒临绝望时才会释放的最终技能。生命的瓦解射线，等级降为1级，气血、精神强制降为1点，全属性下降 99%， 对10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相当于自身最大生命值 50% 的伤害，无视韧性，每击杀一个单位回复 1% 最大生命值，至多回复 30% 最大生命值。白色的光线几乎在一瞬间便覆盖了方圆1公里的所有事物。周胜早就看到了这个技能的介绍，所以只是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一个灰色的250000数字从他头上飘了出来，他头上的血条仅仅只是下降了1小节。啊呜！当看到那个渺小的人类相安无事地站在半空中，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时候，泰坦终于绝望地放弃了挣扎。周胜缓缓降落在海面，并没有着急着杀他，因为他要试一试不死军团的魔杖解锁的进阶词条气的能力。不死军团的魔杖特装备等级48，可进阶突破等级上限，可佩戴职业召唤师，以绑定使用者。星技效果略技能死灵骷髅瘴气，制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瘴气屏障，持续期间每秒消耗2000气血，位于瘴气内的所有单位每秒强制受到500点固定伤害，该伤害无视任何伤害减免、净化、抵抗、无敌等效果。进阶词条1生，赋予死灵骷髅额外气血力量，数额相当于召唤师总气血的 1%， 当前数值为3223，已激活。2死，瘴气升级为死亡灵气，可以通过死灵骷髅释放，范围扩大至100米，可自由调整控制范围大小，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无法以任何方式回复气血，已激活。3气，可与不高于自己等级5级的任意生灵签订契约，契约一旦成立无法销毁，目标无条件服从，永不背叛，契约失败精神永90，成功率受对方的等级、精神、当前状态等多方面影响，当前可契约数量020，被成功契约的目标视为召唤师的召唤兽，受共生影响，已激活。4灵，效果未知，90级解锁。这个进阶词条解锁后，周胜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时机用，直到发现了泰坦的生命的瓦解射线这个 AOA 神技，让他生出了一丝想契约他的想法。他来到泰坦面前，举起自己的法杖，心中默念气。下一秒，泰坦的身躯下方亮起了一张巨大的漆黑魔法阵，浓郁的黑色雾气从魔法阵中溢出，包裹住了泰坦全身。泰坦似乎也意识到了他要做什么，
颤颤巍巍地举起了自己的触手。周胜皱了皱眉，还以为他要做殊死的抵抗，然而下一秒，泰坦的身躯整个就低了下去。主。第41章，镜中神明，恭喜您，契约成功。特殊魔物深海巨兽泰坦以认您为主，恭喜你，契约领主 BOSS 深海巨兽泰坦，获得经验值1500000。深海巨兽泰坦被契约，本源已回归，获得7441金币、944银币、136232铜币。无掉落物品，不可采集。你的等级升至49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5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49级。泰坦化作一道星光，融入进了不死军团的魔杖。作为契约者，周胜能够感受到泰坦的状态正处于虚弱状态，他没有再去管他，而是召唤出了契约空间中的饕餮。从刚才契约完泰坦开始，饕餮就一直吵吵嚷嚷着要出来。饕餮此时还是小男孩的模样，刚一出来就四处张望，还一边用鼻子嗅着什么，似乎是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他皱着眉头，一脸疑惑看向周胜：“主人，好吃的呢？”“好吃的？”周胜愣了一下，忽然想起刚才契约泰坦的时候，弹出来了一条比较特殊的提示：深海巨兽泰坦被契约，本源已回归。饕餮想吃的，难道是混沌塔的 BOSS 本源？饕餮又盯着周围仔细找了一圈，在发现那股香味儿确实消失了以后，也只能无奈的放弃。于是周胜就看见他来到了沙滩旁的石堆，拿起地上的一些石头，咔咔咔当起瓜子往嘴里嗑。周胜看得满头黑线，嘴角抽搐。饕餮看见周胜的表情，眨巴眨巴眼睛，问道：“主人要吃吗？”“不用了。”周胜转过身，开启了第7层到第8层的传送门。他打算在今天之内爬塔到第10层，然后利用与野怪的等级差，快速提升自己的等级。之前是因为没有灵石资源修行，考虑到数据同步后超凡能量转化率的问题，所以他才不得不暂时停止爬塔。但是现在无世祖的那批灵石资源应该下午就会到，因此爬塔升级这档子事不得不又一次被提上日程。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爬到10层后，他就能开启第3个海克斯了。第8层，镜中境。这一层是比较特殊的镜中世界，所有路上遭遇的小怪都是由镜中世界所复制的玩家。当然了，镜中世界所复制的玩家只会具有玩家自身的属性，并不具备任何意识、装备、道具和技能。对于大部分玩家们而言，这一层都是最适合练级的场所，因为不具备任何意识、装备、道具和技能，只是空有属性的一副玩家躯壳，对于任何玩家而言都不具备威胁。周胜看了一眼由镜中世界所复制的自己，魔物镜星际，等级49，气血64401，精神22661，力量2301加，智力5064加，敏捷1821加，韧性1931加。点评：镜中镜像，游荡镜中，万物寂灭，它仍犹存。果然，周胜见状，心中不由松了口气。由镜中世界所复制的自己，并没有继承那么恐怖的属性，否则数千万气血、100万力量的镜像小怪，哪怕是他都得磨一阵子。事实上，出现这个结果，周胜并不意外，因为上一次他问过系统，数据同步时，耐久训练所叠加的血量是否会也跟着一起同步至现实世界。系统当时给予的回答是，海克斯科技系统与混沌塔系统完全独立，耐久训练数据会跟随混沌塔数据一起同步，但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其实从这一段话里就能够看出来，混沌塔系统与海克斯系统虽然是相互独立，但是海克斯系统却能够影响到混沌塔系统，相反，混沌塔系统内的数据却无法影响到海克斯系统。如果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优先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海克斯系统的优先级一定是远大于混沌塔系统的。站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的饕餮，并没有出现复制体，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砰！157818，恭喜你击杀了镜星际，获得经验值2450。你击杀了镜像魔物，气血加50。周胜举起魔杖，一棍子敲下去，6位数的伤害在他头上出现，眼前的镜像瞬间就破碎成了玻璃渣子。他一路前行，朝着这一层的 BOSS 走去，差不多每隔2分钟就会出现一只他的镜像复制体，直到他来到了镜像世界的彼岸，那里是一片破碎的空间。四周一眼望去，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看不到尽头。这里就是这一层的 BOSS 之间。周胜将手放到破碎的空间之中，下一秒提示正常弹出，是否要挑战当前领主 BOSS？ 提示 BOSS 强度极高，建议挑战等级80级，建议队伍人数1000加。您当前等级过低，是否继续挑战？提示选择挑战后不可取消，是否？周胜将饕餮收回空间后，直接选择了是。下一秒，周胜眼前一黑，整个人消失在这片空间之中。滴滴滴，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当周胜再次睁开双眼，他正站在一条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眼前熟悉的场景让他整个人不禁愣在当场。要是他的记忆没有出现错乱，这里好像是地球？不对，我不是进了 BOSS 之间吗？怎么跑到地球来了？这里还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呢。一个白发小女孩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周胜连忙闪到一旁，召唤出魔杖，一脸警惕地看着他。小女孩却丝毫不介意他的防备，只是默默从他眼前走过，打量着眼前的世界，似乎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奇怪的世界，明明蕴含着很强的规则之力，空气中却没有丝毫灵气。时间法则、空间法则却都压制得很好。看起来不只是时间法则与空间法则，就连自然法则都一并压制了。这等手段，怕是只有那些老东西才能做到吧？可是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力气，浪费在一颗这么脆弱的星球上？第42章，弑神。看着眼前自言自语的白发女孩，周胜紧紧皱眉。他越看越觉得眼前的世界无比违和，但他却又说不出具体的违和感在哪里。更奇怪的是，他从白发女孩的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没错，明明这里是游戏中的世界，但他却仿佛感受到了真正来自死亡的威胁，浑身汗毛不寒而栗。查看信息，数据冲突，无法查看。当看到无法查看4个红色的大字时，周胜悬着的心彻底沉入谷底。他的预感没有错，可他刚刚明明进的是 BOSS 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对，周胜忽地猛然惊醒。进入 BOSS 之间前，每次都会有几秒钟的倒计时，可是我刚才点了试之后没有出现倒计时，也就是说我进的不是 BOSS 之间，而是在倒计时出现之前被其他力量拉入了这个世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就是眼前那个白发少女。周胜一脸戒备，沉声问道：你是谁？白发少女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2根手指抵着下巴，低头沉思。又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白发少女似是终于要放弃了一样，无奈地叹了口气。她回过身看向周胜，直到这时周胜才看清她的样貌。少女的身材虽然矮小，但却留着一头及腰的白色长发，白皙稚嫩的脸颊如同青莲般圣洁，却又如出水芙蓉般艳丽。小巧精细的五官在那张脸上却又体现得无比精妙绝伦。最吸引人瞩目的是她那双没有任何颜色的双瞳，这让他不禁想起了某部动漫中的白眼。当他看向白发少女的双瞳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进入了一处完全空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时间的流逝，他不会衰老，不会死亡，可以永恒的存在下去。如果能够永远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个想法刚刚冒出，周胜就猛地清醒，从镜中世界醒了过来。白发少女见他清醒过来，显得有些意外。你竟然能强行从我的世界中脱离出来，你果然很特殊。周胜此时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阴沉，他向来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从小到大好事没少做，也基本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这并不代表他能任人拿捏。尤其是刚才的空白世界，他明显感觉到如果自己不强行挣脱，甚至真的有可能会被永远留在那里。山羊犬，死灵骷髅。周胜微微后退2步，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数十万只死灵骷髅凭空出现，黑压压的骷髅大军顷刻间似乎便占领了整个世界。同时他还在不断消耗生命值，不停地召唤死灵骷髅。他能召唤死灵骷髅的最大数量为他气血的 15%， 凭借他6000多万的气血，此时已经能同时召唤900多万只死灵骷髅。只是每召唤一只死灵骷髅需要消耗1000点气血，他一次性最多也就能召唤出6万多只。而且为了不被秒，他还必须要保留 30% 左右的气血，所以每次召唤一批死灵骷髅后，他就只能站在原地等待诅咒魔界回血。白发少女见状，只是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随后她的右手轻轻抬起，一扇3米高的玻璃镜子出现在半空，随后镜子一分为2，二分为4，一直分裂到与她现场召唤的召唤兽数量完全相同。在之后，
周胜就看见一只只与他的死灵骷髅完全相同的镜像生物从镜子中走了出来，白发少女缓缓地漂浮于虚空之上，周围的地球景象也在此刻缓缓消失不见。他远远地看向位于骷髅群中间的周胜，笑着道：“怎么，你想对我出手吗？”周胜眯了眯眼，没有说话。白发少女却宛如胜券在握一般，从容的道：“在镜像世界中，你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我的力量取自于你，所以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毕竟你的身世特殊，说不定还藏着关于另外一颗星球的秘密。”周胜再次沉声问道：“你究竟是谁？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那好吧，看在你如此诚心发问的份上，我就告诉你，无名白玉乃掌管天地镜像的镜像之神。”他的话音刚落，周胜眼前的面板终于恢复了正常。神，镜像之神，白玉，等级80，气血、精神、力量、智力、敏捷、韧性、技能、称号。点评：他镜 Arrow 123355548中94466。周胜见状，眼皮狂跳，嘴角不由一阵抽搐。好家伙，还真是神，货真价实的镜像之神。自从上次亲眼看见战争之神阿瑞斯被自己召唤了出来，他就一点也不怀疑这个世界上有神明的存在。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混沌塔中会出现神明？更让他恼火的是，这个什么镜像之神，好像专门盯上他了。白发少女见他一直不说话，便挥手指挥着镜像骷髅们道：“去吧，毁灭一切所见之物。”好！数十万只镜像骷髅闻言，突然就像失控了一般，朝着死灵骷髅一拥而上。白发少女目空一切，一脸淡漠地看着下方。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不对劲了。她所召唤出的镜像生物是完全复制对方的各项属性，缺点是不能复制对方的装备、道具、技能和战斗意识，所以复制体的实际战斗力会略逊于本尊。但优点是镜像生物哪怕死亡，对他也没有任何损失。他只需要静待1分钟左右，就又可以重新召唤出新的镜像生物。但眼前的景象已经不能用略逊于本尊来形容了。镜像复制体的攻击落在死灵骷髅身上，死灵骷髅的血条几乎纹丝不动。反过来，死灵骷髅的攻击落在镜像复制体身上，复制体却宛如一块豆腐，一碰就碎了。两者的气血和攻击属性根本就不属于一个维度的。这怎么可能啊？自称镜像之神的白发少女终于没有了先前的从容，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幕。周胜一脸淡漠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同时心中又得出一个结论：海克斯系统的优先级不仅要高于混沌塔，甚至要远高于神明。白发少女猛地看向周胜，她的眼神中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轻视，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与慌乱。你到底做了什么？周胜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对着空气仿佛自言自语地问道：饕餮，你想是什么？第43章镜像之神白玉鱼。白发少女神色戒备地向后倒飞出去，同时她的身上亮起一道洁白的圣光，如同细胞生物分裂再生一般。她的身体从1个分裂成2个，又从2个分裂成4个。转眼间的功夫，天空中便生成了数万个白发少女。其中一名白发少女右手一挥，一枚夹杂着奇异能量的白色光球直直射向下方的死灵骷髅大军。轰轰！白色光球在死灵骷髅中引爆，数十只死灵骷髅被炸成了一片光子，消失不见。原本密密麻麻的骷髅大军突然出现了一片真空区域，不过马上就被其他死灵骷髅所填满。周胜见状微微皱眉，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刚才死掉的那几只死灵骷髅没有掉血。出来吧，饕餮！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浪费在这个什么镜像之神身上了。白色的空间中裂开了一道漆黑的缝隙，一个小男孩探着头，活蹦乱跳地走了出来。看见周胜，他一脸惊喜地问道：主人，可以吃东西了吗？周胜摸了摸他的头，问道：你想吃什么？神。饕餮歪了歪头，目光瞥向了半空中密密麻麻的白发女孩。可就是这惊鸿一瞥，他就再也没有移开目光了。慢慢的，口水就不由自主地从他嘴角流了下来。饕餮一脸激动地指着天上的甜点：主人，好吃的！主人，好吃的！越说，他脸上的表情越发激动，到最后甚至都无法再保证人类的形态，逐渐变回了自己本来的模样。他的口水像是喷泉似的喷涌而出，口水滴落在地面的白镜上，白镜却像是只遇上了火，直接破滴穿了好几个窟窿。半空中的白发少女们看到了地面上的动静。当饕餮从虚空中踏出的那一刻，
白发少女就已经被吓傻在原地了。她只觉得自己浑身冰冷，如坠冰窟，神力明明充斥全身，却完全无法动弹分毫。尤其是当她发现自己被他盯上的那一刻，她仿佛觉得自己的命格已经在这一刻彻底停止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看到天空中白发少女震惊的表情，周胜就知道这货肯定也认识饕餮，毕竟战争之神也认识饕餮，同为神明，他没道理会不认识。只不过看样子，这些神明似乎都很惧怕饕餮啊，而且还不是那种一般的恐惧。去吧，天上的都可以吃，地上的不行，最后给我留一只，我要问话，问完再吃，听懂了吗？饕餮闻言猛猛点头，随后一个俯冲，直冲云霄。好吃的，好吃的！空中数万个白发少女见到饕餮直冲而来，却没有一个敢动的，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一个个的都已经被吓破了胆。饕餮张开滔天巨口，原本只有巴掌大的嘴巴，刹那间便宛如遮天蔽日的覆世乌云，一口便吞下了数百只白发少女。好吃的，好吃的！直到这一刻，数万白发少女仿佛才如梦初醒，纷纷嘶吼着向远处逃离。滚！都给我滚！快去帮我拦住他啊！你们都去死，都去死啊！只要我还活着，我们就还有机会。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从容的样子，宛如一只受惊了的小鹿，四处无力的逃窜。只是无论他们逃跑的速度有多快，一旦被饕餮锁定，哪怕是远遁万里，也会在顷刻间被饕餮吞入腹中。饕餮在空中肆意翱翔，每一次张开滔天巨口，就会吞咽数百只白发少女。他一边吃，还会一边发出五母和咀嚼的声音，口中还要大喊好吃的。对于白发少女而言，那咀嚼声就如同阎王的催命符一般，让她不敢停歇半刻。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无论她跑到哪里，跑了多远，饕餮总是能够精确地找到她。但她又不能不跑，因为一旦放弃，被饕餮吞噬，就意味着永恒的死亡。她可是高高在上的神明，怎么可以死在这里？他发出一声怒吼，将所有复制体回归到本体，随后用尽全身的神力和命格，在他前方创造了一个长宽高3米左右的玻璃囚笼。这是他现在最强的封锁技能，哪怕是强如星神，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突破封锁囚笼。只要能够暂时封锁住饕餮的行动，他就有办法突破混沌塔的桎梏，逃离到更上方的楼层。嘿嘿，找到你啦！饕餮从他的正前方狂奔而来，他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精神完全集中在封锁囚笼上。就在饕餮距离他只有不到5丈距离的时候，他猛然发动囚笼，给我锁！阿姆！他那引以为傲的囚笼结界刚刚张开，巨大的神力还没爆发出来，就在他惊恐的眼神中，直接被饕餮的深渊巨口一口吞下。吞完，饕餮还一脸意犹未尽地甩了甩舌头，看向白发少女，那眼神就像是在问还有吗？他的浑身都在颤抖，不，更准确的说，是他的灵魂在发出恐惧的哀嚎。见他没有了动作，饕餮也显得有些扫兴，张开巨口。白发少女见状，绝望地闭上了双瞳，但饕餮却只是将她叼在嘴里，并没有将她直接吞下去。白发少女见状，一脸不可思议，惊恐的表情中却又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些生机。数息之后，周胜就见饕餮嘴里叼着个东西，一蹦一跳地跑了回来。来到周胜面前，他将少女随口吐在了一边，根本就不怕他逃跑，然后像是邀功似的跑到他的腿边蹭了蹭。周胜满意的摸了摸他的头，随后看向白发少女。此时白发少女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惊讶来形容了，她有生之年竟然能看见饕餮如此亲近一个人，这要是放在众神时期，只怕是没有一个神明会相信这么离谱的事，但他偏偏就发生了。刚才明明还是少女趾高气昂俯视着他，此时此刻两人的位置却像是镜像一般彻底反转。他面无表情地问道：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白发少女紧咬嘴唇，用力点了点头。此时此刻他还有的选吗？不说，恐怕下一秒就会成为饕餮的口粮。周胜微微一笑道：放心吧，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就不会有事。白发少女闻言瞬间松了口气，只要能活，别说几个问题了，就算是让他沦为凡胎，永世侍奉对方，他也愿意啊。于是他立刻摆出一副谦卑的姿态：您问，妾一定知无不言。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以及你为什么会知道地球的事？白发少女抿抿嘴，老实回答道：你的灯塔速度很快，很特殊，不光是我，
塔上还有一些其他神明，也都注意到你的存在了。至于你说的地球，那只不过是你心中景色的具象化。我动用了神力，将具象化的景色还原了一些，这才察觉到了那个世界的特殊之处。周胜沉默了几秒，继续问道：在这层之上，离我们最近的神在几层？不知道，我还没有恢复到能够打破混沌塔规则禁制的地步，除非消耗本源。那这混沌塔中总共有几个神？这我不知道。那和其余的神比，你算强的还是弱的？我是镜像之神，并不擅长战斗，所以你觉得饕餮消化掉你需要多长时间？啊！白发少女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迎面来的一张滔天巨口。阿姆姆！周胜拍了拍饕餮的头，微微一笑。答案是饕餮没有消化系统，不需要消化。镜像之神，白玉鱼。第44章，吞噬能力，成神。砰！镜像之神被饕餮吞噬，原本的镜像空间轰然破碎。他一个意念将饕餮和死灵骷髅收回召唤空间，下一秒眨眼间便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你击杀了镜像之神白玉，气血加50。刚刚回到游戏世界，海克斯系统后台忽然弹出提示，或许是因为击杀的目标比较特殊，系统还贴心的给他发送了一个提示弹窗。与此同时，他眼前的游戏面板也终于开始倒计时。你将在15秒后被传送至 BOSS 之间，请做好准备。几个呼吸后，倒计时结束。周胜眼前的风景再次转换，这一次他被传送到了一个白色的正方形空间，四周一眼望去，除了一望无际的白，没有任何生物存在。奇怪，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伸手摸了摸空气，却捞了个空，不由眉头紧皱，有些想不通。明明是第一次来，为什么这里会让他有种像是回家了的感觉？他开始在四处游走，奇怪的是，他没有看见领主 BOSS， 甚至连只挡路的小怪都看不见。难道白玉就是这一层的 BOSS？ 可如果白玉是这一层 BOSS 的话，饕餮吞掉他的时候，不应该就显示通关了吗？周胜百思不得其解，思索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决定把饕餮召出来问问，虽然这个吃货大概率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了，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饕餮被召唤出来后，用鼻子在空中嗅了嗅，随后便说道：主人，这里不是你的地盘吗？我的地盘？周胜闻言愣了一下，饕餮慢慢变回人形，点了点头。对啊，我吃掉了那个好吃的，所以这里就是主人你的地盘了。啊！你等等等等！周胜连忙伸手打断，揉着脑门道：你先让我捋捋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空间是镜像之神的，但你吃掉了镜像之神，所以这个空间就继承给我了。饕餮一根手指抵着腮帮子，仰着头思索着道：不是啦，应该是我吃掉了好吃的，然后那个好吃的能力就变成主人的了，然后这个空间只有用好吃的能力才能操控，所以现在这个空间就是主人的了。听饕餮的解释，周胜简直听得一个头两个大，他在脑海中足足消化了半晌，才大概明白了饕餮的意思。他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把吃掉的人的能力传给我？饕餮歪着脑袋，眨了眨眼睛，点点头：是这样的。可是不对啊！周胜敏锐地揭穿道：你上次不是吃掉了战争之神吗？他的能力可没有传给我。饕餮闻言连忙笑着摆了摆手道：那个肯定不可以啦，主人的身体太弱了，承受不住那个难吃的能力的。周胜闻言嘴角不由一抽，好家伙，自己竟然被召唤出来的契约兽嘲讽说太弱了，可还行。最关键的是他还没办法反驳，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不过他马上又有些激动地问道：那你的意思是，只要是你吃掉的能力我能够承受住，你就可以把能力转移到我身上是吗？饕餮重重点头：就是这样，没错。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周胜激动得恨不得把饕餮举起来亲2口。饕餮的强大，自从他将饕餮召唤出来时就已经见识到了。明明只是幼年期，却一个照面就吞掉了战争之神阿瑞斯。现在他竟然还可以从饕餮身上获取他吞噬掉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饕餮吞的东西越多，他也就越强。既然如此，接下来的念头刚一出现，周胜就猛然清醒过来。他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回想起自己刚才脑海中的杂念，他不禁被自己吓了一跳。他现在可是饕餮的主人，只有他能遏制住饕餮，避免他未来发展成为吞噬一切的凶兽。如果连他都坠入黑暗了，那怕是会在不久的将来，他就成为第2只饕餮。那这个世界，不，或者说整个宇宙都要乱套了。我该怎么使用白玉的能力？站在这方世界的正中央，
周胜朝饕餮问道：“白玉，就是好吃的。”哦，饕餮恍然大悟，然后左右胡乱挥舞着自己的双手，这样，然后那样就可以了。啊！周胜嘴角抽搐，知道自己算是白问了。他闭上双眼，静下心来，默默地感受空间中那股熟悉的力量来源。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还真就感受到了空气中有一股若隐若现的白色能量，只不过这些能量十分弱小，细若发丝，数千根白色的发丝正逐渐汇聚在一起，融入进他的体内。就在他缓慢地吸收着空气中的能量时，他并没有发现，游戏面板同一时刻弹出了提示消息：你正在吸取本源之力，经验加500000。你正在吸取本源之力，经验加500000。你正在吸取本源之力，经验加500000。你已成功吸收本源之力，获得特殊技能镜像空间。恭喜你获得特殊空间镜像魔方，你的等级升至50级，你的等级升至51级，你的等级升至60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650。不知过了多久，周胜缓缓睁开双眼，他的双瞳已经失去了颜色，变成了一尘不染的白瞳，而他眼中的世界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这个白色的空间仿佛一个脆弱的正方体魔法，他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操控这个空间，只要身处此处，他便是一切的主宰。他看向自己的手心，一股洁白色的能量汇聚于此，握紧双拳，白色能量又消散如烟。呼，吸收完能量，他闭上双眼，再次睁开，瞳孔便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几乎是同时，他的眼前再次弹出系统消息：恭喜你已获得神格。第44章吞噬神格职业进阶。恭喜你已获得神格，获得新的称号神，获得神格专属道具镜像之神的配章。镜中镜本源已灭，无特殊掉落。BOSS 当前状态不可采集。你的等级已升至60级，检测到您还未进行职业进阶，还请尽快完成第一次职业进阶。检测到已拥有神格，职业无需进阶。神格？周胜微微一怔，点开自己的资料面板。此时他的资料页面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神星际等级60 900000240000，气血6417 6001，精神128361，力量330 6371加，智力330 9134加，敏捷4101加，韧性4211加。装备不死军团的魔杖，武器混乱面具、面饰、魔法披风、背饰、御风长袍、上衣、守护长裤、下衣、拾荒者手套、胜利者头巾、头饰、青灵之靴、鞋子、幻空项链、幻空戒、戒指、诅咒魔戒、戒指、破魔镯、手镯，可自由分配点数650。技能照以黄 LV60 照山羊犬 LV60 闪爆镜像空间镜像魔方。被动技能共生 LV60 召唤空间战斗赐福，当前提供力量智力320 3800。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加63 995 650。混沌召唤，称号独行者、竞技者、猎龙者、神。货币5588金、5620银、236116铜。点评：镜像之神。原本的昵称变成了神， ID 编号和职业也都消失不见了。离奇的是，即使职业消失，他作为召唤师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也仍然存在。不过他更在意的还是最新获得的2个技能和镜像之神的称号。镜像空间，作为镜像之主，你可以随时进入世界的镜像空间，且在镜像空间内，你的各项属性获得增强。镜像空间会复制一切外界事物，并且保持内外同步。进入、退出镜像空间消耗10万点精神，精神不足时将会自动损耗气血。镜像魔方消耗800万气血，在自身周围生成8面无法破坏的镜面结界，在结界内，你的各项基础属性提高 33%， 且每分钟可以复制一个敌方单位的复制体，复制体拥有本体 100% 的属性，持续36000秒。神之名讳，不可言，不可听，不可想，不可念。威压加9999，神性加9999，神力加9999，气血加100000，精神加100000，力量加100000，智力加100000，敏捷加1000，韧性加1000。不得不说，不愧是和神沾边的东西。2个技能，1个称号，无论哪个
都强大的离谱。其中，周胜最看重的是镜像空间这个技能。虽然它看上去没有任何进攻效果，但是随时躲进镜像空间的功能，让他不由想起了某部忍者动漫里的一个角色能力。这个能力要是开发的好一点，绝不会成为他的压箱底之一。除了这3个技能，他貌似还获得了一个道具。他打开背包，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块佩章，镜像之神的佩章，成为镜像之神的平一，拥有此佩章将获得神格，特殊效果神格+1。看着手中的佩章，周胜眯了眯眼。神格这东西他以前可没少听说，虽然听起来逼格很高，但讲得通俗易懂一点，位列神格就是进入一家公司当经理。虽然他的权限和力量得到了增强，但却受到更多规则的限制，而且位列神格普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代价是什么，但拥有饕餮的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险。更何况无论哪个世界，没有神明不一样都活得好好的，所以世界上根本不需要神。饕餮说罢，他便招呼了一声，随手将手中的镜像之神佩章丢了过去。饕餮的目光盯上佩章，眼睛都在发光，张开巨口，一口便将它吞噬。同时，周胜的眼前再次弹出消息：镜像之神的佩章已损毁，你已失去神格，你失去了称号神，镜像之神已无平一，神位剔除。您的职业召唤师已回归，您的等级已升至60级，请尽快完成第1次职业进阶。你的技能镜像空间、镜像魔方发生了改变。镜像空间消耗100万点气血进入退出镜像空间，在镜像空间内各项属性降低 33%， 每秒消耗1000气血。镜像魔方消耗800万气血，在自身周围生成8面无法破坏的镜面结界，结界内每分钟复制1个单位的复制体，复制体拥有本体 100% 的属性，且不分敌我，持续36000秒。因为神格的缺失，再加上周胜主动放弃成为镜像之神，2个技能也都被削弱了一些。尤其是镜像空间，消耗提高了10倍，且在镜像空间内还会降低全属性，持续消耗气血。不过这点程度的消耗，对他而言完全就是可有可无。召唤师职业回归了，是不是该进行第1次职业进阶了？周胜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职业那一栏又重新恢复。只是他有些担心，自己当初选择职业的时候就是系统出错，最终被迫选择了召唤师。那么这一次职业进阶，该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吧？如果再发生那样的情况，那他可就真的只能召唤师一条路走到黑了。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是想换个玩剑的职业，至少那样可以不用再拿法杖上去对着敌人的脸一顿敲了呀。他一个召唤师，天天拿着法杖去敲人是个什么事儿？进阶，必须进阶。第45章，职业进阶成功，在线世界通告，请选择你要进阶的职业。提示：你可以在以下49个职业中选择一个职业进阶：盾战士、狂战士、双刀战士、嗜血战士、古战士、武器大师、武装战士、赤天法师、怒气法师。你的等级已达到60，本次进阶将会为你提供一个随机的永久 buff。点开职业进阶的面板，琳琅满目的49个进阶职业摆在他的面前，他的目光直接越过前面几个职业的进阶选项，跳到了中间的剑客那一栏。剑客的进阶职业同样有7个，分别是侠客、御剑士、淬剑师、剑天、修罗、御剑、剑心。不得不说，不愧是逼格最高的职业，连职业进阶后的名字都要比什么盾战士之类的强太多了。在进入游戏之前，他就已经做过许多关于职业进阶的攻略。在此之前，他最为心动的自然是剑心这个职业，因为剑心主要讲究的是我心即剑，剑即我心，有点武侠小说中人剑合一的感觉了。现阶段，华国最强剑神李一伟老爷子曾经初次进阶的职业就是剑心，所以只要是玩剑的，初次进阶职业基本都会选择剑心，并非这个职业一定就是最强，而是最强的人就站在那里，哪怕是最单纯的品牌效应都会影响到一大批人效仿。周胜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剑心这个职业，倒不是为了效仿李一伟老爷子，而是他现在的职业是召唤师，进阶之后会变成什么玩意，他也不知道啊。哎，就这样吧，先看看会不会出错误代码。选定初次职业进阶为剑心后，他的系统面板就像是进入了加载页面，开始转圈圈了。怎么总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周胜自言自语，话还没说完呢，加载页面就完成了。让他意外的是，这次职业进阶竟然直接成功了。只是当他看到自己进阶后的职业，人都骂了。你的初始职业为召唤师，职业进阶已选择剑心，正在进阶，数据更迭中。
检测到混沌本源，检测到未知数据影响，你的技能数据无法更改，正在为你抽取随机永久 buff。你抽取到的随机 buff 为日冕，恭喜你职业进阶成功。你进阶后的职业为召唤师剑。当看到召唤师这3个字的时候，周胜血压蹭蹭蹭的往上涨，还能不能玩了？都特么的进阶成功了，竟然还是召唤师，这破职业是和我杠上了怎么的？饕餮，我饕餮呢？赶紧过来给我把这个系统吞了！饕餮仰着头，看他对着面前的空气骂骂咧咧的，有些不知所云。周胜只觉得自己这会儿气得脑仁痛，看来这混沌塔系统还是有2把刷子的。以饕餮吞天吞地吞神命的能力，竟然都无法发现混沌塔系统的存在，或者说混沌塔的主体并不在此，所以饕餮目前就没有办法吞了它。对了，玉山！周胜眼前一亮，不知道去了玉山，饕餮能不能吞掉混沌塔的结界，又或者直接将混沌塔整个都吞掉。不过就算可以，周胜也不打算让饕餮吞混沌塔，毕竟他还指望着通过数据同步来获取超凡力量呢。万一饕餮吞了混沌塔，他现实中弱得一批的肉身又无法承载混沌塔的能力，那就真是亏大发了。算了，还是先看看进阶后的职业吧。虽说职业进阶了个寂寞，召唤师还是召唤师，但是在召唤师的后面却多了一个剑。他伸手点击了后面的剑字，果不其然弹出了一个说明：剑，你现在可以使用剑作为你的武器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明，但却让周胜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了起来。可以用剑，他连忙丢掉了手中的不死军团魔杖，拿出了一把之前 BOSS 爆出的黄金单手剑。已装备。当系统弹出已装备的提示时，他的内心显得格外激动。好，在混沌塔中，非对应职业是无法装备其他职业的装备的，哪怕是尝试拿在手里耍帅都不行。所以在此之前，他哪怕是想背一把剑在背上装个臂都做不到。刷！周胜激动地拿着黄金单手剑，像个小孩子一样在这片空间中来回穿梭。尤其是他发动魔法披风的飞行能力，一边飞一边挥剑，还真有点仙侠剧中剑仙耍剑的样子。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一些剑客职业的技能书学一下。周胜心里默默盘算着，等自己出去一定要买本技能书试一试。等他玩够了，缓缓从空中落下。饕餮已经趴在地上睡着了，他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将饕餮收回了召唤空间，然后看向自己60级职业进阶后抽到的永久 buff 日冕。这个 buff 因为是永久存在的，所以玩家抽到的强度普遍都不会太高。但当他看到这个 buff 的介绍后，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日冕，你的精神受到太阳之神的庇护，精神加1000000，战斗中每秒回复 5% 的精神，脱离战斗后额外回复 1% 的精神。一般来说，职业进阶抽到的永久 buff 都不会太强才对。可这个日冕，光是精神就加了100万，战斗过程中每秒还可以回复 5% 的精神。这要是给法师们看到了，他都不敢想会引发多大的轰动。太阳之神的庇护，周胜盯着这几个字看了许久，看最终还是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只好想这件事情先放一放。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爬到第10层，开启属于自己的第3个海克斯。当周胜在 BOSS 之间玩剑玩得开心的时候，他还全然不知，因为他的原因，世界各地又一次沸腾了。因为混沌塔中罕见的又一次发布了世界通告。世界通告：第8层 BOSS 镜中梦魇已被击溃本源， BOSS 之间永久消失，第8层至第9层的通道门永久开启。世界通告：第8层 BOSS 镜中梦魇。世界通告：第8层 BOSS 镜中梦魇。原本距离昨日的世界通告还没有沉寂下来的世界，因为这次通告再一次沸腾了，而这一次世界沸腾的程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第46章，第2枚彩色海克斯。米国熟悉的圆桌会议室，嘈杂的议论声乱成了一团。继第6层之后，又是第8层，上一次的消灭本源真的不是巧合，难以想象，竟然真的有人能做到这种事。现在有更严峻的问题。没错，根据我们前线线人传回来的消息，那个神秘人很有可能是个华国人。事态发展这种地步，我们已经不能再留守了。不是还没有调查清楚吗？贸然行动会不会太激进了？国际和平组织前不久才刚刚找总统先生谈话，我们已经违反了数次国际公约，如果在华国不能再出现第2个李一伟。会场一度因为这一句话而变得安静，许久之后才有人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米歇尔说的不错，无论如何华国都不能再有第2个李一伟了，否则我们米国将永无翻身之日。既然如此，那就调动所有潜伏在华国的力量，另外派鹰爪联盟的3刺客潜入华国，
再让我们手中的棋子也出一份力，确保万无一失。无论那个神秘人是谁，他的下场就只有一个，必须死。国际和平组织和媒体那边，就让总统先生去盯着吧，大不了最后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在他身上，反正总统的作用不就是如此的吗？那么现在开始举手表决。同意。我也同意。好，既然大家都同意，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罗宾国，米国那边已经忍不住要行动了，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他们的大军现在就在我们首都驻扎着呢，难道还能拒绝不成？我们是米国的马前卒，华国如果出现第二个李一维，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既然如此，就只能拼了呀！真是可恶，那个神秘人究竟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突然出现？连续消灭2次楼层 BOSS 本源，这种妖孽要是成长起来了，简直不可想象。樱花国，首相，米国那边要行动力，他们说让我们率先采取行动。去吧，一切都按他们说的做。可是上次就是米国唆使我们对华国出手，这惹怒了李一维剑神，这次万一……怕什么？他李一维斩我们一次，已经耗费了足足50年寿命，他的年龄摆在那里，还有什么好害怕的？难不成他李一维还敢再斩我们一次？是，属下这就去。混沌塔第8层本源被消灭的消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如同暴风雨般的热潮，而在这股潮流的背后，实际上是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而作为当事人的周胜，已经前往了混沌塔第9层无尸之地。特殊魔物3头蛇美杜莎，等级90，气血1000万，精神100万，力量52000，智力18万，敏捷2500，韧性3000，技能石化射线、蛇信子、腐蚀之牙、蛇灵召唤、蛇腹、蜕皮、地缚、巨灵、不死之身。领主专精技能蛇神，称号无。点评略打量了一下 BOSS 的面板属性，周胜心中了然。从这一层往上的楼层，能够在网上找到资料的就比较少了，越是高的楼层，情报就越是珍贵。虽然对他而言，10层以下的 BOSS 早就没了什么威胁，但打架之前知道的情报越多，总归是没坏处的。他手持黄金剑，兴致勃勃地进入了无尸之地的 BOSS 之间。早就想用剑砍 BOSS 了，今天你们一个 BOSS 都别想跑。几分钟后，周胜戴着墨镜躺在摇摇椅上，一边摇一边喝着手上的肥宅快乐水，而他原本拿在手中的黄金剑已经被丢在了一旁的地上。可爽啊！看着远处正在辛苦战斗，时不时就会被美杜莎拍死一大片的死灵骷髅们，周胜默默消耗着自己的气血，为他们补充人数。果然，还是召唤师这个职业适合我呀。他刚才进来和 BOSS 大战了3个回合，然后他就发现有点累了。近战这个职业貌似真的不适合他，倒不是说他体力跟不上，而是那种明明下定了决心晚上要做饭，但是等到了要开火的时候，忽然就觉得不如点外卖算了的感觉。拖着刀去和 BOSS 对砍，疯了吧？我明明是个召唤师哎！10分钟后，美杜莎满含怨念的倒在了地上。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3头蛇美杜莎，获得经验值500万。你越30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15000000。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美杜莎的蛋，当前 BOSS 尸体状态可采集，获得10048金币、4242银币、23999铜币。你的23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你的等级升至66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42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66级。你击杀了3头蛇美杜莎，气血值永久加50。这一次周胜没有让饕餮上来就开饭，主要是被饕餮吞噬的 BOSS 会被消灭本源，他没有办法拿到 BOSS 最后一击的特殊掉落。不过比较遗憾的是，第9层美杜莎的特殊掉落也没爆什么好东西，只有一颗不知道什么作用的蛋。将 BOSS 尸体采集后，周胜毫不犹豫直奔第10层。继续。半个小时后，第10层 BOSS 之间，随着第10层 BOSS 的倒地，金色的光芒几乎照亮了整个天空。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赤灵羽，获得经验值1000万。你越34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34000000。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魔法羽毛。你单独通关第10层领主 BOSS， 获得特殊称号孤，获得32191金币、4326银币、211541铜币。你有58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当前 BOSS 尸体状态可采集。你的等级升至74级。你的各项属性
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60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74级，你击杀了赤灵与气血值永久加50，只能说不愧是前10层的最终 BOSS， 爆出的战利品可以说是相当丰厚，光是掉落的装备就有58件之多。由于是越级击杀，他的等级也直接升到了74级，而且还拿到了一件特殊掉落装备魔法羽毛。不过这些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因为同一时刻，他的海克斯系统也响了。你当前已通关混沌塔层数10%，你当前可抽取海克斯科技次数1，本次海克斯强化等级为彩色。第47章恶魔契约，恐怖的阿尔法黑虫，请从以下3个彩色海克斯强化中任选其一。1. 恶魔契约，每消耗5点气血上限，可召唤一只阿尔法黑虫，无召唤数量上限。2. 成吨的伤害加，获得一个无尽之力，穿戴后获得 33% 的全属性增强，攻击敌方单位时会额外获得 60% 吸血和破韧性效果，你与你的召唤物都能获得该装备的加成。3. 好事成双3，当你的召唤兽数量为偶数时，召唤兽全属性提高 100%， 且免疫一次致命攻击，触发免疫后5秒内处于无敌效果。让周胜感到意外的是，第3次海克斯的等级竟然依旧是彩色。不意外的是，彩色海克斯的强度依旧高得离谱。第一个恶魔契约暂时不知道作用，也不知道召唤出的阿尔法黑虫究竟是什么，所以暂时无法评价其强度。但是从第2个海克斯开始，就让周胜犯难了。就无尽之力一件装备，就能增强他和所有召唤兽全属性 33%。更离谱的是，还有额外的 60% 吸血以及破韧性效果。在塔2这款游戏中，前期的破韧性技能装备都是十分稀少的，这也就导致了前期韧性的收益过大。野怪和 BOSS 的韧性一旦突破1000点，高攻职业的伤害就会一路锐减，攻击属性的收益大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周胜高达几百万的力量打在 BOSS 身上却只有区6位数伤害的原因。只有到了10层以上，玩家们的等级突破了100级，才会陆陆续续获得一些破韧性的技能、道具和装备。在游戏中期，想要对 BOSS 造成有效伤害，使自己的攻击效益最大化，最有效的方法就破韧性。所以无尽之力对于刚刚通关第10层的周胜而言，毫无疑问是对他提升最大的海克斯。不过当他看到第3个海克斯后，瞬间就变得犹豫不决了起来。好事成双，只要召唤兽的数量为偶数，就能获得 100% 的全属性提升，比无尽之力高了3倍。虽然这个加成自己吃不到，但是他是一个召唤师啊，自己又不上战场，所以吃不吃这个加成意义不大。更关键的是，所有吃到这个加成的召唤兽都能免疫一次致命攻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相当于只要选了这个海克斯，他的所有召唤兽都自带一剑名刀司命，以后不管高层的 BOSS 有多变态，攻击力有多高，都不可能一巴掌拍死他的死灵骷髅了。这对于那些拥有全屏秒杀技能但是 CD 又很长的 BOSS 而言，简直就是噩梦。这该怎么办啊？周胜瞬间就陷入了纠结。2个海克斯对他来说诱惑力都很大，但他纠结的并不是选这2个海克斯里的哪一个，他纠结的是第一个介绍语朦朦胧胧的恶魔契约。虽然他不知道阿尔法黑虫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海克斯的具体强度如何，但有些时候有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明选第2和第3个海克斯对他的提升都很大，选择第1个有可能血亏，但是不选他能后悔一辈子。纠结了许久，周胜终究还是放弃了2个提升战力的海克斯，选择了第1个。恭喜你获得彩色海克斯强化恶魔契约，你的海克斯科技抽取次数已用完，距离下次抽取海克斯需通关塔的层数为10/15。系统提示音出现的那一刻，周胜的脑海中忽然就多出了一张黄色的牛皮纸，只需要闭眼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它静静地位于自己的识海。在它出现的那一刻，周胜仿佛就明白了它的用处。他并不需要按照游戏中那样发动技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意念，就可以利用契约召唤出阿尔法黑虫。他尝试性一次召唤了10只，你成功召唤出了一只阿尔法黑虫，气血5。你成功召唤10只比正常蚂蚁还小的黑色小虫子凭空出现在他眼前。他伸出手，10只阿尔法黑虫便飞到了他的手掌中心。他目光一凝，查看其阿尔法黑虫的信息。契约兽阿尔法黑虫，等级1，气血100，精神10，力量10，智力10，敏捷10，韧性10，装备无，技能巨能分解强创逆反，称号无，
点评：差点毁灭宇宙的元凶，因失去了繁育能力而走向种族灭亡。死！当看到阿尔法黑虫的面板时，周胜还以为这次海克斯翻车了，这属性面板未免也太拉胯了。可当他看到系统对阿尔法黑虫的评价时，顿时就知道事情不简单。差点毁灭宇宙的元凶，这么小的黑虫子，竟然差点把宇宙给毁灭了。他立马定睛看向他的技能介绍，技能：阿尔法黑虫一生一次的特殊技能，依附于宿主体内，获得一个可以抵挡1000点伤害的真实护盾，可无限叠加，无时间限制。且每增加一只阿尔法黑虫，护盾效能提高 1%， 护盾被击碎后对攻击者造成等同于护盾数额的伤害，无消耗。分解：阿尔法黑虫依附于目标体内时，可100%分解目标本源，分解所需要的时间由敌我双方属性、阿尔法黑虫数量决定。强创：阿尔法黑虫的攻击为强制减少目标生命上限，该伤害无视韧性、减伤、无敌等效果，且攻击必定命中。逆反：阿尔法黑虫受到伤害时，强制减少攻击者目标生命上限，该伤害无视韧性、减伤、无敌等效果，数额为所受到的伤害。看完这小虫子一个比一个离谱的技能，周胜眼睛的形状从半月变成了满月。好，本来我以为自己的技能已经足够变态了，但是跟这货比起来，简直就没法比啊！先不说其他的，就光这强创和逆反2个技能，攻击必定命中，还无视减伤、无敌，造成的伤害还是减少敌方单位的生命上限。如果你还手了，不好意思，直接反伤，而且反的伤害同样无视任何减伤，直接减少生命上限。这东西要是有繁育能力，在他们数量足够多的情况下，这特么的打个毛啊！哪怕是周胜都只能绕道走。第48章，阿尔法黑虫与饕餮。除了变态的进攻和反伤能力，阿尔法黑虫的防御能力同样出色。巨能可以让每只阿尔法黑虫为宿主提供相当于1000点气血的真实护盾，可以无限叠加，还没有时间限制。护盾被击碎后，还会对攻击者造成等比例的伤害。单单这一个技能的效果，就已经远超游戏中的特殊装备了。唯一让他拿不准的是分解这个技能。单看描述，分解目标本源有点和饕餮的吞噬能力类似。至于具体效果，肯定要等实际试验过了才知道。阿尔法黑虫虽强，但也并不是没有缺点，那就是它的个体能力并不出色。单只阿尔法黑虫的战力也就比最初的蚁皇要强那么一点。想要完全发挥出它的威力，足够的数量是必要条件。而持有耐久训练，可以无限量叠加气血的周胜，正好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气血。既然只有当阿尔法黑虫成群，才能发挥出它最恐怖的战力，那么周胜当即决定，先拿1000万的气血来召唤阿尔法黑虫。你成功召唤出阿尔法黑虫 X20000000， 气血1000万。顷刻间，足足200万只阿尔法黑虫出现在天地间，漆黑的虫巢如同海浪奔涌，气势滔天。就连密密麻麻的黑虫翅膀与空气摩擦所发出的震动声，都如同雷声一般，震耳欲聋。当阿尔法黑虫虫群出现的那一刻，就连天空都被虫群彻底覆盖。这壮观景象给没见过世面的周胜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缓缓伸出右手，下一刻，无数黑虫飞向他的手心。在与他手心接触的那一刻，黑虫们就像是融入了他的身体里，消失不见。周胜能感应到，他们就在自己的身体里，只要自己召唤，他们马上就能够参与战斗。他尝试着想要把阿尔法黑虫们放进召唤空间，但遗憾的是放不进去。这也就意味着，在数据同步之前，他无法通过召唤空间将阿尔法黑虫们带到现实世界了。哎，这东西要是能带到现实世界，至少我现在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啊。周胜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所以他才会这么迫切的想要提高自己的实力。他虽然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归属感，但人活一世，总归是不想那么轻易就死的。就在周胜伸了个懒腰，准备开始清理其他战利品，他旁边的空间裂开了一道漆黑的虚空裂缝，就见饕餮打着哈欠从裂缝中走了出来。周胜，眼前的画面让周胜一瞬间有些没反应过来。他刚才好像没有召唤饕餮，但是饕餮却自己从召唤空间中走了出来。他的脑海中仿佛闪过一道闪电。海克斯系统的优先级是远高于混沌塔系统的。举个例子，耐久训练在生效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修改混沌塔系统的数据。混沌塔系统优先级低，所以只能使用修改后的数据，这也是共生生效的原理。而饕餮作为彩色海克斯中随机召唤卷轴召唤出来的远古凶兽，
他的数据则是属于海克斯系统的，混沌塔的优先级低，所以无法使用海克斯系统的数据，因此属于混沌塔系统的技能共生也就无法作用到饕餮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周胜无法共享饕餮气血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混沌塔的召唤空间可以收纳饕餮？他一脸疑惑地看向饕餮，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的事情他也懒得去深究，虽然觉得就算问了饕餮大概率也得不到答案，但出于好奇他还是问了一嘴。让他没想到的是，饕餮听到他的问题竟然一脸正经地回答道：当然是我自己进去的呀。啊，自己进去的？因为那个空间味道很好闻，而且睡觉很舒服。可我之前明明记得是把你收进去的。那个也是我主动同意进去的啦。周胜听得一脸茫然，他主动同意进去的，也就是说通过海克斯系统召唤出来的召唤兽都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进入召唤空间。应该不是，他从海克斯商店购买的第一只召唤兽山羊犬可没有这个能力，毕竟不是每个召唤兽都能像饕餮这样变态，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硬生生地撕开空间裂缝。既然如此的话，那也就是说阿尔法黑虫不是收不进去，而是他自己不愿意进召唤空间。他从身体里召唤出了一只阿尔法黑虫，打算和这个小家伙沟通沟通。然而就当阿尔法黑虫出现的那一刻，刚刚还一脸淡定的饕餮瞬间脸色大变，一个后撤步直接跳开了10几米远。周胜！饕餮一脸震惊地指着周胜手指上的阿尔法黑虫，最难吃的啊！饕餮手上的阿尔法黑虫似乎也注意到了饕餮，原本温顺的它瞬间就变得狂躁起来，小小的翅膀扑腾扑腾地扇动着，似乎在对饕餮发出警告。周胜愣在原地，看了眼10多米开外的饕餮，又看了看手中炸毛的阿尔法黑虫，嘴角不由一阵抽搐。好家伙，合着他们俩这是碰到老熟人了。而且通过饕餮喊阿尔法黑虫最难吃的，和阿尔法黑虫对饕餮的忌惮来看，饕餮这个吃货以前大概率是吃过他们啊，能让这个以前曾经差点毁灭宇宙的元凶都感到忌惮，足以见得饕餮以前是真的能吃。不过现在周胜的关注点并不在他们俩身上，而是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耐久训练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生效，既然如此，那恶魔契约凭什么不行？如果恶魔契约也可以在现实世界生效，那意味着哪怕不依靠混沌塔系统，他也可以在现实世界召唤阿尔法黑虫。一想到这里，他当即便决定下线试验一下。退出游戏后，他的视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取下头盔后，他先是重新闭上眼睛，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脑海中那张黄色的恶魔契约依旧漂浮在半空中，而且他还通过恶魔契约感受到了之前召唤的200万只阿尔法黑虫的存在。真的可以！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一个意念，200万只阿尔法黑虫通过恶魔契约为媒介，融入进了他的身体。当身体被某种外来生物入侵，一般来说身体是会感到十分抗拒和难受的，但阿尔法黑虫们就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顺着他体内的水分、经脉、灵气、血液流淌全身。而且他还明显感觉到，当阿尔法黑虫们融入进他的身体后，便开始忙着清除他体内的杂质，修复体内的损伤，甚至顺着经脉路线走的阿尔法黑虫还能够充当灵气的媒介，让他身体自然吸收灵气的速度提高了一大截。死！这阿尔法黑虫比我想象中的作用要大很多啊！砰！就在周胜心情澎湃、激动不已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道巨大的声响。他微微皱眉，一个意念，阿尔法黑虫们就如同某超级英雄的纳米战甲一般，瞬间将他的全身覆盖。如果刚才他没有听错的话，那个声音应该是枪声。第49章暗杀与阿尔法黑虫的初次实战。叮铃铃铃，周胜刚从床上坐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右上角的时间是6点43分。来电人王老大。看到来电人的名字，他不由微微皱眉。大清早的，王老大给他打电话干嘛？犹豫了2秒，他还是点了接通。电话刚刚接通，周胜就听见电话另一边传来略显急促的喘息声。是我，你先不要说话，听我说，我这边遇到了点情况，接下来大概要出去1个星期的时间。你今天下课了，就去接小石头，让他在你家住2天。如果他问起我的事情，你就告诉他说我去出差了，过几天就回来。苏氏这几天可能会有些不太平，你小子最近老实点，别带着小石头乱跑。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去太平路18号，报我的名字，会有人帮你们的。王老大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在他说话的时候，周胜明显从电话里听到了砰砰砰的枪声。
很显然，王老大现在的处境并不是很安全。说完了，周胜出声问道：“说完了，你还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我没多少时间了。”周胜沉默了2秒，道：“小石头住我这的生活费你先结一下呗。”电话另一边的王老大气得险些把手机摔了。他一大早的就出来忙活，累死累活的，还专门抽空给这小子打个电话提个醒。结果你管我要生活费？哈哈哈，跟你开玩笑呢，生活费的事等你回来再说吧。你小子！王老大微不可察的叹了口气。其实他听出了这小子话外的意思，刻意用生活费当借口，说什么等他回来再说，实际上就是让他平安归来的意思。婆婆妈妈的，跟你爹一个样。行了，不说了，老子先忙，挂了呀，别忘了放学去接小石头。嘟嘟嘟，王老大挂断了电话。周胜就这样默默看着手机屏幕，许久都未说话。清晨的苏市，空气中总是带着几分清冷。阴暗潮湿的小巷，墙壁上被画满了各色各样的涂鸦。转角的垃圾桶摔倒在地，一只黑猫不停地用爪子在里面翻找今天的早餐。凹凸不平的地面积累的小水塘，倒映出碧蓝的天空。家里又传来了消息，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调查到那个消灭本源的家伙。说实话，华国那么大，让我们来找，完全就是大海捞针。放心吧，不只是我们，这一次上面的人调动了所有潜伏在华国的特工，所以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什么？全部？他们是想对华国发动战争吗？那群老头子难道是疯了？不是他们疯了，而是他们不能让华国出现第二个李一伟。废话少说，前面的林路小区就是我们负责的片区之一，赶紧行动。可是老大，我们没有任何情报，该从何找起？今天早上6点17分的时候，游戏内发布了世界通告，所以对方现在大概游戏还在线，所以我们要直接挨家挨户的去看谁在玩游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对方首次职业进阶的应该是双刀战士，这还是大海捞针啊！如果中途被发现了呢？无论是发现可疑人员，还是被发现，直接杀了就行。哇哦，太棒了！这种可以杀人的任务我喜欢。哈哈哈。闲谈之际，一行10几个便装男人轻松翻越了2米多高的围墙，进入了林路小区。进入小区之后，他们四散而开，神不知鬼不觉的便潜入了小区楼内。脸上有一道刀疤的男人是这个小队的队长，他1.85米的身高，留了个寸头，身上穿着一件灰色 T 恤和浅蓝色短裤，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吊坠。他双手插兜，微微弓着腰，脚上的步伐看似很慢，但实则十分诡异。他来到一栋楼前，上面的牌子写着 C 栋。他摸着自己的耳朵，轻声说道： C 栋开始调查。低刷脸成功。刀疤男十分轻松地打开了 C 栋楼的门禁，来到楼梯间，准备往上走。可是他才刚刚走了2步阶梯，楼上就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听步伐声有些凌乱，至少下楼梯的不是习武之人。清洁工吗？不对，如果是清洁工的话，应该会选择走电梯才对。他眼睛微眯，不是清洁工的话，这么早会是什么人走楼梯下楼？他并没有多想，只是默默地给自己点了根烟，然后继续朝上走。当他来到3楼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脚步声的主人。对方是个少年，看上去很年轻，身高只比他矮了一些，戴着个口罩，看不清具体样貌。最奇怪的是，他穿着一身漆黑的铠甲，看起来有些奇怪，但莫名会让人觉得很酷。两人擦肩而过，刀疤男率先停了下来，似乎，喂，你好帅哥，能稍微打扰一下吗？少年闻言停下了脚步。就在这时，刀疤男手中的烟头忽然消失，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匕首。他没有废话，二话不说，手中的匕首便直指少年的太阳穴。作为米国最专业的间谍，他的杀人技巧几乎能完美比肩职业杀手。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他始料未及的。当一声清脆的响声从他的匕首处传来，紧随其后的是咔的一声，那是匕首遭受重创断裂的声音。他的眼神从傲慢到疑惑，再到震惊，前后只用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他的手高高举在空中，匕首明明已经戳到了少年的太阳穴，但是想象中热乎的鲜血和脑浆流淌出来，画面并没有发生，反而是他的匕首从中间断裂成了2截。这怎么可能？刀疤男立刻后退一步，脸上满是震惊与惊恐。这可是他从游戏中带出来的一把400级匕首，而且还是只有斩杀领主 BOSS 最后一击才有可能爆出的特殊装备，竟然就这么断了。他仿佛想到了什么，立刻摸向自己的耳机，准备把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小队的人。请求增援，我在 C 栋3。他摸着自己的耳朵，却发现原本挂在那里的耳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而此时，少年则已经缓缓转过了身，用一双幽暗的双瞳默默地注视着他。第50章，分解。刀疤男在游戏内的等级是380级，虽然比不上最前线的攻略组，但在玩家中的整体实力排行仍旧处于最顶尖行列。已经数据同步过的他，对付现实世界的普通人更是易如反掌，手拿把掐。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少年，明明从对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特殊的地方，身体素质也完全就是普通人水平，站在那里浑身上下全是破绽，可就是看上去这么平凡的普通人，却让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多年从事间谍工作的经验和本能都在告诉他，眼前这个少年非常危险。他只能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说道：哦，我的朋友，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是有什么误会，不如我们找个咖啡店坐下来聊聊如何？他的华国语说得很标准，但是少年似乎并没有要和他继续沟通的意思。少年只是缓缓举起右手，然后一只黑色的小虫从他的右手飞了出来。黑虫就像是一枚小黑点，不仔细看，肉眼根本看不清楚。一开始只有几只，但一个呼吸的时间，黑虫的数量就增长到了数千只。又一个呼吸的时间，整个楼道都已经被黑虫所填满。法克，竟然是御虫师！刀疤男怒骂一声，转身就跑。御虫师并不是游戏中的职业，而是华国一个神秘家族培养的秘密武器。他是在某一次间谍行动中得知的这个家族的情报。这些名为御虫师的家伙几乎没有自己的意识，纯粹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武器，浑身上下几乎就是一副空壳，内部被一种特殊的黑虫寄宿，而且还融合了游戏内的一些道具，使得这些御虫师拥有非常强大的防御能力。而且他们的进攻手段十分诡异，哪怕是修行境界达到固元境的人都很容易中招。所以刀疤男在得知对方是御虫师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溜。嗡嗡嗡嗡，该死，怎么到处都有虫子的声音？刀疤心烦意乱地解开衣服，这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钻进去了几只黑虫。他右手一震，几只黑虫瞬间便化成了齑粉。只是当黑虫被消灭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掌心传来一阵钻心的疼。定睛一看，不知为何，他的掌心多了一个血窟窿，浓稠的血液就像是被割了大动脉一样从伤口喷涌而出。法克，这是什么鬼能力？他大骂一声，连忙撕掉衣服上一块碎布，给自己伤口进行了包扎，同时将自己胳膊的位置也缠了一圈，想要止血。但是他却诡异地发现，他的血液就好像是有自己的想法一样，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止不住地往外淌。这才不到10秒钟的时间，地面起码流了有1000毫升的血液。虽然同步过数据的人体气血要比正常人高出很多，但短时间内流失如此多的血液，逐渐让他的大脑感到昏厥，身体冰冷。砰！又过了几秒，鲜血依旧不停地从他的身体里流逝，他的双膝跪倒在地，已经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咚咚咚，他的后方一阵不急不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犹如死神敲门的声音。对方似乎并不怕他逃跑，或者说那人知道自己一定逃不掉。刀疤男捂着手臂，艰难地转过身，对上少年那双忽明忽暗的双瞳，他死咬着嘴唇，颤颤巍巍地说道：你杀了我，我的队友马上就会发现，不只是你，还有整栋楼的普通人，到时候都要死。只要你放过我，我可以带着我的人撤离。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办法，只能尝试着拿整栋楼的普通人威胁对方。虽然对方是御虫师，大概不会在乎普通人的死活，但现如今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然而少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并没有说话。5秒，10秒，终于在第15秒的时候，刀疤男眼睛猛地睁大，浑身僵硬地抬起手，仿佛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下一秒，他的身体竟然开始由内到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分解。不到10秒，他的身体便彻底消失在这个世间，连同刚才流淌在地上的血液没有了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周胜从兜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1分28秒吗？这是阿尔法黑虫的分解能力。在那个男人忽然袭击向自己的时候，他就在男人身上偷偷种了一些阿尔法黑虫，从种上黑虫到被完全分解，总共只花了88秒。而且全程刀疤男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体内被种下了阿尔法黑虫。如果种下100只，刀疤男估计连10秒都撑不到，这也太夸张了。周胜心中感叹，同时他来到窗边，向外面放出了数千只黑虫。他可没有忘记刚才刀疤男说的话，那个男人
还有一窝同伙。不过他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拯救无辜的普通人，而是刚获得阿尔法黑虫，还有很多数据都需要实验。平常的话，华国作为最安全的国家，就算他想实验，也找不到实验对象。现在正好有材料，他自然不想错过。嗡嗡嗡，他站上窗台，4楼的高度是他现在的体质无法承受的，但他体内的黑虫却在这个时候飞了出来。上万只黑虫飞到他的脚下，搭成了一座由黑虫而形成的虫梯。与此同时，他刚才放出的阿尔法黑虫已经有数十只飞了回来。他伸手将这些阿尔法黑虫吸收进体内，刀疤男同伙们的具体位置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一个意念，虫梯便延伸向隔壁壁洞的2楼。周胜微微一笑，大步踏上虫梯。嗡嗡嗡，阿尔法黑虫的翅膀集体发出轻轻的震动声，仿佛古时候的士兵在恭送他们即将出征的王。第51章暗影。艾瑞克出生于米国的佛罗里达，因为当地社会特色导致底层平民的生活十分艰辛，能够活下来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特殊本领。艾瑞克从小就养成了相当狠辣的性格。不要，求你放过我，老公，救我啊！刺，鲜血从少女的脖颈喷涌而出，飞溅到艾瑞克的脸上。女人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和恭恭敬敬站在男人背后的老公，捂着脖子张了张嘴，喉咙里再也却发不出一丁点声音。鲜血浸湿了地面，女人很快就没了动静。女人的老公站在这个强壮的男人身后，浑身都在发抖，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一脸谄媚地笑着说道：大哥，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而且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一大早就登录游戏。不过您放心，您只要放过我，您事情我绝对保密，保证不会告诉警察，而且我还会帮你清理干净现场。艾瑞克听到眼前男人的话，直接没忍住笑出了声。哈哈，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出卖自己老婆，还要帮助杀死你妻子的凶手。你这样的人，就算是来了我们佛罗里达，肯定都能活得好好的。男人闻言心中大喜，您过奖了，他还以为这个外国佬是在夸自己，正要说话，结果艾瑞克却一只手捏住了他的头。疼！你做什么？我们不是说好，只要我老实交代，你就放过我？你松手！松手啊！艾瑞克舔了舔嘴角，将刚才飞溅在脸上的血液舔舐了个干净，随后怪笑着道：呵呵，只可惜你出生在华国，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下辈子投胎记得到佛罗里达来，我一定会好好款待你的。感受着头部传来的剧痛，男人恐惧的开始哀嚎求饶，一股腥臭味从他的下体流出，格外刺鼻。但艾瑞克却并没有嫌弃，反而一脸癫狂，贪婪的呼吸。每次杀人的时候，这种来自被害者恐惧的味道最令他着迷。然而，就当他兴奋地准备结束今晚的节目时，阳台处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你们当间谍的都这么变态吗？艾瑞克闻言顿时猛地睁眼，手从腰间划过，瞬间便多了3把飞刀，对着阳台处就扔了过去。砰砰砰，3柄飞刀成功命中，但是命中的声音却不同寻常，他们仿佛命中的并不是人，而是一块钢铁。艾瑞克松开了男人的头，一脸警惕地看向站在阳台上的男人，那似乎是个少年，全身被漆黑的铠甲包裹，漆黑的披风正在随风飘舞，戴着面具看不清外貌，眼神却十分幽暗。被丢下的男人此时仿佛找到了救星，连滚带爬地跑到了阳台，对着少年痛哭流涕的道：救救我，大哥救我，这个人是变态，他杀了我老婆。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少年面带微笑，用仿佛在看一个试验品的目光看着他，说道：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的。男人闻言心中大喜，正要说些感谢的话，下一秒一群虫子就朝他飞了过去，将他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包裹住，仿佛一个黑色的大粽子。你是谁？艾瑞克看到这一幕，从道具栏中取出一把长刀，一脸警惕地问道。少年听到他的问题，竟然认真地思考了一阵，才慢慢回答道：你可以叫我暗影。暗影？我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点赶时间，你要是再不打过来，我可就要过去了。少年从阳台上跳了下来，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客厅。艾瑞克闻言皱了皱眉，说实话，他完全看不透这个少年，明明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强大的能量，浑身上下全是破绽，但越是这样，他越是担心有什么陷阱。对了，先通知队长他们。艾瑞克反应过来，立刻摸向自己的耳朵，那里是他们小队的隐藏通话器，只需要触碰一下就可以互相联系到整个小队的成员。队长，我这边有情况，收到请立刻支援。
队长，收到，请回话。阿三，你们人呢？该死的，难道是没信号吗？艾瑞克额头上已经浸出了汗水，虽然很不愿意相信，但实际上他的心里很明白，当通话器联系不上彼此的时候，大概率是他们小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全军覆没了。可是为什么？他们小队10多个人，每个都是专业的间谍，而且在游戏中，他们的等级也一直都处于金字塔最顶端行列，怎么可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就被团灭了？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想杀我可没这么容易。艾瑞克放弃了呼叫增援的想法，他高举长刀，瞳孔从蓝色变成了红色，浑身的气势陡然拔高。他的脚下忽然猛地用力，地板炸裂出几道缝隙，身形忽然消失在原地。在少年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他已经来到了少年的背后，拔刀，然后用力砍下。当他的刀刃即将接触到他的皮肤时，艾瑞克心中大喜，那不是他的错觉，这个少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可当他的刀精准无误地砍到少年的脖子时，手臂处传来的却并不是锋利的刀刃切割肉体的触感，而是犹如撞击到钢板的巨大反震力。当，法克，你是什么鬼？艾瑞克并没有就此收刀，而是立刻发动了自己更强力的技能。他的身影再次消失在原地，出刀速度也在不停地加快。10多刀下去，每一刀都像是砍在钢铁上。少年依旧纹丝不动，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似乎是在嘀嘀咕咕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艾瑞克一咬牙，猛地出现在少年的面前，刀尖直指少年的眼睛。人体不管修炼到多强壮，最柔软的部位眼睛都是最容易攻破的。但是就在他的刀尖戳到少年眼睛的时候，再次发出了当的声音。法克，怪物！艾瑞克怒骂一声，但直到这时，他才终于听清楚少年在说些什么。一刀消耗了大概2000只阿尔法的护盾，换算成伤害的话，大概是200万嘛。果然现实世界的身体太弱，韧性基本为0，别人打的都是真实伤害啊。哎，看来还是得赶紧修炼到气海，数据同步最重要，不然下次遇到个强一点的，砍我个几千刀，说不定都要破防了。艾瑞克，第52章，实验和转变。想要将一个人完全包裹住，大约需要13000只阿尔法黑虫。当13000只黑虫同时发动分解能力，分解一个人只需要不到1秒钟。艾瑞克从一个大活人到被完全分解，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同时，阿尔法黑虫的分解能力不仅仅只局限于活物，死物、石头，甚至是水都能被分解。而且分解死物所需要的时间很短。起初那个间谍小队的队长用匕首刺向他太阳穴的匕首，就是被阿尔法黑虫分解掉的。匕首断裂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估计那个刀疤男自己都没注意到匕首断裂后，几个呼吸的时间，匕首残渣就被分解得一干二净。另外，就跟游戏中技能描述的那样，目标的身体素质越强，阿尔法黑虫分解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就会增加。那个刀疤男队长应该就是这个小队中的最强者，坚持的时间也最久。他的其他队员在被种下同样数量的阿尔法黑虫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坚持超过1分钟的。阿尔法黑虫的反伤能力同样逆天，在游戏中逆反的描述很是轻描淡写，只是一句反弹所受到的伤害，但反馈到现实中，效果却出奇的可怕。刀疤男只是震死了几只阿尔法黑虫，手掌心却破了个血窟窿，血液止不住的往外流。那伤口不像是受到的物理方面的反伤，反而更像是规则方面的。难怪连饕餮那个吃货都觉得你们最难吃。周胜用手轻轻的抚摸停在自己手心的小黑虫，黑虫似乎很享受被他这样抚摸，舒服的一直不停扇动翅膀，发出嗡嗡嗡的声音。这些都是周胜通过这次实验所得出的结论。不过截至目前，还有一个阿尔法黑虫的能力没有试验过，强创。这是阿尔法黑虫唯一的正面进攻手段，他将被黑虫从刚才出卖自己老婆的男人身上召回了一半，露出了男人的上半身。男人刚一露出头，便马不停蹄地哭丧着跪地，一把鼻涕一把泪，磕头求饶：“小兄弟，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还有个80多岁的老娘等着我养老呢，我死了我老娘可怎么办啊？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的。”周胜面无表情地把玩着手中的黑虫，他并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是很巧的是，他正好认识男人的老婆。男人老婆是个有些发福的中年妇女，看上去大概40来岁，平时闲来无事，总爱站在楼下和一群邻家太太们吹牛聊天。女人嘛，聊天的内容无非就是家常和男人，而这个女人说的最多的就是自己老公对她有多么多么好，哪天又给她整了一个什么惊喜，又或是送了她一条很贵的裙子。周胜虽然搬来没多久，但遇到的次数多了，再加上女人浮夸的说话方式，
让他想记不住都难。周胜收起手中的黑虫，对男人露出了一个十分温和的笑容。放心吧，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就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撒谎的话……男人闻言，心中顿时大喜，濒死之前的绝处逢生，让他磕头的力气都不由大了几分。好的好的，兄弟你问，只要是我知道，我保证全都如实告诉你，不掺杂一丁点谎话。周胜点了点头，走到女人的尸体前。此时女人的尸体横倒在地，流淌在地面的血液已经逐渐开始凝固。她双手僵硬地捂着自己的脖子，两只眼睛惊恐地看着前方。周胜面无表情，但胃中却是一阵翻江倒海。他强忍着反胃，十分平静地问道：你和你老婆好像没有孩子？男人闻言连忙点头回道：是的，她年轻的时候怀过，不过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就把孩子打了。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她没有办法再怀孕。那你没想过再重新找一个？想是想过，但太麻烦了，反正我也不喜欢孩子，他这样反而能满足我的日常需求，更何况再找一个也太浪费钱了。要是真有那需求，不如去洗脚城点个技师，既便宜又漂亮，关键活还好。我听说你上个月给你老婆送了条很贵的金项链。兄弟连这个都知道，我确实是送了她一条项链，不过那是我路过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捡的假货，不值钱。兄弟，你要是想要那项链，我现在马上就去给你找。不用了，最后一个问题。您问。周胜转过身，目光中透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你觉得你身上的这些虫子吃掉你需要多长时间？男人显然是被这个问题问懵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上的黑色虫子已经开始蠕动起来。最先动口的是位于他脚上的虫子，那些小黑虫子竟然开始吞食起他的脚趾。他只觉得自己脚上传来一阵宛如灵魂被撕裂一般的疼痛感。男人疼得额头青筋暴起，满脸通红。可他正张嘴嘶吼，一群黑虫却鱼贯而入的堵住了他的嘴。他只能惊恐地睁着眼睛，却发不出一丝声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脚被黑虫一点点蚕食干净，连骨头渣子都不剩。而且最为痛苦的是，他不知为何全程都无比的清醒，哪怕他已经不想活了，一心求死，但却连咬舌自尽做不到。他只能绝望地看向远处的少年，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但遗憾的是，少年并未理会他的眼神，只是转过身，黑虫便将他全身包裹住。一排排黑色的虫梯从阳台延伸出去，可周胜还没来得及踏上去，屋外的门就被砰的一声猛地踢开了，里面的人都不许动。10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持枪闯了进来，10几个枪口同时齐刷刷地对准了周胜。去一个，赶紧去救人！前面的人，你已经被包围了，现在立刻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转过身投降。周胜缓缓转过身，此时他的全身已经被黑虫所包裹，脸上也戴着一张由黑虫所构成的黑色面具，露在外面的只有一双略显幽暗的双瞳。他看向那个放下枪准备去营救地上那个只剩半截身体的人，缓缓开口道：我今天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第53章10层以上的规则晋级。嗡嗡嗡，密密麻麻的黑虫如同遮天蔽日的乌云，将外面的光线都完全遮挡。数以万计的黑色虫子聚集在一起的画面，让持枪的11名特种兵都不由头皮发麻。还好他们没有密集恐惧症，否则光是看到这一幕，估计都会吓得晕死过去。你们赶紧撤退，通知附近的修行部队，我帮你们拖住他。快！为首的队长喊了一句，然后怒吼一声，自己率先冲了上去。其余人见状也没有片刻犹豫，立刻转身就跑，同时按响了他们身上的发信器，通知了附近的修行部队。这已经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人能处理的案件了。砰砰砰！特种兵队长丢掉手上的步枪，从腰间拿出一把手枪，直接扣动扳机。如此近的距离，3颗子弹却擦着周胜的耳边过去。周胜眯了眯眼，没反应过来对方想做什么，但紧随其后，他的身后就出现了3道尖锐的报鸣声。啾啾啾！信号弹！周胜看着射向天空的信号弹，感到有些意外。此时，特种兵队长已经来到了那个倒地的男人身前，同时他从腰间取下一枚手雷，右手的食指就挂在手雷的拉环上。他一脸戒备地看着周胜，沉声道：你不要过来，我手上的手雷是最新特制的灵雷弹，哪怕你是固元境的修行者，这么近的距离，你也必然会受重伤。到时候等修行部队的人来了，你就算想跑也跑不了了。你这样的人换我们2条普通人的命，怎么想都不划算吧。周胜看了一眼他，又看了一眼躺在地上只剩半截身体的男人，忽然就笑了。特种兵队长皱了皱眉，就听周胜问道：你就这么确定你拼命救的这个人
值得你这样去救他？你知道这个人之前做了什么吗？这与我无关。无论他之前是富人还是穷人，地位是高是低，性格是善良是丑恶，这些都与我无关。只要他的脚还站在这片土地上，那他就是我要保护的人。他们两人四目相对，明明彼此实力相差无比悬殊，但意外的是，特种兵队长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房间中安静了数秒，周胜忽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楚州。楚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回答对方的问题，那完全就是他下意识脱口而出。周胜缓缓转过身，漆黑的披风随风飘舞，原本遮天蔽日的虫群已经消失，只保留了一座漆黑的虫梯。你的信念很不错，但是很可惜，你太弱了，注定保护不了任何人。说完，周胜踏上虫梯，转眼间便消失于视线之中。楚州闻言猛地一惊，回头看向地上被黑虫包裹的男人，但此时男人早已经被黑虫啃食殆尽，只剩下小半个还没啃完的脑袋留在地上。周胜踩着点到了学校，早上的一点小插曲让他整个人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今天算是他第一次杀人，虽然杀的都是一些该死之人，但狩猎同族着实让他的胃有些不太好受。不过没有吐出来，这就已经比他预期中的自己好太多了。早上的课程依旧是枯燥乏味的文化课，这个时候几乎很少会有人认认真真的听课了，哪怕是成绩好的人，也在上课期间偷偷摸摸的进行修炼。台上的老师们见状，也都只是有事无事的提一嘴，对方要是实在不听，他们也索性懒得管。你快入门一阶了。周胜本来正背靠凳子闭目修炼呢，有了阿尔法黑虫在体内辅助修行，他此时的修行速度已经不比吸收灵气的时候慢多少了。但他旁边的林书南却忽然小声的问道，语气中似乎还带着一丝惊讶：“怎么了？”周胜转过头，一脸疑惑。林书南却只是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他当然惊讶了，因为周胜从修行开始至今总共也就不到1周的时间，哪怕是 A 级修行天赋，且在有充足灵石供应的情况下，能完成10个小周天，就已经算得上是顶尖天才了。作为从小在京城世家长大的千金，也算是见过不少修行天才，但从没有见过周胜这么变态的。见他问了又不说话，周胜嘀咕了一句莫名其妙后，又重新闭上眼睛继续修炼。下课铃声响起，教室里迎来一阵欢呼声，众人都开始收拾课桌，准备去食堂吃饭，迎接下午即将到来的塔2理论课。等人基本都走得差不多了，周胜才不急不忙地起身去食堂干饭，结果却被旁边的林书南叫住了：“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然而周胜只是停顿了一下，转身就走。他是真的不想跟这个林书南扯上任何关系。上次之所以会救他，纯粹就是内心的正义感在作祟，一时冲动之下就已经冲了出去。如果让他现在来选，他是肯定不会去趟这滩浑水的。下午的塔2理论课还是在原来的教室上，曹桂林穿着一身中山装，手里拿个保温杯，活像一个教书的老先生，慢悠悠地走进教室。看到这一幕，谁又能想到眼前这人今年才28岁呢？嗨嗨！曹桂林清了清嗓子，慢悠悠地打开保温杯，抿了口热茶，不急不忙地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2个字：晋级。然后他随手将粉笔一丢，对着台下的众人问道：众所周知，在混沌塔中，从1级升到100级，只需要不断的爬塔，每一层对应着最高可提升10级，只需要爬到第10层，就可以很轻松的升到100级。当说到很轻松3个字的时候，众人都不由面面相觑。100级很轻松，全世界几十亿玩家，达到100级以上的不超过1成。你告诉我升到100级很简单？曹桂林没有理会他们的表情变化，继续说道：而在升级的过程中，你们在升到30级、60级和90级的时候，会获得2次职业进阶的机会。研究如何快速升级，什么时候职业进阶，进阶哪个职业的强度更高，更适合自己，这就是你们前期需要做的主线任务。而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你们所熟知的常识，而是升到100级后，你们如果有人不想甘于现状，想要继续向上攀升，绝对会遇到的问题。到了10层以上的楼层，你们就会发现，我们无法自然地突破每一层的等级上限了。例如，你们到了11层，升到了这一层的等级上限110级。当你进入第12层时，你的等级不会自然突破上限。想要突破上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他指了指黑板上刚才写下的2个字：晋级。第54章，禁制与原则与加钱。晋级的规则实际上和竞技游戏中的晋级赛类似，当你的段位盛典满了之后，就需要参加竞技赛，3胜2负或5胜3负则判定成功晋级下一个阶段。混沌塔中的晋级赛更简单，
在玩家到达某一层的等级上限后，只需要选择参与一局晋级赛，成功从晋级赛中存活下来，就会被判定晋级成功。规则虽然十分简单，但对于没有参加过晋级赛的学生们而言，还是听得有些云里雾里。一个女生举手问道：“老师，晋级赛具体内容是什么样的呀？难度高吗？要不要打 BOSS 呀？可以组队参加吗？”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曹桂林摇了摇头，回答道：“晋级赛只能独自参加，且难度极高。你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高难度的单人副本。一旦进入副本，除非死亡，否则无法中途退出。同时，在这个副本中死亡的玩家，现实世界同样会失去寿命。至于晋级赛的具体内容，”曹桂林深吸了口气，无奈的道：“不是老师不愿意告诉你们，而是混沌塔的晋级赛有一种特殊的禁制，凡是参加过晋级赛的人都无法透露任何晋级赛的内容。”禁制吗？周胜闻言，心中许多的疑惑瞬间了然。他之前就一直觉得很奇怪，明明塔2是一款能够威胁到人类种族生存的游戏，但是在网络上却很少看到更高层的玩家分享攻略。一些 BOSS 的情报都需要去专门的情报贩子那里花大价钱购买，甚至有很多关键性的情报连个售卖的情报贩子都没有。现在一切的疑问都已经迎刃而解了。我去，禁制这种词汇，我以前都只在小说里看到过，我才爬到第4层都没听说过这个词，一听就好高端。怪不得经常上网也很少看到有大佬装逼，原来不是他们不想装，而是装不了啊。所以说，在游戏里找代练是不是根本就没用啊？因为代练最多也就刷到110级，再想突破就必须要自己打单人副本。可如果一直找代练升级，游戏技术肯定很烂，到时候单人副本不是肯定嗝屁吗？曹桂林听到学生们的讨论声，尤其是那个对找代练行为提出质疑的学生，感到十分满意。他笑着接过话题，说道：“这位小兄弟说得很对，前期找代练或者是一些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快速升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如果各位的目标只是为了尽快数据同步，以追求在现实世界的自保能力，不追求上限，那你们就当我是在放屁。可你们如果有一颗追求更高楼层的心，那么去锻炼自己的技术和心性才是最为重要的。”周胜在这时举手问道：“在10层以上，如果等级没有达到这一层的上限，可以前往更高的楼层吗？”曹桂林略显诧异地看了周胜一眼，但还是点了点头，回答道：“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通关本楼层的 BOSS 就能够前往更高的楼层，对于等级没有任何要求。但升到了100级以后，每升1级都会获得大量的属性。个人建议，无论如何，在挑战 BOSS 之前，都要先将等级升到这一层的等级上限后再去挑战。毕竟你们应该也不会想和我一样白了少年头吧？”周胜闻言，心中松了口气。他游戏中现在才74级，下一次获得抽取海克斯次数的楼层为15层。如果前往更高的楼层有等级限制的话，那他就只能待在底层，先把等级刷满。这样一来，就会极大的拖慢他的爬塔速度，从而影响他拿到下一个海克斯的效率。台上曹桂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的晋级旁边又写了2个字：禁制。他丢下粉笔，拿起水杯抿了一口，缓缓说道：“刚才我们说到了晋级赛的禁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混沌塔层以上每个楼层所存在的禁制。从我们抵达混沌塔第11层开始，每一个楼层都会存在一个特殊的禁制。以混沌塔第11层为例，它的禁制为更换装备，也就是说，在我们踏入11层的那一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更换装备，否则就会触发禁制。”一个学生不解：“如果触发了禁制，会发生什么？”曹桂林沉默了1秒后回答道：“每一层的禁制都是惩罚都是不一样的。以第11层为例，如果有人不小心触发了禁制，结局就是获得一个每秒减少 30% 最大气血的 debuff， 一直持续到死亡为止。同时，你复活后会失去所有身上穿戴的装备和背包中存放的装备类道具。所有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每秒减少 30% 最大气血的 debuff， 一直持续到死亡为止，这不就等同于触之必死吗？而且复活后竟然会掉落所有装备，这对于一个玩家而言，简直比死一次更难以接受。”有人好奇道：“第10层以上的楼层，每一层都有这种类似的禁制吗？”不止如此，随着楼层越来越高，每一层的禁制会逐渐增多，在最前线的第45层，目前已经发现的禁制就多达7个。我靠，高楼层竟然这么恐怖的吗？7个禁制，那攻略组的人刚到一个新楼层，岂不是很有可能啥都不知道就直接死了？难怪越高的楼层去的人越少，这未免也太危险了吧！我觉得应该有能检测出禁制的办法吧，不然最前线的人很有可能什么都没干，莫名其妙的就死了，那谁还愿意上前线啊？好像说的也是哦。老师，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禁制的呢？曹桂林闻言哭笑不得的骂道：“
我看你们这些瓜娃子，就是一天天待在温室里，脑子都呆坏了。还有办法检测，有个锤子的办法。要是真有办法，老子现在还用白着个头发给你们讲课。众人闻言都是一怔，看着曹桂林如今的白发，他们都没来由的心里一揪。有个女生轻声的嘟囔道：“没有办法提前知道禁制的话，那未免也有些太危险了吧？”曹桂林瞥了他一眼，反问道：“当然危险了，可然后呢？因为最前线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就不去了，等着通关倒计时归零，让那些怪物从塔里跑出来吃自助餐。”女生愣了一下，低着头没有说话。事实上，她并非是替最前线的攻略组成员而感叹危险，而是带入的自己未来进入最前线，担忧自己的安危问题。曹桂林自然是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所以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不过他也并不打算和这个还没成年的学生斤斤计较，毕竟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以他这样的心态，别说最前线了，就是第10层那一关，他估计都很难跨越。混沌塔的课程虽然只讲理论，但却并不枯燥。2个小时下来，众人听得津津有味。曹桂林这人讲课的经验和方式虽然很一般，但他的实战经验却是十分丰富，讲起故事来一套接一套。最关键的是，他的实际年龄很年轻，很容易就和这群学生打成了一片。下课铃声响起，曹桂林在众人一脸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教室。来这里之前，他对于要给学生讲课这件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很感兴趣，但现在看来似乎感觉还不错。喂，你等下，我有事跟你说。放学前，林书南再次叫住了周胜，他的表情看上去呆呆的，似乎不是很擅长跟人打交道。周胜一脸无语，有些不耐烦的道：“第一，我不叫喂，我有名字。第二，麻烦别人的时候至少要拿出点诚意，否则我凭什么要浪费时间在你身上？第三，我对你要说的事情不感兴趣。”说完3点，周胜转身就走。然而这一次，林书南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竟然直接一个闪身挡在了他前面，同时他还对着他伸出了一根手指。周胜一脸疑惑，就见林书南闷声闷气的说道：“耽误你1分钟，我给你一颗零食。”周胜愣了一下，下一秒他就露出了真诚的微笑：“林同学，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人平时的爱好就是当树洞，有什么话您随便说，我保证说无不听，听无不尽。好，那去我家。”周胜脸色顿时一变：“林同学，我看你可不只是想说话那么简单吧？我这人是很有原则的。”他沉吟2秒后道：“你这得加钱，2颗。”成交。第55章八戒。周胜是一个很有原则和底线的人，这个世界上基本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触碰改变他的原则和底线，钱算是其中一个，能修炼之后零食也算一个。比较遗憾的是，林书南最不缺的就是钱和零食。跟随林书南回到家，林书南先是给他倒了杯水，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没过一会儿，就抱着一个大大的木盒子走了出来。打开木盒，里面静静地躺着10颗零食。这个给你，多的就当送你了。林书南面无表情地说道。周胜眼睛一亮，立马没心没肺地笑着接过木盒。谢谢老板，老板大气。林书南来到他对面坐下。现在可以说了吗？当然，老板你说。我最近发现，我修行的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好事儿。但是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我的修行速度变快了，而是当我在你出现的地方修行，我的修行速度才会变快。哦，还有这事儿？我找过很多原因，甚至也问过家族里的长辈，但是他们也说我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以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例子。这事儿稀罕，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不是我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出在你身上？怀疑的很合理。见周胜一直搁那儿跟说相声捧哏似的，林书南有些受不了了，皱了皱眉。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周胜有些委屈的摊了摊手。我听得很认真啊，咱们之前可是事先说好的，你说我听，你要是想听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那是另外的价钱。林书南咬牙切齿的道。我再给你10颗零食，你好好说。哎呦，好嘞。周胜脸上的委屈一扫而空，一脸严肃的开始分析。按照老板你的分析，确实是没问题的，可问题就在于，如果是因为我的问题导致你的修行速度加快，那按理来说，修行 A 班其他人的修行速度应该也会受到影响才对。所以老板，你有调查过其他几个人的情况吗？林书南闻言不由愣了一下。周胜说的没错，如果按照他的推断，问题出在周胜身上，那按理说修行班的其他人应该也会受到影响才对。之前他一直都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却忽略了其他人。他想了想，说道：你说的有道理，我明天去问问他们，有结果了我再告诉你。周胜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时间，
贴心的提醒道：“老板还有什么想说的？时间还剩3分钟。”林书南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几秒，问道：“之前我跑步的时候帮我的那个人是不是你？”问完，似乎还怕他否认，他又继续补充了一句：“我爹说要给那个出手帮我的人10颗灵石作为谢礼，所以我要确认一下。”他说的是帮，而不是救，也就意味着那个时候，哪怕周胜不出手，他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毕竟他可是京城世家的千金，再怎么说身上都会带着几件保命的宝贝。周胜闻言无奈的道：“你觉得我会为了区10颗灵石出卖自己的原则吗？算了，其实也没什么好瞒的，就是我。当然，我先说好，我可不是因为那10颗灵石才承认的呀，是因为你问到了，而我又收了你的灵石，所以迫不得已只能承认。”周胜脸部红心不跳，一本正经的说道。林书南看着他的眼睛，倒是并没有反驳。如果周胜真的是贪图那10颗灵石，那他早就应该通过各种方式靠近他了。毕竟他那个时候帮了自己，哪怕自己并不需要别人的帮忙，他也一定会给他一些谢礼。他又怎么会在学校里屡次装作不认识自己，甚至还有些躲着他呢？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承认？林书南问道。周胜摊了摊手，直言道：“拜托，你是京城来的大小姐，我是苏氏本地的一个小市民，你觉得咱们俩是同一个画风吗？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以你的身份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背景原因肯定复杂的一批，我才不愿意掺和进你们那些家族烂摊子的事儿里呢。”林书南闻言，睫毛微微颤动了2下。很明显，周胜的话十分犀利，3言2语就道破了事情的真相。他之所以来到苏氏，就是因为林家如今局势动荡，可能即将面临家族分裂的问题。他的父亲就是为了他的安全问题考虑，才会将他特意送到苏氏读书。不过即使如此，他的行踪还是被一些有心之人盯上，这才有了之前的刺杀。周胜起身拍了拍裤腿，道：“行了，该问的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时间也正好到了。林老板，我就不多逗留了，以后再想倾诉，欢迎随时来敲门啊。”林书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着周胜抱着木盒子离去的背影。咚咚咚，不一会儿，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他起身开门，就看见周胜那张熟悉的笑脸。林老板，刚才说好的再加10颗灵石，还有你爹的谢礼。明明那种贪婪的表情和虚伪的笑容，他在家族经常看见，而且内心极为厌恶。但不知为何，出现在周胜脸上的时候，他却怎么也讨厌不起来。林书南抿了抿嘴：“你等会儿，我去给你拿。”聊天5分钟，轻轻松松赚了30颗灵石。周胜只想说，这种好事拜托再多来一点。除了这30颗灵石，还有之前答应卖给吴氏祖巨石之星的1600灵石也到货了。送货的人并不是普通的快递员，而是体内灵气十分充盈的壮汉。壮汉在看到收货人是个10多岁高中生的时候，明显感到十分诧异，但对方也没多说些什么，只是在他清点完货物之后便匆匆离开了。紧随壮汉之后，又有一个西装男送来了一箱灵石，这是之前周作宇让周胜带他升级的灵石。本来说好是60颗灵石，外加1颗灵石，买了5包灵石，总计61颗，但箱子里总共却装了100颗灵石。周胜一脸疑惑，西装男则是笑着说道：“多出来的灵石是周老爷给您的谢礼了。”周老爷？周作宇的爹？对，谢礼是？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负责送货和传话，如果没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就这样，周胜短短1天就收获了总计1730颗灵石，按照每颗灵石平均能完成2个小周天来计算，等他吸收完全部灵石，能完成3460个小周天，420个小周天为1个大周天，总计就是8个大周天循环，直接晋升入门8阶，距离气海已经不是很遥远了。周胜二话不说，开始抱起灵石猛磕起来。修炼到大概下午6点，周胜定好的闹钟好了，他起身关掉闹钟，换了身衣服，准备去接王老大的儿子小石头。小石头今年才14岁，还在念初3，初中部离他的家也不远，走路只需要20分钟不到。接到小石头后，他一脸腼腆地跟在他身后。来到他家之后，也是规规矩矩的，十分拘谨。接下来的日子，除了上学，周胜每天都在猛磕灵石，体内的灵气变得愈发充盈起来。这一次，他也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吸收灵石是没有数量限制的。无论他一天吸收多少灵石，身体都没有出现任何负面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林书南第2天的时候又找了周胜，他专门去问了 A 班的其他几个人。然而让他意外的是，这几个人的回答是没感觉出来。因此，这个问题的根源兜兜转转就又回到了林书南自己身上。小石头在家待了3天，
第4天的时候，王老大就回来了，胳膊上似乎还受了伤。他接走了小石头，周胜也没有问具体发生了什么。就这样，时间一晃而逝。2周之后，1700颗灵石被周胜消耗得一干二净，而他也终于成功晋级到了入门8阶。他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充盈的灵气和力量，不由感叹道：怪不得人人有了力量之后都想当祖国人，这种因为修行突然获得的爆炸性力量，很容易让人内心膨胀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将浮躁的心情压制下去。事实上，在这2周的修行过程中，周胜发现修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修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心态会很容易被突然暴涨的力量所改变，尤其是在突破一个等级的时候，那种突然暴增的力量会让他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这种想法1次2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修行的过程中，这种想法会诞生于你每一次进阶的时候，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迷失心智，成为新一代的祖国人。通俗易懂的讲，就是走火入魔。或许周胜因为是穿越者的缘故，所以精神要比一般人坚韧得多，暂时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往，入门之后还有气海，气海之后还有固元，到时候估计还是需要找一些稳定心神的方法。之后再问问沈老爷子吧。还差2级，距离气海已经近在咫尺了，该去搞点灵石了。周胜看了一眼手机消息，这几天他都没有再在群里接过单。经过上一次周作宇体验过他的服务之后，他也是在群里大肆的帮忙宣传了一番。有很多人觉得周作宇这是在帮自家人宣传，没有理会，但也有不少人来找到了他。不过周胜当时因为忙着修行，暂时就全部都放着没管。现在正是到了收割肥羊的时候了。第56章，哥们儿，你召唤师拿剑的呀。第7层，深海之拥。 BOSS 之间前汇聚成群的玩家们人山人海。自从上次第6层 BOSS 本源被吞噬后，就有越来越多原本卡关在第6层的玩家涌入进了第7层，这也就导致了第6层留存的玩家快速流失，第7层的玩家急剧增多。而在这些玩家中，有6个穿着各异的玩家汇聚于此，时不时东张西望，似乎是在等什么人。哎，老周，你快说说你那兄弟的工作室到底什么来历啊？代练一个 BOSS 竟然敢收100颗灵石。是啊，哪怕是国内最顶尖的代练工作室，10层以内一个 BOSS 最多也就5至20灵石，100灵石简直离谱。既然这么离谱，你怎么还是来了？嗨，离谱的事情见得多了，这么离谱的事情还是头一次见，怎么可能不来凑凑热闹？吹得那么神乎其神的，老周，你可千万别坑我们啊，不然回头我铁定找周叔告状。周作宇站在一旁，故作神秘的没有回答，脸上的表情神采洋洋。自从上次他见识过周胜的个人秀后，他对周胜的实力绝对是100%信任的。面对几人的不解和质疑，他更是完全就没有放在心上，甚至都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因为一会儿周哥会用实际行动让他们几个闭上嘴巴。几分钟后，一个身高1.8米，相貌看上去十分普通，手上拿着一把长剑的男人从一道白色的传送阵中走了出来。周作宇见状，脸色一变，立马应了上去：鸡哥，你来了。此时的周胜已经用混乱面具改变了自己原本的外貌，这也是周作宇提出的建议。毕竟他现在的身份比较特殊，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找到他。他们这些人虽然都是出自京城世家，但难免可能会藏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今周胜虽然有了阿尔法黑虫护体，不惧怕任何势力，但他可不会天真的以为自己就无敌了。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初贸然就在周作宇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还把自己的收获地址告诉了他，实际上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这也是他目前不够成熟的地方。没办法，他虽然有着2世的记忆，但这2世他都只有前18年的人生经验，说到底他也只不过是个刚成年的高中生，考虑问题没有那么全面也是无可厚非的。人都到齐了。周胜冲周作宇点了点头，问道。周作宇连忙应道，都到齐了，就是我们6个。他身后的5人这时才走了过来，几人的目光纷纷开始打量起眼前这个人。外貌的话，只能用相貌平平4个字来形容，手上拿着把剑，职业应该是和剑客相关的，身上穿戴的装备倒是不少，等级应该不低。不过奇怪的地方是，为什么时间都快到了，却只来了1个人？看到众人疑惑的目光，周作宇内心直呼太熟悉了，这剧情简直和自己当初如出一辙啊！他一想到等会儿几个人一脸呆若木鸡的看着周胜召唤出召唤兽，悠闲刷怪的模样，内心就止不住一阵暗爽，就好像这个装逼的人是他一样。而且为了这次的爬塔旅行，他还特意提前买好了烧烤工具、烤肉和一大堆零食。
一想到几人到时候只能一脸眼馋地看着自己炫，内心的爽感顿时就翻了个倍。他连忙笑呵呵地接过话茬，道：“哎呀，季哥他们团队的人都比较忙嘛，体谅一下，咱们先进队伍，最多再过5分钟，那边的人就能到齐了。”说着，他就主动创建了一个小队，把周胜和几个人都拉了进来，然后主动把队长给了周胜。就在这时，周胜忽然说道：“对了，都先加个好友吧。另外，我提前提醒一下，进我们的队伍有个规矩，就是进入 BOSS 之间前，不准携带除了属性药品以外的饮料、零食和可食用食品，否则一经发现，我们是要收取双倍带电费的。”除周作宇以外的几人闻言都是一脸奇怪，他们有听说过代练工作室在打 BOSS 之间会给客户制定很多规则，毕竟一旦进入 BOSS 之间，就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哪怕代练们是为了赚钱，但至少也得保证有命花这个钱。可他们还从未听说过哪个工作室会制定不让客户带零食和吃的这么奇葩的规则。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打 BOSS 的时候还有心情在一边吃喝玩乐吧？在场的人只有周作宇的表情跟便秘了一样。季哥，你上次可没这规矩。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我觉得你这规矩不是很合理。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怎么你有意见？要不你下车？那肯定不能。5人在旁边听得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啥。马上就要打 BOSS 了，不讨论战术，不检查装备道具，也不催其他还没到的队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很靠谱的样子吧？几人很快就加上了周胜的好友。加上好友的时候，几人也顺便看了一眼他的个人信息，顿时就愣了一下。昵称星际，职业召唤师，见，等级79，称号不可见。召唤师？卧槽，哥，你原来是个召唤师啊！不是，哥们，你一个召唤师手里拿剑的呀？召唤师带队，行不行啊？而且你这等级好像也不是很高啊，就79级。这几人见状，顿时就开始变得犹豫了起来。召唤师这职业本来就弱，而且对方还是个只有79级的召唤师，单挑的话，他们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能吊打80级的召唤师，让这样的人带队，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然而，就在他们正纠结怎么提退队的事情呢，一个弹窗忽然就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您的队伍已选择挑战 BOSS， 当前队伍人数7，您将在15秒后被传送至 BOSS 之间，您将在14秒后。第57章第2件可成长装备。看到弹窗内容的那一刻，他们5人脸色瞬间就变了，从惊讶到疑惑，再到恐惧，到最后，所有人都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周胜。你，卧槽，这他妈发生了啥？我这是卡了吗？卡尼玛呢？咱们都进队列了，马上就要进 BOSS 之间了。我靠，你这笔是不是有毛病啊？咱们这才7个人，7个人你开个球的 BOSS 啊？完了，彻底完了。现在已经进倒计时，咱们想退队都不行了。老子真是造孽啊！待在家里抱着妹子看电视，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来凑这个热闹？好，姓周的，我们这么相信你，你就是这么给我们推荐工作室的。行，等回头出去，这事儿老子跟你没完。几人激动的开始口吐芬芳。周作宇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想当初他跟这些人的表现如出一辙，只可惜他们此时哪怕有再多的悔恨和怨念，也即将化为对周哥的崇拜和敬畏。下一秒，倒计时归零，7人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当7人视线再次恢复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一片被汪洋大海包围的小岛。天上的太阳光线十分毒辣，晒得人皮肤火辣辣的疼。而就在小岛的不远处，一只数10米高的深海巨兽正在沉睡。除了周胜和周作宇以外，其他人眼神中都已经失去了神采。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花钱请代练，结果竟然找了个不要命的疯子。造孽啊，真是造孽啊！你说我怎么就这么贱呢？没事在家躺着不好吗？非要来送死！妈的，这个 BOSS 竟然有500万的气血，还有这技能，简直一个比一个变态。别说属性了，就光是这几十米的体型，拿命去打呀！都是那个姓周的，要不是他，我们至于被带进来吗？是啊，周作宇，你他妈给老子过来！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们2个家族之间没完！周作宇，你他妈听到没？众人目光开始寻找周作宇，然后就忽然愣住了。他们转过身，赫然发现周作宇和那个叫星际的召唤师，竟然没心没肺地搭起了2把遮阳伞，而且遮阳伞下面还摆着2张沙滩椅。这俩货不急不忙地布置好之后，竟然还戴上了一副墨镜，手里不知道从哪里端出来了2杯冰镇可乐，咕噜咕噜就喝了起来。1杯可乐1零食，卧槽，
这么贵？季哥，上次可不是这个价格。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我还贴心的准备了啤酒和下酒菜，一口价5颗零食。死卧槽，5颗零食的下酒菜。季哥，你敢再坑一点吗？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我这东西可是有价无市，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周作宇闻言嘴角一阵抽搐。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你进来之前定的规则就是不让人带吃的，那可不就是有价无市吗？站在一旁的5人见状都张了张嘴，一时间竟然有些无力吐槽。操！他们俩还真他妈当是过来度假的。这疯子，这俩货都是疯子。周作宇瞥了站在一旁的5人一眼，无奈的叹了口气，以一副过来人的语气说道：别怪哥没提醒你们，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千万别太惊讶。另外，这里是海滩，天上太阳毒得很，虽然不会晒伤我们现实中的皮肤，但为了好受一点，建议你们找鸡哥买一把遮阳伞。当然了，晒不晒伤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照顾一下周哥的生意啊。虽然他跟周胜相处时间不长，但他能明显感觉出来，周胜是个很有原则和底线的人，至少他绝对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而且他还是自己七叔的孩子，自己的亲表兄弟，自己现在多多照顾他的生意，等以后他起飞了，难不成还能忘了自己不成？所以他此时给这5个人的提醒可是发自肺腑的。只可惜他们5人似乎并没有理解他话语中的含义。周胜躺在沙滩椅上，并没有着急刷 BOSS， 这么多天没有上游戏，他连上次获得的奖励都还没来得及看，所以他躺下后第一时间便打开背包，开始清理起自己的战利品。首先是击败第10层 BOSS 美杜莎获得的1颗蛋。美杜莎的蛋用途未知，描述跟之前击败魔龙掉落的被魔气缠绕的龙蛋一样简单，在交易行上搜索了一番，也没有找到一样的东西。用途未知4个字让他忍不住想直接丢给饕餮当零食，但想了想，他还是没有这么做。他打算到时候在群里先问问那些大家族的人收不收，万一有人要，那可就又是一笔不菲的巨款。除了美杜莎的蛋，同样还有一件领主掉落的特殊装备魔法羽毛。魔法羽毛特装备等级100，可佩戴职业任意职业，以绑定使用者。星技效果：气血加1000000，精神加50000，智力加5000，敏捷加1000，韧性加1000。技能：御空羽，可在不高于1000米的高空飞行，每秒消耗200至1000点精神，消耗速度受飞行速度和高度影响，无冷却。极速羽，开启后敏捷属性提高200%，持续60秒，冷却时间2分钟。聚精羽，开启后每秒回复5%的精神，持续60秒，冷却时间5分钟。灵智羽，开启后智力属性提高100%，持续60秒，冷却时间5分钟。禁法羽，被动技能，受到的魔法类攻击伤害减免30%，无冷却。咒指羽，无视目标状态，强制锁定目标的精神为1点，持续10秒，等级差距越大，持续时间越短，冷却时间3600秒。特殊词条：羽毛与披风，当魔法羽毛吞噬掉魔法披风后，该装备进阶为可成长装备，解锁进阶词条。第58章，这个召唤师用剑呢？周胜眼前不由一亮。第2件可成长装备，他的第1件可成长装备就是不死军团的魔杖，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周胜最强有力的输出型装备，现在终于迎来第2件了。他直接将自己原本的魔法披风换掉，穿戴上了魔法羽毛。这2件装备都是背部装饰，只不过魔法羽毛的体积比较小，基本上就是竖插在他的肩膀上。穿戴后，魔法羽毛就多出了一个吞噬的技能，使用后他原本唯一的可飞行装备魔法披风便直接消失了。丁吞噬成功。魔法羽毛特正在进阶，剩余进阶时间23:59分59秒。进阶过程中不影响装备正常使用。看到正在进阶，周胜就没有再管他了。除了装备以外，通关第10层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一个特殊称号：孤独的王者，傲视天下。就这么一句简单的介绍，然后就没了，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任何属性加成。但有一说一，这称号确实霸气。光是这个单字称号展示出去，估计就会引来许多人侧目。除了这些，剩下的就是一些基础装备，不过大部分装备都带有等级上限，他没办法穿戴，所以只能暂时放在仓库里。鸡哥，已经很久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这时，一旁的周作宇见周胜迟迟不动身，终于坐不住了。那边5个人一直盯着他们，目光如果能杀人，他们估计早就已经死了上千次了。周胜伸了个懒腰，
从沙滩椅上站了起来。我先去看看，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别乱跑。说完，他直接发动了魔法羽毛的技能御空羽，他的身体从地上缓缓飘起。五人见状，眼睛顿时瞪大。可飞行装备，他竟然有可飞行装备！然后就见他一个俯冲，快速冲向远处的 BOSS。那五人见状，不由吓得魂都快丢了。卧槽，他要干什么？妈的，他是着急着死去投胎吗？完了完了，周作宇，你他妈看看你做的好事，赶紧跑啊！还愣着干嘛？跑你妹啊！这他妈是 BOSS 之间，你能跑到哪里去？那我们难道就在这里等死？不然呢？见周作宇仍旧淡定自若，几人顿时就更气了。你他妈倒是说句话，从刚才开始就在这里装死。是啊，你们到底想干嘛？周作宇摆了摆手，一脸从容不迫地指着远处的 BOSS 道：你们先别狗叫了，安静一点，好好看，好好学。众人一听这话，正要发怒，但下一刻，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轰 ！BOSS 被惊醒了。五人一脸惊恐地看向已经被惊醒的 BOSS， 数十米的身躯仿佛一座大山，光是那股气势就压迫得众人喘不过气来。周胜的身体在他身前就显得如同蚂蚁一般渺小。卧槽！小心！被惊醒的 BOSS 十分愤怒，直接利用触手开始攻击。巨大的触手径直拍向周胜，两者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他们仿佛已经预料到下一秒周胜被拍成肉泥，直接死亡的场景。这下就连周作宇都被吓得从沙滩椅上坐了起来。虽然他知道周胜是个很牛逼的召唤师，但直接用肉身开团 BOSS， 再怎么说也不应该啊。召唤师的召唤兽再牛逼，那也不能本体去干 BOSS 啊。可是下一秒，令众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就发生了。BOSS 的触手拍下的那一刻，周胜的身体并没有被拍飞，反而是 BOSS 的触手被周胜拿着剑一剑砍断。BOSS 头上冒出了一个大大的红色数字，672140。看到这一幕，五个人脑子瞬间宕机，连带着一直都很镇定的周作宇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红色数字。过了许久，才有一个人揉了揉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我刚才应该没看错吧？我好像看到他一剑砍了 BOSS 6-7万的伤害。咕噜，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过了许久，才有人看向周作宇，一脸不可思议地问了一句：不是，他不是召唤师吗？为什么他在用剑砍 BOSS？ 这话一出来，众人才都反应过来。是啊，他特么的不是个召唤师吗？怎么能用剑砍 BOSS 的？在这游戏里，每个职业能够使用的武器都是有严格限制的。如果你选择了职业进阶，那么最终就也只能根据你进阶后的职业选择武器。一个职业无论怎么进阶，都只能使用一种武器，这在混沌塔中属于常识。但眼前这一幕又是为什么？几人纷纷看向周作宇。周作宇愣了一下，道：是啊，他不是个召唤师吗？怎么能用剑的？五人嘴角一抽，这不是你找的人吗？怎么还反过来问我们了？周作宇确实不知道周胜能用剑，而且伤害还那么高。有人继续问道：不是，他一个召唤师带队我忍了，一个召唤师能用剑我也忍了，可为什么他一个才79级召唤师能一剑砍 BOSS 6-7万血啊？你他妈告诉我他就是个召唤师？他不是开挂了吧？你说尼玛呢？你开一个挂给我试试。这是混沌塔，连个服务器都没有，怎么开挂？那你们说他这是怎么做到的？我问谁去？众人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就连周作宇此时内心都是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原本他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周胜的强大，但到头来原来自己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第59章气血破翼，果然不行啊。周胜看着面前深海巨兽泰坦的面板，有些遗憾的自言自语：特殊魔物深海巨兽泰坦，不可契约，等级70，属性略，技能略。自从上次契约了泰坦之后，他就一直想找机会再契约一只。虽然泰坦的实战能力在 BOSS 中并不算太强，而且一旦作战环境没有水，他的战力就会直接衰退80%，但他却有着一个堪比作弊的技能：生命的瓦解射线，等级降为1级，气血精神强制降为1点，全属性下降 99%， 对10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相当于自身最大气血 50% 的伤害，无视韧性，每击杀一个单位回复 1% 最大生命值，至多回复 30% 最大生命值，强制对1000米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造成相当于自身 50% 最大气血的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它可以无视韧性。最关键的是，周胜通过不死军团的魔杖契约的召唤兽可以吃到召唤师共生的加成，如果可以的话，
他打算直接契约20只召唤兽，以后打架之前什么也不管，上去就直接哐哐自爆2只，管你什么 boss 这 boss 那的，只要比周胜气血值低，不满血开无敌，2次自爆直接就能索命。很可惜的是，深海巨兽泰坦后面那4个大字不可契约，彻底打消了周胜的幻想。确定了自己无法契约第2只深海泰坦后，周胜瞬间就对眼前的 boss 没了什么兴致。但当看到自己一剑砍了深海泰坦67万伤害的时候，就连他自己都愣了一下。他记得自己之前跟深海泰坦近战，单次攻击好像也就10多万的伤害吧，怎么会突然高出这么多？死！卧槽！耐久训练，忘记把蚁皇收回来了。前一阵子自己冲击混沌塔10层的前一天晚上，他将100多只蚁皇全部投放进了现实世界。一觉起来，他的气血直接飙升到了6000多万。他通关了混沌塔第10层后，当天下午就收到了1000多颗灵石，然后就全身心的投入了修行当中。一直到今天，他险些都快把蚁皇给忘了。他连忙点海克斯科技系统的通知页面，果不其然，红色的未读消息已经达到了9999999家。他又立刻打开自己游戏内的属性面板，结果看到气血蓝的那一刻，顿时眼睛都瞪大了。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7916000000900000，气血611685001，精神10367661，力量3109045加，智力31093214加，敏捷5931加，韧性6041加，装备略，可自由分配点数0，技能召蚁皇 LV79，召山羊犬 LV79，闪爆，被动技能共生 LV79，召唤空间战斗赐福，当前提供力量、智力31084250日免，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6216216000，混沌召唤恶魔契约，称号独行者、禁忌者、猎龙者、孤，货币91643金20134银653154铜，点评脱离了管辖区域的领主 BOSS。 好家伙，9位数的气血，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他的气血竟然直接翻了差不多10倍。受到战斗赐福的加持，他的力量和智力也突破了8位数，难怪自己这一剑下去，深海巨兽都被自己给砍懵了。3000多万的力量，要不是前期韧性减伤足够多，且玩家很难拥有破韧性的技能和装备，否则他这一剑下去 ，BOSS 还要倒欠自己几千万的血。不过相比于自己恐怖的力量数值，他想到了自己契约的深海巨兽，他将自己原本契约的一头深海巨兽召唤了出来。偌大的海域忽然就又出现了第2只泰坦，而且被周胜召唤出来的泰坦体型要比领主 BOSS 大至少3倍。吼！泰坦一出来便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鸣叫声。虽然他的体型无比巨大，甚至远超领主 BOSS， 但还是一眼就看到位于半空中的主人。他立刻自己的触手伸了过去，在主人站在他的触手上后，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主人放到了自己的头上。泰坦一族头部是他们最柔弱的部位，因此哪怕是同族，他们也绝不会将自己最柔弱的部位展示给对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见得，他已经彻底将周胜当成了他的主人，哪怕周胜要取他的性命，他也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反抗。周胜看向泰坦此时的属性面板，契约兽深海巨兽泰坦，等级1，气血611685001，精神30万，力量30585250，智力30584750，敏捷10，韧性20，技能遇水水遁、横怒扫尾、水域、滔天魔龙卷、深海漩涡、泰坦之怒、巍然如山、生命的瓦解射线，称号无。点评：气血浑厚的契约兽。原本因为释放过生命的瓦解射线，泰坦的等级已经降为了1级，气血和精神也都锁定为1点。在刚被契约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太过虚弱，所以共生并没有直接生效。但休息了一段时间过后，泰坦的状态明显已经恢复了不少，召唤师的共生也已经能够生效，他的气血也就同步变成了6个亿，2大攻击属性也要比之前暴增了无数倍。比较可惜的是，他的等级仍旧锁定为1级，敏捷和韧性数值都低得可怕。但这些都不重要，周胜看中的本来也不是他的等级和属性，而是他那个超大范围且无视韧性的自爆技能。
呵呵，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吧？周胜摸了摸他的额头，一脸亲切的道。吼！泰坦用力吼了一声，黏糊糊的触手一直在旁边晃悠，似乎是在回应主人。周胜笑呵呵的道：真乖，既然你这么听话，那我就奖励你自爆一次，看到那边你的同类了吧？没错，就炸他。泰坦原本在空中不停晃悠的触手忽然就僵住了，虽然他不知道自爆是什么意思，但他却通过契约理解到了主人的意思。主人是想让他释放生命的瓦解射线。嗷吼嗷吼！泰坦委屈地摇晃着触手，似乎是在说，我可以帮主人打死他，可不可以不自爆？生命的瓦解射线是他们泰坦一族面临绝境时的最终技，虽然技能的威力十分强大，但一旦使用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变得异常虚弱，如果是在原来他们自己的星球，几乎可以说是十死无生。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泰坦一族都不是很愿意释放这个技能。周胜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安慰道：主人这是在锻炼你的能力，你就安心的去吧，放心，主人会保护你的。嗷吼！泰坦的触手无力的垂下，似乎是放弃了挣扎。远处的泰坦看到眼前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同类，顿时就感到十分的疑惑，可下一秒他立刻就感到了一股熟悉的危机感。嗷吼！很明显，他认出了这股莫名的危机感来自于什么，那是他们泰坦释放最终绝技时会散发出来的一种特殊能量。他嘶吼着，似乎是想质问自己的同类为什么要这么做，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个机会。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从巨大泰坦的身体里爆射而出，轰隆隆隆，巨大的轰鸣声夹带着一朵巨大蘑菇云冉冉升起。轰隆隆隆，或许是因为消耗的气血更多的缘故，这一次的爆炸要远比第一次更加壮观。原本碧蓝的天空此时已经乌云密布，大海因为这次爆炸已经掀起了巨大的海啸，天空中已经开始电闪雷鸣，远处的小海岛甚至已经逐渐要被这次的海啸所吞没。305842500，一个巨大的红色数字在蘑菇云中出现。周胜就站在泰坦的头上，却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低着头，喃喃自言自语着：看来这个技能并不会伤害到友军，不对，或许伤害不到我，是因为我是他主人的缘故。其他人或者是的召唤兽会不会受到伤害，具体还是要继续实验才行啊。混沌塔这游戏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很多技能的说明都十分简洁，具体的效果都必须要自己去实验才能得出结论。这破游戏也没个客服什么的。周胜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嗷吼！他身下的泰坦虚弱地举起自己的触手，在周胜身上蹭了蹭，似乎是在寻求表扬。周胜也不吝啬自己的夸赞，摸着他的头就直呼做得太好了。等周胜将泰坦收回召唤空间，准备回去的时候，忽然就愣在原地了。我那么大一个岛呢。第60章，咱们7个真厉害，剑圣李一维，恭喜你击杀领主 BOSS 深海巨兽泰坦，获得经验值214285。你获得了最后一击特殊掉落泰坦之心，获得954金币、141银币、18063铜币。你有2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BOSS 尸体当前状态不可采集。通关信息弹出。但周胜已经没有心情看他了，他绕着海面上飞了一圈，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周作与几人的身影。他们6个人就那么静静地躺在海平面上，就像是一块飘扬在大海上的漂浮物垃圾，丝毫不做挣扎。当他们发现周胜飞回来的时候，6人齐齐激动地朝他挥手：季哥，我们在这儿！大佬，你终于回来了！卧槽，大佬太牛逼了！请务必收下我的膝盖。之前是小王我有眼不识泰山，季哥，不对，季神，你千万别介意，从今天开始我就跟大佬您混了。你滚！季神的小弟非我莫属。季神选我，我喊666贼溜。你他妈是真不要脸啊！操！你有脸说我？看着6人争先恐后激动的样子，周胜缓缓松了口气。虽然参与 BOSS 战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哪怕是找最好的工作室代练，也不能保证100%一定通关，所以哪怕就算死在 BOSS 之间里，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但要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这6个人死在这里，白白损失几年寿命，他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些过意不去的。毕竟他们以后可都是自己零食的来源啊！不是让你们几个好好待着吗？怎么跑海里游泳来了？是活腻歪了？周胜语气带着一丝埋怨地问道。几人闻言不由面面相觑，犹豫了半晌，周作宇才忍不住小声说道：季哥，你刚才搞出来的那个动静实在太大了，那岛都被海浪给淹没了，我们已经爬到最高的地方躲着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才跳海的。周胜闻言脸色顿时一变，沉默了半晌，怒道：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周作宇，抛开事实不谈，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错吗？6，算了，这次就先原谅你们了，下不为例。那6人倒是一点都不在意，一脸讨好的道：祭神教训的对，下次我肯定注意，保证不给祭神添麻烦。祭神，什么时候爬下一层塔？我出200灵石，我出300，我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灵石。祭神，我出500。周胜只是瞥了他们一眼，点了点头。下次再说吧，这里不是很安全，赶紧传送出去。今天我还有事，回头你们跟周作宇说就行。丢下这句话，周胜便直接传送离开了 BOSS 之间。混沌塔第8层，周作宇和其余6人在一道白光中走了出来。作为京城贵公子的他们，实际上早就在一些家族高手的带领下，经历过许多战斗，也磨练出了一些战斗意识。这一次的 BOSS 战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他们对这款游戏的理解。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知道，游戏可以这么玩， BOSS 战可以这么打，真特么的离谱！咱们真就7个人通关了 BOSS。 哼，你是不是还想说咱们7个人真厉害啊？不是我说，究竟是哪个王八蛋传的召唤师这个职业弱呀？老子真想问候他亲娘！一个召唤师那用剑就算了，还他妈一剑砍了 BOSS 60多万血。最离谱的是后面召唤的那个自爆怪物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炸的那一下足足有9位数伤害。妈的，说真的，谁以后要是再跟我说召唤师弱，我特么打烂他的嘴。现在转召唤师还来得及吗？周作宇一脸无语的看了他们一眼，插话打断道：快省省吧，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是召唤师这个职业强吧？众人闻言不由愣了一下，难道不是吗？祭神强大，咱们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唉，周作宇无奈的叹了口气道：有没有一种可能，强的不是召唤师，而是祭歌？几人闻言顿时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周作宇继续说道：虽然召唤师这个职业是游戏黑洞，导致玩这个职业的玩家很少，但哪怕再少，全世界几十亿人口至少也有几亿个召唤师。如果真的是召唤师这个职业强，估计早就被人发现，然后公布在网络上了。众人顿时醒悟，犹如茅塞顿开。确实啊，这么多人都说召唤师不行，那说明强的就是祭神本人啊！一个最弱的职业竟然被玩成了这样，这就是祭神的实力吗？操！难怪老周你个逼进去的时候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原来是早就知道了。不是我们说你啊，老周，咱们几个好歹也是哥们儿一场，看见你说要照顾一下你家亲戚的生意，我们立马就来了。结果这种事情你竟然瞒着我们，你可真不够意思啊！就是，回去必须请我们吃一顿。周作宇挑了挑眉道：哼，就算我提前跟你们说季哥能一个人单刷 BOSS， 你们觉得你们会信吗？几人闻言顿时语塞了。确实，如果周作宇提前跟他们说这种事情，哪怕是亲兄弟，他们应该都不会相信。毕竟一个人单刷 BOSS 这种事情简直闻所未闻。就在这时，刚才自称老王的人忽然打开了私聊频道，给周作宇发了一条消息：老周，你跟我实话实说，祭神是不是就是那个消灭了 BOSS 本源的神秘人？周作宇看到这条私聊消息，顿时愣了一下。老王一直关注着周作宇的表情，看到他发愣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周作宇啊，老王，你就别装了，能单刷 BOSS 的人不是没有，让那些攻略组的人到底层来，估计也能单刷。但关键是祭神才79级，而且还是个召唤师。从实力上来看，祭神完全符合人选。而且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之前你一直都卡在第6层，恰好上次你也是跟祭神去了一趟，结果通关回来，恰好第6层 BOSS 的本源就被消灭了。从时间上来看也十分吻合。而且半个月前被消灭本源的是第6层 BOSS， 等级上限是60级。第2次消灭的本源是第8层 BOSS， 等级上限是80级。祭神刚好79级，从等级上来看也无比吻合。周作宇见状顿时一头黑线，老王这货平时看上去一脸憨批样，怎么这个时候忽然就敏锐起来了？见他一直不回消息，老王就知道自己猜对了。他继续打字道：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王家不会乱传的，我们也不会去打探祭神现实中的身份，毕竟事关重大，我们还是分得清楚大小王的。不过现在祭神似乎已经把你当成他对外的接待人了，以后你要是起飞了，别忘了我兄弟我就行。周作宇嘴角微微一抽，打字道：你小子之前也这么多的心眼子吗？哼，你也别跟我装傻充愣，咱们都是世家子弟，真以为有几个省油的灯？那几个货你看他们从头到尾什么也没说，但实际上心里可门清着呢，指不定现在就已经开始私聊起祭神了。那你为什么不去？哼，刚才祭神的态度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他不想和太多人扯上关系，所以才让我们有事情再找你。周作宇下了游戏，
整个人仍旧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说实话，他一开始真的就只是想照顾一下自己这位堂兄弟的生意，可是谁也想不到，一场 BOSS 战下来，自己竟然一炮而红，全世界的人都在疯狂的找他，而他的职业双刀战士更是成为了当下最火的职业，没有之一。虽然他很想站出来澄清，击杀 BOSS 本源的那个人不是他，但无奈的是，他不仅不能说，而且还要尽全力去隐瞒。尤其是周胜现实中的身份信息，可以说比他的生命都要重要。所以自从上次拿到周胜的收货地址后，他老爹就让他把地址记在脑子里，然后将所有消息彻底删除，甚至连手机都换了台新的。哎，周哥，兄弟为了你，可算是遭了老罪了呀。周作宇无奈的苦笑一声，准备出门找自己老爹，跟他讲述一下今天周哥的光荣战绩。可他刚打开门，他老爹正好就站在门口等他。他愣了一下，爹，你站我门口干嘛？周楚义沉默了2秒，道：儿子，有人找你。啊？找我？谁啊？呵呵，是我，小周，好久不见啊。沈老，你怎么来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本应该在苏氏教修行课的沈怀国。沈怀国笑呵呵的道：我因为周胜的事情而来。周哥。周作宇闻言，脸色顿时一变，连忙道：沈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最近一直在家专心修炼，什么地方都没去过，不信你问我爹，我爹能给我作证。沈怀国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道：放心吧，我不是想问你什么，只是来了解了解情况，顺便给你引荐一个人。引荐一个人？说话间，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周作宇看见来人，一脸难以置信的揉了揉眼睛。李老。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位于世界战力的顶端，华国最强的剑圣李一为。第61章，即将进化的饕餮。周胜走出传送阵，来到了混沌塔第11层云之彼端。这一层是特殊的云层空间，脚下的土地是十分坚硬的云层，站在原地一眼望去，四周一望无际的白。可实际上这一层四处都充满了迷惑人视线的幻阵。好在他已经提前买好了第11层的最新探索地图，使用之后，这一层目前已被探明的所有路线都被清晰的在地图上做好了标注。周胜按照地图上的路标来到了一间酒馆，这是他跟吴世祖约好见面的地方。上次吴世祖从他这里花了1600灵石买了一颗巨石之心，但后来收到灵石，他就一心沉迷于修炼，吴世祖也没来催过他，一直拖到现在才想起来。当他看到好友列表中吴世祖在游戏中的 ID 时，嘴角不由一抽。昵称无敌傲天，职业火灵素，等级116，称号无敌傲天。这破 ID 他是真敢取啊！要知道混沌塔中是无法修改自己的游戏昵称的，等他以后年纪再大一些，不知道看到这个 ID 会不会想撞墙。他刚一进酒馆，就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斗篷，脸上戴着一个小丑面具的人站起来对他招手。周胜叹了口气，很是不情愿地走了过去。周哥，你可算来了。吴世祖见到周胜，心中很是激动。自从他从周胜这里买巨石之心，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他一直不催的原因，倒不是他不急，而是巨石之心实在是太过稀有了。哪怕是某个工作室有现货，光是最终卖出去后，利益的分配问题就要洽谈很长一段时间，再加上工作室一些杂七杂八的规矩，10天半个月实属正常。而周胜大概率只是作为那个工作室的一个中间人，他就算跑去催，估计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还不如耐心等着，还能顺便给对方留个好印象。然而他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周胜之所以晾了他半个月，单纯就是因为他忘了。周胜点了点头，二话不说，直接就向对方发起了交易申请。吴世祖见状身体一震，连忙点击同意。对方向你交易了道具巨石之心，对方已确认。是否确认本次交易？确认。当交易完成，看着巨石之心躺进了自己的背包中，吴世祖才终于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倍感安心的笑容。周哥，你真是我哥，啥也不说了，下次来京城一定要通知我，我给你接风洗尘。周胜淡淡的嗯了一声，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他现在手中没了灵石修炼，所以只能把目光转向混沌塔。第15层就能开启第4个海克斯，他很期待第4个海克斯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惊喜。除此之外，他今天晚上还要回现实世界看一看蚁皇们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放出去了半个月，也不知道现如今发展成什么样了。哎，周哥，你先等等，还有什么事？我就是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当然如果你不想说，当我放了个屁就行。你说。如果换做别人，周胜肯定转身就走了，
但毕竟这货是自己的第一位大客户，只是听一听倒也没什么。吴氏祖纠结了半晌，似乎是在组织语言。就在周胜即将没有耐心的时候，他终于问道：“我想问周哥，你真是京城周家的人吗？”周胜闻言眯了眯眼。吴氏祖见状，连忙继续说道：“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想打探你的身份，主要是上次我不是给你寄了一批货吗？然后隔天我们家族旗下的几个矿洞立马就被上面要求停工了，说是要搞什么安全检查。但家族里的人都知道，矿洞的安全检查一年就2次，分别在3月和12月，现在距离12月还早着呢。除此之外，今天早上我们家还收到消息，吴家所有人员现在都已经被限制出行了。具体原因上面没说，但听说晚一点会有大人物来我们家探访。”周胜一脸疑惑：“所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吴氏祖一脸无奈的道：“我们家族每年出产的磷矿，有80%都是交易给了国家，剩下的2成，基本上90%在临时还没出矿洞，就已经决定好了分配的去向。出了这档子事儿后，我们吴家上下都已经把临时交易记录给查了个遍。如果非要找哪笔订单有问题的话，就只有跟你交易的那笔临时了。”周胜好奇的问道：“所以这跟我是不是周家人有什么关系？”吴氏祖尴尬的笑了笑：“没，我就是单纯好奇你的身份，毕竟能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光凭周家可做不到。”周胜沉默了2秒，起身道：“屁放得很好，下次不许再放了。”离开酒馆，周胜按照地图径直前往第11层 BOSS 之间。您的队伍已选择挑战 BOSS， 当前队伍人数1，您将在15秒后被传送至 BOSS 之间，您将在14秒后。倒计时归零，周胜的身影消失在光门之前。当视线再次恢复，他已经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湖泊，而他就那么平稳地站在湖泊表面，每走出一步，湖面都会荡起一圈圈涟漪，却丝毫没有要掉下去的迹象。就在他前方1公里的位置，一只巨大的蓝色水妖正在小憩。特殊魔物水妖斯坦福，等级110，气血25000000，精神500万，力量1000，智力50万，敏捷4500，韧性6000，技能略。周胜只是匆匆看了一眼 BOSS 的面板，便没了兴趣。就是一只很普通的高智力领主 BOSS， 他6个亿的血量，哪怕是站在那里让他当靶子打，都得打上几个小时。就在周胜准备召唤死灵骷髅直接速刷的时候，他身旁的空间忽然裂开一道漆黑的裂缝，一个小男孩打着哈欠，揉着眼睛从裂缝中走出。啊呜！主人，我饿了。周胜见状，嘴角一抽：“你还真是赶了巧，知道我要打 BOSS， 闻着味儿就来了是吧？”饕餮闻言眼睛一亮：“BOSS， 好吃的吗？吃，你就知道吃，家底迟早要被你吃穷。”他现在是真不想在打 BOSS 的时候召唤饕餮，主要是这货吞噬了 BOSS， 会连带着吞噬掉 BOSS 本源，他也就无法拿到最后一击的特殊奖励。不过眼看孩子来都来了，他总不好意思又把他收回去吧。哎，周胜强忍着心痛道：“行了，赶紧去吧。”得到主人的同意，饕餮兴奋的直接变回了自己的原形。只是相比于最开始，饕餮的体型似乎变大了不少，而且跟最初被召唤的时候比起来，他的身上似乎多了一股若隐若现的黑气。周胜连忙看向饕餮的面板：“召唤兽饕餮，幼年，即将进化，等级79，气血500亿，精神30亿，力量790万，智力780万，敏捷2万，韧性。装备无，技能吞噬歼灭，称号贪欲之主。点评：集贪念与欲望于一身的邪恶凶兽，世间一切皆可吞噬。”果不其然，饕餮的名字后面多了即将进化4个字。当他看见饕餮的各项属性后，心目中羡慕的情绪达到了顶峰。500个亿，他家以黄辛辛苦苦在外面补了半个月的练，他才堪堪长了6个亿的气血。饕餮呢，只不过是睡觉吃饭，就从100个亿的气血涨到了500个亿，这成长速度比他这个挂比都还要夸张。尤其是当看到饕餮韧性后面的符号时，他险些没绷住。即将从幼年期进化的饕餮，似乎连带着身上的气势都变强了不少，尤其是他身上的那股若隐若现的黑气，哪怕还没靠近 BOSS， 远处的水妖似乎就已经察觉到了威胁，立刻苏醒了过来。见到是有人类闯入，水妖斯坦福心中怒火一下就被点燃了，他愤怒地咆哮道：“卑劣的人类，汝等的欲望终将成为杀死你们的利器！无为妖族斯坦福在此宣告汝等死！”他的死字还没有说出来，天空就忽然蒙上了一层黑影，
一张巨大的深渊巨口宛如带着复噬的威压扑面而来。阿姆，主人，好吃的。阿姆，没有了。饕餮一口吞掉 BOSS， 随后便露出一脸意犹未尽的表情，看向周胜。可怜的水妖，连台词都没讲完，就成为了饕餮的零食。恭喜你已击杀领主 BOSS 水妖斯坦福，获得经验值1500万。你跃31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4650万。水妖斯坦福本源已灭，无特殊掉落，获得54913金币、6780银币、89714铜币。你有107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你的等级升至83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35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83级。你击杀了水妖斯坦福，气血值永久加50。BOSS 当前状态不可采集。第62章在线随机召唤卷轴。第15层 BOSS 之间，周胜连爬4楼，前后总共只花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爬塔的效率，要是攻略组的人看到了，估计要开始怀疑人生了。不过事实上也没差，饕餮每吞噬一只 BOSS， 混沌塔就会播报一次世界通告。5分钟爬4楼的消息，估计已经在外面传疯了。饕餮连吃4只 BOSS， 体型又稍微变大了一点，看样子确实是离进化不远了。主人，饭。饕餮激动地在他身旁左蹦右跳。虽然以饕餮现在变态的属性，秒杀他也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但他却仍旧把他当做自己的主人，哪怕是自己很饿，也会先征得周胜的同意才会行动。对于饕餮的服从度，周胜很是满意。只是混沌塔总共也只有100层，等把 BOSS 本源都吃光了，他以后拿什么喂呢？不过好在饕餮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挑食，实在不行让他吃土，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再说了，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那些骷髅大军也不是不可以牺牲一下。毕竟他现在6个亿的气血，已经可以同时召唤9000万只死灵骷髅。哎，知道了，这是今天最后一只喽。主人最好了。饕餮笑盈盈的在空中漫步，然后飞身而下，对着周胜的裤脚就是一阵蹭。周胜这才看向位于半空中的 BOSS， 特殊魔物恶魔之主撒旦，等级150，气血1亿，精神5000万，力量200万，智力300万，敏捷6000，韧性9000。技能恶魔之翼，召7大罪，地狱能量，星体射线，瘟疫散播，恶魔印记，耳语，恶魔火焰，刻印，禁疗，阴阳咒，灵视，死灵恢复术，会生，毁灭诅咒，死亡凝视，忏悔录，无限分身，恶魔真身，嗜血不灭。看到这面板，周胜只能感慨一句，不愧是撒旦，不仅气血多达1个亿，技能更是达到了恐怖的20个，而且每一个技能效果都强得离谱。他难以想象那些攻略组的玩家们首次开荒到这里的时候，究竟死了多少次，又是怎么成功讨伐这只 BOSS 的。恶魔之主撒旦似乎和其他楼层的 BOSS 不太一样，在此之前，所有楼层 BOSS 在玩家进入之后都是处于沉睡状态，只有当玩家们主动攻击了 BOSS 才会反击。可周胜刚刚进入第15层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了一股视线，撒旦似乎从他刚进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注视到他了。卑微的人类，成为我的使魔，吾将给予你一条生路。忽然，撒旦的声音从四周传来，天空中忽然睁开了一双巨大的红色双瞳，那是恶魔的眼睛。周胜抬头看向那双眼睛，立刻就收到了攻击提示：你已被死亡凝视，精神10万。仅仅是一个对视就少了10万点精神，这要是换成一个普通玩家，就是开局蓝条消失。战士和刺客或许还稍微好一点，法师类依赖蓝条的职业，相当于当场没了半条命。嘤，似乎是察觉到主人受到了攻击，饕餮对着天空就是一阵怒吼，只是他的吼叫声不像狮子的吼叫声那么有震慑力，反而像是一个婴儿在哭哭啼啼。然而就是这看似软弱无力的哭啼声，却引来了天上恶魔之眼的注视。当恶魔之眼看到下方那只奇形怪状的野兽时，先是眯了眯眼，当他看清野兽的面目时，2只巨大的双瞳瞬间破碎。卧槽，饕餮，嘤，主人受到了攻击，这让饕餮十分生气，他怒吼一声，踩着哒哒哒的步伐就向天上飞去。误会，都是误会，饕餮大神，这都是误会。嘤，你不要过来啊！很快，头上长着2只恶魔角，浑身通体发红，脸上长着4只眼，身上长着6只手、4条腿，
背上还有一对漆黑翅膀的怪物，被饕餮从天上追得飞了下来。饕餮张开巨口，朝着撒旦一口咬去。令周胜惊讶的是，原本从未失口的饕餮，这一次竟然咬空了。撒旦不知道使用了什么身法，一个扭身就躲开了这次吞噬。嘤嘤嘤！饕餮也因为没有吃到这个伤害自己主人的零食，感到十分生气，愤怒地吼了一声，便加快了速度。这一次，饕餮的吞噬没有咬空，但撒旦却在即将被吞噬之前，使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无限分身。他的身体从一个直接分裂出了上万个撒旦。在饕餮即将吞噬他的那一刻，他立马和分身调换了位置。好险！撒旦藏在数万只分身中，擦着额头不存在的虚汗。他刚才是真的感受到了来自死亡的威胁。那一口下去，如果被吞掉，绝对必死无疑。为什么饕餮会出现在这里？法克，这不合理！撒旦心中仿佛有10000层草泥马奔腾而过。如果是出现在别的地方，他还可以利用自己诡异的能力逃离饕餮的追杀。毕竟他现在只是幼年期，自己能逃掉的概率高达1%。但出现在这里，他能逃掉的概率就是0%，因为他的本源已经与这里融为了一体，他根本无法从这里脱离。难吃的，难吃的！饕餮可不管眼前的撒旦是真是假，遇见上去就是一口。法克，我不要在这里等死了，你放我出去！撒旦对着天空怒吼，但是回应他的只有来自远方饕餮的巨口。阿姆！周胜站在远处，默默地拿出沙滩椅躺下看戏。他在爬塔的过程中隐约发现了，饕餮每一次吞噬，身体都会变强，但他的速度似乎在变慢。而且通过契约，他能感觉到饕餮此时身体的状态很奇怪，但具体奇怪在哪里，他又无法描述出来。或许是因为即将进化的缘故吧。周胜暗暗想到，反正被饕餮盯上，撒旦的结局已经注定。因为忙着修炼的缘故，周胜已经许久没有过关注海克斯商店了，所以他决定看一看海克斯科技商店刷新出了什么新东西。当他打开海克斯科技商店，看到商店里面的东西后，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死！您当前的科技币余额为4700万0 9840，1000器械上限1000科技币，10点精神1000科技币，10点智力1000科技币，10点敏捷2000科技币，守护赐福1000万科技币，随机召唤卷轴 X1 3000万科技币。距离下次商店刷新时间32:15 66。周胜激动的直接从沙滩椅上坐了起来，他的目光直指随机召唤卷轴。这东西有多离谱，他可是记忆犹新啊！他2次随机召唤，一个是饕餮，另一个就是成为了饕餮口粮的战争之神阿瑞斯。这东西出现了，那必然是要拿下的。他当即直接下单。恭喜你获得了随机召唤卷轴 X1，科技币3000万。周胜的目光又看向另外一个守护赐福。守护赐福，你和你的召唤单位获得相当于你 20% 最大气血的护盾，护盾被击碎或未被攻击的15秒后，护盾刷新，永久生效。这个东西他一直都没忘记，这可是他当时选择混沌召唤的时候开出来的一个赐福。只不过因为当时只能选择一个，所以他被迫选择了战斗赐福。没想到竟然在海克斯科技商店里面又看到了，他丝毫不犹豫，直接点击购买。恭喜你获得了守护赐福，科技币3000万。2样重磅商品购买完毕，他又顺带着将属性全部扫购一空。你购买了1000器械上限 X100，科技币10万。你购买了10点精神 X100，科技币10万。你购买了10点智力 X100，科技币10万。你购买了10点敏捷 X100，科技币20万。剩余科技币650万0 9840。恰好此时，他的面前弹出游戏面板。恭喜你已击杀领主 BOSS 恶魔之主撒旦，获得经验值6000万。你越57级击杀领主 BOSS， 获得额外经验值34200万。恶魔之主撒旦本源已灭，无特殊掉落，获得96564金币、6567银币、188971铜币。你有182件掉落物品已放入背包，背包空间不足，多余物品已掉落为公共物品，请清理背包后再次拾取。你的等级升至99级，你的各项属性获得了提升，获得可自由分配点数600。你的武器不死军团的魔杖已升至99级，你击杀了恶魔之主撒旦，气血值永久加50。BOSS 当前状态不可采集。第63章海克斯1、2、5世界通告，第11层 BOSS 水妖斯坦福已被击溃本源， BOSS 之间永久消失，第11层至第12层通道门永久开启。世界通告，第12层 BOSS。世界通告，世界通告，
第15层 BOSS 恶魔之主撒旦已被击溃本源 ，BOSS 之间永久消失。第15层至第16层通道门永久开启。混沌塔内，前后不过5分钟的时间，5条世界通告将世界频道彻底霸屏。此时此刻，游戏内的世界频道已经彻底疯狂了，满屏的问号在世界频道疯狂涂版。这，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卧了个槽，5分钟的时间连爬5楼，这是出 bug 了？呵呵，看来我是真该睡了，熬夜都熬出幻觉来了。妈的，第15层的 BOSS 好像是撒旦对吧？是撒旦没错吧？这人打撒旦总共好像只花了不到1分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撒旦的气血好像有1个亿，1分钟打了1个亿的伤害，不止好吗？撒旦不光是血牛，别忘了他的韧性还有9000，减伤高的离谱好吗？是真的，老子一个5位数智力的法师，运气比较倒霉，没有爆出减韧性的装备。上周开荒，一发威力最大的技能打在撒旦身上就掉了500多血，我人都傻了。结果现在告诉我有人1分钟打了1个亿，所以究竟是怎么在1分钟之内杀掉撒旦的？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不是怎么杀掉 BOSS 的，而是谁他妈杀的 BOSS？ 这还用想？肯定是那个双刀战士哥啊！确实，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双刀战士哥知道击溃 BOSS 本源的方法。双刀战神这个职业这么猛的吗？之前不是才60级，现在才过去多少天就能秒杀150级的领主 BOSS 了？操！双刀战士原来这妖牛逼的吗？妈妈，我后悔了，我要删号重练，我要玩双刀战士。我特么的就是双刀战士，我代表所有双刀战士玩家表示，这破职业就是一坨谢特，慎入！妈的，劝人玩双刀战士的是真该死啊！只有玩这破职业的才知道这东西有多垃圾。双刀战士友情提示您，强的是双刀战士哥，不是这个职业。周胜抽空扫了一眼世界频道，顿时被逗乐了。所以周作宇这是帮我背了黑锅？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也不算是背黑锅，毕竟这可是能够转瞬之间就能被全世界人知晓他的存在，直接一战成名，这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不过想要装逼总是会伴随着风险的，周作宇越是出名，身份地位越高，身处的环境就会愈发危险。毕竟国外可是有好几个国家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华国的天才，在此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几起国外间谍拉拢暗杀国内顶尖天才的事件。虽然这些人最终都没捞到什么好果子吃，但正因为对华国的畏惧，所以他们绝不会让华国再出现第二个李一伟了。算了，这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周胜摇了摇头，将思绪拉回到游戏中。他没有急着打开随机召唤卷轴，因为刚刚通关了混沌塔15层，他的海克斯系统终于又获得了一次抽取次数。你当前已通关混沌塔层数15%，你当前可抽取海克斯科技次数1，本次海克斯强化等级为银色，请从以下3个彩色海克斯强化中任选其一。1. 治疗法球，在一名敌方单位阵亡时，相距最近的己方单位获得 10% 最大气血的治疗效果，且在接下来10秒钟内免疫所有负面状态。2. 天涯若比邻，进入战斗状态后，你与你相距最远的召唤兽分享彼此 20% 气血、力量、智力、速度、韧性，且你可以随时与该召唤兽转移彼此位置，该次转移为强制转移，不受任何技能、结界、装备、道具影响。3、1、2、5，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当然是我全都要。获得1、2个海克斯，但同时会抽取5个永久存在的词条。注：抽取的词条中有 60% 概率抽取到负面词条。当看到海克斯强化等级为银色的时候，周胜心里本来还挺失落的，毕竟接连抽了2个彩色海克斯，导致他现在都已经有点看不上银色等级的了。结果当他看到海克斯的具体描述后，险些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治疗法球的强大毋庸置疑，每击杀一个单位就能获得 10% 最大气血的治疗效果，而且还会获得一个长达10秒钟的免疫负面状态效果。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阿尔法黑虫。不得不承认，阿尔法的存在非常 bug， 能攻能防能反伤，但他们除了不能繁殖以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恢复能力。本来周胜还想着在哪里去搞一只拥有治疗能力的召唤兽呢，结果眼前现成的不就来了吗？只是看完第2个海克斯，周胜瞬间又陷入了纠结。他对于天涯若比邻的分享彼此属性效果并不感冒，他真正看上的是可以随时与相距最远的召唤兽转移彼此位置的效果，而且强制转移，任何东西都无法影响的那种。在游戏里，海克斯系统可是凌驾于混沌塔系统的，也就是说，哪怕是绝对无法中途退出的 BOSS 之间，
也能利用天涯若比邻直接逃出来。如果未来的 BOSS 太过于强大，周胜完全可以在 BOSS 之间的外面放一只召唤兽，这样一来，万一遇到打不过的 BOSS， 他也能直接使用天涯若比邻逃跑。在现实中，这个技能的实用性就更强大了。他的蚁皇散落在四面八方，要是遇到什么危险，直接就能和蚁皇交换位置。所以第二个海克斯无疑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选择。本来还要犹豫的周胜，看到第三个海克斯的时候，脸上的纠结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好，说得好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当然是我全都要了。周胜二话不说，直接选择了第三个。至于1、2、5后面说的60%几率抽到5个负面效果的永久词条，他几乎直接就忽略掉了。拜托，60%的几率抽到坏词条，那岂不是还有40%的概率抽到好词条？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玩游戏的人最不缺的就是什么？赌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这要是都不赌，那跟咸鱼还有什么区别？恭喜你获得银色海克斯强化1、2、5。1、2、5为特殊海克斯，海克斯已生效。恭喜你获得银色海克斯强化治疗法球。恭喜你获得银色海克斯强化天涯若比邻，即将为你抽取5个永久词条。恭喜你获得词条灾厄之种。恭喜你获得词条上善若水。恭喜你获得词条靓仔。恭喜你获得词条勇敢。恭喜你获得词条善良。灾厄之种，你已被种下一颗灾厄的种子，它会在特殊时刻生根发芽，若1万年后灾厄之种并未发芽，将会自动消失。上善若水，你的品性就像水一样，则被万物不争名利。靓仔，你的颜值会获得大幅度的增长。勇敢，在恐惧的时候你会失去恐惧，尤其是在杀人的时候。善良，你无法对善良的人出手。啊，周胜眨了眨眼，似乎脑子有些发懵。他原本还以为抽取到的词条应该是跟游戏中 buff 差不多的东西，但现在看来貌似相差甚远啊。灾厄之种他完全没看懂，但上善若水他倒是看明白了。我的品性就像水一样，则被万物不争名利。也就是说，这个词条的效果能够改变现实中我的品性。周胜皱了皱眉，心中隐约有些不安。如果词条只是改变身体、力量之类的，哪怕是诅咒类的效果他都可以接受，但上善若水这个词条显然已经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了。如果他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那么抽到上善若水后，他就会逐渐变得淡泊名利。上善若水勉强还能接受，但如果抽到更坏的呢？比如采花大盗、淫贼之类的，那他凭借自己这张帅脸，岂不是要把整个学校的女生都给霍霍了？系统，词条会改变我的思想吗？周胜罕见地向系统问道。他平时一般不找系统，哪怕有不确定的问题，他也不爱和系统沟通，因为这东西的来历实在是奇怪。他能感觉到系统虽然看似在帮他，但实则也是在利用他。最明显的就是海克斯系统优先级远高于混沌塔系统，甚至可以随意修改混沌塔系统的数据，但他却很难凭借自身影响到现实世界。就比如他的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虽然能够通过击杀现实中的单位增加气血，但是却只能增长游戏内的气血，无法直接反馈给周胜现实世界的身体。想要将海克斯系统的气血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必须要利用混沌塔系统的数据同步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混沌塔系统要比海克斯系统的功能要更加全面。系统听到他的问题，机械般的回答道：词条效果只起约束作用，无法直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周胜闻言眯了眯眼，无法直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毕竟一个人的某种思想被约束的久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种习惯。看来以后还是要尽可能少碰词条。第64章10大凶兽之一穷奇。选择完了海克斯，周胜心中长舒了口气。虽说灾厄之种这个莫名其妙的词条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但好在是获得了2个强有力的海克斯，而且他还有一张之前没有使用的随机召唤卷轴。他从背包中取出卷轴，饕餮也在这时回到了他的身边，嘤嘤嘤的叫了几声，似乎是准备回去睡觉了。周胜连忙叫住了他：你先等等，待会儿说不定会有好吃的。饕餮一听有好吃了，眼睛立马就精神了。好吃的，好吃的。周胜见状，心中稍稍松了口气。说实话，要是没有饕餮在，他还真不太敢贸然使用随机召唤卷轴。毕竟这玩意儿随便召唤一下就是什么饕餮、战争之神，万一又给他召唤出个强大的神明，以他现在自身的实力，估计还不足以应对。使用卷轴，下一秒
卷轴化作一片星光，以它为圆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魔法阵。随着一股庞大的能量不断在阵中汇聚，一只瘦小的身影逐渐有了雏形。周胜用手下意识地遮挡住刺眼的光线，从指缝中隐约能看见召唤兽的模样，貌似是一只小刺猬。片刻后，魔法阵的光芒消失，一只头上长着一只长长的角，浑身长满了橘黄色的刺猬毛，头上的毛发却是特殊的棕黑色，背部还长了一对白色小翅膀的动物，正趴在地上睡觉。恭喜你获得特殊召唤兽穷奇啊！本来还在疑惑地上趴着的物种究竟是什么，系统弹出来的面板直接让周胜傻了眼。穷奇，这个看上去呆萌，甚至还有些可爱的小家伙，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10大凶兽之一穷奇。饕餮歪着头眨了眨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躺在魔法阵中的穷奇。他总觉得眼前的这个家伙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是具体在哪里见过他又想不起来了。不过马上他眼睛里的疑惑就消失了，变成了口水从嘴角缓缓流下。见没见过对于他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没有吃过，只要是吃过一次的东西他都会记得味道，但这家伙的味道他还是第一次闻到。想吃。周胜看见饕餮流口水的模样，吓得连忙把他的脑袋往后扒拉了一下。他一脸严肃地对饕餮说道：这个现在还不能吃，等会儿我先去把他叫醒，如果他不听我的话你再吃，听懂了没？饕餮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吃的，好吃的。周胜顿时汗颜，这个吃货脑子里除了好吃的和难吃的似乎就没有别的想法了，不是在吃就是在吃的路上。他的目光看向地上还在熟睡的穷奇，先是查看起了这个小家伙的数据面板。召唤兽穷奇，幼年，等级1，气血100亿，精神5亿，力量500，智力2000，敏捷2000，韧性500，装备无，技能锁定灭顺，称号空间之主。点评：空间之力的集合体掌控着宇宙空间规则之力。锁：对视线内的一片区域进行绝对封锁，持续100年，可随时关闭封锁，冷却时间5秒，精神100万。定：对视线内的单个目标进行绝对定身，持续100年，可随时关闭定身，无冷却，精神100万。灭：对所有被绝对定身的目标造成100亿无视韧性的伤害，冷却时间10万年，精神1亿。顺：瞬间移动到曾经去过的地方，无冷却，无消耗。看着小穷奇的属性面板，周胜惊讶的眼睛都瞪大了。基本属性和饕餮刚被召唤出来的时候几乎一样，但他却拥有4个技能，比饕餮都多2个，而且这4个技能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强。当他们联合起来一起用的时候，效果强度更是会超级加倍。不对啊，穷奇不是10大凶兽之一吗？怎么成空间之主了？周胜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小家伙，他小心翼翼地伸过手指摸了摸穷奇头顶的角，然后顺着他的毛发轻轻抚摸了2下。穷奇似乎感受到有人在摸他，先是皱了皱可爱的眉毛，但下一刻马上又十分享受地仰起了头。周胜见状顿时乐了，像摸猫一样伸到他的下巴挠了挠。哼。穷奇舒服地哼唧着，然后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大大的，瞳孔是琥珀色，背后的2个小翅膀在看到周胜后扑腾扑腾地扇了起来。主人！穷奇看清周胜的脸后立马一个飞扑，扑到了周胜的脚边，抱着他的脚一边蹭，嘴里还一边傻呵呵地叫主人。周胜！他从地上拎着穷奇脖子将他抱了起来，穷奇2只爪子在空中不停地挥舞，似乎十分的兴奋。主人！主人！主人！他能通过自己和穷奇之间的契约感受到他内心的悸动和开心，但他同时又非常的好奇，强如饕餮和穷奇这样的上古凶兽为什么会认自己为主？随机召唤卷轴虽然可以将他们作为召唤兽召唤过来，但之前的战争之神阿瑞斯就轻松地斩断了这层契约，所以他并不认为召唤卷轴的契约束缚能够束缚住这2只凶兽。他盯着穷奇露出了一个微笑。你为什么叫我主人？主人！主人！主人！我是你主人，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叫我？主人！主人！得，前有饕餮只知道好吃的难吃的，现有穷奇只知道主人主人，难道这玩意儿召唤出来的召唤兽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吗？唉，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将穷奇放到地上，准备将他收进召唤空间。结果下一秒，这小家伙竟然直接拒绝了进入召唤空间，趴着到他脚边
又开始一直叫主人。周胜见状，简直一个头两个大。饕餮虽然是个吃货，但好歹能正常沟通，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听话，让他去哪就去哪。但这个小家伙好像就要缠着他。他无奈地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汉堡包，放在琼奇面前。琼奇用鼻子闻了闻，嘴角顿时流出口水。想吃吗？哦，原来你还不会说话呀。看着小家伙举着双手，一脸眼馋地盯着自己手上的汉堡包，周胜帮他打开外面的包装，将汉堡直接递给了他。琼奇接过汉堡，像个小老鼠一样趴在地上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等周胜转过身去，就看见饕餮一脸怨念地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琼奇手里的汉堡。周胜顿时哭笑不得地朝他丢过去一个汉堡，饕餮一口吞下，脸上的怨念瞬间消失不见。等琼奇吃完了汉堡，在他好说歹说，手口并用，总算是把这小家伙哄进了召唤空间。虽然小琼奇现在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但再怎么说也是一大战力。至于其他的，只能以后慢慢培养了。周胜长舒了口气，呼出了自己的个人面板，昵称星际 ，ID 编号5345962140，职业召唤师，等级991600000090000000，气血612162410，精神1055511，力量31097121，加智力31099884，加敏捷7874，加韧性7106，加装备略，可自由分配点数1880。技能照蚁皇 LV99， 照山羊犬 LV99， 闪爆。被动技能共生 LV99， 召唤空间战斗赐福，当前提供力量智力31084250，日免。海克斯科技耐久训练，当前生命值加成500+6216219000，混沌召唤恶魔契约1251，治疗法球2，天涯若比邻。词条：灾厄之种，上善若水，靓仔，勇敢，善良。称号：独行者、竞技者、猎龙者、孤。货币：426871金，654110银，1614610铜。点评：脱离了管辖区域的领主 BOSS。第66章，让他们做以后的粮食。周胜退出游戏，他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手，握了握拳。没什么变化。词条的出现让周胜心中拉响了警报。在此之前，海克斯科技一直都只能影响到游戏中的数据，无法直接影响到现实。但是现在看来，他的能力似乎变强了一些，或者用进化来形容更为贴切。词条的存在很显然已经能直接影响到现实世界了。现在想这么多好像也没用，我连个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周胜缓缓叹了口气，索性将这件事情先抛之脑后，先看看蚁皇们过得咋样吧。他通过契约直接连通了自己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蚁皇。通过蚁皇的视线，他似乎正处于一处深山中。他控制蚁皇的身体绕着周围走了一圈，然后他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了。首先是蚁皇的体型，相比于之前，蚁皇此时的大小已经堪比一辆小轿车了。躯体上的外壳似乎也经过了好几次的蜕变，颜色变得更黑、更亮、更坚固。其次，蚁皇的黑蚁小弟似乎变得更多了。通过蚁皇的记忆，此时黑蚁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300万只，几乎一小半个山头，如今都纳入了这300万只黑蚁军团的掌控之下。无论是棕熊、老虎、大象还是狮子，看到浩浩荡荡的黑蚁大军，都只能退避三舍。好家伙，你小子这是跑山上来当山大王了啊！吱吱吱吱吱，蚁皇通过嘴巴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周胜倒是听懂了这个声音的意思，蚁皇是想说，我永远都是您的奴仆，并没有称王的打算。周胜有些意外，这才过去多久，蚁皇似乎比之前聪明了不少啊！而且蚁皇筑巢的位置也很有讲究，巢穴安置在半山腰的一处峭壁上，不仅隐蔽，而且对于绝大部分敌人来说，这个位置天生就易守难攻。但对于黑蚁大军来说，悬崖峭壁根本就不是问题。你该不会是已经进化出了灵智吧？周胜有些惊讶地问道。但蚁皇似乎不是很理解灵智这2个字的含义，不懂就不懂吧，反正他也没有深究的打算。就算蚁皇真的开了灵智，那对于他而言也算好事。你控制的这些黑蚁大军，我可以指挥吗？当然，我已经让他们记住了主人的味道，他们会完全听从主人的命令。好，干得不错。等会儿我会和你位置互换，你就待在家里，不要乱跑。
嘶嘶，蚁皇的嘶嘶声还没发出来，周胜就收回了控制权，然后发动了海克斯科技天涯若比邻的位置交换。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周胜就来到了刚才的深山。他此时身处的位置正好就是刚才的悬崖峭壁。这技能用得好的话，感觉比穷奇的瞬还要好用啊。穷奇的瞬也只能瞬移到自己视线范围内的位置，而海克斯天涯若比邻的移动距离是没有限制的。但瞬的优点是不需要借助外物，随时随地可以发动，而天涯若比邻则需要借助自己的召唤兽才能发动，而且只能选择距离自己最远的召唤兽。两个技能有利有弊，但周胜还是觉得天涯若比邻更好，因为这个技能是自己的。呼吸，还是山里的空气清新啊，而且这里空气中蕴含的灵气浓度真的要高很多。他目光扫视了一圈，偌大的树林四周却几乎没有其他生物的存在，难怪耐久训练叠得这么快，合着是黑蚁大军快都把这个小山头给撸干净了。砰，这里有变异蚂蚁了，快跑！妈的，别搬了，都这个时候了，要钱不要命啊！你们别跑，等等我！操，快走啊！周胜愣了一下，看向发出声音的源头，距离他不远处的山腰处，似乎有一群人正在向四周逃跑，而追赶他们的正是数以10万计的黑蚁大军。周胜脸色微微一变，他通过契约将那里发生的一幕传递给了家里的蚁皇。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之前不是说过尽可能不要伤害人类的吗？我有告诉过他们，但是蚂蚁的智商不高，不知道人类是什么。这些人忽然入侵了我们存放宝物的地库，所以可能是被他们当成入侵的敌人了。存放宝物的地库？是的，主人，这座森林里面有很多很好吃的果子，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发光的石头，我觉得主人会喜欢，就把这些宝物藏在地库里，准备献给主人。原来是这样。周胜欣慰地点了点头。瞅瞅，合格的召唤兽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不仅在外面帮主人开疆扩土，而且心里时时刻刻还想着帮主人收集财宝。果然，蚁皇才是召唤师最终的归宿啊！主人，要我帮您把士兵蚁们都叫回来吗？不用了，我待会儿去看看。您不是说不能伤害人类吗？现在士兵蚁们都比以前厉害多了，有可能会伤害到人类。不伤害人类的前提是他们不招惹我们。现在人家偷东西都偷到我家里来了，我又不是圣母，还要放过他们？周胜冷笑一声，呼唤出附身在他身体里的阿尔法。黑虫们迅速包裹住了周胜的全身，宛如一件黑色的盔甲。他的脸上也多出了一面漆黑的面具，他的脚下则是形成了一节又一节由黑虫组成的虫梯。没有飞行能力的周胜沿着虫梯走向不远处的人群。这群人似乎是一个旅游团的，10多个人，男女都有。跑在最前面的是几个年轻男人，他们仗着自己体力充足，拼命地跑，期间甚至还会在路中间做一些障碍，就是不知道这些障碍物是为了阻挡蚂蚁的脚步，还是为了阻挡人的脚步。中间的则是几个女人，她们学着前面年轻男人一样，一边跑一边在路上做一些障碍。后面的则是几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他们一边跑一边咒骂，甚至还有个老人拿出了把匕首，朝着前面的女人扔了过去。最后面还有一男一女，男的打扮像是导游，拉着一个女人的手腕，拼命地往前跑；女人则打扮得花枝招展，脚下还穿着一双高跟鞋。在他们的身后，数十万只黑漆漆的蚂蚁大军追着他们紧咬不放，仿佛只要停下来，下一刻就会成为蚂蚁的盘中餐。我跑不动了。少废话，不想死就赶紧跑。我真的跑不动了。导游咬了咬牙，回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蚂蚁大军距离他们大概还有10多米。他深吸一口气，停下了脚步，走到女人面前蹲了下来。赶紧上来吧，我背你。唐竹见状，心中大喜。导游见他没有动作，心中焦急万分。你快点上来啊，蚂蚁马上就来了。我知道了，你等我脱一下鞋子。操，你快点，不然我就跑了。好了，马上了。如果是以前，他早就丢下眼前这个女人，自己跑路了。但是现在他却做不到了，因为这个女人在他的团里出了事。哪怕是这个女人自己的问题，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但出去之后他依然会因此而丢掉工作。毕竟出了人命，以后估计也很难会有相关的旅游企业录用他了。而他才刚刚结婚半年，买了房子车子，每个月都要还房贷车贷，而且老婆肚子里还怀上了孩子，需要用钱的地方数都数不完。以前的时候遇到傻逼，他年轻气盛，骂2句也就算了，现在他几乎都是能忍则忍。
他蹲下等了半天，见女人还没上来，正准备回过头看女人在干什么，结果刚刚回头就看见女人手中拿着高跟鞋，用鞋跟对着他的脑袋重重的敲了下来。砰！死！卧槽！导游捂着头栽倒在地，女人丢下高跟鞋，灰溜溜的朝远处跑去。周胜站在高处，面无表情的看着这一幕。不得不说，在不考虑人性的情况下，这个女人很聪明，因为导游现在的体力很明显也不是很好了，哪怕是他背着女人跑不了多远就会被追上，但如果导游倒下了，说不定蚂蚁大军就会优先处理食物而停止追赶，这样一来他就有跑掉的机会了。而事实上，蚂蚁们的智商确实不高，他们在追上了那个导游之后就停止了追击，一波又一波的黑蚁将导游给包裹了起来。周胜缓缓走下，对着黑蚁大军说道：“不要伤害他，把他送下山去吧。”黑蚁大军忽然抬头看向来人，当他们闻到周胜身上的味道后，蚂蚁们纷纷激动地在他脚边绕圈。下一刻，一部分黑蚁大军们竟然真的就带着被包裹住的导游缓缓向山下移动。周胜收回目光，看向已经逐渐跑远了的几人，他眯了眯眼，语气冰冷到了极点：“剩下的去追刚才的那些人，抓住了之后不要杀死，全部带回巢穴作为以后生产的粮食，我要让他们活着看到自己一点点被吃掉。”